风月宗碧池峰，大师兄，你可知罪？昨夜你闯入我的闺房，盗走1颗筑基丹，此等行为与邪修有什么区别？立刻交出一身修为，还有你的至尊骨。一道清冷的女声响彻大殿。这是谁在狗叫啊？顾长歌睁开眼，只见面前是一个身穿红色罗裙的少女，17、18岁的年纪，肌肤胜雪，眉目如画。她本该是清丽脱俗的仙子，此刻却杏眸含煞，满面寒霜，直勾勾地盯着他。你是小师妹苏瑶？顾长歌忍不住问道。哼，还装？你该不会是想说自己失忆了吧？苏瑶冷冷望着他。靠，穿越了？不，更准确地说是觉醒了素慧。顾长歌本是蓝星的一个西格玛男人，号称魔都第一神情，后来才穿到这个世界。此方世界宗门林立，强者为尊。他天资卓绝，身负一块天生的至尊骨，拜入风月宗，是千年不遇的奇才。不过20岁便已是元婴期的大修士，是宗门未来的希望，是师尊最宠爱的弟子，是师妹们仰慕的星辰。直到1个月前，一个名为萧君临的少年拜入风月宗，一切都变了。师尊看他不再和颜悦色，师妹们对他避之不及。而今日苏瑶更是污蔑他偷了1枚筑基丹，甚至主动登门兴师问罪。哈哈哈！顾长歌突然放声大笑，抬起手指了指自己：“小师妹，你看清楚，我顾长歌元婴期修士。”他又指了指苏瑶：“而你苏瑶炼气期9层，连筑基都不是。我偷你的筑基丹，这合理吗？回答我，看着我的眼睛 ，Look in my eyes, tell me why。”顾长歌向前踏出一步，轰！元婴期的威压散发出来，如山岳般沉重。噔噔噔，苏瑶被这股气势压迫得连退好几步，娇躯微颤，但她很快挺直了腰杆，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随即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大师兄，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吼什么吼？你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对我的，你果然是变了，就知道欺负我。顾长歌满腔的怒火被这小仙女逻辑弄得不上不下，这都什么跟什么？而苏瑶见他沉默，愈发觉得自己占了理。他擦了擦眼泪，控诉的声音更加尖利：“你不光偷了我的筑基蛋，前些日子师尊新买的云霞肚都不见了，肯定也是你偷的。你已经堕入邪道，心生歹念。若是再放任你这般下去，以后是不是还想做出欺师日祖的禽兽行径？等等，欺什么？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大师兄，我命令你！”苏瑶伸出手指，几乎要戳到顾长歌的鼻子上，立刻把我的筑基丹还有师尊的云霞肚兜全都交出来，然后道歉认错，再交出一身修为和至尊骨。哼！顾长歌冷笑一声：“所以你不是为了区筑基丹，也不是为了什么狗屁肚兜，你看中的是我这一身元婴期的修为，还有至尊骨？不对。”苏瑶挺起胸膛，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大师兄，你休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苏瑶岂是贪图你宝物的人？你已堕入邪道，身负至尊骨，只会为祸苍生，理应交出来，由小师弟萧君临执掌，才能发挥他匡扶正道的最大作用。”顾长歌差点又被气笑了，这小师妹的思路简直清奇的令人发指。这不相当于有人污蔑杰克马偷了他10块钱的英雄皮肤，然后他就义正辞严的要求杰克马把整个藤子赔偿给他，这脑回路是不是脑残片吃多了？小师妹，如果我不答应呢？顾长歌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讥讽的弧度。不答应？苏瑶冷笑一声，那便证明你已经彻底堕入魔道，无可救药。我身为风月宗弟子，今日就要替天行道，除魔卫道。话音落下，他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一副要与顾长歌拼命的架势。就凭你？哈哈！顾长歌笑了，这次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好笑。一个炼气期要对付我这个元婴期，小师妹，是谁给你的勇气？静茹吗？他甚至都懒得动手，光是站在这里，苏瑶连他的护体真气都破不开。岂料苏瑶脸上没有丝毫惧色，反而露出一抹成竹在胸的倨傲。大师兄，你以为我没有准备就敢来找你问罪吗？他玉手一翻，掌心之中光华闪烁，一根通体赤红缠绕着丝丝缕缕混沌气的长鞭凭空出现。这长鞭出现的瞬间，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瞬间笼罩了整座大殿。怎么回事？这道气息！顾长歌脸色一变，压力倍增。这根鞭子不简单，这是我长生苏家老祖宗留给我的护身法器——极道地兵赶龙鞭。苏瑶手持长鞭，整个人气质大变，仿佛化身执掌刑罚的9天神女，高高在上，俯瞰众生。地兵之威，哪怕是拿在我这炼气期的手中，亦可斩杀化神之下的一切敌。我靠！顾长歌心中爆了一句粗口：极道地兵，长生苏家，难怪这小师妹敢如此嚣张，原来背后有这么一个通天的背景。长生世家，那是凌驾于无数王朝与宗门之上的不朽传承，底蕴深不可测，每一家都曾走出过镇压万古的大地。以为是青铜，结果是个王者。大师兄，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苏瑶再度开口，是当众认错，废掉修为，将至尊骨交给小师弟，还是顽抗到底，被我亲手镇压？顾长歌突然抬头直视着苏瑶那双冰冷而陌生的眸子，良久，他笑了：“是我错了。”顾长歌开口，苏瑶以为他服软了，脸上露出一丝得意，岂料顾长歌话锋一转：“我错在当初瞎了眼，竟然会觉得你天真善良，还曾费心指点过你修行。我错在对你这种白眼狼
付出了那么多的真心，但今后不会了。说到最后，顾长歌的体内透出一股凌厉的气质，让我低头认错，抱歉，再过100辈子也绝不可能。你怎么敢不听我的话？苏瑶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随后高高举起了手中的赶龙鞭。那我就亲手挖出你的至尊骨，看看它到底有多硬。轰！恐怖的地威瞬间锁定顾长歌，鞭身上玄黄之气流转，仿佛下一秒就要崩裂虚空，将他彻底抹杀。千钧一发之际，叮！一道清脆的电子音突兀的在他脑海中响起。检测到宿主面临生死危机，符合反派崛起条件。恭喜宿主成功觉醒万界大反派系统，新手大礼包发放中。奖励1：化神期巅峰修为。奖励2：仙道杀招五指全新剑。奖励3：极道地兵人皇幡，别称万魂幡。哈哈哈！顾长歌内心狂喜，童子哥，你可算来了。刹那之间，他清晰地感受到体内那原本元婴小人已经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法相神指，举手投足间都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瓶颈不存在的，不过是眨眼功夫便已冲破桎梏，一路飙升，最终稳稳停在了化神期巅峰。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充斥着他的四肢百骸。再看苏瑶手中的赶龙鞭，那股足以压他山岳的恐怖地威，此刻感觉起来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小师妹，且慢！顾长歌突然开口，气定神闲。苏瑶的动作停滞了一瞬，他还以为顾长歌终于认清了现实，准备屈服，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一抹胜利者的倨傲。大师兄，现在才想求饶？晚了，我改变主意，你不光要交出至尊骨，还要给我和小师弟当100年的奴仆，才能赎清你的罪孽。不，顾长歌摇了摇头，看着苏瑶反问道：小师妹，你刚才是不是说我已经堕入魔道，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邪修？对此，我只想说。顾长歌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发出一阵怪笑声。结，你看人真准。修炼境界划分：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渡劫、尊者。你说什么？苏瑶整个人都愣住了。他预想过顾长歌会跪地求饶，会痛哭流涕，甚至会负隅顽抗，唯独没想过他会承认的如此干脆，还笑得这么邪性。你果然无可救药了。苏瑶又惊又怒，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衅，再不迟疑，猛地挥动手中的赶龙鞭。既然如此，我就替天行道。嗡！赤红长鞭划破长空，地威弥漫，虚空都泛起涟漪，直直朝着顾长歌的天灵盖砸下。这一鞭足以将元婴修士的肉身连同神魂都抽得灰飞烟灭。好宝贝，拿来吧！面对这致命一击，顾长歌不闪不避，反而探出了一只手。那只手修长白皙，晶莹如玉，却仿佛蕴含掌控一方世界的伟力。在苏瑶惊骇的注视下，那只手直接抓住了赶龙鞭。轰！顾长歌五指一合，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力量顺着鞭身传了过去。啊！苏瑶只觉得一股巨力袭来，虎口剧痛，再也握不住鞭子。同时，他与赶龙鞭之间的神魂联系竟被这股力量强行抹除，而这件至宝落入了顾长歌的手中。噗嗤！苏瑶顿时吐血，踉跄后退，娇俏的脸蛋上写满了难以置信。怎么可能？这可是极道地兵，是他长生苏家的传世之宝。老祖宗说过，此鞭在手，化神之下皆可斩杀。难道一个荒谬到极点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浮现？难道顾长歌的修为已经超越了元婴期？不，这绝不可能。他1个月前还是元婴初期，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到化神期？不愧是极道地兵，的确是好东西。顾长歌掂了掂手中的赤红长鞭，入手微沉，上面布满了玄奥的道纹。你这个魔头，快把赶龙鞭还给我！苏瑶气得浑身发抖，又急又怒地呵斥道：有本事以我堂堂正正的公平对决，抢我法宝算什么英雄？哈哈哈！顾长歌笑了，小师妹，你是不是忘了我可是邪修啊？还需要讲什么江湖道义和公平吗？话音未落，他手腕一抖，啪！赤红长鞭在空中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结结实实地抽在了苏瑶的身上。啊呀呀！苏瑶发出一声痛呼，罗裙瞬间被抽出一道裂口，雪白的肌肤上浮现出一道清晰的红痕。当然，顾长歌没有动用地兵之威，否则这一鞭子下去就足以让他神魂俱灭，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么轻易杀了他，未免太便宜他了。啪啪啪！顾长歌没有停手，一边接着一边的抽了下去，清脆响亮。很快，苏瑶身上那件华美的罗裙就变得破破烂烂，衣不蔽体。原本仙气飘飘的小仙女，此刻披头散发，皮开肉绽，狼狈到了极点，哪里还有半分之前的骄傲？住手！顾长歌，你给本小姐住手！你敢这么对我，师尊他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还有大师姐，她最疼我了。还有我长生苏家，必然会将你碎尸万段。苏瑶一边惨叫，一边搬出自己所有的靠山。你在狗叫什么？顾长歌动作不停，脸上没有任何同情，只有无尽的冷漠与嘲讽。巨大的屈辱与痛苦让苏瑶再也支撑不住，委屈地哭了起来，泪水混合着血水，让她看起来愈发凄惨。她咬紧贝齿，用尽全身力气，挤出一句话：魔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抱歉，我没那么善良。顾长歌终于停手，拎着鞭子
走到苏瑶面前，我可是邪修啊，直接杀你，未免太便宜你了。要不然，把你炼成只之所取的血奴，卖到合欢楼里；又或者，把你炼成一枚人形大丹，应该会很美味。顾长歌每说一种方式，苏瑶的脸就白一分，娇躯剧烈的颤抖起来。他不怕死，但他怕这种比死还要可怕10000倍的折磨。眼前的顾长歌，在他看来，已经不是那个老实的大师兄，而是一个从9幽地狱爬出来的绝世大魔头。早知如此，他就不提什么筑基丹了。不要！苏瑶彻底崩溃了，瘫软在地，放声大哭。看着他这副模样，顾长歌只觉得有趣。对了，系统要如何才能得到奖励？顾长歌心中暗暗问道。定，宿主只需不断打压，掠夺诸天万界的气运之子，获得其身上的气运值，便可得到奖励，包括但不限于功法、神通、法宝、血脉。原来如此，打压气运之子吗？那个刚入门的小师弟萧君临，应该算是吧。打压他，掠夺他的气运，就能变强。这个设定很反派，他很喜欢。就在顾长歌思索着该如何掠夺气运时，一道冰冷且蕴含着怒意的女声毫无征兆从大殿门口传来。师兄，你在对小师妹做什么？顾长歌循声望去，只见大殿门口一个女子悄然立在那里。她身着一袭素白长裙，不染纤尘，一双玉足未着鞋袜，就那么赤着踩在冰冷的青石地板上，晶莹的脚趾晶莹剔透。她的容貌绝美，却带着一种生人勿近的清冷，整个人好似一朵开在万丈雪山之巅的莲花，孤高圣洁，不可侵犯。原来是白师妹。顾长歌的记忆中浮现出关于她的信息。白若冰，风月宗的大师姐，天生冰灵根，元婴初期修为，修炼的是极为玄妙的冰魄诀。她的性格也一向冷若冰霜，对谁都不苟言笑。直到那个萧君临入门，这位高冷的冰山美人在萧君临面前笑靥如花，甚至不惜孤身犯险，闯入妖兽山脉深处，猎杀了一头蛇妖，只为取其内丹给萧君临补身子。又一个被降了智的恋爱脑。当然，这也和萧君临是气运之子有关。大师姐，你可算来了！瘫软在地的苏瑶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连滚带爬的扑了过去，一把抱住白若冰的小腿。大师姐，你再晚来一步，就再也见不到我了。顾长歌他疯了，彻底堕入魔道。他先是偷了我的筑基丹，被我发现后非但不认，还凶残出手，抢走了我苏家的护身地兵。他还用鞭子抽我，把我的衣服都撕碎了。他分明是想对我图谋不轨啊！说到最后，他故意将破碎的衣衫往下拉了拉，露出一片被鞭痕覆盖的雪白肌肤。顾长歌听着，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好家伙，好一个小碧池，这演技，奥斯卡都欠他一座小金人。师兄，白若冰听完苏瑶的哭诉，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块脸上终于有了一丝波动。他扶起苏瑶，清冷的目光直射向顾长歌，质问道：刚才小师妹说的可都是真的假的？顾长歌回答干脆：他在撒谎。苏瑶立刻尖叫起来，死死抓着白若冰的衣袖。大师姐，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堕入魔道的人没有一句真话，他现在的心比墨水还黑。白若冰闻言，身上散发出的寒意更甚3分。师兄，你满嘴谎话，果然已经堕入魔道了。顾长歌彻底无语了。不是，这合理吗？闹了半天，苏瑶说什么你都信，我说2个字都是在撒谎，连求证的过程都省了。好，这么完事吧？那可别怪我待会吟诗了。混！顾长歌突然放声大笑，掂了掂手中的赤红长鞭，玩味地看着白若冰。所以，白师妹现在是打算做什么？难道也要学小师妹一样替天行道，对我这个魔头动手吗？不。白若冰缓缓摇头，一本正经地开口：你我好歹同门一场，我不愿对你拔剑。师兄，你还是自爆吧。自爆！听到这2个字，顾长歌差点没绷住。没个10年脑血栓病史，绝对说不出这种逆天的话。让他一个化神期的大反派，为了成全他的圣母心，原地爆炸，这脑回路是直通下水道吗？但顾长歌没有大意，毕竟这是个修仙世界，万一这娘们也是个挂笔呢？顾长歌盯着白若冰：白师妹，我有3个问题，你若答得上来，我便依你。你问。白若冰负手而立，神色孤傲。第一，同志，你有童子吗？顾长歌竖起一根手指问道。那是何物？木童。白若冰眉头微蹙。顾长歌不置可否，竖起第2根手指。第二，天王盖的虎。下一句是什么？白若冰脸上浮现出一丝不耐。什么乱七八糟的？若是暗号，我风月宗从未有过这句。顾长歌竖起第3根手指。第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可有失踪多年、生死不知的父母吗？或者身上带着什么不起眼的玉佩、戒指？白若冰冷哼一声：我父母健在，就在族中也从不佩戴什么首饰物品。顾长歌仰天大笑。第一问，确认他没有没系统；第二问，确认他不是穿越者老乡；第3问，确认他没有父母祭天、法力无边的身世背景。3无产品。既然什么都没有，那你嚣张个泡茶壶啊，也敢在他面前装大尾巴狼？鉴定完毕，纯真普信女，明明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师兄，你笑什么？白若冰被笑得有些发毛，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我笑什么？顾长歌止住笑，拎着手中的赶龙鞭，
一步步朝他走去。我笑你不自量力，螳臂当车；我笑你鼠目寸光，坐井观天；我笑你异想天开，痴人说梦。一个区区元婴初期，也敢让我自爆？谁给你的脸？这一连串的质问如连珠炮般轰出，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个巴掌，狠狠扇在白若冰那张清冷的脸上。白若冰脸色涨红，自从拜入宗门，凭借冰灵根和大师姐的身份，谁对她不是毕恭毕敬，何曾受过这等羞辱？顾长哥，你放肆！苏瑶见状，立刻在旁边煽风点火，尖声叫道：大师姐，你听听，这魔头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他不仅羞辱我，现在连你也骂了，快出手镇压他，让他知道你的厉害。呼！白若冰深吸一口气，周身寒气大盛。既然此人执迷不悟，那便怪不得他了。师兄，这是你自找的。冰破诀，冰凤玄沙。话音落下，咔嚓咔嚓，空气中的水汽被瞬间冻结，青石地板上凝结出一层厚厚的冰霜，墙壁上、梁柱上无数尖锐的冰锥凭空生成，闪烁着森然的寒芒。他天生冰灵根，修炼的又是宗门顶级的冰破诀，一出手便有冰封天地之威。立！一声高亢的凤鸣响彻云霄，无尽的寒气在他身后汇聚，化为一头一盏超过10丈的巨大冰晶凤凰，携带着足以冻结神魂的恐怖低温，朝着顾长歌猛扑而来。这一击是他的最强杀招，就算是同为元婴期的修士，也绝不敢应剑。然而面对这来势汹汹的杀招，顾长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漫不经心地抬起右手，手中的赤红长鞭猛地一甩，啪一声脆响，赶龙鞭化作一道赤红色的闪电，狠狠抽在那条冰缝之上。轰！看似坚不可摧的冰缝，在地冰面前脆弱的如同豆腐渣，瞬间崩碎，漫天冰屑飞舞。扑哧！气机牵引之下，白若冰遭到反噬，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倒飞而出。怎么可能？他重摔在地上，满脸惊骇。这一击他动用了全力，竟然被顾长歌随手一鞭子就抽碎了。他到底是什么修为？不愧是极道地冰，就是好用。顾长歌吹了吹鞭梢上并不存在的灰尘，一脸戏谑：白师妹，这就是你的实力，连给我挠痒痒都不够啊！白若冰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发现体内真气乱窜，根本提不起半分力气。就在这时，顾长歌手腕一抖，赶龙鞭迎风暴涨，瞬间化作数10丈长，如同一条赤红色的灵蛇，朝着地上的两女卷去。你要干什么？苏瑶惊恐尖叫，下一秒长鞭将两女牢牢缠住，但这缠绕的方式却极其刁钻，绳索扼入肉里，将两女那曼妙的身材曲线完美的勾勒出来，该凸的地方凸，该翘的地方翘，而且两人的姿势极为羞耻，背靠背，双手被反剪在身后，双腿被紧紧束缚。起！顾长歌轻喝一声，长鞭一端挂在大殿的横梁上，直接将两女吊在了半空中，就像是两只等待采撷的成熟水蜜桃，还在空中微微晃荡。啊！放开我！顾长歌，你这个魔头，快放我下来！两女羞愤欲死，拼命挣扎，但赶龙鞭毕竟是地冰，哪怕没有完全复苏，也不是他们能挣脱的。越是挣扎，鞭子就勒得越紧，不仅勒得他们生疼，那羞耻的姿势也更加明显。顾长歌背着手绕着两人转了一圈，啧啧称奇，不得不承认，这两个师妹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长得确实不赖。苏瑶娇小玲珑，身轻体柔；白若冰高挑冷艳，腰细腿长。此刻被捆在一起，一红一白；此刻被捆在一起，视觉冲击力极强。这就是传说中的艺术。大师兄，你要干什么？见顾长歌越靠越近，还用那种目光打量，苏瑶是真的怕了。我警告你，千万别乱来！苏瑶的声音带着哭腔和颤抖，却还想强撑着最后的尊严，厉声呵斥：你要是敢碰我一下，我就再也不理你了！顾长歌脚步一顿，他抬起头，看着被吊在半空中的苏瑶，脸上露出一抹古怪的笑容。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搁这儿玩不理你这一套呢？真当自己是9亿少男的梦？结！顾长歌伸出手，轻轻拍了拍苏瑶那张受到惊吓的小脸。小师妹，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现在我是刀俎，你是鱼肉，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你想怎么样？苏瑶看着顾长歌那张近在咫尺的脸，身子止不住地颤抖。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种从未有过的无力感，让他那颗骄纵惯了的心彻底慌了神。他不想死，更不想被折磨。大师兄，苏瑶吞了一口唾沫，强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试图讨价还价。要不然这样，我退一步，今天这事儿咱们就当没发生过。你偷我铸鸡丹的事情，我也不追究了，绝对不向师尊告状，咱们一笔勾销，好不好？空气突然安静，顾长歌歪了歪头，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不行，他回答的干脆利落。苏瑶急了，声音拔高了几度，那你还要怎么样？我都已经不计较你偷东西了，难道非要我给你道歉吗？好，对不起，行了吧，我给你道歉，这总该可以放过我们了吧？顾长歌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漠然。还是不行？顾长歌道。苏瑶彻底破防了，歇斯底里的喊道：大师兄，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出现了经典语录，我都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就没有一点错吗？顾长歌心里一阵腻歪，
这就是所谓的仙门小师妹，永远活在自己的逻辑闭环里，哪怕死到临头，还觉得全世界都欠她的。小师妹，你是不是忘了我刚才说的话？顾长歌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脸颊，力道不大，侮辱性极强。我现在是邪修啊，按照流程，邪修降服了名门正派的女仙子之后，不得快进到付费环节吗？你要是实在不懂，我可以教你。顾长歌凑到他耳边，热气喷吐在他的脖颈上。你是想继续挨这根赶龙鞭，还是想挨我的？话没说完，留白处境是恐怖。苏瑶脑子里瞬间补脑出无数画面：合欢宗的炉子被采捕成干尸的女修，被废去修为扔进乞丐堆的仙子。巨大的恐惧瞬间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哇！苏瑶再也绷不住了，扯着嗓子嚎啕大哭：呜呜呜！不要！我不要！妈妈！我要找妈妈！老祖宗救命啊！顾长歌要杀人了！刺耳的哭嚎声在大殿内回荡。这就破防了。刚才那股子要把他碎尸万段的嚣张劲儿呢？顾长歌直起身，掏了掏耳朵，一脸嫌弃，真没劲。还以为这长生世家的传人骨头有多硬，原来也就是个被惯坏的巨婴。闭嘴，吵死了！顾长歌低喝一声，声音不大，却夹杂着化神器的威压。苏瑶的哭声戛然而止。顾长歌的目光在两女身上扫了一圈。既然童子哥发布的任务是打压气运之子，掠夺气运，那这两个和气运之子关系匪浅的女人，自然就是最好的切入点。顾长歌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面，沾了些许尘土。正好我的鞋脏了。顾长歌抬起脚在他们面前晃了晃，只要你们跪下来把我的鞋擦干净，我可以考虑放你们下来。你休想！白若冰想都没想，直接拒绝。她是风月宗的大师姐，冰清玉洁，高高在上，平日里连尘埃都不愿沾染半分，怎么可能去给一个男人擦鞋？这对她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士可杀不可辱。白若冰扬起下巴，一副宁死不屈的模样。顾长歌笑了笑，没理他，而是看向苏瑶：你呢？我擦，我愿意擦。苏瑶连连点头，生怕顾长歌反悔。相比于丢掉小命或者清白，区区尊严算得了什么？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等到小师弟回来救他。小师妹，你疯了！白若冰难以置信地看着身边的苏瑶，你是长生苏家的传人，怎么能做这种下贱之事？大师姐，我不想死啊！苏瑶哭丧着脸。不行。顾长歌却摇了摇头，我不接受单方面的服务，要么你们两个一起擦，要么……他手腕一抖，赤红色的赶龙鞭再次发出噼里啪啦的爆鸣声。咱们就继续刚才的游戏，我这鞭子可是饥渴难耐了。威胁，赤裸裸的威胁。苏瑶吓得浑身一哆嗦，连忙转头看向白若冰，压低声音哀求：大师姐，你就答应他吧，这魔头现在已经疯了，咱们硬碰硬没有好下场的。可是白若冰满脸抗拒，没什么可是的。苏瑶急切地打断他，声音压得更低：咱们先顺着他，让他放松警惕，先把这该死的鞭子收起来，只要没了地兵压制，咱们找机会逃出去，到时候再请老祖宗出山洗刷今日之耻。白若冰动摇了，理智告诉他，苏瑶说的对，现在的顾长歌掌握地鞭根本不是他们能抗衡的，若是真激怒了他，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活命，为了以后能报仇，人。白若冰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好，我答应，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顾长歌满意点头，打了个响指，原本紧紧缠绕在两女身上的赶龙鞭瞬间松开，化作一道红光飞回他手中。两女失去了束缚，扑通一声摔在地上。顾长歌随手将这件极道地兵像根普通腰带一样系在了自己的腰间。这一幕看得苏瑶心都在滴血，那是他苏家的地兵啊，竟然被这邪修拿来当腰带，暴殄天物！别趴着了，快干活吧。顾长歌大马金刀坐在大殿的主位上，翘起二郎腿，指了指脚下的靴子。两女缓缓爬起来，挪到顾长歌面前。曾经高高在上的风月宗大师姐，曾经不可一世的长生氏家小公主，此刻就要像两个卑微的侍女一样跪在一个魔头脚下。白若冰伸出颤抖的玉手，拿出一块洁白的手帕，轻轻擦拭着顾长歌的鞋面。她的动作僵硬，每擦一下脸就红一分。苏瑶则是更加卖力，甚至不敢用手帕，直接用袖口去擦，生怕顾长歌一个不满意又把鞭子抽出来。这里还有点灰。顾长歌指了指鞋尖。白若冰咬着牙，强忍着内心的恶心，凑过去仔细擦拭。从顾长歌的角度看去，两女跪伏在地，身姿曼妙，那原本高傲的头颅此刻却深深低下。这种将高岭之花踩进泥里的感觉，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反派真的很爽。结，顾长歌忍不住发出一阵怪笑，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平日里不是自诩冰清玉洁，高人一等吗？怎么现在跪得这么熟练？看来你们骨子里天生就有当婢女的潜质啊！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盐，洒在两女血淋淋的自尊心上。白若冰死死咬着嘴唇，哪怕尝到了血腥味也不自知。她在心里发誓，今日之辱，来日定要百倍奉还，一定要让顾长歌跪在她面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在这时，萧一道尖锐的破空声从殿外传来，紧接着一股凌厉的剑气划破长空，直冲碧池峰而来。随即一道年轻骄傲的男声传了进来：各位师姐，我萧君临历练归来了，特地带了好东西给你们，快出来啊！话音刚落，
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便已踏入店内。来人约莫18、19岁，剑眉星目，生得一副好皮囊。他一袭赤红色的锦衣，衣领与袖口处绣着金色的火焰纹路。随着他的走动，那些火焰仿佛活了过来，隐隐散发着灼热的气息。顾长歌坐在主位上，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这位小师弟。好家伙，这就是所谓的气运之子，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藏宝库。头戴紫金属发冠，流光溢彩，显然是一件防御神魂攻击的衣袍。腰间挂着一枚古朴的玉佩，时不时闪过一道温润的绿光，竟有凝神静气、抵御心魔之效。脚踏一双踏云靴，上面铭刻着缩地成寸的符文，就连手上那枚看似不起眼的黑色古戒，都散发着一股晦涩而古老的波动。全身上下珠光宝气，豪横至极，恨不得把我有奇遇这几个大字刻在脑门上。就在顾长歌打量对方的同时，脑海中那道沉寂许久的电子音骤然炸响，叮！检测到气运之子出现，正在扫描目标信息。扫描完成。紧接着，一个淡蓝色的半透明面板浮现在顾长歌的视网膜上。姓名：萧君临，身份：萧家少主，风月宗小师弟，年龄18岁，修为筑基期大圆满。备注：真实战力极强，可跨大境界逆伐元婴期修士。体质：太古火神体，未完全觉醒，太古10大神体之一，天生清净万火，可吞噬天地异火净化。大成之时，焚天煮海，万火沉浮。金手指：随身老爷爷，残魂状态，寄存于戒指中，来自上界的丹尊残魂，掌握无数失传的丹方与秘术，可辅助宿主修行，关键时刻可借用力量。气运等级：金色传说，天命所归，逢凶化吉，跳崖不死必有后福。气运之子通常具有降智光环，会强行降低周围反派及路人的智商，并掠夺身边亲友的气运以滋养自身。当前气运值99999点。顾长歌看着这一连串豪华的数据，眉梢微跳。太古火神体，随身老爷爷，还能越级战斗，筑基打元婴。最关键的是姓萧。顾长歌心里一阵吐槽，姓萧，玩火，还有个戒指老爷爷，这 buff 叠得太满了。若是换做以前，顾长歌遇到这种天命主角，恐怕真的只能成为对方装逼打脸的踏脚石，最后落得个生死道消的下场。但现在嘛，顾长歌摸了摸下巴，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化神期巅峰的修为，加上反派大系统，再配上级道地兵，他不知道自己怎么输。各位师姐，我这次在秘境中可是九死一生才。萧君临走入大殿，声音戛然而止。他看到了什么？大殿中央，那个冰清玉洁的大师姐白若冰，那个出身高贵的小师妹苏瑶，此刻竟然双双跪在顾长歌的脚边。两女背对着他，身姿匍匐，腰肢下塌，臀部微翘，而顾长歌正大马金刀地坐在椅子上，一脸享受。从萧君临这个角度看过去，两女的动作像是在轰！一道惊雷在萧君临的脑海中炸响，他的瞳孔剧烈收缩，眼白瞬间充血，变得通红一片。这怎么可能？大师姐不是除了我谁都不理吗？小师妹不是整天围着我转吗？为什么他们会跪在顾长歌面前？看那熟练的动作，难道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一种名为牛头人的绿色光芒瞬间笼罩在他的头顶。该死，明明是他先来的！萧君临感觉自己的天塌了，一股难以形容的屈辱感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那是不仅是头顶绿油油的愤怒，更是信仰崩塌的绝望。不，这不是真的！萧君临嘴唇颤抖，双拳死死攥紧，指甲深深嵌入掌心，鲜血顺着指缝滴落。叮！检测到气运之子萧君临，目睹名场面，道心受到暴击，产生裂痕。恭喜宿主成功掠夺气运值1000点，当前反派值余额1000点，这就赚了1000点。顾长歌听着系统的提示音，心里乐开了花。这气运之子的心理素质未免也太差了点，不过是擦个鞋而已，至于脑补出一部80集的伦理大剧吗？看来这位萧师弟的思想很不纯洁啊！啊，小师弟！就在这时，跪在地上的苏瑶猛地回头，看到站在门口脸色铁青的萧君临。完了，最丢人的一幕被心上人看见了。白若冰也是娇躯一颤，那张万年冰山脸上瞬间浮现出一抹慌乱与羞愤。身为大师姐的威严在这一刻荡然无存。师弟，你听我解释。苏瑶反应最快，几乎是连滚带爬的站起身，顾不得整理凌乱的衣衫，朝着萧君临冲了过去。白若冰也紧随其后，虽然极力保持镇定，但那踉跄的步伐却出卖了他内心的慌乱。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我们是被逼的，这是一个误会。误会！萧君临指着顾长歌，咬牙切齿，我都亲眼看见了，你们跪在他面前，那还能有什么误会？难道是他在给你们传功不成？真的不是！苏瑶急得眼泪都出来了，指着顾长歌哭喊道：是他用了妖法，还抢了我的赶龙鞭。萧师弟，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白若冰也咬着红唇，强忍着屈辱解释道：顾长歌早已堕入魔道，修为诡异，我和小师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刚才只是为了保命，才不得不给他擦鞋。擦鞋！萧君临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看向顾长歌的脚，那双黑色的靴子确实锃亮如新，原来只是擦鞋。还好，两位师妹，这话就不对了吧？顾长歌手里把玩着那根赤红色的赶龙鞭，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刚才擦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我记得小师妹可是很卖力，
甚至还想用。顾长歌顿了顿，视线在苏瑶的红唇上扫过，虽然没把话说完，但那意味深长的停顿却比任何言语都要致命。还有白师妹，你刚才不是说只要我开心，让你做什么都愿意吗？怎么小师弟一来，你们就翻脸不认人了？这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啊！轰！这几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萧君临原本还有一丝动摇的心，瞬间被烧成了灰烬。顾长歌，他猛地抬头，死死盯着顾长歌，双目赤红，那眼神中充满了嫉妒、愤怒、杀意。闭嘴！你胡说！苏瑶尖叫起来，气得浑身发抖。萧师弟，他在污蔑我。你看我身上的伤，都是他用鞭子抽的。他不仅偷了我的筑基丹，还想把我和大师姐抓去炼成炉鼎。萧师弟，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只要你杀了他，夺回赶龙鞭，我就答应和你结为道侣。为了让萧君临出手，苏瑶直接抛出了最大的诱饵。果然，听到结为道侣4个字，萧君临那濒临崩溃的理智终于找回了一丝清明。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怒火。虽然心中还有疙瘩，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先解决掉顾长歌这个大反派。只要打败顾长歌，就夏师姐和小师妹不仅能洗刷耻辱，还能抱得美人归。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被玷污了，日后再说。更重要的是，他已经通过随身老爷爷得知苏瑶不简单，是长生苏家的大小姐，拥有无数修炼资源。下山历练之前，他就从苏瑶的闺房中偷了1枚筑基丹，这才这么快突破。而现在，苏瑶似乎以为顾长歌才是偷丹药的贼，不如将错就错。轰！下一刻，萧君临挺直了腰杆，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虽然只是筑基期大圆满，但那股炽热的灵力波动却丝毫不弱于金丹期，甚至隐隐有逼近元婴期的架势。大师兄，今日之事，我可以当作没看见，但你必须立刻跪下，向2位师姐磕头认错，自废修为，交出赶龙鞭，还有你身上那块至尊骨，再去撕过牙，面壁99年。说到这里，萧君临顿了顿，脸上露出一抹属于气运之子的傲然与自信。你最好给我萧君临一个面子，否则我不介意让你知道什么叫做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说完了吗？顾长歌缓缓站起身，一股无形的压迫感在大殿内蔓延开来。萧君临，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也想给你面子，可你的脸他接得住吗？话音刚落，顾长歌突然抬手向前方抽了过去，啪！炸裂的耳光声在大殿内骤然响起，将空气都抽得爆裂开来。这一巴掌抽得结实，萧君临像个被抽飞的陀螺，在空中转了3圈半，才狠狠撞在大殿内跟2人合抱粗的盘龙柱上。砰！大殿震颤，灰尘簌簌落下。萧君临顺着柱子滑落，半边脸高高肿起，清晰的印着5个红的发紫的指印。原本英俊潇洒的面容，此刻看起来就像是刚出炉的猪头，透着一股滑稽的凄惨。小师弟，君临！白若冰和苏瑶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他们顾不得自己衣衫不整、发丝凌乱的狼狈模样，跌跌撞撞的冲了过去。顾长歌抬起右手，在锦袍上嫌弃的擦了又擦，眉头微皱，没死。刚才那一巴掌虽然没动用全力，但也裹挟了化神器的威压。寻常筑基期修士，别说脸了，脑袋都得当场炸成烂西瓜。这小子不仅脑袋还在，甚至连晕都没晕过去。这就是气运之子的含金量，脸皮真厚。顾长歌低声吐槽了一句，还是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王八壳子护体？咳。萧君临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一只手捂着肿胀的脸颊，另一只手颤抖地指着顾长歌，眼里满是不服与怨毒。顾长歌，你不讲武道，竟然偷袭！我大意了，没有闪。若是正大光明的一战，你这种靠药物堆上去的元婴期，怎么可能伤我分毫？顾长歌挑了挑眉，武德，跟他一个反派讲武德。小师弟说的对。苏瑶一边掏出灵丹给萧君临，一边指着顾长歌怒斥：大师兄，你是元婴期，师弟才筑基期，你竟然还搞偷袭，简直无耻至极！萧君临接过苏瑶递来的1枚丹药，仰头吞下，戒指里的老爷爷也在疯狂给他输送灵力，脸上的痛楚稍减，那种迷之自信又回到了他身上。好，很好。萧君临咬着牙，腮帮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今日之辱，我萧君临记下了。他往前踏出一步，周身气势不仅没有衰弱，反而因为愤怒而节节攀升。戒指光芒闪烁，赤红色的火焰灵力在他周身缭绕，将空气炙烤的扭曲变形。不要以为偷袭得手你就赢了，我命由我不由天。萧君临仰起头，45度角仰望大殿穹顶，嘴角一歪，勾起一抹标志性的龙王笑。年少莫嫌出身穷，潜水怎能困蛟龙？有朝一日龙得水，定叫长江。来了，经典吟唱环节。顾长歌眼皮子跳了一下，按照剧本套路，气运之子一旦开始念诗，那就是要开挂的前兆，什么临阵突破、战力翻倍、天降陨石砸死反派，各种不讲道理的事情都会发生。这就是所谓的 BGM 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主角是无敌的，想要打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拔掉他的音响，切断他的吟唱。顾长歌动了，这一次不是巴掌，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萧君临面前，右腿高高抬起，黑色的踏云靴化作一道残影。砰！一声沉闷至极的肉响，鞋底与面部
来了一次亲密接触。顾长歌这一脚结结实实踹在了萧君玲那张刚消肿一点的脸上。诗号戛然而止，萧君玲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整个人如同一颗出膛的炮弹，直接倒飞而出，飞过门槛，飞过广场，飞出碧池峰的云海，足足飞出去了1000米，化作天边的一颗流星，消失不见。几颗带血的门牙在大殿门口的地板上跳动了几下，发出清脆的声响。聒噪！顾长歌收回右腿，慢条斯理地拍了拍靴面上的灰尘。好险，差点就让他把大招读条给读完了。大殿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苏瑶和白若冰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空荡荡的大门。那个意气风发要把长江水倒流的小师弟又飞了。哼！顾长歌理了理衣襟，负手而立，走到大殿门口，望向那翻涌的云海。既然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不装个逼似乎有点对不起自己这反派的身份。他酝酿了一下情绪，张口就来：落魄谷中寒风吹，春秋蝉鸣少年归。不对，这词儿虽然霸气，但好像有点太苦大仇深了，不符合他现在这种大反派的人设。搞错了，再来！顾长歌背负双手，一步踏出大殿，站在高高的台阶之上，俯瞰着脚下的云海群山。风起，吹动他的黑发狂舞，衣袍猎猎作响。轰！一股难以言喻的孤寂与霸道从他身上散发开来。天不生，我顾长歌，仙道万古如长夜。轰隆隆！话音落下的瞬间，天地变色，原本晴朗的天空骤然间风起云涌，紫气东来3万里，浩浩荡荡，遮天蔽日。虚空之中，朵朵金莲凭空绽放，每一朵都蕴含着大道真意，旋转间洒落无尽光晕。碧池峰上空更是出现了3花巨顶，武器朝元的惊人异象，整座风月宗都被惊动了。无数弟子、长老惊骇地抬头望向碧池峰的方向，这是什么异象？大道和鸣，天降祥瑞，难道是有上古大能转世？何方大能在此破境？定检测到宿主当众打脸气运之子，并成功装逼，引发天地异象。恭喜宿主掠夺气运值5000点，宿主心境获得升华，化神期瓶颈松动，随时可引动雷劫，冲击渡劫气。系统的提示音如仙乐般悦耳。顾长歌只觉得体内真元奔涌，原本卡在化神期巅峰的那层隔膜，此刻薄如蝉翼，一捅就破。这就是反派的快乐吗？只要打压气运之子就能变强，什么苦修，什么历练，哪有踩人来的爽快？顾长歌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心中的感受化为了一个字：爽。风月宗最强的宗主也不过是化神后期，而他的便宜师尊柳如烟只是化神初期，而他只差临门一脚便是渡劫大能。从这一刻起，在这风月宗的1亩3分地上，他顾长歌就是天，谁敢不服？直接镇压！魔鬼！身后传来苏瑶颤抖的声音。两女看着背对他们的顾长歌，眼中的轻蔑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恐惧。刚才那股威压绝不是假的，他真的变了，变强了。就在这时，一道踉踉跄跄的身影从殿外的石阶上爬了上来，是萧君玲。不得不说，气运之子的命就是硬，他被顾长歌一脚踹飞1000米，连骨都碎了，吃了2颗药，竟然又站起来了。除了脸肿得像个发面馒头，说话漏风之外，看起来竟然没什么大碍。小师弟！苏瑶和白若冰再次冲了过去，也不管丹药珍不珍贵，一把一把地往萧君玲嘴里塞。萧君玲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他推开两女，用漏风的嘴发出含糊不清的怒吼：顾长歌，你无耻，竟然趁我念诗的时候动手，这算什么本事？萧君玲心态崩了，他还有好多底牌没用啊，他的异火，他的秘术，他戒指里那足以毁天灭地的一击，全都没机会用出来，就被一脚踹飞了，这不科学！偷袭！小师弟，你好像误会了一件事。顾长歌转过身，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就像是在看一个小丑。误会什么？萧君玲反问。我没打你。顾长歌指了指自己的鞋底，又指了指刚才扇巴掌的右，是你的脸先脏了我的手，然后又弄脏了我的鞋。顾长歌微微前倾，脸上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如同看着一只呆仔的肥羊。你看，这上面还沾着你的牙印和血迹，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双踏云靴，限量版的，所以得赔。把你这次下山历练得到的宝物，还有那枚储物剑，全交出来。苏瑶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打了人，还要让被打的人赔钱，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老实人大师兄吗？你欺人太甚！苏瑶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顾长歌骂道：明明是你把小师弟打成这样，你竟然还要讹诈！讹诈！顾长歌挑了挑眉，小师妹，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我这人最讲道理，弄坏东西要赔偿，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既然你们不想赔，顾长歌打了个响指，缠在他腰间的赶龙鞭瞬间活了过来，如同一条赤红色的毒蛇昂起头颅，那就只能用身体来偿还了。正好我的鞋还没擦干净，小师弟既然脸皮这么厚，这么耐磨，不如就用你的脸来帮我把这鞋底的灰好好蹭一蹭。你敢！萧君玲目眦欲裂，士可杀不可辱，让他用脸去给顾长歌擦鞋底，这比杀了他还难受。你看我敢不敢？顾长歌冷笑一声，手中长鞭猛地一甩，啪！
空气炸裂，长鞭如同一条毒龙，瞬间攻向萧君临。这一鞭若是抽实了，别说擦鞋，怕是要直接给萧君临做个整容手术，把五官重新排列组合一番。啊！苏瑶吓得花容失色，双手捂住嘴巴，不敢看着即将发生的血腥一幕。然而，处于风暴中心的萧君临非但没有抱头鼠窜，反而挺直了腰杆。那一刻，他身上的颓废与狼狈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迷之自信。他左手负于身后，右手向天一指，姿态狂傲到了极点。剑来！一声暴喝，响彻大殿。嗡！他手指上那枚古朴的黑色储物戒猛地喷吐出一道乌光，铿锵！金铁交鸣之声炸响，火星四溅，宛如烟花在殿内绽放。原本势不可挡的赤红色赶龙鞭竟被硬生生挡了回来，在半空中弹跳击下才卸去力道。顾长歌单手接住回弹的长鞭，眉梢微挑，有点意思。只见萧君临手中多了一把通体漆黑的长剑，剑身宽厚，上面布满天然形成的龙鳞纹路，隐隐透着一股来自太古洪荒的凶煞之气。黑光流转间，隐约可见细小的符文在剑身周围生灭，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寒芒。这是……苏瑶放下手，美目圆睁，死死盯着那把黑剑，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龙纹黑金剑，萧君临手腕一抖，挽了个漂亮的剑花，剑尖斜指地面，昂首挺胸，下巴抬起一个傲慢的弧度。这便是我此番下山的机缘之一。他一边说，一边用余光去瞟两位师姐的反应，脸上写满了快来夸我4个大字。我在一处上古遗迹旁的赌石方花了一块下品灵石，切出了这块天生交织出道于里的神铁。此剑虽未完全觉醒，但其坚硬程度比一般的圣兵还要强上几分。假以时日，待我修为大成，它必将进化为极道地兵，斩尽世间一切敌。话音落下，剑身轻颤，发出一声清越的龙吟，似乎在回应主人的豪言壮语。哇，君临你好厉害！苏瑶双手捧心，满脸崇拜，完全忘了刚才被顾长歌吓得屁滚尿流的狼狈样。小师弟果然身负大气运，连这种传说中的仙金都能得到。相比之下，某些只会仗势欺人的家伙简直云泥之别。白若冰也忍不住点头，美目中异彩连连。顾长歌掏了掏耳朵，这就吹上了，不过是一块破铜烂铁，也能让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高潮迭起。这就是气运之子的降智光环吗？哪怕拉坨屎，周围人也会觉得那是香的，是能炼丹的绝世宝药，真让人反胃。说完了吗？顾长歌打了个哈欠，重新握紧赶龙鞭，随意的甩了2下，发出啪啪的脆响。既然你有这么好的剑，那就让我看看他能不能护住你那张脸。萧君临心中一寒，刚才那一鞭的威力他可是亲身体会过了，若是再来击下，就算有龙纹黑金剑护体，他也得被震出内伤，必须换个打法。萧君临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大师兄且慢！他大喝一声，收剑而立，转头看向顾长歌，脸上挂着3分讥笑，3分凉薄，4分漫不经心。你也看到了，我有此神剑在手，你的赶龙鞭虽然厉害，但也奈何不了我，再打下去只会拆了这座大殿，惊动宗门长辈，到时候你这残害同门的罪名可就坐实了。顾长歌把玩着手里的鞭子，就静静地看着他表演。这小子又要憋什么坏水？果然，萧君临话锋一转，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不如这样，为了不伤和气，咱们都放下兵器，来一场堂堂正正的对决，只比拳脚，不动兵刃。大师兄乃是元婴期高手，想必不会怯战，怕输给我这个小小的筑基期吧？激将法低级但有效，尤其是在这种有2个美女观众的场合，正常男人为了面子，这时候多半会脑子一热就答应了。更何况在萧君临看来，顾长歌这个元婴期全是水分，完全是靠丹药堆上去的，根基虚浮，只要没了那根地鞭，就是个没牙的老虎。而他自己太古火神体，肉身无双，又有戒指里的老爷爷暗中加持灵力，近身肉搏，那直接可以半场开香槟了。呵呵，顾长歌笑了，这气运之子还真是贴心啊，知道他想刷气运值，就把脸凑上来让他打。既然如此，那就玩玩吧。反正对于化神期巅峰的他来说，用鞭子还是用拳头，区别只在于把对方打成几分熟。好啊！顾长歌随手一挥，赤红色的赶龙鞭化作一道流光，乖巧地缠回他的腰间，变成了一条骚气的红腰带。既然师弟有此雅兴，师兄自然要奉陪到底。不过顾长歌理了理袖口，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让人背脊发凉的寒意。待会儿要是被打哭了，可别喊爸爸。你……萧君临脸色一僵，随即冷哼一声，逞口舌之力，等会儿你就知道什么叫残忍。他也利落地收起龙纹黑金剑，仿佛已经胜券在握，只要顾长歌不用那根诡异的鞭子，这一局自己赢定了。大殿中央，2人对峙。呼！萧君临深吸一口气，双手结印，动作繁复而古老，带起道道残影。周围的空气开始躁动，大殿内的灵气疯狂向他汇聚，形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灵气漩涡。顾长歌，这是我在下山历练时于一处上古大能洞府中九死一生所得的神通。萧君临一边蓄力，一边还不忘解说，这是主角的通病，放大招前必须得把招式的来历、威力、稀有度全都吹一遍，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多牛逼。我曾以此招震杀过一头元婴期的妖兽，今日便
便拿师兄来祭招。轰隆隆，大殿上方虚空震颤，原本金碧辉煌的穹顶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撕裂，一只巨大的由灵力凝聚而成的金色手指凭空浮现，巨指裹挟着毁天灭地的威势从天而降，朝着顾长歌头顶狠狠按去。苏瑶和白若冰脸色惨白，被这股威压逼得连连后退，直至贴到墙根，娇躯瑟瑟发抖。这是什么神通？就算是元婴后期的修士，面对这一指，恐怕也要暂避锋芒。小师弟赢定了！两女惊讶万分，这就是小师弟的真实实力吗？太强了，简直恐怖如斯！萧君临此刻满脸涨红，额头青筋暴起，显然维持这一招极为吃力，但他眼中的狂热与得意却是怎么也掩盖不住。他猛地向前跨出一步，对着顾长歌怒喝：“大荒求天指！”顾长歌那一袭白衣在狂风中猎猎作响，发丝狂舞。面对这看似毁天灭地的一击，他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甚至在心中暗暗吐槽：“大荒求天指，你姓萧又不姓林，怎么也会这一招？难道这就是传说中诸天万界主角共享技能库？”顾长歌摇了摇头，一脸失望，还以为能整出什么新花样，就这吓傻了吧？苏瑶见顾长歌不躲不避，甚至连防御护盾都不开，忍不住惊呼：“他怎么不动？”白若冰也看不懂了。就在众人以为顾长歌必死无疑之时，顾长歌动了，没有出拳，也没有出掌，而是做了一个让大家都看不懂的动作。只见他闭上双眼，双手在胸前合十，如老僧入定，宝相庄严。紧接着，左手五指成爪，掌心向内竖立在胸口中央，右手握拳，缓缓举过头顶，像是在向天借法。这是什么姿势？求饶？还是某种失传已久的防御秘术？装神弄鬼！在大荒求天指面前，一切花里胡哨都是徒劳。萧君临看到这一幕，心中更是冷笑连连：“给我镇压，死吧！”巨指下落的速度陡然加快，阴影笼罩了顾长歌全身。就在这时，唰！顾长歌猛地睁开双眼，那双漆黑的眸子里没有丝毫慌乱，反而透着一股戏谑的精芒，就像是看着一只跳梁小丑。他气沉丹田，舌战春雷，先到杀招，即便我不变，五指全心剑！轰！随着这句口诀念出，顾长歌全心之中猛地迸发出一道璀璨至极的剑光，那光芒太快，快到连神念都无法捕捉。不可一世的金色巨指，在这道看似平平无奇的剑光面前，竟如豆腐般脆弱。是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一声轻微的裂波声，金色巨指瞬间崩碎，化作漫天光雨消散。我知道，怎么可能？萧君临脸上的狂傲瞬间凝固。大荒求天指，这可是他最大的底牌之一，怎么会被一句莫名其妙的口诀破掉？还没等他脑子转过弯来，那道剑光去势未减，如复古之驹，直奔他左胸而来。太快了，根本来不及躲避。扑哧，血肉被贯穿的声音响起，萧君临整个人再次倒飞而出，狠狠砸在盘龙柱上，左胸处赫然出现了一个前后透亮的血洞，甚至能透过洞口看到身后的墙壁，鲜血如泉涌般喷出，伤口处还残留着一股极其霸道的剑气，正在疯狂破坏着周围的生机，阻止伤口愈合。啊呀呀！剧烈的疼痛这才迟迟传来，让萧君临发出杀猪般的惨叫。他颤抖着手从储物戒里抓出一把疗伤圣药，像吃糖豆一样往嘴里塞。没用。为什么没用？药力刚一化开，就被那股残留的剑气搅得粉碎。君临，小师弟！两道凄厉的女声响起，苏瑶和白若冰疯了一样扑过去，一人按住伤口，一人输送灵力，急得满头大汗。怎么会这样？怎么止不住血？苏瑶看着满手的鲜血，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萧君临靠在柱子上，大口喘着粗气，脸色惨白如纸，但他心里却涌起一股劫后余生的狂喜。没死！这股长歌千算万算，绝对算不到他萧君临天赋异禀，心脏长的位置与常人不同。正常人的心脏在左胸，而他的心脏既不在左胸，也不在右胸，而是长在腹下3寸。刚才那一剑虽然看着恐怖，贯穿了胸膛，但其实只是打穿了肺叶，根本没有伤及性命。天不亡我萧君临！他在心中狂笑，这就叫天命所归。哪怕是心脏位置这种细节，都是老天爷为了让他活下来而精心设计的。这都不死！顾长歌微微皱眉，刚才那一击可是实打实的仙道杀招，足以秒杀任何化神之下的修士。这小子是属蟑螂的。定，检测到宿主重创气运之子，掠夺气运值9999点。气运之子萧君临触发濒死保护机制，激活隐藏气运词条锁穴，绝地翻盘。当前反派值余额15999点。听着系统的提示音，顾长歌心中的不爽稍微消散了一些。虽然没死，但这波羊毛薅的倒是挺爽。既然杀一次不死，那就杀100次，杀到他灰飞烟灭为止。顾长歌甩了甩手腕，一步步朝萧君临走去。噔噔噔，脚步声在死寂的大殿内回荡，像是踩在3人的心坎上。顾长歌，你站住！萧君临挣扎着坐直身体，指着顾长歌，满脸怨毒与贪婪。你刚才用的到底是什么药法？那种威力的招式绝不是风月宗地功法，你果然勾结了魔道，快把功法交出来，让我检查。他虽然身受重伤，但脑子却转得飞快。刚才那一招五指全心剑，威力大的吓人，
若是能弄到手，哼！顾长歌一声冷笑：“萧君临，你是不是脑子被打坏了？现在躺在地上像条死狗一样的人是你。至于功法，你算老鸡，你连个几把都不算。”话音落下，杀机毕露。顾长歌缓缓抬起右手，掌心之中恐怖的灵力再次汇聚。这一次，他要直接轰碎萧君临的脑袋，看他还怎么缩血！住手！不许你伤害小师弟！两道身影猛地挡在萧君临面前。苏瑶张开双臂，像护崽的母鸡一样，死死盯着顾长歌。白若冰也拔出佩剑，虽然手在发抖，但还是坚定地指着顾长歌：“大师兄，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小师弟他还是个孩子啊，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吗？而且你是男人，怎么能对同门下此毒手？一点风度都没有！”苏瑶咬着牙，眼眶通红，一脸的决绝。白若冰也冷冷地开口：“顾长歌，你太让我失望了。以前那个温文尔雅的大师兄去哪了？现在的你，简直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要想杀小师弟，就先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顾长歌看着眼前这一幕，只觉得胃里一阵翻腾。这就是所谓的小仙女逻辑。你是男人，你就得让着我；他是孩子，杀人放火都得原谅。只要我弱，我就有理；只要你强，你就是霸凌。从你们尸体上踏过去。顾长歌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好，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要求，那我便成全你们。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上路吧！轰！话音未落，顾长歌身上的气势骤然爆发，杀意如潮水般汹涌而出，瞬间笼罩了整个大殿。他是反派，不是圣母。既然这两个女人脑子里装的都是江湖，那就把江湖打出来，看看能不能修好。你真敢杀我们？苏瑶和白若冰彻底傻眼了，他们以为只要自己站出来，用道德绑架一下，再撒娇，顾长歌就会像以前一样妥协。毕竟他是男人啊，男人怎么能打女人？可现在顾长歌那冰冷的杀意，让他们明白，这个男人是真的会杀人。疯子，你是疯子！苏瑶吓得双腿发软，一屁股坐在地上。萧君临也慌了，顾长歌不按套路出牌啊，连美女都杀。丹老，救我！快出手啊！这疯子真要杀人！萧君临再也顾不得其他，疯狂在心中呐喊。戒指中那道残魂被惊醒，哎，是一声苍老的叹息在萧君临脑海中响起。为师这次出手又要沉睡数载，罢了，谁让你是天命之子呢？就在那位神秘丹老准备出手之时，异变突生，轰！整座碧池峰剧烈震颤，无数道阵纹从地底亮起，交织成一座庞大的护山大阵。一股圣洁气息如渊如玉从后山禁地冲天而起，戒指里刚冒头的丹老残魂也被这股气息给压了回去。这气息，苏瑶和白若冰愣了一下，随即脸上爆发出狂喜之色，那是绝处逢生的喜悦，那是找到靠山的激动。师尊，是师尊出关了！萧君临也是大喜过望，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有救了！风月宗碧池峰峰主，化神期强者，那个最疼爱他的师尊柳如烟终于出关了！哈哈哈！顾长歌，你完了！萧君临从两女身后探出头，指着顾长歌狂笑，脸上的表情扭曲而狰狞。师尊最疼我，若是让他知道你不仅欺负两位师姐，还想杀我，你就等着被抽筋扒皮，炼魂点灯吧！天上地下没人就得了你！哼！面对威胁，顾长歌面不改色，眼神一寒。师尊柳如烟，我若是敬他，他才是师尊；若他蛮不讲理，偏袒徇私，那便连师尊一起杀！放肆！一声娇斥，裹挟着化神期的恐怖威压从天而降。大殿门口，虚空泛起涟漪，一只白玉般的赤足踏出虚空，步步生莲。柳如烟身着流云水袖宫装，发髻高挽，插着一只九凤朝阳钗。她容颜绝美，肌肤胜雪，浑身散发着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贵清冷。这就是碧池峰峰主，风月宗出了名的冰山美人，也是出了名的护短狂魔。当然，这个短只护萧君临一人。柳如烟斧一落地，四周躁动的灵气瞬间平复。她扫视全场，那张原本古井无波的俏脸瞬间阴沉下来。大殿塌了一半，盘龙柱断裂。最让她心疼的是，刚收的小徒弟萧君临，此刻正捂着胸口的血洞，脸色惨白的瘫坐在地上，那模样凄惨至极。师尊！苏瑶和白若冰看到救星，眼泪瞬间决堤，刚要开口告状，柳如烟抬手制止。无需多言，她转过身，冷冷地盯着顾长歌。本座虽在闭关，但这碧池峰发生的一切，神念皆有感应。顾长歌，你好大的胆子！轰！更加庞大的威压，如同一座大山，狠狠压在顾长歌肩头。顾长歌脚下的青石地板寸寸皲裂，但他脊梁挺得笔直，膝盖未弯半分。逆徒！柳如烟见他还要硬抗，柳眉倒竖，见到本座出关，不仅不跪下请安，反而一身杀气，还不立刻束手就擒，跪下受罚！哈哈！顾长歌笑了，顶着那股让人窒息的压力，抬头直视柳如烟受罚。敢问师尊，弟子何错之有？错了就是错了，还要狡辩？柳如烟看着这个曾经最让他省心的大弟子，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烦躁。以前的顾长歌温润如玉，尊师重道，哪怕受了委屈也只会默默忍受。今日怎么变得如此桀骜不驯，甚至让他感到一丝陌生？师尊，你说我错了，总得有个理由。
顾长歌拍了拍衣摆上的灰尘，漫不经心：“是小师妹先污蔑我偷窃筑基丹，是大师姐先逼我自爆以证清白，是小师弟先动用杀招要废我修为，我不过是正当防卫，何错之有？”顾长歌每说一句，便往前踏出一步，气势非但不减，反而隐隐有与柳如烟分庭抗礼之势。这就是师尊口中的错？难道只许他们杀人放火，不许我顾长歌还手自卫？柳如烟被这一连串的反问噎了一下，她当然知道事情的起因，那枚筑基丹确实是萧君临拿的，他在闭关时神念扫过，看得一清二楚。但那又如何？萧君临是天命之子，身负大气运，拿一颗丹药怎么了？那是丹药的福气。至于顾长歌是大师兄，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点格局都没有，将来如何继承大统？住口！柳如烟冷喝一声，强行打断顾长歌的话，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就没有一点错吗？顾长歌脚下一滑，差点没站稳。来了，经典语录，抛开事实不谈，那谈什么？谈感情，谈理想，还是谈这操蛋的世界观？柳如烟见顾长歌不说话，以为他自知理亏，语气更加严厉。你身为大师兄，理应爱护同门，包容师弟师妹，可你呢，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即便他们有错在先，你身为长辈，稍微教训一下便是，为何要下此毒手，把君临打成重伤？柳如烟指着瘫在地上的萧君临，满脸痛惜，看看把你师弟打成什么样了？他才筑基期呀，还是个孩子，你一个元婴期修士对他下死手，你的良心不会痛吗？顾长歌只觉得三观被按在地上摩擦，这就是反派的待遇吗？哪怕占尽了道理，在偏心二字面前也是苍白无力。师尊，你是了解我的。顾长歌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一抹极其讽刺的笑容。如果我真的想杀人，他们早就变成3具冰凉的尸体了，哪里能活到现在向你告状？你柳如烟气结，这逆徒竟然还敢顶嘴！师尊，萧君临见缝插针，捂着胸口开始卖惨。大师兄他刚才真的想杀我，他还说就算师尊来了，也要连您一起杀。这种欺师灭祖的狂徒，留着也是祸害。苏瑶也跟着哭诉：是啊，师尊，依我看，大师兄就是嫉妒君临，生怕君临抢走您的宠爱。白若冰也冷冷补刀：师尊，此人已经入魔，留着是个祸害，不如废去修为，逐出宗门。三人成虎，柳如烟眼中的怒火彻底被点燃。好得很，顾长歌，看来这些年本座是对你太纵容了，才养出你这么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眼狼。今日本座便要清理门户，废了你这身修为，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师重道。轰隆，柳如烟周身灵力暴涨，轰！化神期的恐怖威压毫无保留的释放，他抬起银白如玉的手掌，掌心之中一朵青色莲花缓缓绽放，毁灭性的气息锁定了顾长歌。这是动真格了。顾长歌看着那朵青莲，心中没有丝毫惧意，反而涌起一股荒谬绝伦的笑意。这就是所谓的正道宗门，既然你们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突然，顾长歌指着柳如烟，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暴喝：大胆妖孽，竟敢夺舍我师尊！柳如烟愣住了，凝聚出的青莲都颤了一下，差点消散。妖孽夺舍，逆徒，你胡说什么？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他。顾长歌一脸正气，义正言辞：我师尊柳如烟，乃是一代宗师，明辨是非，通情达理，他绝不可能像你这般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偏听偏信，脑残至极。你定是内域外天魔，披着我师尊的皮囊在此作恶。今日我顾长歌便要替天行道，斩妖除魔。借口找好了，大义名分也有了，那就开干！轰！顾长歌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裹挟着排山倒海的气浪，直冲柳如烟而去。妖孽，吃我一拳！这一刻，全场死寂。疯了！这顾长歌彻底疯了，竟然真的敢对师尊动手，而且这理由简直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蚍蜉撼树，不自量力。柳如烟看着冲过来的顾长歌，心中冷笑，一个元婴期也敢主动对化神期出手，正好借此机会让这逆徒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他素手轻抬，催动掌心那朵青莲，青莲阵势。柳如烟轻斥，青莲迎风暴涨，化作丈许大小，朝着顾长歌当头照下。他这一击只用了5成力道，毕竟是自己养大的徒弟，虽然要教训，但也不能真打死了，废去修为给萧君临出气即可。然而就在拳头与青莲碰撞的刹那，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突兀的响起，柳如烟脸上的淡然瞬间凝固。只见那朵无坚不摧的凌厉青莲，在顾长歌的铁拳之下，竟脆弱的如同瓷器，瞬间布满裂纹，化作漫天光点。顾长歌的拳头去势未减，撕裂光幕，狠狠轰在了柳如烟护体灵气之上。咚！沉闷的撞击声宛如肋骨。柳如烟只觉一股沛然莫遇的巨力袭来，护体灵气瞬间溃散，那恐怖的力量顺着手臂涌入体内，震得他5脏6腑都在移位。扑哧！柳如烟娇躯剧颤，一口鲜血没忍住，直接喷了出来。噔噔噔！他连退10几步，直到后背撞上大殿深处的墙壁，才勉强稳住身形。反观顾长歌，他站在原地，衣衫整洁，发丝未乱，仿佛刚才那一拳只是随手拍飞一只苍蝇。怎么可能？苏瑶和白若冰瞠目结舌。
萧君临更是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完全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师尊被打得吐血，还是被那个只会嗑药的废柴大师兄？咳。柳如烟捂着胸口剧烈咳嗽，嫣红的鲜血染红了她胸前雪白的衣襟，显得触目惊心。她抬起头，死死盯着顾长歌，美目中满是震惊与骇然。那一拳的力量分明已经达到了化神期，甚至比他还要强横。这逆徒一直在隐藏实力。逆徒，你修炼了什么魔功？竟然有这般修为，是我小看你了。柳如烟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挺直腰杆，试图维持身为一phương之主的威严，哪怕输了里子，面子也不能丢。魔功？顾长歌甩了甩手腕，一脸玩味。师尊这话可就冤枉人了，这叫爱的铁拳，专门用来唤醒那些被妖魔附体的迷途羔羊。说着，他指了指柳如烟嘴角的血迹。啧，看来这妖魔附体颇甚啊，连师尊的肉身都快扛不住了，都吐血了还硬撑着。柳如烟脸色一僵，连忙用袖子擦去嘴角的血迹。胡言乱语，本座不过是闭关出了岔子，旧伤复发罢了。他绝不承认被徒弟一拳打伤了，这要是传出去，他柳如烟以后还怎么在风月宗魂？听到这话，远处的三人组恍然大悟。我就说嘛，师尊乃是化神期大能，怎么可能打不过大师兄？苏瑶拍着胸口，一副吓死宝宝了的表情。原来是旧伤复发，再加上师尊心慈手软，不想伤了大师兄，这才故意示弱。白若冰也点了点头，冷若冰霜的脸上露出一丝钦佩。师尊真是用心良苦，即便大师兄如此大逆不道，他依然愿意给他悔改的机会，宁愿自己受伤也不愿出重手，这就是师德啊！萧君临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挣扎着爬起来，对着柳如烟大喊：师尊，别再让着他了，这股长歌已经入魔，根本不会领您的情，您快施展神通，镇压这个欺师灭祖的畜生，只要您认真起来，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他。柳如烟听着徒弟们的吹捧，心里却是有苦说不出。催命啊！没看到我手都在抖吗？刚才那一拳差点把他老命都给打没了，现在他体内灵力紊乱，经脉隐隐作痛，要是再打下去，搞不好真的要阴沟里翻船罢了。柳如烟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顾长歌，虽然你大逆不道，但本座念在你我师徒一场的情分上，不想赶尽杀绝，只要你现在跪下磕头认错，自废修为，并将那身怪异地功法交出来，本座可以考虑饶你一命，这叫以退为进。先稳住局面，等回去调理好内息，再叫上宗主和其他长老一起收拾这逆徒。噗哈哈哈哈！顾长歌直接笑出了声，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饶我一命！妖孽，你是来搞笑的吗？现在占上风的人是我！轰！顾长歌身形在动，速度比刚才更快。不好！柳如烟瞳孔骤缩，没想到顾长歌竟然如此不讲武德，连场面话都不说完就动手。他刚想祭出法宝防御，却已经来不及了。一只大手直接穿过他的防御，一把掐住了他修长的脖颈，巨大的惯性带着他向后倒去。砰！尘土飞扬，高高在上的碧池峰主此刻被顾长歌死按在地上。顾长歌单膝跪压在他的腹部，整个人骑在他身上，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这姿势极其不雅。大胆！你敢对本座无礼！柳如烟羞愤欲绝，拼命挣扎，两条腿乱蹬，双手去抓顾长歌的手臂，但顾长歌的身体就像一座巍峨的神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无礼！顾长歌扬起巴掌，毫不客气地抽了下去。啪！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大殿。柳如烟那张绝美的脸蛋上瞬间浮现出一个鲜红的巴掌印。逆徒，你敢打我脸？他被打懵了，打的就是你这偏心的妖孽！顾长歌反手又是一巴掌，啪！这一下更狠，直接把柳如烟的发髻打散，满头青丝凌乱地披散下来，哪还有半点高冷仙子的模样？还不快从我师尊身体里滚出来！顾长歌一边打一边正义凛然的怒吼：我师尊冰清玉洁，慈悲为怀，怎么可能像你这般是非不分？一定是你这妖孽坏了他的心智，给我滚出来！啪啪啪！左右开弓，耳光声如同鞭炮般密集，每一巴掌下去都有金色的灵力炸开，打得柳如烟护体灵光涣散，脸颊高高肿起。远处的三人彻底石化，苏瑶捂着嘴，眼泪止不住地流。这是在驱魔吗？怎么看着像是在杀猪？白若冰浑身颤抖，三观碎了一地。那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师尊，竟然被大师兄骑在身下暴揍，欺师灭祖！萧君临更是惊吓，连化神期的师尊都被按着打，那他刚才挑衅顾长歌，岂不是？定！检测到宿主暴打气运之子靠山，严重打击其道心，掠夺气运值5000点，当前反派值余额20999点。顾长歌听着系统的提示音，手上的动作更欢快了。爽！太爽了！这柳如烟平日里高高在上，拉偏架拉的理直气壮，现在被踩在脚下的滋味如何？啊呀！别打了！柳如烟终于崩溃了。什么封主威严，什么高人风范，在如雨点般落下的巴掌面前，统统都是狗屁。剧痛让他眼泪横流，毫无形象的尖叫起来：逆徒，我是你师尊啊，你要欺师灭祖吗？柳如烟，你之前不知道我的修为，我不挑你理。顾长歌眼神一凛，反问道：那现在你该称我一声什么？前辈。柳如烟憋屈开口，
虽然心有不甘，但此刻只能忍气吞声。哈哈哈！顾长歌只觉得畅快。柳如烟，看在你嘴甜的份上，我就不折磨你了，直接送你上路。即便我不变，五指全星剑。顾长歌运转起仙道杀招，这一招若是打中了，别说毁容，道基都要被打碎。感受到那股实质般的杀意，柳如烟怕了，这个疯子真的会杀了他？不要误会，刚才都是误会。为师是为了考验你，才故意偏心君临的。长歌，快住手！为师知道错了。曾经那个不可一世的碧池峰主，此刻卑微到了尘埃里。哦，误会。顾长歌的动作顿了一下，柳如烟心中一松，以为逃过一劫。然而下一秒，顾长歌那冰冷刺骨的声音却在他耳边响起：既然是误会，那弟子就请师尊以死谢罪吧。顾长歌指尖的剑气吞吐不定，那股令人心悸的锋锐刺得柳如烟眉心生疼。疯子，你这个疯子！柳如烟尖叫一声，原本护在胸前的双手猛地松开，从怀中掏出一枚通体血红的玉符。这是风月宗的天机令，只有10大主峰的峰主才有资格持有，一旦捏碎，便意味着峰主遭遇了生死危机，这是最高级别的求救信号。100年来，风月宗还从未有人使用过此物，没想到第一次用，竟然是因为师徒反目。逆徒，这是你逼我的！咔嚓，玉符崩碎，轰！一道刺目的血色光柱瞬间冲破大殿穹顶，直插云霄。恐怖的灵力波动以柳如烟为中心，向四周疯狂扩散。金瓶梅，顾长歌只觉一股巨力袭来，身形不由自主地向后滑退数丈。瑶人，顾长歌稳住身形，看着那道贯穿天地的血光，非但没有阻止，反而饶有兴致地抱起了双臂。正好，这种打了小的来老的，打了老的来更老的戏码，他最熟悉不过。既然要闹，那就闹个天翻地覆。何方狂徒，竟敢擅闯我风月宗！几乎是同一时间，9道恐怖绝伦的气息如同9根通天彻地的光柱，直接撕裂虚空，降临在碧池峰大殿之外。每一道气息都代表着一位化神期强者，威压叠加在一起，让整座碧池峰都在瑟瑟发抖，仿佛随时都会崩塌。为首一人，身穿紫金道袍，头戴玉冠，面容威严，周身缭绕着淡淡的紫气，举手投足间都有道运流转，正是风月宗宗主化神后期大能巨阳真人。其余8人皆是各峰峰主，每一个都是化神期的强者。他们本以为是有外敌入侵，或者是哪个魔道巨擘打上门来了，可当看清大殿内的景象时，全都愣住了。没有血流成河，没有魔气滔天，只有一片狼藉的大殿，断裂的盘龙柱，以及瘫坐在地上披头散发，脸肿成猪头，嘴角挂血，衣衫不整的柳如烟，还有那个站在不远处负手而立，神色淡然的顾长歌。柳师妹，巨阳真人愣了一下，差点没认出来，这还是那个风华绝代、高冷不可攀的碧池峰主吗？怎么被人打成了这副德行？掌教师兄，救我！柳如烟看到救兵，原本绝望的心瞬间活了过来，他连滚带爬的冲向巨阳真人，一把抱住他的大腿，哭得梨花带雨。虽然那张肿胀的脸实在看不出半点美感。掌教师兄，你要为我做主啊！若是你们再晚来一步，我就要被这逆徒给杀了。此言一出，全场哗然，8大峰主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逆徒，杀师！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集中到了顾长歌身上，那个平日里温文尔雅，见谁都笑脸相迎，办事最是稳妥的大弟子，他要杀柳如烟，荒谬！烈火峰峰主是个暴脾气，当即喝道：如烟师妹，你莫不是练功走火入魔了？长歌，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尊师重道，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是啊，而且长歌才元婴期，怎么可能把你打成这样？另一位峰主也表示怀疑，柳如烟可是化神期，就算站着不动让元婴期打，也不至于被打成猪头吧？这不科学！是真的！柳如烟见众人不信，急得直跺脚，指着顾长歌的手都在发抖。这逆徒，他隐藏了修为，他根本不是元婴期，他至少也是化神中期，甚至比宗主您还要强。刚才若不是我捏碎天机令，此刻我已经是一具尸体了。为了增加可信度，柳如烟转头看向缩在角落里的3人组：君临、瑶儿、若冰，你们说是不是？萧君临此刻也回过神来了，救兵来了，还是宗主亲至？这可是风月宗的最强战力，化神后期的巨阳真人，这下顾长歌就算有3头6臂也得死。宗主，师尊说的句句属实。萧君临强忍着胸口的剧痛，大声喊道：顾长歌不仅要杀师尊，刚才还要杀我，若不是我命大，早就死了。苏瑶也跟着哭喊：大师兄疯了，他刚才还说要把我们所有人整整齐齐送上路。白若冰冷冷补刀：宗主，弟子亲眼所见，顾长歌魔性大发，手段残忍，已非正道所为。3人言之凿凿，再加上柳如烟那凄惨的模样，巨阳真人和8大峰主的神色终于变了，一股沉重的压迫感再次笼罩在大殿之中。顾长歌，巨阳真人上前一步，双目微眯，身上紫气翻涌，化神后期的威压如潮水般涌向顾长歌。你师尊所言可是真的？你当真要欺师灭祖，残害同门？面对质问，顾长歌却笑了，哈哈哈，真的如何？假的又如何？宗主，我只问一句，若有人污蔑你偷窃，逼你自爆，还要废你修为，杀你性命，你会如何？
巨阳真人一愣，自当反击，那不就结了？顾长歌摊手，我不过是正当防卫，顺便帮师尊清理一下脑子里的水，何错之有？放肆！柳如烟尖叫道：“宗主，别听他狡辩，是他先偷了苏瑶的筑基丹，苏瑶不过是想拿回丹药，他便下此毒手。这种心术不正、残害同门的邪修，留着必是大患，请宗主出手，将此辽镇杀，以正视听。”萧君临也跟着叫嚣：“杀了他！这种人不配做大师兄。”苏瑶和白若冰也纷纷附和，要求严惩顾长歌。气氛瞬间剑拔弩张，各大峰主的契机隐隐锁定了顾长歌，只要巨阳真人一声令下，他们便会雷霆出手。顾长歌右手微动，探入储物剑，一杆漆黑如墨的小幡悄然出现在掌心。人皇幡又名万魂幡，乃是他新手大礼包开出来的神器。幡内自成一界，可容纳亿万生魂，生魂越多，威力越强。想打架？顾长歌心中冷笑，正好这人皇幡里还空荡荡的，缺几个化神期的主魂来镇场子。若是这风月宗真的是非不分，那他不介意今日血洗碧池峰，让这10大峰主都成为他幡中之鬼。就在顾长歌准备祭出人皇幡打开杀戒之时，且慢！巨阳真人突然抬手制止了蠢蠢欲动的众人，他转头看向柳如烟，表情变得有些古怪。如烟师妹，你刚才说顾长歌是因为偷了一枚筑基丹才引发了这场冲突？柳如烟一愣，下意识点头，没错，就是一枚筑基丹，那是苏瑶特意为君临准备的，却被这逆徒。等会儿，巨阳真人打断他，再次确认，你是说一个拥有化神期修为的强者去偷一枚给炼气期弟子用的筑基丹？此话一出，大殿内瞬间安静下来，其余8位峰主也反应过来了，一个个表情变得极其精彩。是啊，化神期是什么概念？这种级别的大能，想要什么丹药没有？别说筑基丹，就是化阴丹、凝神丹，那也是唾手可得。去偷一枚筑基丹，这就像是一个亿万富翁去路边摊偷了一个馒头，还为此杀人放火，这逻辑是不是哪里不对劲？而且你说他的修为至少是化神中期，甚至更高。巨阳真人又问。没错，柳如烟咬牙切齿，这逆徒心机深沉，隐藏极深。巨阳真人突然仰天大笑，笑声震得大殿嗡嗡作响，所有人都懵了。宗主这是气疯了？天佑我风月宗啊！巨阳真人猛地转过身，一把抓住顾长歌的肩膀，那力度大的像是怕顾长歌跑了。长歌呀，你今年好像不足30。我只是入门早，其实刚满20。顾长歌说道。好，好，好！巨阳真人连说3个好字，激动得满面红光。20岁的化神期，这是什么概念？万古无一的绝世妖孽，这是能带领我风月宗冲出东玄域，称霸整个修仙界的希望啊！巨阳真人看向顾长歌的眼神，哪里还有半点杀意？那分明是在看一块稀世珍宝，在看风月宗未来的祖宗。至于柳如烟，至于萧君临，那是谁？不熟。掌教师兄，你……柳如烟傻眼了，这剧本不对啊，不是应该严惩逆徒吗？怎么突然夸上了？掌教师兄，他打伤了我啊！柳如烟不甘心，急得直跺脚。巨阳真人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转头看向柳如烟，语气冰冷：打伤你，那是你技不如人。长歌拥有如此惊世骇俗的天赋，你身为师尊，不仅没有发觉，反而因为一颗破丹药就要废他修为。柳如烟，你这封主是怎么当的？是不是脑子里装的都是江湖？柳如烟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原地。他被骂了，被宗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了。还有你们！巨阳真人指着苏瑶、白若冰和萧君临，眼神厌恶，污蔑一尊化神期大能偷窃筑基丹。你们是嫌命太长，还是觉得我风月宗的脸丢得不够多？简直是愚不可及！苏瑶和白若冰吓得脸色惨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萧君临更是浑身冰凉。完了，最大的靠山叛变了。这个世界终究是实力为尊，在绝对的天赋和实力面前，所谓的道理，所谓的规矩，统统都要靠边站。呼！巨阳真人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他环视全场，声音洪亮，传遍整个风月宗。本座宣布，即日起，顾长歌晋升为我风月宗第一圣子，其地位仅在本座之下。碧池峰也改名为圣子峰，宗门宝库、藏经阁、禁地。你要是觉得不公平，也可以陪他们一起。正好长歌这圣子峰还缺个端茶倒水的管事嬷嬷，我看你挺合适。轰！这句话如同五雷轰顶，柳如烟彻底傻了。管事嬷嬷让他堂堂化神期大能，一峰之主，去给徒弟当老妈子，还要天天看着这逆徒耀武扬威，那还不如直接让他死了算了。然而看着巨阳真人那冰冷的目光，柳如烟怕了，知道这位掌教师兄是认真的。为了保住顾长歌这个万古无一的妖孽，别说牺牲几个亲传弟子，就算是牺牲他这个峰主，巨阳真人恐怕都不会眨一下眼。我当我没说。他怂了，呵呵。顾长歌将这一幕尽收眼底，心中暗笑，看来这风月宗也不全是脑残，估计因为巨阳真人是男的，萧君临那个自带的降智光环对他没什么效果。既然没意见，那就别挡道。顾长歌一把推开挡在面前的柳如烟，走到萧君临面前，居高临下：萧师弟，还要我帮你吗？
顾长歌抬起脚踩在萧君临的肩膀上，缓缓用力，咔咔咔，骨骼摩擦的声音令人牙酸。萧君临只觉一座大山压在肩头，膝盖一点点弯曲，直至重重砸在青石板上，砰！膝盖碎裂般的剧痛袭来。啊！萧君临惨叫出声，整个人被迫跪伏在地，额头贴着顾长歌的鞋面。屈辱，极致的屈辱！叫顾长歌只有一个字。萧君临浑身颤抖，汗水混杂着血水滴落，他在心中疯狂呼唤戒指里的老爷爷：丹老，救我！快救我！借我力量！我要杀了这个畜生！然而戒指毫无反应，那道残魂仿佛死了一样，彻底沉寂。该死！关键时刻掉链子。萧君临一气之下气了一下，没有丹老，他在化神器大能面前就是一只蝼蚁。为了活命，为了日后报仇，人受胯下之辱，方成大器。今日之耻，来日必百倍奉还。扑通！萧君临双膝跪地，闭上眼，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主人。声音细若蚊蝇。没吃饱饭，大点声。顾长歌脚下用力一捻，主人！萧君临嘶吼出声，捏了捏拳头，然后又捏了捏，2行清泪滑落脸颊。苏瑶和白若冰见状，心理防线彻底崩塌，连他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君临哥哥都跪了，他们还能坚持什么？扑通扑通，两女齐齐跪下，对着顾长歌磕头，拜见主人，拜见主人。顾长歌满意地点了点头。定，检测到气运之子及其后宫团遭受巨大羞辱，道心受损，掠夺气运值8000点，当前反派值余额28999点。舒坦，这才是反派该有的生活。但这还不够，必须把这颗韭菜的根也给刨出来晒晒。宗主。顾长歌转身对着巨阳真人拱了拱手，语气随意：既然这3个废物已经是我的奴仆了，那他们的财产理应归主人所有吧？这是自然。巨阳真人点头，在这个修仙界，奴仆是没有私产的，连命都是主人的。顾长歌转过身，看着萧君临，伸出一只手，把你手上的储物剑，还有那把龙纹黑金剑交出来。萧君临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把手藏到身后，那是他的命根子。储物戒里不仅有他搜刮来的天才地宝，更重要的是，里面还住着他的随身老爷爷丹尊残魂。要是戒指没了，他就真的完了。还有那把龙纹黑金剑，可是无上神兵，削铁如泥，是他越级挑战的最大依仗。不行！萧君临大吼，身体向后缩去。这是我的私人物品，风月宗乃是名门正派，难道还要强抢弟子财物不成？这要是传出去，天下修士如何看待风月宗？这顶大帽子扣下来，若是换做以前的那些正道人士，或许还真会被唬住。可惜他面对的是顾长歌，私人物品。顾长歌笑了，笑得无比讽刺。刚才你们逼我交出至尊骨的时候，怎么不说这是我的私人物品？那时候你们不是说为了宗门大义，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吗？怎么轮到你自己，这就双标了？顾长歌每说一句，便往前逼近一步。而且你现在是我的奴仆，奴仆的一切都是主人的，这道理还需要我教你？萧君临脸色惨白，哑口无言。回旋镖终究是砸到了自己身上，我不教，死也不教。萧君临死死攥着拳头，一副要玉石俱焚的架势。只要他不教，难道顾长歌还能当众剁了他的手不成？庶子，冥顽不灵！巨阳真人冷哼一声，他现在看萧君临是100个不顺眼，磨磨唧唧，哪有半点修饰的爽利？唰！巨阳真人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萧君临面前，没有任何废话，直接伸手一抓，咔嚓！啊呀呀！萧君临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他的手指被硬生生掰开，储物戒被强行撸了下来，连带着那把背在身后的龙纹黑金剑也被巨阳真人一把夺过。简单粗暴，这就是化神后期的压制力。给脸不要脸的东西！巨阳真人嫌弃地擦了擦手，转身将戒指和剑递给顾长歌，脸上瞬间堆满笑容。长歌呀，拿着，以后这小子要是再敢藏私，直接打断腿便是，不用给师伯面子。顾长歌接过戒指和剑，把玩了一下，龙纹黑金剑入手沉重，剑身布满古朴的龙纹，隐隐透着一股凶煞之气。好剑！至于这戒指，顾长歌神识一扫，果然有一道极其隐晦的残魂波动。老东西藏得挺深啊，不过现在没空搭理你，等会儿再慢慢炮制你。先给这位气运之子来点社死套餐。诸位同门，还有各位封主。顾长歌突然举起手中的储物剑，高声说道：刚才这萧君临口声声说我是魔道邪修，还要跟我讲道理。那好，今日我就让大家看看，到底谁才是那个藏污纳垢的卑鄙小人。萧君临听到这话，顾不得手指的剧痛，惊恐大喊：不要！顾长歌，你住手！那是我的隐私，你不能！晚了！顾长歌灵力涌入戒指，猛地一抖，哗啦啦，如同倒垃圾一般，无数灵石、丹药、符箓倾泻而下，但其中最显眼的却是一堆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布料，粉的、红的、白的、紫的、丝绸的、锦缎的、薄纱的，上面还绣着鸳鸯、荷花、兔子等各种图案，而且每一件肚兜上都带着明显的污渍，散发着一股怪异的味道，显然是被人经常拿出来把玩，甚至使用过。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地上那堆成了小山的布料。
这是烈火风风主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颤抖着手指从地上挑起一件粉色的小衣，那是一件肚兜，上面还绣着2只戏水的鸳鸯。这不是我徒弟小翠上个月丢的肚兜吗？烈火风风主发出一声怒吼，老脸长得通红。还有这个，旁边一位长老也从堆里扒拉出一件紫色的亵衣，这是我孙女的，她哭了好几天，以为是被风吹走了，原来是被这畜生偷了。另一位女风主则是满脸羞愤，指着那堆肚兜，气得手都在抖。那是老身丢失的流云锦肚兜，上面还绣着老身的名字。人群瞬间炸锅了，原本还在看热闹的众人，此刻一个个义愤填膺。我就说咱们宗门最近怎么总丢内衣，原来出了个采花贼，变态啊！这么多，起码得有几百件吧？哦，这上面还有黄色的污渍，太恶心了。这就是柳风主眼里的好徒弟，简直是衣冠禽兽。顾长歌用剑尖挑起一件大红色的肚兜，上面绣着9凤朝阳的图案，用料极尽奢华。他似笑非笑地看向柳如烟，师尊，这件看着有点眼熟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个月您沐浴的时候好像丢了一件贴身衣物。柳如烟死死盯着那件红肚兜，那是他的，是他最喜欢的一件，用千年天蚕丝织成，水火不侵。那天他明明放在池边，转眼就不见了，他还以为是被哪只灵兽叼走了，没想到竟然在自己最疼爱的小徒弟的戒指里，而且看那上面皱皱巴巴的痕迹，显然是被经常拿出来盘玩。不是我。萧君临看着地上的脏物，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拼命摇头。社死，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死亡，比杀了他还难受。这是污蔑，这是陷害，我戒指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是顾长歌他放进去的。对，一定是他刚才拿到戒指的时候用障眼法变出来的。萧君临歇斯底里的吼叫着，试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没错，一定是这样。苏瑶像是抓住了救星，大声喊道：君临哥哥那么纯洁，连女人的手都没拉过，怎么可能做这种事？肯定是大师兄栽赃陷害。白若冰虽然脸色苍白，看着那堆衣物有些生理不适，但还是咬牙说道：戒指刚到顾长歌手里，东西就掉出来了，这时间太巧了，我不信小师弟是这种人。听到这话，周围的人看他们的眼神就像是在看傻子，顾长歌更是直接气笑了。栽赃？你们是脑子里进了水，还是眼睛瞎了？顾长歌指着地上的那些衣物，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这些上面的污渍都已经干涸了，明显不是1、2天的事。还有这件上面的灵气波动都已经消散了大半，起码放了半个月以上。怎么？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提前去偷上100件肚兜，就为了今天这一刻陷害他？我就算是个变态，也没这么闲吧？逻辑满分，无懈可击。苏瑶和白若冰哑口无言，事实摆在眼前，再怎么洗地也洗不干净了。柳如烟更是羞愤欲绝，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刚才还在为萧君临求情，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个笑话。叮，检测到气运之子遭受毁灭性社死打击，且被强行洗白，导致逻辑崩坏，掠夺气运值1万点。当前反派值余额38999点，大丰收。这3个女人虽然脑残，但产出气运值的能力确实是一流的。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留着这种祸害只会恶心人。萧君临，你这种心理扭曲的变态，当奴仆我都嫌脏了我的地，还是送你去投胎，下辈子做个太监吧。顾长歌没有任何废话，手中龙纹黑金剑一震，漆黑的剑芒暴涨3尺。杀！既然已经撕破脸，那就斩草除根。这一剑，顾长歌没有丝毫留手，直取萧君临的咽喉，快若闪电，势如奔雷。萧君临瞳孔骤缩，死亡的恐惧瞬间笼罩全身，他避无可避。戒指里的老爷爷也没反应，这一次真的要死了吗？不，就在剑尖即将刺穿萧君临喉咙的那一瞬间，轰！一股古老、腐朽却又恐怖到极致的气息突然从碧池峰的后山禁地爆发而出。这股气息之强，竟然直接盖过了在场的各大化神期高手。顾长歌心头一跳，一股强烈的危机感袭来，下意识地收剑回防。当，一只枯瘦如柴的手掌凭空出现，屈指一弹，正中龙纹黑金剑的剑身。巨大的反震力传来，顾长歌脸色不变，衣角微脏，轰隆隆，一空扭曲，一个身穿灰布麻衣，佝偻着背，满脸褶子如同干枯树皮的老妪，拄着一根桃木拐杖，缓缓走了出来。他看起来行将就木，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但他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化神期巅峰，碧池老祖、巨阳真人和8大峰主脸色大变，齐齐惊呼出声：您竟然还活着！这可是风月宗的活化石，碧池峰的创始人，足足有3000岁了。传说他1000年前开始闭死关，所有人都以为他早就作化了，没想到他不仅活着，还突破到了化神期巅峰。咳，老妪咳嗽了2声，浑浊的老颜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了萧君临身上。那张如同橘子皮一般的老脸上，竟然露出了一抹极其诡异的慈祥笑容。这一身至阳之气，真是让老身为之着迷啊！老妪伸出干枯的舌头，舔了舔嘴唇，声音沙哑刺耳：少年郎，我们又见面了。老祖，您终于来了！萧君临看清来人，激动得浑身颤抖，连滚带爬地扑过去，一把抱住那根枯木拐杖，像是抱住了亲妈。不，
比亲妈还亲。这是他翻盘的最后底牌。刚入宗门那晚，他在后山迷路，误入禁地洞府，为了活命，也为了那传说中的机缘，他忍着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对着这满脸褶子的老太婆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甚至不惜出卖色相，用那3寸不烂之舌整整伺候了一宿。出来后舌头生疮，流脓半月才好。本以为被白嫖了，没想到这货竟然是碧池峰老祖，化神期巅峰，在这生死关头现身了。我的小心肝受苦了，老身闭关这些日子，满脑子都是你那条3寸不烂之舌，甚得我心呐。接着碧池老祖伸出枯如鸡爪的手，心疼地抚摸着萧君灵肿胀的猪头脸。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告诉老身，老身替你扒了他的皮。是他。萧君灵指着顾长歌，眼中怨毒几乎要溢出来。这个顾长歌不仅要杀我，还抢了您送我的定情信物，更当众羞辱我。哦，碧池老祖转头，浑浊的老眼扫向顾长歌，随后又看向四周惊愕的众人，突然清了清嗓子。正好借着今日人齐，老身宣布一件事。他一把将萧君灵揽入怀中，从今往后，萧君灵便是老身的第18房面首。下月初8，碧池峰大摆筵席，老身要与君灵举办双修大典，纳他为夫。届时尔等都要来喝杯喜酒。静，死一般的寂静。风吹过大殿，卷起地上的几片落叶。巨阳真人张大了嘴巴，下巴差点砸到脚背上。各大峰主面相觑，只觉得三观尽碎，五雷轰顶。3000岁的老祖宗要娶18岁的小鲜肉，这都不是老牛吃嫩草了，这是恐龙吃豆芽，是史前巨兽拱白菜。噗嗤，哈哈！顾长歌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人才，真是个人才。他原本以为萧君灵只是心术不正，没想到这小子为了变强，竟然能豁出去到这种地步。这就是气运之子的含金量吗？顾长歌，你笑什么？萧君灵恼羞成怒，从碧池老祖怀里探出头来，厉声喝道：抱歉，我想起了一句家乡的老话。顾长歌揉了揉笑得发酸的脸颊，竖起大拇指：女大3抱金砖，女大30送江山，女大300送仙丹。萧师弟，你这找了个大3000岁的，这是准备为猎仙班啊？顾长歌啧啧称奇，一脸佩服。为了走捷径，你这是一点苦都不想吃，一点脸都不要了呀？这软饭硬吃的手艺，师兄我是望尘莫及，甘拜下风。看来师弟不仅舌头好，这胃口也是铁打的，佩服佩服。住口！萧君灵脸长成了猪肝色，脖子上青筋暴起，但他很快调整过来，反而挺直了腰杆，站在碧池老祖身边，一副狗仗人势的模样，下巴抬得比天还高。你懂什么？我和阿碧是真爱，爱情不分年龄，不分种族，更不分修为。你这种只看皮囊的肤浅之辈，根本不懂什么叫灵魂的共鸣。萧君灵越说越来劲，仿佛自己真的成了冲破世俗枷锁的情圣。阿碧虽然外表沧桑，但她的内心依然是个18岁的少女。她的温柔，她的体贴，岂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懂的？你就是在嫉妒，嫉妒我找到了真正的灵魂伴侣。全场众人只觉胃里一阵翻腾，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能不能要点脸？君灵哥哥，这不是真的，你是骗我的对不对？苏瑶瘫坐在地上，泪水模糊了视线，声音颤抖的不成样子。你以前说过只爱我一个人的，你说我是你的小仙女，我们要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白若冰也崩溃了，平日里的高冷荡然无存，指着碧池老祖尖叫：小师弟，你怎么可能喜欢这种老妖婆？她是你祖宗辈的人啊，肯定是她逼你的对不对？两女无法接受，她们心目中完美无瑕、洁身自好的君灵哥哥，怎么会看上一个满身尸斑的老太婆？这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逼迫！碧池老祖怪笑一声，老脸凑到萧君灵脖颈间，深深吸了一口气，一脸陶醉。小女娃，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那一晚在后山山洞，君灵可是主动的很呐，那滋味，啧，老身至今难忘。我和君灵的婚事，哪里轮得到你们这2个黄毛丫头来反对？轰！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苏瑶两眼一翻，直接气晕了过去。白若冰捂着胸口，哇地吐出一大口鲜血，道心当场崩裂。原来这就是他们爱的死去活来的男人，恶心肮脏。定检测到气运之子后宫团，信仰崩塌，道心破碎，掠夺气运值5000点，当前反派值余额43999点。顾长歌听着系统的提示音，心情愉悦，但这出戏也该收场了。阿碧，别跟他们废话了。萧君灵见事情败露，索性破罐子破摔，指着顾长歌大吼：快杀了他！这混账有根至尊骨，替我夺过来！还有我的戒指、合龙纹黑金剑都在他那，只要杀了他，这些都是我的。萧君灵急不可耐，只要顾长歌一死，所有的黑历史都会被掩埋，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好，都依你。碧池老祖宠溺地拍了拍萧君灵的手背，随即转过身，浑身气势陡然一变。轰！刚才还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妪，此刻却如同一头苏醒的洪荒凶兽，化神期巅峰的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大殿内的空气瞬间凝固，所有人都感觉呼吸困难，仿佛有一座大山压在胸口。小贝，把你吃进去的东西都给老身吐出来，然后自废修为。碧池老祖手中的拐杖重重一顿，地面瞬间皲裂。老祖，不可！
巨阳真人硬着头皮挡在顾长歌身前，额头冷汗直冒。长歌如今是宗门圣子，更是万古无一的绝世天才，您若是杀了他，风月宗的未来就毁了呀！而且这事本就是萧君临有错在先，您啪一声脆响，巨阳真人话没说完，整个人就横飞了出去，重重砸在殿墙上，砸出一个大坑。化神后期与化神巅峰虽然只差一个小境界，但实力却有着天壤之别。滚开！碧池老祖看都不看巨阳真人一眼，语气森然：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宗门的未来，只要老身还在，风月宗就到不了。至于天才，碧池老祖看向顾长歌那双浑浊的老眼里，突然闪过一丝邪恶的光芒。这小郎君长得倒是不错，比君临还要俊俏几分。顾长歌，老身是个惜才之人，若是你愿意弃暗投明，做老身的第19方面首，老身不仅不杀你，还可以让你和君临做个伴，一起享尽荣华富贵，如何？全场哗然。这老妖婆竟然想通吃！萧君临脸色一僵，心中虽然不爽，但也不敢反驳。唉，顾长歌看着碧池老祖，突然叹了口气。本来还想尊老爱幼，给你留点面子，但你非要出来恶心人。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一脸的老树皮，看得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精神损失费，你打算怎么赔？碧池老祖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狰狞。给脸不要脸的东西，既然你想死，老身就成全你。等等，顾长歌抬手打断他，依然笑得云淡风轻。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现在跪下磕头求饶，或许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个权势，否则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忌日，我会去你坟头多烧几个纸扎的猛男，让你在下面也爽个够。放肆，黄头小儿，安敢辱我！碧池老祖彻底破防，他活了3000年，哪怕是当年的风月宗开山祖师，也不敢这么跟他说话。既然你找死，老身就让你尝尝我自创的无上神功神通极乐销魂手。碧池老祖尖笑一声，枯瘦的五指成爪，隔空抓向顾长歌。虚空震荡，一只足有房屋大小的惨白色鼓手凭空凝聚，鼓手之上缭绕着粉红色的雾气，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甜腻香气。那是采集了9900个童男元阳炼制而成的尸毒，只要沾上一星半点，哪怕是化神期修士也会瞬间骨酥肉烂，化为一滩血水。完了，这可是碧池老祖的成名绝技，当年他凭这一招硬生生抓碎了一位化神中期的元婴。角落里几位风主面如死灰，连巨阳真人那种化神后期的大高手都被一巴掌扇飞了。顾长歌就算再妖孽，终究只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底蕴太浅，怎么可能挡得住这活了3000年的老怪物？萧君临躲在碧池老祖身后，脸上露出了快意的狞笑。死吧，只要顾长歌一死，他就能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顾长歌站在原地，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甚至还嫌弃无聊的掏了掏耳朵。花里胡哨，这就是你活了3000年的成果，也不嫌丢人。话音未落，他反手一翻，祭出了极道地冰赶龙鞭，给我破！顾长歌随手一挥，啪一声清脆至极的鞭响，响彻云霄。金色的鞭影后发先至，瞬间抽在那只惨白色的鼓手之上，就像是烈日下的积雪，瞬间崩碎，消散于无形。什么？碧池老祖脸上的狞笑僵住，浑浊的老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他的本命神通竟然被一根鞭子给抽散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金色的鞭影于是未减，狠狠抽在了他的老脸之上。啪！这一鞭结结实实，碧池老祖只觉一股钻心的剧痛袭来，神魂都差点被抽散。但顾长歌并没有停手的意思，手腕抖动，啪啪啪，鞭影如雨点般落下，每一次抽击都精准地落在碧池老祖的身上。而且顾长歌似乎掌握了某种特殊的发力技巧，每一鞭下去都提供一个旋转的加速度。大殿中央出现了一幅极其诡异且滑稽的画面，那个威压盖世、不可一世的化神巅峰老祖，此刻就像是一个正在被人抽打的陀螺，转，疯狂的转，越转越快，甚至带起了残影，在大殿内刮起了一阵旋风。小畜啊，住手啊！碧池老祖想要反抗，想要怒骂，却没有还击之力。谁掐我一下？这是幻觉吗？活了3000年的老祖宗被一个20岁的小辈当成陀螺在抽，这怎么可能？在场众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顾长歌一边抽一边还有空嘲讽：这就是你们碧池峰的老祖，耐力不错，还挺抗揍。但我玩够了，送你上路吧。争！一股凌厉到极致的剑意从顾长歌指尖爆发，五指并拢，化拳为剑，仙道杀招，五指全星剑。这一刻，顾长歌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柄通天神剑，剑气纵横3万里，一剑光寒19州。没有任何废话，一拳轰出，璀璨的剑芒凝聚成一点，直刺碧池老祖的心口。不好！碧池老祖感受到那一剑中蕴含的恐怖杀机，肝胆俱裂。这是能杀他的一剑，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胎？不，老身还不想死，老身还没享用君临的童子肾。生死关头，碧池老祖爆发出了惊人的求生欲，他猛地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本命法宝避孕套，嗡！一道极其暧昧的绿色光芒从他体内冲出，瞬间在周身形成了一个薄如蝉翼却又坚韧无比的透明护罩。这护罩呈圆柱状，
顶端封闭，将他整个人紧紧包裹在内，上面还流转着一圈圈螺纹状的符文，散发着诡异的波动。在场众人看到这法宝的造型，表情瞬间变得精彩无比。这形状，这名字，不愧是碧池老祖，连本命法宝都如此别致。然而，这件防御至宝在五指全新剑面前，却脆弱得像一张薄纸。咔嚓，剑芒所过之处，那层绿色的薄膜瞬间破裂，就像是一个被戳破的气球。噗！剑气贯穿而过，碧池老祖胸口炸开一团血雾，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倒飞而出，狠狠摔在萧君临脚边。咳！碧池老祖大口咳血，披头散发，原本就苍老的面容更是变得如厉鬼般狰狞，哪里还有半点高人模样，简直就是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丧家之犬。君临，老身尽力了，快扶我起来，给我一口阳气，我还能站。他抬头看着萧君临，这是他的小心肝，是他的挚爱，为了他不惜出关，甚至被打成重伤，只要两人双修，他就能借此疗伤，甚至反败为胜。然而迎接他的不是温暖的怀抱，而是一只狠狠踩在他脸上的脚。砰！萧君临一脚将碧池老祖那张求欢的老脸狠狠踩进地里，用力碾压。滚开！你这个令人作呕的老东西，别碰我！萧君临的脸上哪里还有半点之前的柔情蜜意，只剩下无尽的嫌弃、厌恶以及深深的恐惧。他怕了，连化神巅峰的碧池老祖都败了，他再跟这个老太婆搅和在一起，只会死得更快。必须划清界限！废物！萧君临歇斯底里地咆哮着，唾沫星子喷了碧池老祖一脸。让你杀个人都杀不掉，3000年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吗？还想老子给你阳气？也不撒泡尿，照自己那副尊容，满脸褶子都能夹死苍蝇，浑身散发着一股尸臭味，老子看见你就想吐。要不是为了利用你对付顾长歌，你以为我会让你这种老妖婆碰我一下？萧君临越骂越起劲，仿佛要把这些天受的屈辱全部发泄在这个失败者身上，甚至还嫌不够解气，又补了2脚。噗！碧池老祖急火攻心，再次喷出一口老血。这一次不仅仅是因为伤势，更是因为道心崩塌。他趴在地上，浑浊的老泪混杂着泥土和血水，糊满了整张脸。你骗我！你说过不嫌弃我，说过我是你的小甜甜。顾长歌抚掌大笑，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精彩，实在是精彩！萧师弟，你这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本事，我是真学不来啊！如果没遗言了，那就上路吧。正好黄泉路上你们这对野鸳鸯还能做个伴，继续相爱相杀。啊呀呀！碧池老祖突然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尖笑，恨，滔天的恨意。但他恨的不是萧君临，在他那扭曲的逻辑里，君临是不会错的，错的都是顾长歌。如果不是顾长歌把他打败，让他在君临面前丢了脸，君临怎么会嫌弃他？顾长歌！碧池老祖缓从地上爬起来，眼神怨毒的让人毛骨悚然。是你毁了我的一切，既然我得不到君临，那大家就都别想活。轰！碧池老祖一口咬断舌尖，喷出一大口心头精血，也是他仅剩的寿元。不好，这老疯婆子要自爆！巨阳真人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想跑。化神巅峰的自爆足以把整个风月宗夷为平地。顾长歌却微微皱眉，不对，这不是自爆，这是献祭。只见碧池老祖双手结印，那团漆黑的精血在空中迅速勾勒出一个古老而繁复的阵法，一股来自远古洪荒的恐怖威压透过阵法缓缓降临。以无之血祭祀苍穹，以无之魂唤醒沉睡。碧池老祖仰天长啸，声音凄厉，宛如杜鹃啼血。出来吧，风月宗真正的守护神，沉睡了万年的太古霸主黑皇大人！轰隆隆，整个风月宗的地脉都在颤抖，一道通天彻地的黑色光柱直冲云霄，搅动风云，天空瞬间暗了下来，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股比化神期还要恐怖无数倍的气息从那黑色光柱中弥漫而出。碧池老祖七窍流血，身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仿佛瞬间苍老了1000岁，但他却笑得无比癫狂。凡人们，颤抖吧，恐惧吧！你们以为风月宗只是个二流宗门？错，大错特错！就连历代宗主都不知道，我风月宗地下镇压着一尊曾吞噬10万天兵、威震9天10地的太古凶兽。今日我就要用你们所有人的血来平息黑皇大人的怒火。顾长歌，你完了！天上地下没人就得了你！吼吼吼！一声震碎苍穹的兽吼声响起，一只遮天蔽日的黑色巨爪从云层中探出，狠狠拍在风月宗的护宗大阵上。咔嚓！大阵应声而碎。在那滚滚黑云之中，两盏宛如红灯笼般巨大的血色瞳孔缓缓睁开，带着无尽的暴虐与贪婪，俯视着下方的蝼蚁。太古黑龙降临，那股来自远古的洪荒气息瞬间将整个风月宗笼罩。扑通扑通扑通，无论是内门弟子还是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长老，此刻膝盖一软，根本控制不住身体，齐刷刷地跪倒在地。就连巨阳真人和几大峰主也不得不弯下脊梁，额头贴地，瑟瑟发抖。这是力量上的绝对碾压，全场唯有一人脊梁挺得笔直。顾长歌单手持剑，衣衫猎猎作响，他体内的至尊骨微微发烫，流转出淡淡的金辉，将那漫天龙威隔绝在外。云层之中传来一声惊雷般的鼻音，
硕大的龙首缓缓压低，带起一阵腥风。蝼蚁之中竟有能直视本皇之人，声音隆隆，震得众人耳膜一血。碧池老祖像是一条濒死的蛆虫，艰难地从泥土中抬起头，指着顾长歌凄厉尖叫：“黑皇大人，老奴献祭了毕生精血与寿元，只求您出手，杀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把他碎尸万段。只要黑皇出手，顾长歌必死无疑。到时候他要将顾长歌的神魂抽出来，点天灯，折磨1万年。”太古黑龙那双巨大的树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转动，最终定格在顾长歌身上，准确地说是定格在他手中的赶龙鞭以及那把龙纹黑金剑上。龙纹黑金剑剑身漆黑如墨，隐隐有龙吟传出；赶龙鞭金光璀璨，散发着专门克制龙族的极道威压。极道地兵，太古黑龙的瞳孔爆发出毫不掩饰的贪婪。好宝贝，竟是失传已久的赶龙鞭！没想到刚一苏醒，就有这种大礼送上门。他根本没理会地上磕头的碧池老祖，而是俯视着顾长歌带着高高在上的施舍。小子，本皇看你骨骼惊奇，是个可造之才，把你手里的2件宝贝献上来，本皇可以破例收你做个人宠。从今往后，这东玄玉本皇罩着你。全场死寂，所有人都怀疑自己听错了，剧本不对啊！碧池老祖费尽心思，甚至献祭了精血寿元，召唤出来的太古凶兽不仅不杀顾长歌，还要收他当小弟。虽然是人宠，但那是太古黑龙的人宠啊，打狗还得看主人。一旦抱上这条大腿，整个东玄域谁还敢惹顾长歌？萧君临趴在地上，指甲深深抠进泥土里，极度的面目全非。啊呀呀！凭什么？凭什么这该死的顾长歌运气总是这么好，连这种必死之局都能翻盘？不可以！碧池老祖更是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傻了。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是为了给顾长歌找个靠山，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黑皇大人，您搞错了！碧池老祖不知哪来的勇气，猛地站起身，歇斯底里的大吼：“是我献祭的您，我是您的召唤者，您应该听我的命令，杀了他，而不是收他当什么人宠。这不公平！”啪！话音未落，一条粗大的黑色龙尾如同擎天巨柱般横扫而过，没有任何花哨，就是纯粹的力量。碧池老祖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整个人就像是一只被拍扁的苍蝇，直接被抽飞了出去。轰隆！远处的一座山峰直接被他撞得粉碎，烟尘散去。碧池老祖嵌在碎石堆里，全身骨头尽碎，胸口塌陷，奄奄一息。聒噪！黑龙收回尾巴，甚至都没看那边一眼。你再叫本皇做事，区蝼蚁也配命令本皇？霸道蛮横，这就是太古凶兽的行事风格，拳头大就是硬道理。众人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喘，太可怕了！这黑龙喜怒无常，连召唤者都杀。刷刷刷！一时间，无数道视线全部汇聚在顾长歌身上，羡慕、嫉妒、畏惧。只要顾长歌点点头，献出宝物，他就能一步登天，成为这尊太古霸主的代言人。这是多少人做梦都求不来的机缘，顾长歌肯定会答应的。废话，这可是化神巅峰之上的存在，不答应就是死。哎，这就是命啊！然而，处于风暴中心的顾长歌却始终面无表情，他在和系统进行亲切友好的交流。系统，这泥鳅什么实力？正在扫描目标，目标太古黑龙，黑皇，境界渡劫期巅峰，原为准地境，因万年前遭受重创，本源受损，跌落境界，肉身强度准地级，即使境界跌落，其肉身依然坚不可摧，寻常手段无法破防。评价：极度危险，建议宿主立刻跑路，或者氪金。渡劫期巅峰，肉身准地。顾长歌心中了然，以他现在化神的修为，加上至尊骨和极道地兵，越级杀个渡劫初期也许不成问题，但面对渡劫巅峰，还是这种肉身准地、皮糙肉厚的太古凶兽，硬刚确实有点悬。不过跑路那是主角才干的事，反派从不跑路。系统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治这头畜生？定检索到针对性商品，御兽金刚圈，介绍曾是黑皇上一位主人天帝随手炼制的项圈，无视境界差距，强行契约，戴上此圈，生死有主，永不背叛，只对黑皇有效，无法契约其他太古异兽。售价39999点反派值，接近4万点。顾长歌扫了一眼自己好不容易刚攒下的4万多反派值，童子，你这是趁火打劫吧？平时这玩意儿肯定没这么贵。定系统出品，童叟无欺，好吧。顾长歌看着头顶那只嚣张的黑龙，心里那股火气也上来了。人宠，老子穿越过来是当大反派的，不是来当狗的。童子，给我兑换。顾长歌意念一动，定扣除39999点反派值，购买成功。物品已发放至系统空间。顾长歌的心瞬间定了下来，有了这玩意儿，别说你是黑皇，就算是黑木耳，也得给老子趴着唱征服。小子，本皇的耐心是有限的。见顾长歌迟迟不说话，黑龙有些不耐烦了，鼻孔中喷出2道白气，化作滚滚雷霆。最后问你一次，交出宝物，做本皇的人宠，或者死！恐怖的杀意如同实质般锁定顾长歌，只要他说一个不字，下一秒就会灰飞烟灭。人宠，你也配？顾长歌挑了挑眉，脸上不仅没有丝毫恐惧，
反而带着一抹戏谑。轰！全场炸锅，疯了！这股长哥绝对是疯了，竟然敢这么跟太古黑龙说话！凡人，你说什么？黑龙勃然大怒，周围的虚空寸寸崩裂。他活了无数岁月，哪怕是当年的大帝，也要给他几分薄面。如今竟然被一个蝼蚁嘲讽。我说，我这人骨头硬，学不来弯腰。倒是你。顾长哥上下打量着那庞大的龙躯，像是在菜市场挑选牲口。卖相不错，鳞片挺亮，看起来也挺抗揍。正好我缺个代步工具，要不如你给我当个坐骑。坐骑？太古黑龙愣了一瞬，紧接着吼，一股比刚才恐怖10倍的声浪，夹杂着实质般的怒火，从那张血盆大口中喷涌而出。苍穹之上，雷海翻腾，整座碧池峰都在这古震怒下瑟瑟发抖，无数山石滚落，梁柱断裂，瓦片纷飞。你是本皇见过最不知死活的蝼蚁！黑龙怒极反笑，巨大的身躯在云层中翻滚，搅动得天昏地暗。原本只想收你做个人宠，留你一条贱命，既然你非要找死，那本皇就成全你，能成为本皇的食物，是你这辈子修来的福分。轰隆！黑龙不再废话，硕大的头颅猛然下探，那张足以吞下一座小山的巨口张开，令人窒息的吸力瞬间锁定了顾长歌。完了！巨阳真人绝望地闭上了眼，其余风主更是面如土色，在这股煌煌天威面前，连逃跑的念头都升不起来。这就是太古霸主的力量，根本不是人力所能抗衡。好，好啊！萧君临趴在泥坑里，兴奋的浑身颤抖，满脸泥垢的脸上，五官扭曲成一团。吃了它，快吃了它！把你那些该死的骄傲，把你那些恶心的天赋，统统嚼碎！顾长歌，这就是你狂妄的代价。只要顾长歌一死，哪怕风月宗毁了又如何？只要他还活着，凭借戒指里的老爷爷和即将觉醒的神体，总有一天能东山再起。然而，处于风暴中心的顾长歌衣角都没乱一下，望着张开血盆大口的黑龙，嫌弃地皱了皱眉，口气真重，10000年没刷牙了吧？顾长歌右手探入袖中，取出了那枚花了4万反派值兑换的金镯子。乍一看平平无奇，上面甚至还有些斑驳的锈迹，看起来就像世凡俗界地摊上2文钱一个的破铜烂铁。去！顾长歌随手一抛，金镯子化作一道流光，不急不缓迎向那颗硕大的龙头。这是什么垃圾？黑龙看着那飞来的小玩意儿，树瞳中闪过一丝轻蔑，这种连法力波动都没有的废铁，给他塞牙缝都不够。可就在那金镯子靠近龙首3尺之地的瞬间，轰！原本暗淡无光的镯体突然爆发出亿万丈金芒，无数繁复古老的符文从镯身上剥离而出，在虚空中交织成一张金色的大网。一股令灵魂都在颤栗的恐怖气息骤然降临。这是那个人的气息。原本不可一世的黑龙身躯猛地一僵，记忆深处那段被支配的恐惧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黑龙的声音变了调，带着无尽的惊恐。御兽金刚圈，这东西怎么会在下界？你怎么会有那个人的宝物？太古黑龙尖叫出声，声音都变了调，哪里还有半点刚才的嚣张霸道？他认得这东西，当年那个镇压万古独断万道的男人曾随手炼制了这个项圈，专门用来管教他。逃！必须逃！黑龙哪里还有半点刚才的嚣张？龙尾一甩就要撕裂虚空逃遁，他宁愿去面对天劫，也不愿面对这该死的金刚圈。晚了！顾长歌淡淡吐出2个字：唰！金刚圈迎风暴涨，瞬间化作1000丈大小，精准无误地套在了黑龙的脖颈之上。紧接着急速收缩，滋滋滋，金圈深深勒入龙鳞之中。那些坚不可摧、堪比极品灵气的龙鳞，此刻却像是豆腐做的，轻易崩碎，鲜血飞溅。嗷吼！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响彻云霄。刚才还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太古霸主，此刻却像是被踩了尾巴的壁虎，从云端重重跌落。轰隆！庞大的龙躯砸在大殿前的广场上，砸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尘土飞扬。黑龙在坑里疯狂打滚，巨大的龙尾胡乱抽打，将周围的建筑夷为平地。疼死本皇了！松开，快松开！本皇不吃你了，不吃了还不行吗？他试图用爪子去抓脖子上的金圈，可刚碰到就被一股金色的雷霆弹开，掌心一片焦黑，全场死寂。所有人张大了嘴巴，下巴脱臼都浑然不觉。这就是传说中吞噬10万天兵的太古凶兽，这就是让化神巅峰都跪地求饶的黑皇。怎么现在看起来像是一条被人丢进油锅里的泥鳅？不可能，这绝对是幻术！萧君临脸上的狂喜僵住了，他拼命揉着眼睛，甚至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把。剧痛传来，不是梦。他寄予厚望，视为翻盘最后希望的无敌黑龙，此刻正像条土狗一样在顾长歌脚下打滚求饶。为什么连太古凶兽都杀不了他？顾长歌负手而立，缓缓走到巨坑边缘，居高临下的看着坑底翻滚的黑龙。紧！他嘴唇微动，轻飘飘的吐出一个字：嗡！金刚圈骤然收紧1寸。哦！黑龙疼得浑身抽搐，巨大的身躯在金光的作用下开始被迫缩小，从遮天蔽日的1000丈巨龙硬生生缩成了100丈、10丈，最后变成了一条只有3米长的爬虫。服不服？顾长歌语气平淡，仿佛在问今晚吃什么。服！本皇服了。黑龙趴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浑身鳞片倒竖，
哪里还有半点脾气？这金刚圈太邪门了，不仅乐肉，还乐灵魂，那种痛楚简直比天劫还要恐怖10000倍。小子，不，少侠！黑龙抬起头，那双原本暴虐的眼睛里，此刻满是讨好与畏惧。咱们打个商量，本皇不收你当人宠了，咱们签个平等条约如何？拜把子，做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东玄玉，咱俩横着走。他是谁？黑皇，曾经追随过天地的存在，签平等条约已经是他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这小子要是识相，就该立刻跪下谢恩。平等条约？顾长歌笑了，看来你还没搞清楚状况。我要的是主仆契约，我是主，你是仆，懂吗？黑龙一听，顿时炸了毛，他猛地直起上半身，虽然只有3米长，但那股子傲气依然还在。放肆！本皇乃是太古黑龙，体内流淌着真龙血脉，当年就连10大圣主见了我，都要顶礼膜拜，奉上不死神药。你一个区区化神期的小辈，竟敢让本皇为奴，是可杀不可辱！本皇今天就是死，从这里跳下去也绝不会。今顾长歌面无表情，再次吐出一个字，咔咔咔，金刚圈再次收缩，这一次直接勒进了骨头里。哦，刚才还铁骨铮铮的黑皇瞬间破功，他在地上疯狂扭动，尾巴拍打着地面，眼泪鼻涕一起流了出来。别念了，别念了，我签还不行吗？呜，疼死本龙了！什么尊严，什么荣耀，在绝对的痛苦面前都是狗屁，活着才是硬道理。顾长歌并指为剑，逼出一滴精血，凌空画出一道奴役符文，去！符文落下，直接没入黑皇的眉心。黑皇浑身一颤，虽然满心不甘，但在金刚圈之下，只能乖乖放开神魂防御，任由那道符文烙印在灵魂深处。契约成，一种奇妙的联系在一人一龙之间建立。顾长歌能清晰地感知到，自己一个念头就能让这条龙魂飞魄散，这就收服了。远处各大宗主面相觑，只觉得三观尽碎。那可是太古凶兽啊，就这么被一个圈子给套牢了。这顾长歌身上的底牌到底还有多少？过来！顾长歌招了招手，黑龙虽然不甘心，但身体却很诚实，屁颠屁颠的飞了过来，乖巧的趴在他脚边。变大点，太小了怎么骑？顾长歌开口吩咐。黑龙忍气吞声，身躯瞬间膨胀，化作10丈大小，正好适合骑乘。顾长歌纵身一跃，稳稳落在龙背之上，他负手而立，衣袂飘飘，脚下是太古黑龙，宛如一尊巡视人间的神明。小黑起飞！黑龙身躯一震，差点从半空中掉下来。他是太古黑龙，怎么能叫这种像土狗一样的名字？喂，别叫本皇小黑，本皇有名字，本皇叫黑皇。他一脸悲愤的抗议。顾长歌，好的，小黑，小黑，看见那个老太婆了吗？顾长歌突然指向碧池老祖，那是把你召唤出来的人，去给他个惊喜。黑龙望了过去，就是这个该死的老太婆，如果不是他用那个什么狗屁献祭阵法把他从沉睡中唤醒，他怎么会遇到顾长歌这个煞星，又怎么会带上这该死的金刚圈沦为坐骑？一切都是这个老东西害的。吼！黑龙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巨大的双翼猛然扇动，卷起一阵狂风，瞬间俯冲而下。碧池老祖听到了风声，艰难地抬起头，正好对上那一双燃烧着熊熊怒火的巨大树瞳。黑皇大人！碧池老祖浑浊的老眼中迸发出一丝希冀的光芒，以为黑龙是来救他的，快杀了他！杀了顾长歌！我是您的召唤者，我们有契约。契约你大爷！黑龙张开血盆大口，喉咙深处涌动着滚烫的岩浆。老东西，去死吧！轰！一道漆黑如墨的龙息带着毁灭一切的高温，劈头盖脸的喷了下来。这可不是普通的火焰，这是太古黑龙的本命龙炎，号称无物不焚，连虚空都能烧穿。啊呀呀！凄厉的惨叫声只持续了半秒，就戛然而止。碧池老祖瞬间被黑色的火焰吞没，化为乌有，神形俱灭，甚至连骨灰都没剩下，全场死一般的寂静。咕咚！巨阳真人咽了口唾沫，双腿打颤，差点没跪下。太狠了，这就是顾长歌的手段，杀人诛心，连一点翻盘的机会都不给。黑龙发泄完心中的怒火，邀功似的飞回顾长歌身前，甚至还像狗一样摇了摇尾巴。主人，搞定，啥都不剩。顾长歌满意的点点头，干得不错，今晚加餐。说完，他转过身，居高临下的看向萧君临。萧师弟，你的老相好已经先走一步了，你也别让他久等，这就下去陪他吧，毕竟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不，你不要过来啊！萧君临手脚并用，拼命向后挪动。他不想死，他是气运之子，他是将来要成为先帝的男人，怎么能死在这里？不，我不想死！萧君临崩溃了，极度的恐惧让他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哗啦啦，一阵水声突然响起，紧接着一股骚臭味弥漫开来。萧君临的裤裆湿了一大片，黄色的液体顺着裤腿流淌下来，混杂着地上的泥土，显得格外刺眼。吓尿了，堂堂气运之子竟然被吓尿了。叮！检测到气运之子萧君临道心崩塌，当众失禁，颜面尽失，掠夺气运值10000点，当前反派值余额14000点。系统的提示音如天籁般响起，顾长歌脸上的笑容更盛。这韭菜果然还是要在绝境里榨汁水才足。远处，天呐，他竟然尿裤子了，好恶心！苏瑶捂住了鼻子，
一脸嫌弃的后退了好几步。这就是他以前崇拜的萧哥哥，真是瞎了眼。白若冰冷地吐出一句话，转过头不再看萧君临一眼。他有洁癖，这种污秽的画面多看一眼都会让他觉得眼睛被污染。其他风月宗的弟子也都露出鄙夷之色。修仙界弱肉强食，既不如人被杀不丢人，但被吓尿裤子那就是一辈子的耻辱，哪怕死了也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被人嘲笑万年。萧君临感受到了周围那些如针扎般的视线，羞耻、愤怒、绝望，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的理智彻底断线。顾长歌！萧君临突然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死死盯着顾长歌手中那枚古朴的黑色戒指。丹老，救我！萧君临歇斯底里地咆哮着，声音凄厉地变了调。只要您出手杀了他，我愿意把身体给您，我愿意让您夺舍，快救我！轰！话音未落，那枚原本沉寂的黑色戒指突然剧烈震动起来，一股苍老、古老却又强大到令人窒息的灵魂波动瞬间席卷全场。这股气息竟然比之前的碧池老祖还要强横许多。唉，一声苍老的叹息仿佛跨越了时空长河，在众人耳边响起。是儿，何至于此啊！戒指上腾起一阵白色的烟雾，烟雾迅速凝聚，化作一名身穿道袍、须发皆白的老者虚影。他悬浮在半空，负手而立，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高人风范。这就是萧君临的金手指，来自上界的丹尊残魂，那是灵魂体。巨阳真人瞪大了眼睛，失声惊呼：好恐怖的神魂波动！这生前至少是渡劫巅峰。阿不，尊者竟大能！全场哗然。还没完了是吧？刚解决一条黑龙，又来一个老怪物，这萧君临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底牌？小友，丹尊捋了捋胡须，望向顾长歌，摆出一副德高望重的姿态，声音洪亮：得饶人处且饶人，老夫乃上界丹尊，虽然如今只剩一缕残魂，但也不是谁都能欺辱的。今日之事，不如就此作罢。你放君临一条生路，老夫欠你一个人情，日后若你飞升上界，老夫保你一场大造化，如何？这就是强者的自信，哪怕是求和，也是一副施舍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下界的小修士听到上界丹尊4个字，还不立刻跪地磕头感恩戴德？然而顾长歌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一脸的不耐烦。给你面子，你算什么东西？顾长歌嗤笑一声，不过是一缕孤魂野鬼，躲在戒指里苟延残喘，也敢在我面前倚老卖老，还要保我一场造化？你连自己的肉身都保不住，还想保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静，死一般的静！丹尊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捋胡子的手也停在了半空。他在上界也是受万人敬仰的存在，何曾被人指着鼻子这么骂过？还是被一个下界的毛头小子放肆！丹尊怒了，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一股恐怖的神魂威压如同泰山压顶般朝着顾长歌碾压而去。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老夫以大欺小，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灵魂秘术。嗡！丹尊双手结印，虚空中无数道透明的神魂尖刺凭空浮现，密密麻麻对准了顾长歌的眉心。这是灵魂攻击，无视肉身防御，直击神魂。一旦中招，轻则变成白痴，重则魂飞魄散。小黑，弄他！顾长歌拍了拍身下的龙头。然而黑皇此刻却缩了缩脖子，一脸为难。主子，这老东西是灵魂体，没实体啊！我只会肉搏和法术，这种玩意的灵魂攻击，我专业不对口啊。他是太古凶兽，皮糙肉厚，最不怕的就是硬碰硬，但这种直击灵魂的手段正好是他的克星。也罢，顾长歌无奈摇头，看来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看着漫天袭来的神魂尖刺，脸上不仅没有丝毫慌乱，反而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灵魂体是吧？残魂是吧？这不巧了吗？我也有一件宝贝，饥渴了很久了。顾长歌手腕一翻，掌心中多出了一杆漆黑如墨的小幡，幡面上绣着无数狰狞扭曲的面孔，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阴森煞气。极道地兵，人皇幡，万魂幡。老东西，既然出来了，就别回去了。正好我这幡里还缺个气灵主魂，我看你就挺合适。人皇幡开！轰隆隆！顾长歌一声令下，手中那杆漆黑小幡迎风变长，瞬间化作遮天蔽日的黑幕，整个都笼罩其中。阴风怒嚎，鬼哭神嚎，无数狰狞扭曲的冤魂面孔在黑雾中若隐若现，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嘶吼。温度骤降，地面结起一层厚厚的黑霜，原本仙气飘飘的风月宗，此刻俨然变成了森罗滚狱。啊呀呀！我的头好痛！这是什么鬼东西？不少修为低微的弟子捂着脑袋倒在地上打滚，神魂仿佛要被生生扯出体外。哈哈哈！露馅了吧？萧君临指着漫天黑气，兴奋地从地上跳了起来，连裤裆还在滴尿都顾不上了。他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指着顾长歌歇斯底里的大吼：大家都看到了吗？这是魔道法宝！顾长歌是邪修，他坠入魔道了！萧君临转过头，死死盯着巨阳真人，脸上带着一种近乎癫狂的兴奋。宗主，各位封主，顾长歌根本不是什么圣子，他是魔头！这滔天的煞气，这无数的冤魂，就是铁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联手结阵，诛杀此魔，替天行道！这一嗓子喊的可谓是正气凛然。在他看来，
这是绝地翻盘的机会。正道宗门最忌讳的就是邪修，一旦发现，必群起而攻之。只要风月宗的高层出手，再加上丹老，顾长歌必死无疑。放肆！一派胡言。岂料巨阳真人猛地一甩袖袍，一脸肃穆地仰望天空，那滚滚黑云，满脸陶醉，仿佛看到了什么绝世祥瑞。随后，他指着萧君临破口大骂：“什么黑气？你瞎了吗？这分明是紫气，这是传说中的紫气东来啊！”萧君临傻了，他揉了揉眼睛，指着那黑得像墨汁一样的云层：“这哪里紫了？这明明黑得发亮啊！愚蠢！”旁边一位峰主立刻跳出来，指着萧君临的鼻子痛斥：“你懂什么？这是红的发紫，紫的发黑，这是大道至简，返璞归真。”没错，另一位长老也赶紧附和，生怕晚了一步就被顾长歌记恨上。老夫观这气息，浩浩荡荡，中正平和，分明是天地间最纯正的浩然正气。顾神子这是在为宗门祈福，洗涤我等心灵，好舒服。老夫多年的老寒腿都好了。神迹，这是神迹啊！一时间，风月宗的高层们一个个指鹿为马，睁着眼睛说瞎话。哪怕那阴风吹得他们骨头缝都疼，哪怕那鬼叫声震得他们耳膜出血，他们依然一个个面带微笑，仿佛沐浴在春风里。没办法，谁拳头大，谁就是真理。诛杀顾长歌，开什么玩笑？那可是能把太古黑龙当狗遛的狠人。别说顾长歌是魔修，就算他说自己是阎王转世，这时候也得供着，活命要紧。扑哧，顾长歌立于龙头之上，听着下面这群老狐狸的吹捧，差点没崩住笑出声。好家伙，这就是修仙界，只要你足够强，魔头也能被捧成圣人。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听到了吗？顾长歌低头看着已经彻底怀疑人生的萧君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叫人黄翻，懂不懂？上古人黄蚁，此教化万民的圣物，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邪病？我看是你心里有鬼，看什么都是黑的。萧君临张大了嘴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了，闹剧该结束了。顾长歌失去了耐心，手中人黄帆猛地一摇，哗啦，翻面之上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凭空出现，爆发出一股针对灵魂的恐怖吸力，目标直指半空中的丹尊残魂。不，此刻丹尊终于慌了，在那股吸力面前，他引以为傲的神魂力量就像是狂风中的烛火，随时都会熄灭。这番真的是万魂幡，而且饰品阶级高，专门克制灵魂体的极道地兵。小友，误会，都是误会。你和君临的恩怨，老夫不掺和了，这就走。丹尊哪里还有刚才的高人风范，吓得魂体乱颤，拼命想要钻回戒指里。老东西，刚才不是很狂吗？既然出来了，就留下吧。顾长歌根本不给他机会，收！轰！黑色漩涡瞬间扩大，如同一张深渊巨口，一口将丹尊吞没。啊呀呀！放开老夫！我是上界丹尊，你不能！惨叫声戛然而止，人黄帆剧烈震动了几下，隐约浮现出一张苍老痛苦的面孔，随后迅速被黑气同化，没了声息。顷刻炼化，天地间重归寂静。顾长歌握住飞回的小帆，轻轻一抖，原本只有巴掌大的小帆，此刻散发着一股更加深邃恐怖的气息，吸收了一个尊者境的残魂，作为器灵，这人黄帆的威力至少提升了3成。出来！顾长歌心念一动，一团黑雾从帆中飘出，在地上凝聚成一道半透明的人影，正是丹尊。只不过此刻的他脸上再无半点傲气，取而代之的是绝对的恭顺与奴性，甚至连原本仙风道骨的气质都变得阴森诡异起来。扑通！丹尊双膝跪地，对着顾长歌重重磕头：“丹奴拜见主人，多谢主人赐予老奴栖身之所，愿为主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觉得头皮发麻。刚才还高高在上，要保顾长歌一场造化的上界大能，转眼间就被练成了只会磕头的鬼奴，这手段太狠了。顾长歌看着跪在面前的丹奴，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波血赚，虽然丹奴是个残魂，但这质量确实顶。以后打架，先把小黑放出去咬人，再把丹尊放出来下跪，这配置无敌了。完了，全完了。萧君临瘫坐在地上，双目无神，整个人仿佛被抽去了几两骨。他引以为傲的底牌，在顾长歌面前就像是一个笑话。定，检测到气运之子萧君临彻底绝望，金手指被强行剥夺，道心破碎，正在进行终极掠夺，掠夺成功，获得气运值2万点，当前反派值余额34000点。系统的提示音如同美妙的乐章：萧师弟，你的老爷爷也没了，现在还有谁能救你？顾长歌冷冷问道。萧君临浑身一颤，抬起头看着顾长歌那张俊美却冷漠如冰的脸，恐惧，无边的恐惧将他淹没。他不想死，他是气运之子，怎么能死在这里？扑通！下一刻，萧君临膝盖一软，竟然直接对着顾长歌跪了下去。尊严、骨气，在死亡面前一文不值。大师兄，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萧君临疯狂磕头，额头撞在石头上，鲜血直流。是我鬼迷心窍，是我嫉妒大师兄的天资，求求你，看在同门一场的份上，饶我一条狗命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愿意做你的一条狗，你想让我咬谁我就咬谁。苏瑶，对，苏瑶那个贱人送给你，还有白若冰、师尊柳如烟都给你。为了活命，他已经彻底疯了，什么都敢卖。
周围的风月宗弟子一个个面露鄙夷，苏瑶更是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因为恶心。他以前怎么会瞎了眼，看上这种货色？认错！顾长歌弯下腰，伸手拍了拍萧君临满是血污的脸颊。师弟啊，你搞错了一件事，你不是知错了，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话音落下，顾长歌直起身，眼中闪过一抹森然寒芒。韭菜割完了，根也该拔了。丹奴，顾长歌淡淡开口，老奴在。人皇幡中，丹尊那阴森的身影瞬间浮现，煞气滔天。送萧师弟上路，让他知道什么叫残忍。遵命。丹奴发出一声刺耳的厉笑，裹挟着漫天黑雾，如同恶虎扑食般冲向萧君临。枯瘦的鬼爪探出，直取萧君临的天灵盖。这一爪要是抓实了，大罗金仙也就不回来。住手！顾长歌，你若杀我，整个东玄域都要给我陪葬。死亡的阴影笼罩全身，萧君临吓得肝胆俱裂。他不想死，他还有大好的前程，还有无数的机缘没去拿。陪葬？凭什么？就凭你裤裆里那点没流干的尿？顾长歌调侃道。周围响起一阵哄笑声，萧君临脸色长成了猪肝色，羞耻！但他顾不上这些，猛地从怀里掏出一块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地微的紫玉，高高举过头顶，声嘶力竭的大吼：我有背景，我是古帝萧家的人，我有帝女令。那漆黑的鬼爪在距离萧君临头顶仅剩半寸的地方硬生生停住了。不是丹奴想停，而是那块紫玉上突然爆发出一圈柔和却不可抗拒的紫色光晕，将那充满煞气的鬼爪瞬间弹开。古帝萧家！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是那个传说中统御中州出过好几位大帝的萧家。天呐，萧师弟竟然是帝族之人！完了，如果真是帝族，那我们风月宗岂不是要大祸临头？恐惧像瘟疫一样在人群中蔓延。在修仙界，世家也分3、6、9等，像苏瑶所在的苏家，虽然号称长生世家，但在古帝世家面前不过是稍微大一点的蚂蚁。古帝世家那是真正屹立在金字塔顶端的庞然大物，底蕴深不可测，族内老怪物无数，随便走出一个旁系子弟都能横着走。顾长歌，你不能杀我！见众人被震慑住，萧君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脸上重新浮现出一抹病态的红晕。我虽然出生普通，但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族妹，名叫萧嫣儿，她乃是萧家这一代的天之娇女，觉醒了地品血脉，被立为帝女。这块紫玉就是她临别前送给我的信物。萧君临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仿佛已经看到顾长歌跪地求饶的画面。嫣儿妹妹最听我的话，如果我死在这里，她一定会率领萧家铁骑踏平你们风月宗，到时候别说是你，就是整个东玄域都要为我陪葬。轰！这番话如同9天惊雷，震得所有人头皮发麻。帝女的青梅竹马，这层身份简直就是一张免死金牌。圣子，这下麻烦了。巨阳真人跑到顾长歌身边，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古帝萧家，我们惹不起啊，那可是拥有焚天灭世诀的恐怖家族，就算东玄域的霸主大炎仙朝都要给他们几分面子。据说他们族内渡劫多如狗，尊者满地走，更别说还有沉睡的老祖宗。巨阳真人是真的怕了，若是惹怒了古帝世家，人家随便派个长老过来，都能把风月宗灭个几百次。主人，这老头说的对，就连一向无法无天的黑皇，此刻也缩了缩脖子，巨大的龙头上满是忌惮。那萧家确实有点邪门，本皇当年全盛时期去他们祖坟溜达，去考察地形的时候，差点被他们家的老不死给炖了。那种级别的势力，底蕴太深，咱们现在势单力薄，硬碰硬恐怕要吃亏。黑皇虽然狂，但也惜命。现在的他修为大跌，要是真引来了萧家的老怪物，估计又要被抓回去当坐骑。刷刷刷，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顾长歌身上，所有人都觉得顾长歌这次肯定要认怂了，毕竟那是古帝世家，谁敢不给面子？然而处于风暴中心的顾长歌脸上却看不出丝毫慌乱，他饶有兴致打量着萧君临手中的紫玉，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啧，不愧是气运之子，随身老爷爷没了，立马又安排个青梅竹马的帝女妹妹。呵呵，顾长歌心中好笑，这种标准的废柴流主角配置，他曾经在小说里见得多了。打了小的，来老的，杀了哥哥，来妹妹，简直就是葫芦娃救爷爷，没完没了。但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他可不会让这种狗血剧情再继续下去。你说帝女是你族妹，我还说我是先帝转世呢。顾长歌语气漫不经心，随便拿块破玉编个故事，就想吓唬我。你竟敢不信？萧君临一愣，气得浑身发抖，猛地往紫玉中注入一道灵力。嗡！紫玉震颤，一道虚幻却威严无比的倩影在半空中缓缓浮现。虽然看不清面容，但那股高高在上俯瞰众生的帝皇之气却是做不得假。顾长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嫣儿妹妹留下的神念印记，见玉如见人。你若是敢动我一根汗毛，这道印记就会立刻传回萧家，到时候上天入地没人就得了你。他在赌顾长歌不敢拿自己的命去换。咦？顾长歌盯着那枚古玉看了2眼，确实是好东西，上面那股气息比丹尊那个老鬼还要纯粹霸道几分。看来这韭菜没撒谎，怕了吧？
见顾长歌沉默，萧君临已为他怂了，心中顿时狂喜。果然，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背井通天的。大师兄，萧君临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底的怨毒，换上一副商量的口吻。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今天的事虽然是你做的过分，抢了我的剑，还杀了丹老。说到这里，他心都在滴血，但还是咬牙忍住了。但看在同门的份上，我可以不计较。我向道心立誓，只要你今天放我走，我绝不会去向丫儿妹妹告状，也不会动用萧家的力量报复你。从此以后，我离开风月宗，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以后见了你，我绕道走，如何？这一番话说的可谓是诚恳至极。如果是不了解他的人，恐怕还真会被他这副大度的模样给骗了。但顾长歌是谁？他太了解这种气运之子的尿性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是吧？今天放你走，明天你就带人来灭我满门。这种低级的缓兵之计，也就骗那些脑残反派。不过顾长歌并没有直接戳穿。猫捉老鼠，最有趣的不是吃掉他的那一刻，而是看着他以为逃出升天，最后却发现还在掌心里的绝望。这样啊，顾长歌摸了摸下巴，似乎在认真思考其中的利弊。片刻后，他点了点头，收起了手中的人皇幡。既然是谷地萧家的人，那这个面子我还是要给的，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嗜杀成性的魔头。你走吧。听到这话，萧君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放了顾长歌这个心狠手辣的魔头，竟然真的被吓住了。好，多谢大师兄不杀之恩。萧君临狂喜，生怕顾长歌反悔，连滚带爬的向后退去。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告辞。说完，萧君临直接燃烧精血，化作一道血色遁光，朝着天边疯狂逃窜，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啧舌，眨眼间就已经飞出了数千米。呼，活下来了！狂风在耳边呼啸。萧君临回头看了一眼越来越远的风月宗，脸上露出一抹狰狞的笑容。哈哈，顾长歌，你这个蠢货，竟然真的放虎归山！等着吧，等我找到丫儿妹妹，定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要把你抽筋扒皮，把你的灵魂点天灯，让你永世不得超生！就在萧君临沉浸在复仇的快感中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刺耳的破空声，那声音极快极锐利，仿佛连空间都被撕裂。萧君临下意识的回头，只见一道璀璨的金光，如同流星赶月般，瞬间划破长空。在那金光之上，顾长歌白衣胜雪，脚踏龙纹黑金剑，双手负后，神情悠闲的像是在自家后花园散步。但这散步的速度却比萧君临燃烧精血还要快上10倍。什么？萧君临亡魂大冒，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顾长歌，你说过放我走的，你不讲信用，出尔反尔。他是真的崩溃了，那种刚从地狱爬到门口，又被人一脚踹回去的感觉，简直比直接杀了他还要难受。唰，金光一闪，顾长歌的身影瞬间出现在萧君临的前方，拦住了他的去路。龙纹黑金剑悬停在半空，剑尖吞吐着森寒的剑芒，直指眉心。出尔反尔！顾长歌站在剑上，露出一抹无辜的笑容。师弟，你这就冤枉我了。我刚才说的是让你跑，但我没说不杀你啊！萧君临整个人都僵住了，大脑一片空白。这是什么强盗逻辑？再说了，顾长歌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弹了弹剑身，发出清脆的嗡鸣。这把剑是你送我的，我还没是过锋不锋利。既然你要走，那就用你的血来给这把剑开个光吧，也算是物归原主。话音未落，顾长歌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绝对的冰冷与漠然。斩！一字吐出，龙纹黑金剑爆发出一声欢快的龙吟。这把曾经属于萧君临的神兵，此刻在顾长歌手中却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恐怖威势。一道长达100丈的黑色剑气横贯长空，带着斩灭一切的霸道，对着萧君临当头劈下。不！萧君临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嘶吼，他拼命举起手中的紫玉，想要激活那道帝女印记，但这剑太快了，快到连思维都跟不上。扑哧，血光乍现，世界在这一刻仿佛按下了暂停键。萧君临保持着举起紫玉的姿势，整个人僵硬在半空中。下一秒，一条细细的血线从他的眉心处缓缓浮现，一路向下蔓延。萧君临的身体从眉心开始，整齐的向两边分开，红的白的洒了一地，两半尸体倒向两侧，内脏流淌出来，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气。那块象征着地族庇护的紫色古玉也随之跌落，光芒彻底暗淡，变成了一块凡石。啧，顾长歌落在尸体旁，用脚尖踢了踢那颗滚落在一边的半个脑袋，脸上露出一丝嫌弃，切口不太平整，看来剑法还得练。他抬起手，龙纹黑金剑再次发出嗡鸣。作为反派，最忌讳的就是让人留全尸，万一有人拿去拼一拼，缝一缝，又活了怎么办？刷刷刷！顾长歌对着地上的两半尸体手腕抖动，剑气如织，密不透风。顷刻间，尸体变得东一块西一块。做完这一切，顾长歌才满意的收剑入鞘，这下就稳妥了。他拍了拍手，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小黑，走了。好！黑龙发出一声咆哮，巨大的身躯降下，载着顾长歌冲天而起，眨眼间就消失在云层深处。万米高空，云海翻腾。停！顾长歌突然开口，拍了拍身下的龙角。小黑，变小一点，隐匿气息，绕回去。啊！黑黄正飞的起劲，
闻言差点闪了腰。他扭过巨大的龙头，一脸懵逼：“主子，那小子都成肉酱了，咱们还回去干嘛？难道你有什么特殊的癖好？”黑皇心里一阵恶寒，这新主人长得人母狗样的，心里怎么这么变态？少废话！顾长歌没好气地敲了一下他的脑袋：“让你回就回，哪那么多废话？”好好好！黑皇不敢反驳，连忙施展天赋神通，庞大的身躯迅速缩小，化作一条巴掌大的黑色小蛇，缠绕在顾长歌的手腕上。一人一龙贴上高阶隐匿符，悄无声息地折返。时间1分1秒过去，1炷香，2炷香。黑皇打了个哈欠，百无聊赖：“主人，咱们到底在等啥呀？”黑皇实在憋不住了，压低声音问道：“那小子都成饺子馅了，难不成还能诈尸？”嘘！顾长歌竖起一根手指抵在唇边，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让肉馅再飞一会儿。刚才杀了萧君临，系统竟然没有提示掠夺气运值，这就很有意思了。身为气运之子，若是真死了，那海量的气运值绝对会瞬间到账，没到账就说明人没死透。这种主角光环，他熟。动了！顾长歌的声音突兀的响起。什么？黑皇猛地低头看去，只见下方那堆残尸突然诡异的扭动起来，那些散落在四周的碎肉仿佛受到了某种磁力的吸引，疯狂地向中心汇聚。红光大盛，一股极其微弱但却充满了生机的波动从血泊中传出。卧槽，诈尸了！黑皇大吃一惊，红光散去，一个面色惨白的身影摇摇晃晃地从血泊中站了起来，正是萧君临。只不过此刻的他气息萎靡到了极点，修为更是从筑基大圆满，直接跌落到了炼气期。呼呼！萧君临大口喘着粗气，浑身都在剧烈颤抖。他摸了摸胸口，那里原本挂着的一枚替死玉符，此刻已经化作了粉末。好险，幸亏丫儿妹妹给我的这枚9转替死符，配合我的血魔解体大法，才勉强保住一命，但也折损了我整整50年的寿元。萧君临看着自己干瘪的皮肤，心中恨意滔天。顾长歌是一个该死的魔头，竟然把他逼到了这种绝境。还好我留了一手。萧君临环顾四周，见四下无人，只有满地的血迹，脸上露出一抹劫后余生的庆幸。那个蠢货肯定以为我死透了，风月宗室待不下去了，我要立刻去中州去找谷地萧家，只要见到燕儿妹妹恢复了修为，我就带人杀回来。顾长歌，你给我等着，到时候我要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下酒。萧君临恶毒地诅咒着，辨认了一下方向，准备趁着夜色逃离。然而就在他迈出第一步的瞬间，一道细雪冰冷如同恶魔低语般的声音在他头顶上方悠悠响起：“萧师弟，这么急着走，不说声再见吗？”轰！这声音对于萧君临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他整个人瞬间僵硬，迈出去的脚悬在半空，怎么也落不下去。这声音不可能，绝不可能，明明已经走了。萧君临艰难地抬起头，半空中云雾散开，顾长歌白衣胜雪，脚踏虚空，正双手抱胸，一脸玩味地看着他，那表情就像是在看一只卖力表演的猴子。你！萧君临指着顾长歌，上下牙齿疯狂打架，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见鬼了，他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他一直没走，一直在看着自己表演？很惊讶吗？顾长歌缓缓降落，停在萧君临面前5米处，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知道你没死？萧君临面如死灰，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所有的希望在这一刻彻底崩塌，所有的底牌在这一刻成了笑话。为什么？萧君临绝望的喃喃自语，为什么你连这都能算到？他是气运之子啊，他是天命所归啊，为什么在这个反派面前，他就像个透明人一样，毫无秘密可言？呵呵。顾长歌嗤笑一声，我是反派，又不是傻子，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种低级错误我怎么会犯？我刚才那是战术性撤退，懂不懂？顾长歌摇了摇头，似乎对萧君临的智商感到遗憾。好了，闲聊结束，这次咱们玩点彻底的。顾长歌打了个响指，小黑在。手腕上的小蛇瞬间弹射而出，迎风暴涨，化作100丈黑龙，盘踞在低空。巨大的龙首凑到萧君临面前，鼻孔里喷出的热气差点把萧君临烤熟。这玩意儿生命力挺顽强，物理攻击看来不太行。顾长歌指了指地上的萧君临，用法术给我烧，先吐100口龙息，把它烧成灰，再把灰烧成烟，最后把烟都给我扬了，我就不信变成原子状态他还能复活。遵命，主人。黑皇兴奋地搓了搓爪子，烧烤这业务他熟啊。吼吼吼！黑皇张开血盆大口，喉咙深处红光涌动，一股比岩浆还要炽热100倍的黑色龙炎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不，顾长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哎呀呀！萧君临发出了最后一声凄厉的惨叫。轰！龙炎瞬间将他吞没，恐怖的高温连虚空都烧得扭曲变形。萧君临的身体在接触到龙炎的瞬间就直接气化，连渣都没剩下。但黑皇是个实诚龙，主人说100口，那就是100口，少1口都是对主人的不忠。轰轰轰！一道接一道的龙息不要钱似的喷在同一个地方，地面被烧穿，岩石化作岩浆，岩浆又被烧成虚无，直到黑皇喷的舌头都快吐出来了，嗓子冒烟，顾长歌才抬了抬手。行了，火焰散去，天地间一片清明，
别说萧君临了，就连那个方位的空气都被烧得干干净净。定，恭喜宿主成功击杀气运之子萧君临，检测到宿主行事严谨，斩草除根，符合大反派行为准则，正在进行终极结算，掠夺成功，获得全部剩余气运值26000点，当前反派值余额6万点。定，恭喜宿主达成成就气运首杀，获得额外奖励神级宝箱 X2。悦耳的系统提示音终于在脑海中响起，爽！顾长歌嘴角微微上扬，这就对了吗？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反派该有的节奏，杀伐果断，不留后患，还能顺便爆装备。行了，收工。顾长歌看了一眼那个还在冒着青烟的大坑，确定连个骨灰渣子都没剩下后，这才转身离去。至于那2个神级宝箱，回去再开，更有仪式感。中州谷地萧家，灵气浓郁成液，化作漫天霞光，99条太古龙脉汇聚于此，托起一座座悬浮在云端的辉煌神岛。岛屿之间，虹桥飞架，瑞兽奔腾。这里随便一块铺地的砖石，放到外界都是让人抢破头的灵材。神岛深处，一座完全由极品火灵晶打造的宫殿内，热浪滚滚，空间扭曲。一名身着赤红羽衣的绝美女子盘膝而坐，她周身缭绕着9朵神异的火焰莲花，眉心处一枚红莲印记若隐若现，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尊者境威压。萧烟儿，萧家当世帝女，身负地品血脉，年仅20便已是尊者境巅峰。啪！一声清脆的碎裂声突兀的在寂静的大殿中响起。萧烟儿猛地睁开双眼，2道实质般的火光洞穿虚空，他颤抖着手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块碎裂成粉末的命牌，那是萧君临的命牌。是谁？谁杀了君临哥哥？我要灭他9族，抽魂炼魄1万年！萧烟儿的娇斥声响彻整个神岛，引得无数萧家族人惊恐侧目。萧，一道银光破空而来，落在殿前。来人身披银色战甲，身姿挺拔如枪，眉心处生有一只紧闭的树瞳，周身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毁灭波动。萧家序列第10，萧无极。帝女息怒，萧无极单膝跪地，神色恭敬，但眼底却藏着一丝不以为然。为了一个废物族兄，至于发这么大火吗？息怒，我唯一的亲人死了，你让我怎么息怒？萧烟儿披头散发，状若疯魔被战传，我要亲自去东玄域血洗风月宗，让所有人给君临哥哥陪葬。帝女不可！萧无极连忙劝阻，您正处于突破圣境的关键期，老祖严令不得踏出神岛半步。难道就这么算了？萧烟儿双目赤红，周身火焰暴涨，烧得虚空滋滋作响。当然不会。萧无极站起身，自信一笑，居躯风月宗，弹丸之地，何须帝女亲临？我去一趟便是。他伸手抚摸着眉心的树瞳，我的焚天金瞳也许久未曾饮血了，不管凶手是谁，3日之内我必提着他回来，任由帝女处置。萧烟儿死死盯着他，许久才缓缓收敛气息，活捉他，遵命。萧无极转身吹了一声口哨，好，一头浑身沐浴着烈火的麒麟兽踏空而来。萧无极翻身骑上火麒麟，化作一道流光，瞬间冲破云霄，消失在天际。东玄域风月宗碧池峰，当那条巨大的黑龙穿透云层降落在广场上时，整个主峰都安静了。顾长歌跳下龙头，随手理了理衣袖，那条刚才还凶威滔天的黑龙，此刻化作一条乖巧的小黑蛇，缠在他的手腕上装死。圣子巨阳真人带着几位峰主火急火燎地围了上来，他往顾长歌身后看了看，又看了看天边，喉咙发干。那个萧君临呢？虽然心里有了猜测，但他还是抱着1/1000的希望问了一句，毕竟那是古地世家的人啊。死了。顾长歌回答的言简意赅，连灰都被我扬了。死。周围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狠，太狠了，那可是古地世家的人啊，说杀就杀，连个全尸都不留。这位爷是真不怕萧家报复，杀得好。巨阳真人愣了一秒，随即猛地一拍大腿，竖起大拇指，那种欺师灭祖、勾结魔道的败类，就该挫骨扬灰。圣子此举乃是大快人心的正义之举。众长老、宗主，你的节操呢？刚才不是还怕得要死吗？顾长歌瞥了他一眼，笑了，这老头能处。宗主，既然萧君临已死，这碧池峰。顾长歌环视四周，看着这就差把绿茶2个字刻在牌匾上的山峰，眉头微皱。改名。巨阳真人极其上道，大手一挥，从今日起，碧池峰更名为圣子峰。别说改名，就算圣子要把这座山推平了重建，老夫也亲自给你递铲子。说完，他转过头看向一直缩在角落里的柳如烟。师妹。巨阳真人板起脸，拿出了宗主的威严，你教徒无方，纵容萧君临行凶，险些给宗门招来灭顶之灾。本宗主现在剥夺你峰主之位，降为圣子峰杂役，以后你就好好伺候圣子，赎你的罪吧。柳如烟猛地抬头，美眸圆睁，想要反驳，却被巨阳真人一个严厉的眼神瞪了回去。怎么，你有意见？没有。柳如烟咬着嘴唇，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形势比人强，连那个恐怖的丹尊都被顾长歌练成了鬼奴，他一个化神初期，拿什么反抗？很好。巨阳真人满意的点点头，随后对着顾长歌拱手一笑，圣子，那老夫就不打扰您休息了，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说完，他带着一众峰主离开。偌大的圣子峰只剩下顾长歌以及柳如烟师徒3人，气氛
瞬间变得诡异起来。柳如烟站在原地，双手绞着衣角，那张平日里高傲冷艳的脸庞，此刻写满了尴尬与局促。就在半个时辰前，他还高高在上地训斥这个大徒弟，让他把至尊骨挖出来给萧君临，而现在顾长歌已经骑到他头上了，他的生死只在对方一念之间。白若冰和苏瑶更是缩在他身后，像两只受惊的鹌鹑，连呼吸都不敢大声。长歌，柳如烟深吸一口气，努力挤出一个自认为温柔慈祥的笑容。其实为师之前也是被萧君临那个逆徒蒙蔽了双眼。他迈着莲步缓缓走向顾长歌，声音变得柔媚了几分。你知道的，为师心里一直最看重的就是你，之前让你自废修为，让你把至尊骨让出来，其实也是为了磨砺你的心性。玉不琢不成器吗？你看你现在不是变得更强了吗？停！顾长歌抬手打断了他的施法。柳如烟，省省吧，这些话你自己信吗？柳如烟脸色一僵，笑容有些挂不住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的师尊，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只要你肯好好听话，为师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疼你。听到这话，顾长歌一阵恶心。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种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呵呵，师尊说的对。顾长歌突然笑了，笑得很灿烂。柳如烟心中一喜，果然这小子还是念旧情的，只要自己稍微示弱，既然师徒情深，那就换个方式，永远留在我身边吧。话音未落，顾长歌反手一挥，轰！漆黑如墨的人黄帆凭空出现，迎风暴涨，瞬间化作一道遮天黑幕，将柳如烟彻底笼罩。什么？柳如烟大惊失色，本能的想要运转灵力抵抗。顾长歌，你要干什么？我是你师尊，你这是欺师灭祖，孽徒，快放开我！顾长歌冷笑一声，手中法诀一变，进来吧。你人黄帆内无数冤魂厉鬼蜂拥而上啊！在那恐怖的吸力面前，柳如烟引以为傲的化神期修为就像是纸糊的一样脆弱，仅仅坚持了不到3息，他的肉身便轰然崩碎，化作精纯的血气被翻面吸收，一道虚幻的神魂被强行扯入帆中黑色漩涡。不！凄厉的惨叫声在人黄帆内回荡。长歌，我错了，放我出去！救命啊！好痛，我的灵魂要裂开了！不远处，白若冰和苏瑶瘫软在地，牙齿剧烈打颤，裤子湿了一大片。他们亲眼，苏瑶和白若冰正拿着抹布苦逼地擦拭着地上的血迹。突然，一股恐怖到极点的威压从头顶降临，扑通扑通，两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双腿一软，直接跪伏在地。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战力，让他们连头都不敢抬。这是什么？苏瑶浑身发抖，牙齿咯咯作响。这种威压比他见过的家族老祖还要恐怖100倍。是大师兄。白若冰艰难地抬起头，看了一眼天空中那尊伟岸的身影，俏脸煞白如纸。那尊仙王虚影，虽然看不清五官，但那股气息分明就是顾长歌。他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原来之前杀萧君临，他根本就没有动用全力。面对这样一个如同神魔般的男人，他们那点小心思简直可笑得像个笑话。风月宗主峰巨阳真人正在和几位长老商量如何讨好顾长歌，手里的茶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猛地冲出大殿，仰头望天，这是上古异象。巨阳真人声音都在哆嗦，激动的胡子乱颤。天佑我风月宗啊！这种传说中的异象，只有那些古之大帝年轻时才拥有过。圣子他竟然有大帝之姿，周围的长老们也是一个个目瞪口呆，随后便是狂喜，抱上大腿了。这次是真的抱上金大腿了。什么古帝萧家，只要给圣子时间成长，未必不能与之一战。快传令下去！巨阳真人扯着嗓子大吼，开启护宗大阵，封锁消息，绝不能让外界干扰圣子修炼。谁敢靠近圣子峰半步，杀无赦！大殿内，顾长歌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满意的收敛了气息，漫天异象随之消散。装完逼就跑，真刺激！他重新坐回椅子上，心情大好。有了这仙王灵9天，以后出门都不用自己动手，光是把异象一开，就能吓死一堆人。趁热打铁，把第2个也开了。顾长歌看向仅剩的那个神级宝箱，这一次他换了个更霸气的台词：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旺旺碎冰冰，开！定！恭喜宿主运气逆天，获得无敌重瞳。卧槽！顾长歌猛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重瞳，这可是真正的大杀器啊！前世看小说的时候，那句重瞳本是无敌路，何须再借他人骨？可是让他热血沸腾了好久。重瞳者，天生圣人，一眸双瞳，看破虚妄，直指本源。大成之后，甚至能开天辟地，一眼演化混沌，一眼寂灭苍生。这含金量比什么至尊骨、荒古圣体强多了。无敌重瞳，世间唯一，不可复制。功效1，洞悉万物，可看穿一切虚妄幻术，阵法破绽。敌人的招式在宿主眼中将放慢100倍，破绽百出。功效2，法则解析，可直观看到天地法则的流动轨迹，修炼任何功法神通，速度提升100倍。功效3，重瞳开天，蕴含毁天灭地的瞳术神通，需随修为提升逐步解锁，当前解锁乌光灭世。功效4，预知未来，
战斗中可短暂预知对手下一秒的动作，不仅限于战斗，可用于推演吉凶。牛逼！除了牛逼，顾长歌已经找不到别的形容词了。这不仅是个战斗外挂，还是个修炼作弊器。有了这玩意儿，以后谁还敢在他面前玩花里胡哨的？一眼就给你瞪怀孕，不对，瞪死。融合。顾长歌深吸一口气，做好了心理准备。这种级别的体质融合肯定不会轻松。果然，指令下达的瞬间，两股灼热无比的热流顺着经脉直冲双眼，原本漆黑深邃的眸子此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个瞳孔中竟然又分裂出一个细小的瞳孔，两两相叠呈八字形排列，眸光流转间仿佛有混沌雾气在其中翻涌，星河在其中幻灭，神秘尊贵，令人不敢直视。顾长歌看向大殿四周，世界变了。原本看似坚固的墙壁，在他眼中变成了由无数灵气粒子排列组合而成的结构图，哪里薄弱，哪里有阵法节点，一目了然。他抬起手，看着自己的手掌，甚至能清晰地看到血液在血管中流动的轨迹，以及每一个毛孔呼吸灵气的频率。这就是重瞳吗？顾长歌喃喃自语，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简直让人着迷。他走到一面铜镜前，看着镜中的自己，白衣胜雪，黑发如瀑，再加上那双重瞳，整个人散发着一股独特气质，妥妥的大反派颜值巅峰。不错，这波血赚。顾长歌摸了摸下巴，很满意现在的造型。与此同时，随着重瞳的出世，一股比刚才更加恐怖、更加晦涩的波动，以圣子峰为中心，瞬间席卷了整个东玄域，甚至向着更遥远的中州扩散。苍穹之上，隐约有一只巨大的眼睛缓缓睁开，冷漠地注视着这方天地。大炎仙朝，这是东玄域最强势力，当之无愧的霸主。皇宫深处，一位身穿龙袍、气息深不可测的中年男子猛地从龙椅上站起，他遥望风月宗的方向，双目中金光爆射。这是圣人出世的征兆，那种蛮夷之地怎么可能诞生如此恐怖的体质？九曜圣地，禁地棺材板乱飞，几位活了数万年的老怪物纷纷破土而出，灰头土脸却顾不上整理。好霸道的气息，似乎是传说中的重瞳现世。重瞳者，天生圣人，有大帝之姿。快传令下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此人。若能拉拢，便立为圣子；若不能，便趁其未成长起来，扼杀在摇篮里。中州古地萧家刚刚派出萧无极的弟女萧燕儿，还没来得及坐下，整座神岛突然剧烈震颤，族内供奉的那块侧天碑竟然毫无征兆地裂开了一道缝隙。怎么回事？萧燕儿脸色大变。侧天碑乃是上古神物，能感应天地气运变化，如今竟然裂了，这说明世间诞生了一个足以威胁到古地世家的恐怖存在。那个方向又是东玄域。萧燕儿死死盯着东方，指甲嵌入掌心，鲜血滴落。难道君临哥哥的死和这个出世的妖孽有关？不管你是谁，敢杀我萧家的人都要死。就在这时，圣子峰大殿内，叮，检测到有数股强大的神念正在窥探宿主，来源大炎仙朝、九曜圣地、古地萧家。系统已自动为宿主遮蔽天机，除非宿主主动暴露，否则无人能推演宿主根脚。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起，顾长歌冷笑一声，这就坐不住了。也是，刚才搞出那么大动静，又是先亡灵9天，又是重瞳出世，那些老怪物要是没反应才怪。不过想查我，下辈子吧。嗡，一道无形的波纹荡漾开来，苍穹之上那只巨大的眼睛虚影瞬间消散，原本清晰的源头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仿佛被一层迷雾笼罩。九曜老祖皱眉，该死，有人蒙蔽了天机，这手段难道是真仙下凡？萧燕儿一脸茫然，气息断了。众多想要推演这股气息来源的大能，此刻都感觉像是撞上了一堵棉花墙，有力无处使，只能隐约感应到那股波动来自东方，但具体是谁，具体在哪，一概不知。大炎仙朝皇宫深处，刚才那种感觉，那种血脉浓度，甚至超过了太子。难道是失散多年的九儿？大炎皇帝猛地起身，激动无比，他捂着胸口，那里传来一阵莫名的悸动，那是血脉相连的感觉，而且极其强烈。20年前，他的第9子刚刚诞生，就被敌人偷走。纵使他倾尽仙朝之力搜寻，屠灭3000势力，却始终找不到九皇子。没想到刚才却感受到了一丝气息，秦烈何在？大炎皇帝威严的声音传出大殿。轰！一道身披重甲，浑身散发着铁血煞气的高大身影凭空出现在殿前，单膝跪地。臣在。大炎第一战将秦烈，尊者境9重天巅峰。刚才东玄域东南方向有异象出世，大炎皇帝背负双手，目光深邃，朕感应到了一丝皇室血脉的波动。你亲自去一趟，带上寻龙盘，若是找到那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在干什么，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带回来。秦烈浑身一震，猛地抬头，眼中满是震惊。皇室血脉，难道是传说中的九皇子？臣遵旨。话音刚落，大炎第一战将秦战身形化为一道长虹。圣子峰大殿内，金光刚刚散去，顾长歌坐在万年寒玉以上，那种掌握天地脉络的感觉简直令人沉醉。这就是重瞳，不需要刻意运转灵力，视线所及之处，空气中游离的每一颗灵气粒子都清晰可见。嘶，倒吸凉气的声音传来，那条缠在胳膊的小黑龙
此刻正把脑袋探得老高，盯着顾长歌那对双瞳，身躯不受控制的哆嗦。主人，黑黄结结巴巴，连那种标志性的痞气都吓没了。这是重瞳？怎么可能？这种传说中的无敌体质，不是早在荒古纪元就绝迹了吗？他咽了口唾沫，两只前爪人性化的抱住脑袋，一脸怀疑容生的模样。刚才那异象先亡灵9天就已经够离谱了，现在又来个重瞳，这也太不讲道理了。顾长歌低下头，双瞳中混沌气流转，仅仅是被扫了一眼，黑黄就感觉浑身鳞片乍起，仿佛灵魂都被看穿，所有的秘密在对方面前无所遁形。怎么，很意外吗？顾长歌语气平淡，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主人威武，主人霸气。黑黄从地上弹起来，瞬间化身舔狗模式，尾巴摇得像个螺旋桨。这天赋，这气运，简直就是天道的亲儿子啊！就算是本皇上一任主人，在这个年纪，恐怕也没您这般变态。哦不，逆天。上一任主人。顾长歌挑了挑眉，这赖皮龙虽然平时不着调，但来头确实不小。刚才系统介绍过，这货曾经是某位天帝的坐骑。你上一任主人是谁？顾长歌问道。提到这个，黑黄腰杆瞬间挺直了，他两只爪子背在身后，45度脚仰望大殿穹顶，一脸沧桑与唏嘘。那是万年前的事了，本皇的主人乃是镇压当世、独断万古的叶天帝。想当年，本皇跟随叶天帝征战八荒，什么圣帝圣主，什么皇朝老祖，见到本皇那都得点头哈腰，地烟地火。黑黄越说越起劲，唾沫星子横飞。那时候蟠桃园里的桃子，本皇都是当零嘴吃的，吃一口扔一个。瑶池圣女给本皇梳毛，瑶光圣子给本皇铲屎。顾长歌听得直皱眉，这货吹牛的毛病又犯了。既然你这么牛，怎么混成现在这副德行，在风月宗看家护院？顾长歌问道。黑黄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他尴尬的咳嗽2声，原本高昂的脑袋耷拉下来，两只爪子不安的搓动着。咳，那个叶天帝后来不是飞升上界了吗？就把本皇留下来看家。黑黄一脸晦气，咬牙切齿。结果西昆仑那个疯婆娘就是瑶池女帝，不就是偷了他几件贴身？咳，不就是偷吃了他几颗不死神药吗？那疯婆娘追杀了本皇整整3万里，把本皇一身准地修为硬生生打散，差点炖成龙凤汤。说到伤心处，黑黄抹了一把辛酸泪。要不是本皇机灵，用替死符逃过一劫，躲在这个鸟不拉屎的风月宗，早就变成一堆龙骨了。顾长歌听乐了，这货也是个惹祸精，能从瑶池女帝手底下逃命，哪怕是被打废了，也足以说明他的本事。行了，别卖惨。顾长歌打断了他的忆苦思甜，给我说说这东玄玉的局势。既然要玩，就得把这盘棋看清楚。他之前记忆里，除了风月宗这1亩3分地，对外面的世界了解极其有限。黑黄立马收起那副颓废样，正色道：主人，这东玄玉大得很，虽然比不上中州那种修炼圣地，但也是卧虎藏龙。他伸出一只爪子，在地上画了个大概的地图，大大小小的宗门势力，少说也有数千个。咱们风月宗，哪怕算上那个还在棺材里躺尸的碧池老祖，充其量也就是个3流势力。顾长歌并未惊讶，这一点他早有预料。风月宗在附近这1亩3分地确实是霸主，但放眼整个东玄域，确实不够看。真正厉害的呢？顾长歌问。大言先朝。黑黄语气变得凝重。那是东玄域当之无愧的霸主，传承数万年，底蕴深不可测。当今那位大炎皇帝已经是圣主级别的存在，跺一跺脚，整个东玄域都要抖3抖。而且皇室深处还有几个活化石级别的老怪物坐镇，若是爬出来，别说东玄域，就是整个下界都要变天。圣主级。顾长歌眯了眯眼，按照这个世界的境界划分，炼器、筑基、金丹、元婴、化神、渡劫、尊者。尊者之上方为圣境，又可以分为圣人、大圣、圣主。自己现在虽然靠着系统开挂，但真实修为也不过是化神巅峰，距离圣主还差着10万8千里。但也不慌，只要给他时间发育，把气运之子一个个宰了爆金币，圣主也就是个大点的经验包。系统打开商城。顾长歌在脑海中唤出面板，当前反派值余额6万点。6万点看着不少，其实很不经话。他打开系统商城，快速浏览了一遍。草字剑诀售价100万反派值，真龙幼崽售价50万反派值，诛仙4剑仿售价80万反派值。顾长歌看着那些让人眼馋的顶级货色，嘴角抽搐。抢钱的这是？定。鉴于宿主当前修为已达化神巅峰，系统推荐购买9转渡劫丹，售价5万反派值，功效服用后可100%安全度过雷劫，踏入渡劫期且无任何副作用。5万点买个保送名额，看不起谁呢？顾长歌扫了一眼，直接关掉了商城。拥有重瞳和仙王意象，渡个劫还需要嗑药。柳姬。顾长歌轻唤一声，下一秒，一团粉红色的烟雾飘出，凝聚成一道曼妙的身影。一袭黑色薄纱长裙的柳姬，赤着足，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顾长歌身侧。主人。他跪伏在地，领口大开，露出一片晃眼的雪白。那张原本端庄的脸庞，此刻写满了顺从与讨好，像是一只等待主人爱抚的波斯猫。那2个丫头调教的如何了？顾长歌淡淡问道。回主人，已经差不多了。柳姬抬起头，舌尖舔过红唇，
露出一抹妩媚笑容。他们现在很乖，很听话，连在萧君临坟头上跳舞都愿意。主人若有兴致，不妨去看看。顾长歌站起身，走。圣子峰后山广场，这里原本是弟子们练剑的地方，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大型清洁现场。两个穿着粗布麻衣的身影正趴在地上，拿着抹布一点点擦拭着地砖缝里的血迹。那是萧君临留下的，快点擦，这里还有一点。苏瑶一边擦一边带着哭腔抱怨，她那双原本娇嫩如玉的手，此刻已经红肿不堪，指甲都断了2根。别废话了，要是让那2个魔头看见没擦干净，我们都得死。白若冰低着头，机械地重复着擦拭的动作，她那张清冷高傲的脸此刻沾满了灰尘和汗水，显得狼狈至极。哪怕是有洁癖的她，现在也不敢有半句怨言。噔噔噔，脚步声传来，两女身体猛地一僵，像是触电一般，条件反射地跪直了身体，额头死死贴着地面，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双纤尘不染的白靴停在了他们面前。顾长歌居高临下，俯视着这2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天之娇女。擦得很干净吗？他淡淡开口。谢圣子夸奖。苏瑶颤抖着声音回答，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不敢掉下来。顾长歌笑了，这就对了，什么高冷师姐，什么傲娇小师妹，在绝对的力量和恐惧面前都不过是笑话。就在这时，轰隆隆，远处的天际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轰鸣声，云层翻滚，气浪滔天，一艘长达数百丈的巨大战船破开云雾，带着碾压一切的气势，朝着风月宗急速驶来。战船之上旌旗猎猎，一个巨大的苏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长生苏家。跪在地上的苏瑶猛地抬头，眼中爆发出狂喜的光芒。是家族来人了，一定是父亲感应到了他的危险，带人来救他了。顾长歌，你完蛋了！苏瑶心中的恐惧瞬间被狂喜取代，他甚至忘记了刚才的卑微，猛地从地上站起来，指着天空大笑。我爹可是化神后期的大修士，这次甚至连家族战船都开来了，肯定还有老祖随行。你敢这么羞辱我，我要让你跪下来求我！白若冰也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希冀。长生苏家那可是东玄域有名的修仙世家，一流势力，底蕴远比风月宗还要深厚许多。顾长歌就算再强，难道还能以一己之力抗衡整个长生苏家？柳姬，看来你的调教还不够到位啊！顾长歌非但不惧，甚至有点想笑。主人息怒，是我办事不力。柳姬猛地转过身，原本妩媚的脸庞瞬间变得狰狞，手中多出了一条黑色的能量长鞭。2个贱骨头，给你们脸了是吧？啪！狠狠一鞭子抽在苏瑶的背上。啊！苏瑶发出一声惨叫，皮开肉绽。啪啪啪！一连10几下，苏瑶眼看着就要被打死。行了，顾长歌淡淡开口，打了小的来了老的，杀了老的来了小的，这剧情还真是没完没了啊！不过他抬起头望向那艘遮天蔽日的战船，眸中闪烁金芒。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既然苏家来了，就都别想走。接下来就该是九族消了的环节了。柳姬，把苏瑶吊起来，显眼一点，让给苏家人看看清楚。柳姬遵命。很快，苏家战船来到风月宗的上空，只见圣子峰上，苏瑶被柳姬吊起来，五花大绑，啪，鞭影破空，狠狠抽在苏瑶身上。这一边柳姬用了巧劲，既不会把人打死，又能带来极致的痛楚。苏瑶惨叫声变得嘶哑，整个人在高空晃荡。住手！一声暴喝，如同惊雷炸响，一道身穿紫金长袍的中年男子从战船上一跃而下。化神后期，恐怖的威压如同大山般压下，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粘稠无比。正是苏家家主苏通玄，他看着被吊在半空中浑身是血的女儿，眼眶瞬间红了，杀意沸腾。大胆狂徒，敢伤我苏家掌上明珠，找死！今日不把你们碎尸万段，我苏通玄誓不为人。苏通玄身形如电，直扑出刑台。他扫了一眼站在苏瑶身边的柳姬，化神初期，蝼蚁罢了。他抬起手掌，掌心雷光涌动，准备一巴掌拍死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父亲，小心！苏瑶拼尽全力大喊，声音嘶哑：“那家伙是魔鬼，别过来，快跑啊！”苏通玄眉头紧锁，女儿被打傻了。区区一个风月宗，自己堂堂化神后期，哪怕是一只手也能镇压全场，何惧之有？他根本没把女儿的警告放在心上，掌心雷霆更加狂暴。突然，一道突兀的声音在他耳边悠悠响起：“你就是苏瑶的父亲。”苏通玄猛地一惊，这声音太近了，近的就像是有人贴着他的耳朵在说话。他猛地转头，只见一个白衣胜雪的青年，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身侧3尺之处。青年负手而立，衣袂飘飘，周身没有半点灵力波动，干净的像个凡人书生。但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淡漠，却让苏通玄心脏猛地一缩。看不透，完全看不透。你是何人？苏通玄刚要开口询问，顾长歌却根本没打算听他废话，抬起右手，五指并拢，做了一个极其怪异的手势。奇变偶不变。苏通玄一愣，什么？这是什么咒语？从未听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顾长歌五指猛地握拳，对着苏通玄的心口轰出五指全心剑，一道璀璨到极致的剑气迸发。噗！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绚烂夺目的光效，只有一声轻微的闷响。苏通玄低头，胸口处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前后透亮的大洞，心脏连同护体宝甲，元婴在这一瞬间彻底湮灭，甚至连痛觉都还没来得及传到大脑。这怎么可能？苏通玄张了张嘴，生机飞速流逝，他想不通，自己可是化神后期啊，怎么会连对方一招都接不住？扑通，苏通玄的尸体直挺挺地从半空中坠落，重重砸在地上，激起一片尘土。就这，我还以为能多扛2下呢。顾长歌摇了摇头，有些索然无味。之前杀萧君临那个挂逼，费了老鼻子劲，各种底牌进出才搞定，结果这苏通玄堂堂化神后期，反而脆得跟张纸一样。这就是普通修士和气运之子的区别吗？爹，苏瑶呆呆地看着地上的尸体，大脑一片空白。死了，那个在他心中无所不能的父亲，就这样被人随手打死了。啊呀！凄厉的尖叫声划破长空，苏瑶疯了似的挣扎，绳索勒进肉里，鲜血淋漓。顾长歌，你不得好死！你是邪修，你是魔鬼！各位书办，杀了他！快杀了他，给我爹报仇啊！天空中，那艘巨大的苏家战船上，死一般的沉寂持续了3秒，紧接着爆发出震天的怒吼：家主，庶子儿敢杀了他！踏平风月宗，鸡犬不留！数10道强横的气息从战船上升腾而起，每一道都有化神期以上的修为。长生苏家彻底暴怒，当着他们的面秒杀家主，这是在把苏家的脸面扔在地上踩，还要吐2口唾沫。如果不灭了风月宗，苏家以后还怎么在东玄域立足？嗖！就在这时，风月宗主峰方向几百道流光急速飞来，领头的正是巨阳真人。他满头大汗，身后跟着一众长老弟子。误会，都是误会啊！巨阳真人冲到2方中间，张开双臂，一脸焦急的大喊：诸位苏家道友，且慢动手！听贫道一言。战船上一位苏家长老指着地上的尸体，怒极反笑：误会，家主尸骨未寒，你跟我说是误会？巨阳老儿，你当我们是瞎子吗？巨阳真人擦了一把额头的冷汗，看了一眼顾长歌，又看了一眼苏家众人，随后他深吸一口气，正色道：刚才那一幕，贫道看得真切，分明是苏家主见烈欣喜，想要指点我宗圣子2招，但我宗圣子天资绝世，刚刚觉醒神体，力量掌控尚不熟练，纯属切磋失手，意外伤人。此言一出，不仅是苏家人，就连风月宗的弟子们都惊呆了。宗主，您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是跟谁学的？一拳把人胸口打个对穿，连神魂都灭了，你管这叫切磋失手？那要是认真起来，是不是要把苏家祖坟都给刨了？放屁！苏家长老气的胡子乱颤，指着巨阳真人骂道：好一个切磋失手！既然如此，那就让我苏家也失手，灭了你们风月宗。今日那小子必须死，不仅是他，那个行刑的贱婢，你们这些包庇凶手的同党，统统都要死。还有那长老目光阴毒，扫过下方的风月宗弟子，再把你们所有资源、功法、美女统统交出来。从此以后，风月宗并入苏家，世世代代为奴为婢，否则今日便踏平你们山门，挫骨扬灰。这条件简直霸道到了极点，不仅要杀人，还要诛心，要把风月宗彻底抹去，还要让活下来的人受尽屈辱。苏家未免太霸道了。巨阳真人冷声道：这里是风月宗，不是你们苏家后花园，真要拼个鱼死网破，贫道这把老骨头也能崩掉你们几颗牙。鱼死网破！苏家长老冷笑一声，脸上满是讥讽：凭你也配？我苏家可是有一位渡劫期的老祖坐镇。他转身对着战船深处恭敬一拜，请老祖出手镇压此寮。说完，苏家众人齐转身对着战船深处躬身一拜，动作整齐划一，神情狂热无比。恭请老祖出手镇压宵小，扬我族威！轰隆隆，随着众人的呼喊，整艘战船剧烈震颤，一股比刚才苏通玄强大100倍的恐怖气息从战船深处缓缓苏醒，天地变色，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方圆100里的灵气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疯狂朝着战船汇聚。一道苍老的身影凭空出现在战船顶端，那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虽然身形佝偻，但站在那里却仿佛是一座太古神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渡劫期，真正的大năng！苏家老祖浑浊的牢颜扫视全场，目光所及之处，空气仿佛凝固，所有人都感觉胸口像是压了一座大山，呼吸困难。哪怕是巨阳真人，此刻也不得不运转全身灵力抵抗。杀我族长，辱我后人！苏家老祖开口，声音沙哑。尔等蝼蚁，见到本座，为何不跪？苏家老祖抬起枯瘦的手指，对着下方轻轻一点，跪下！轰！言出法随，恐怖的音浪夹杂着渡劫期的无上威压，如同一柄重锤，狠狠砸向风月宗。扑通扑通扑通！风月宗上下，从巨阳真人到外门弟子，哪怕拼尽全力运转灵力抵抗，依旧感觉膝盖仿佛被万钧大山碾碎，控制不住地跪倒在地，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渡劫之威，恐怖如斯！这就是境界上的绝对压制，凡人与神灵的区别，仅仅一道神念便镇压了一宗。哼！一群蝼蚁！苏家老祖立于战船顶端，俯瞰着下方跪成一片的人群，苍老的面容上满是漠然。这就是冒犯长生苏家的下场。然而下一秒，他那双原本古井无波的老眼猛地眯起，在那跪伏的人海中央，
竟然还有一个人依旧站着，白衣胜雪，身姿挺拔如松。顾长歌双手负后，任凭周围狂风呼啸，发丝飞舞，那双重瞳之中却是一片死寂般的平静，甚至还带着几分戏谑。那股足以压垮山岳的威压落在他身上，竟像是清风拂面，连衣角都没能压弯半分。先王临9天，万法不侵，哪怕没有开启异象，那种铭刻在骨子里的高贵位格也依旧强横。哦，有点意思。苏家老祖发出一声轻疑，颇有些意外。区区化神期，竟然能扛住本座的神念，看来你身上确实藏着不少秘密。他并没有动怒，反而像是发现了一个好玩的玩具。蝼蚁再强壮，终究只是蝼蚁，既然不跪，那就打断双腿，碾碎全身骨头，自然就跪了。威压再增1倍，空气发出不堪重负的报鸣声。老东西嗓门挺大，也不怕闪了舌头。顾长歌笑了，慢悠悠地问道：既然你这么自信，那我倒要问问，你究竟是什么境界？渡劫初期、中期还是后期？苏家老祖冷哼一声，傲然道：无知小儿，告诉你也无妨，让你死个明白。老夫修行3000载，早已勘破生死玄关，踏入渡劫中期。放眼整个东玄域，除却那些不出世的老怪物，老夫便是天。渡劫中期这4个字一出，绝望的情绪瞬间在风月宗众人心头蔓延。完了，彻底完了！这种级别的存在，哪怕是吹口气，都能把风月宗从地图上抹去。渡劫中期啊！顾长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脸上的笑意反而更浓了。那是挺厉害的。既然如此，他缓缓抬起右手，指尖轻轻摩挲着袖口处那条正在装死的小黑蛇。小黑，别睡了，出来干活，给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一点来自太古凶兽的小小震撼。话音刚落，顾长歌袖口猛地炸开，一道乌光如闪电般射向苍穹。吼吼吼吼吼！一声古老、苍茫、凶厉至极的龙吟骤然炸响，原本笼罩在头顶的乌云瞬间被震散。紧接着，那道乌光迎风暴涨，1丈、10丈、100丈、1000丈，轰隆隆，虚空震颤，仿佛承受不住这具庞大躯体的重量，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仅仅是一个呼吸的功夫，一条遮天蔽日的太古黑龙横亘在苍穹之上，漆黑如墨的鳞片，每一片都有房屋大小，闪烁着金属般的冷冽光泽。4只锋利无比的龙爪，仿佛能轻易撕裂虚空。那双巨大的龙目燃烧着暗金色的火焰，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下方的苏家战船。原本长达数百丈、威风凛凛的苏家战船，此刻在这条黑龙面前，就像是一个精致的玩具模型，渺小的可笑。恐怖的龙威混合着浓郁的血煞之气，铺天盖地压下。这一次，轮到苏家战船上的人腿软了。这是什么怪物？龙？真龙？不可能！东玄域怎么会有这种级别的凶兽？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苏家长老们，此刻一个个面色惨白，浑身哆嗦，连手中的法宝都拿不稳。那种来自血脉深处的恐惧，让他们几乎窒息。苏家老族脸上的从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惊骇。他死死盯着那条黑龙，喉咙发干。这是渡劫巅峰？这条龙散发出的气息，比他还要强出一大截，甚至距离传说中的圣境也只差临门一脚。风月宗这种小地方，怎么可能养着一尊这种大佛？阁下是谁？为何要插手我苏家之事？苏家老祖声音发颤，再无刚才的嚣张。插手？黑皇冷笑，你这老杂毛，跑到本皇的地盘撒野，还问本皇是谁？你也配让本皇的主人跪下？我看你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黑皇的声音如雷霆滚滚，震得苏家众人耳膜一血。主人这2个字如同晴天霹雳，把所有人都劈傻了。这头恐怖绝伦的太古黑龙竟然称呼顾长歌为主人，这怎么可能？就在这时，被吊在半空中的苏瑶突然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疯狂大喊起来：老祖别怕，这是风月宗的护山神兽，不知道被顾长歌用了什么卑鄙手段骗到手了。老祖快趁现在把这头黑龙收了，只要收服了他，我们苏家就能称霸东玄域，甚至进军中州，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正好我也缺个坐骑，把他抓回去给我看大门，多威风啊！苏家战船上，所有苏家强者的表情瞬间变得极其精彩，就像西游记里的奔波儿爸。不是，我打孙悟空。大小姐，你脑子里装的是江湖吗？那是渡劫巅峰的太古真龙，你让老子去收他，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这就是传说中的带孝女。如果苏通玄还活着，估计能被这女儿当场气得再死一次。黑皇也被这番言论给整不会了，他眨巴了2下巨大的龙眼，看向顾长歌：主人，这娘们是不是脑子有什么大病？本皇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急着送全家上路的。顾长歌耸了耸肩，理解一下，智商是硬伤，既然他这么想死，那就成全他，动手。好嘞！黑皇狞笑一声，大嘴一张，轰！一团漆黑如墨的龙息，如同决堤的洪水，朝着苏家战船倾泻而下。所过之处，虚空被腐蚀得滋滋作响。那种毁天灭地的威能，让战船上的苏家众人亡魂大冒。不好，快跑！挡不住，根本挡不住！几名化神期的长老刚想逃跑，就被龙息边缘擦中，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瞬间化作飞灰。战船的防御光罩在龙息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瞬间破碎。眼看整艘战船就要被龙息吞没。孽畜，休狂！苏家老族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精血。他双手飞速结印，祭出一面古朴的铜镜，铜镜背面刻满了繁复的时间道纹，散发着一股沧桑古老的气息。极品圣器咒光镜，这是苏家的镇族之宝，也是苏家老祖最大的底牌。咒光镜开！苏家老祖一口精血喷在镜面上，嗡！青铜古镜剧烈震颤，原本模糊的镜面突然变得清澈如水，一道迷蒙的灰色光柱毫无征兆地射出，瞬间笼罩了正在喷火的黑皇。什么鬼东西？黑皇只感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力传来，周围的时间流速仿佛变慢了无数倍，他的动作变得迟缓，连思维都开始凝滞。不好，是空间类之宝！黑皇惊呼一声，拼命挣扎，想要摆脱那道光柱的束缚，但那道光柱就像是复古之躯，死死粘在他身上，并且不断拉扯着他往镜子里钻。给本座进去！苏家老祖面容狰狞，七窍流血，显然催动这件宝物对他来说也是极大的负荷。嗖！下一秒，庞大的黑龙身躯骤然缩小，化作一道流光，被硬生生吸入了青铜古镜之中。啪嗒！苏家老祖手一抖，咒光镜差点掉在地上。此时，镜面上多了一条细小的黑龙图案，正在疯狂游动撞击。呼呼！苏家老祖大口喘着粗气，整个人像是老了几千岁，浑身被冷汗湿透，但他脸上却露出了狂喜的笑容。哈哈哈！收了，终于收了！任你修为通天，进了这咒光镜的小世界，也得给本座盘账。战船上的苏家众人此刻也是死里逃生，一个个瘫软在地，大口呼吸着劫后余生的空气。太刺激了，差点就团灭了！顾长哥！苏家老祖手握咒光镜，重新恢复了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他看向下方那个白衣青年，眼中满是怨毒和快意。没想到吧，你最大的依仗现在已经被本座封印了。这咒光镜乃是上古遗宝，内蕴一方时空迷宫，哪怕是渡劫巅峰想要破开，也要费一番手脚，至少能困住他一炷香，这足够本座杀你1000次。不仅仅是你，整个风月宗鸡犬不留。绝望比刚才更加深沉的绝望笼罩了整个圣子峰。巨阳真人面如死灰，瘫坐在地。完了，最后的底牌也没了。一炷香的时间，对于一位渡劫期大能来说，屠灭一个宗门绰绰有余。圣子，快逃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长老绝望的哭喊。苏瑶在半空中笑得癫狂，眼泪都笑出来了。哈哈哈！顾长哥，你也有今天？没了那条泥鳅，你算个什么东西？等死吧！我要看着你被老祖撕成碎片。面对这铺天盖地的嘲讽和绝望，呵呵，顾长哥却笑了，仿佛刚才失去的不是一条渡劫巅峰的真龙，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玩具。一炷香吗？确实有点短，不过用来杀你绰绰有余了。顾长哥喃喃自语：杀我！哈哈哈！苏家老祖一愣，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旁边苏瑶也开口嘲讽：顾长哥，你只是化神期，就算天赋异禀，终究没成长起来，如何抗衡渡劫中期的老祖？很简单。顾长哥嘴角微微上扬，身上的气息开始疯狂暴涨。我变成渡劫期不就行了？变成渡劫期？苏瑶愣了半秒，随即爆发出一阵更加刺耳的尖笑。顾长哥，你是被吓傻了吧？你以为渡劫期是什么？那是修士修行的天堑，多少精彩绝艳的天骄卡在化神巅峰几百年，到死都迈不过那道坎。我爹修炼了500年才摸到化神的门槛，老祖更是闭关3000载才踏入渡劫。你今年才20岁，就算打娘胎里开始修炼，也不可能一步登天。苏家战船上，那些原本惊魂未定的长老们，此刻也纷纷露出了看傻子的表情。黄口小儿，大言不惭！老夫修行800载，还从未见过如此狂妄之徒。临死前的一想罢了，无需理会。苏家老祖更是轻蔑地摇了摇头，手中咒光镜光芒流转，似乎在欣赏这件刚立了大功的宝物。对于这种风言风语，他连回应的兴致都没有。蝼蚁的临终遗言，谁会在意？顾长哥没有理会周围的聒噪，甚至懒得看苏瑶一眼。有些人只有把事实甩在他脸上，他才会闭嘴。童子哥，干活了！顾长哥在脑海中唤了一声。定，我在。5万反派值兑换9转渡劫丹。定，扣除5万反派值，购买成功。商品已发放至系统空间。顾长哥没有任何犹豫，掌心翻转，一枚通体缠绕着紫色雷纹的丹药凭空出现。丹药甫一现世，周围的虚空便泛起阵阵涟漪，一股令人心悸的药香瞬间弥漫整个圣子峰。那是什么丹药？巨阳真人鼻子抽动，仅仅是闻了一口药香，体内停滞多年的瓶颈竟然有了一丝松动。没等众人看清，顾长哥仰头将丹药吞入腹中，轰！就像是吞下了一颗微型太阳，狂暴的药力在腹中炸开，瞬间冲刷4肢百骸。原本平静的丹田气海，此刻如同煮沸的开水，疯狂翻涌。咔嚓，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那是化神期通往渡劫期的壁垒。顾长哥身上的气息开始以一种不讲道理的速度飙升。轰隆隆，苍穹之上，原本因为黑皇消失而散去的乌云，此刻再次汇聚，而且比刚才更加浓厚，更加压抑。这一次不再是普通的乌云，而是一个巨大的缓缓旋转的黑色漩涡。漩涡中心没有任何光亮，只有深不见底的黑暗，以及时不时窜出的紫黑色雷霆。那股毁灭性的气息
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头皮发麻。这是雷劫！苏家一位长老指着天空，手指都在哆嗦。怎么可能？说突破就突破？他刚才吃的到底是什么仙丹？这股威压不对劲，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渡劫气雷劫。苏瑶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呆呆地看着那个气势如虹的白衣身影，心中那股名为恐惧的情绪再次死灰复燃。老祖，他真的要突破了！苏瑶尖叫道：“快杀了他！趁他在渡劫，快动手啊！”苏家老祖抬头，死死盯着那个恐怖的黑色漩涡，原本淡漠的老脸上，此刻写满了凝重，甚至还有一丝惊惧。混沌雷劫！他从牙缝里挤出这4个字。什么？苏瑶没听清，这是传说中的混沌雷劫。苏家老祖声音沙哑，带着一丝颤抖。古籍记载，只有那种为天地所不容、逆天而行的绝世妖孽，在突破大境界时，才会引来这种雷劫。九死一生，不是十死无生。哪怕是老夫全盛时期，面对这种雷劫，也只有灰飞烟灭的份。说到这里，苏家老祖法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意。不用动手了，这种雷劫根本没人能渡过去。这小子虽然不知道用了什么禁术，强行提升修为，触怒天道，天道要收他，谁也拦不住。我们只需要静静看着，看他是如何被天雷轰成渣子，连轮回都进不去。听到老祖这番话，苏家众人原本悬着的心瞬间放回了肚子里。原来是天谴啊，那就没事了。顾长哥，看来连老天爷都看不惯你。苏瑶又觉得自己行了，劈死他，劈死这个邪修！狂风呼啸，顾长哥衣袍猎猎作响，他抬头，双瞳之中混沌气流转，只是那苍穹之上的灭世漩涡，怕他的字典里就没有这个字。既然要玩，那就玩把大的，九死一生。顾长哥轻笑一声，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全场。那是对凡人而言，对我来说不过是洗个澡罢了。混沌雷劫正好拿来淬体。他脚尖一点，整个人冲天而起，不退反进，竟然主动朝着雷劫冲去。他疯了吗？这一幕看得所有人目瞪口呆。别人渡劫都是各种阵法法宝护体，恨不得躲进地缝里，这家伙倒好，直接往雷窝里钻。这是嫌死得不够快。半空中，顾长哥身姿挺拔，面对那足以毁天灭地的雷霆，朗声长啸。历经81次劫，劫云仍旧漫遮天。仙王意志09天，掌心剑气纵东旋。身后虚空扭曲，那尊模糊的仙王虚影再次浮现。这一次比之前更加凝实，威压更加恐怖。仙王虚影同样抬起巨掌，与顾长歌动作同步。小小混沌雷劫，顾长歌一剑挥出，直指苍穹。给我破！轰！剑气如龙，裹挟着仙王意志，狠狠撞入那黑色漩涡之中。天地间一片白茫茫，什么都看不见了，只剩下震耳欲聋的雷鸣声。雷劫中心，顾长歌沐浴在狂暴的雷浆之中，那些足以秒杀普通渡劫期的混沌神雷劈在他身上却被挡住，随后被强行吸入体内。定！检测到宿主正在遭受混沌雷劫洗礼，肉身重铸中。恭喜宿主觉醒特殊体质混沌神魔体。混沌神魔体太古禁忌体质，肉身成圣，万法不侵，可吞噬天地万物，化为己用。举手投足间拥有神魔之力，对一切元素类攻击免疫90%。一股古老、苍茫、霸道至极的力量在顾长歌体内苏醒，他的骨骼变成了暗金色，血液中流淌着混沌符文。原本有些清瘦的身躯，此刻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感。这就是渡劫气，而且是拥有混沌神魔体的渡劫气。顾长歌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奔涌的力量，甚至有一种能一拳打爆星辰的错觉。不知过了多久，天空中的劫云慢慢散去，阳光重新洒落在大地上。圣子峰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焦黑的痕迹。结束了。苏家战船上有人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天空中空空荡荡。死了，肯定死了。苏家老祖长舒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那种程度的爆炸，就算是老夫也必死无疑。那小子才刚刚突破，肉身根本扛不住，绝对已经化作飞灰了。苏瑶闻言，激动得浑身发抖。终于，那个噩梦般的男人终于死了。老祖威武！苏家众人齐声高呼，马屁如潮。苏家老祖享受着众人的吹捧，伸手一招，捆绑苏瑶的绳索断裂，苏瑶从空中落下。瑶儿受苦了。苏家老祖看了一眼浑身是伤的苏瑶，转头看向远处那些瑟瑟发抖的风月宗众人。顾长歌已死，现在轮到你们了。苏家老祖的声音冰冷刺骨，如同来自九幽地狱的判官。所有风月宗长老弟子立刻跪下，献出神魂烙印，签订奴隶契约，否则今日便屠宗灭门。巨阳真人面如死灰，完了，彻底完了。圣子陨落，最后的希望也没了。面对一位渡劫中期的强者，还要加上整个苏家战船，他们拿什么反抗？突然一声爽朗的大笑，毫无征兆的在苍穹之上炸响，所有人都是一愣，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苏家老族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猛地抬头看向天空，只见万丈高空之上，云层破开，一道身影负手而立，周身混沌气流转，宛如神魔降世。顾长歌发丝晶莹，目光扫视下方目瞪口呆的众人，嘴角微扬，声音淡漠如冰：“老东西，谁告诉你本圣子死了？炸尸了！”苏家战船上
3000名苏家精锐修士瞠目结舌，活的不仅活着，甚至连发型都没了。那可是混沌雷劫，足以轰杀大能的灭世天法，在这个年轻人面前，竟然真的只是洗了个澡。顾长歌脚踏虚空，一步一步向下走来，每一步落下，虚空都会荡起一圈肉眼可见的涟漪，仿佛有一座无形的阶梯承载着他的身躯。那种闲庭信步的姿态，哪里像是在面对生死大敌，分明是在巡视自家的后花园。我风月宗出笼了！巨阳真人浑身颤抖，老泪纵横，恨不得当场给顾长歌磕几个。20岁的渡劫期，这是什么概念？放眼整个东玄域历史，都屈指可数。这是真正的万古妖孽。只要顾长歌不死，风月宗未来必将君临天下，成为圣地级别的存在。哼，装神弄鬼！苏家老祖强行压下心头的惊惧，死死盯着顾长歌，试图从对方身上找出一丝虚弱的破绽。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邪门歪道，扛过了雷劫，但刚突破就是刚突破。苏家老祖厉声喝道，既是说给族人听，也是在给自己壮胆。渡劫初期，根基未稳，灵力虚浮，老夫乃是渡劫中期，沉浸此境3000载，杀你易如反掌。这番话一出，原本惊慌失措的苏家众人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对啊，境界差距摆在那里，庶子别以为突破了就能无法无天。苏家老祖不再废话，先下手为强。他双手猛地合十，体内灵力疯狂涌动，身后浮现出一尊巨大的法相虚影。咒光寂灭指一指点出，天地失色，周围的时间流速瞬间凝固，所有人都感觉思维停滞，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根缠绕着岁月之力的巨指，带着腐朽万物的气息，朝着顾长歌碾压而去。这是苏家老祖的最强杀招，哪怕是同阶修士中了一指，也要寿元枯竭，化作枯骨。死吧！苏家老祖面容狰狞，眼中满是快意。扼杀天才，向来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面对这绝杀一击，顾长歌停下脚步，甚至连手都没抬，只是轻轻吸气，胸膛鼓起，体内那刚刚觉醒的混沌神魔体发出一声沉闷的轰鸣，宛如太古神魔在咆哮。破！一个字吐出，没有花哨的招式，没有绚烂的光效，仅仅是一股纯粹到极致的混沌气浪从他体内爆发而出。轰隆！那根足以碾碎山岳的寂灭巨指，在接触到混沌气浪的瞬间，就像是冰雪遇到了烈阳，瞬间消融，连1秒钟都没能坚持住。什么？苏家老祖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股混沌气浪于是不减，狠狠撞击在他身上。噗！护体灵光破碎，极品圣器宝甲炸裂，苏家老祖整个人如同被拍苍蝇一样，直接从半空中被拍进了地底。轰！大地震颤，尘土飞扬，圣子峰的广场上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人形大坑。静！死一般的静！苏瑶脸上的笑容僵住了，苏家战船上的欢呼声卡在了喉咙里。一招不，连招式都算不上，仅仅是一个破字，就把他们视为神明的无敌老祖给秒了。这是什么力量？真的是渡劫初期？噔噔噔，脚步声响起，顾长歌落地，走到那个人形大坑边缘，一只枯瘦的手掌从坑里伸出，扒住边缘。苏家老祖披头散发，浑身是血，狼狈地爬了出来。你是人是鬼？我是嫩爹！顾长歌身形一闪，下一秒，一只脚掌在苏家老祖的瞳孔中急速放大。砰！顾长歌一脚踩在苏家老祖的脸上，将他刚刚抬起的头颅重新踩回了泥土里。苏家老祖拼命挣扎，双手胡乱抓挠，却根本撼动不了那只脚分毫。那种力量重若万钧，仿佛压在他身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世界。渡劫中期，就这。顾长歌脚下用力碾了碾，语气淡漠：这就是你修了3000年的成果？看来你这3000年都活到狗身上去了。羞辱！赤裸裸的羞辱！堂堂长生苏家老祖，东玄域的顶尖大能，此刻却被人像踩垃圾一样踩在脚下，摩擦、碾压。饶命！求生欲终究战胜了尊严。苏家老祖从喉咙里挤出微弱的声音：顾道友，误会，都是误会。老夫愿将苏家院奉您为主。听到这话，天空中那艘战船上的苏家众人心理防线彻底崩塌，连老祖都跪了，他们还坚持个屁啊！顾圣子神威盖世，我等有眼无珠，都是苏通玄那个蠢货，非要招惹圣子，死有余辜。没错，我们是被逼的，圣子饶命啊！我家里还有800岁的老母要养。一时间，求饶声、甩锅声此起彼伏。刚才还要把风月宗挫骨扬灰的苏家强者们，此刻一个个卑微到了尘埃里，恨不得把脸贴在顾长歌的鞋底上。这就是修仙界弱肉强食、赤裸裸的丛林法则。当你弱小时，你的呼吸都是错的；当你强大时，你放个屁都是香的。顾长歌看着这群丑态百出的苏家人，脸上没有丝毫波动，只有那一抹挥之不去的嘲弄。他并没有理会脚下的老狗，也没有看天上的战船，而是缓缓转头看向了不远处那个早已瘫软在地的少女苏瑶。此刻的她哪里还有半点之前嚣张跋扈的样子，整个人缩成一团，瑟瑟发抖，脸色惨白如纸。苏大小姐，顾长歌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全场。你还记得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吗？是你污蔑我偷了一枚筑基丹，市价不过几块零食，就为了这么个垃圾玩意儿，你把你爹、你老祖还有这3000族人也叫来了。
顾长歌指了指脚下的苏家老祖，又指了指天上的战船。现在，因为你的一句谎话，因为这一枚破丹药，长生苏家今日要灭门绝户。这个结果，你满意吗？轰！这番话如同惊雷一般，在所有苏家人脑海中炸响。什么？起因仅仅是因为一枚筑基丹，就为了这么点破事，搭上了家主的命，搭上了老祖的命，甚至还要搭上整个家族几千年的基业。荒谬，太荒谬了！所有的恐惧在这一刻转化为了滔天的怒火，但这怒火不敢冲着顾长歌发，只能全部倾泻到苏瑶身上。贱人，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苏家老祖被踩在脚下，拼尽全力嘶吼：“老夫瞎了眼，苏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丧门星？苏瑶，你不得好死！把这贱人千刀万剐！”战船上的苏家族人一个个双目赤红，恨不得冲下来生吞了苏瑶。如果不是这个蠢货，他们还在苏家享受荣华富贵，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面对千夫所指，苏瑶崩溃了，她抱着头，歇斯底里的尖叫：“不是我的错，我怎么知道会变成这样？我只是想帮君临哥哥一把，有什么错？我还是个孩子啊，不就是撒了个小谎吗？你们这些老不死的东西，平时吃苏家的喝苏家的，关键时刻保护我，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没用的东西，连个顾长歌都打不过，还有脸怪我？全场死寂，就连顾长歌都愣了一下。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顶级理解，这逻辑闭环简直无懈可击。你是孩子，你有理，别人为你死，全家是活该。精彩！顾长歌忍不住鼓掌，真是精彩！苏家能培养出你这种人才，灭门也是天意。苏家老祖气得浑身抽搐，两眼一翻，差点直接背过气去。他后悔啊，当初苏通玄出生的时候，怎么没把他射墙上，生出这么个玩意儿来祸害全族？行了，戏看够了。顾长歌收敛笑容，身上散发出一股森冷的杀意。我这个人最讲诚信，说要灭你们满门，那就少一个都不行，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话音落下，顾长歌掌心一翻，轰！一杆漆黑如墨的小幡出现在手中，幡面上绣着狰狞的鬼脸，散发着令人灵魂冻结的阴冷气息。人皇幡，这是什么邪物？苏家老祖瞳孔剧烈收缩，本能的感到恐惧。邪物？顾长歌挑眉，一脸正气。这是人皇幡，乃是上古人皇以此教化众生、感化恶徒的圣物。只不过我的感化方式比较物理。顾长歌猛地将幡旗插入地面，轰！黑雾滔天，无数凄厉的鬼哭狼嚎声响起。收！巨大的吸力从幡面传来。脚下的苏家老祖首当其冲，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肉身瞬间枯萎，神魂被硬生生扯出体外，化作一道流光被吸入幡中。紧接着，黑雾冲天而起，化作一张遮天蔽日的鬼脸，一口吞没了空中的苏家战船。啊呀！不要啊！我想回家，我不甘心啊！3000名苏家修士如同下饺子一般，神魂离体，被强行拽入那无尽的黑暗深渊。短短几个呼吸，原本喧嚣的天空彻底安静下来。那艘巨大的战船失去了操控，从空中坠落，砸在远处的山头上，摔得粉碎。长生苏家，顷刻覆灭，只剩下苏瑶一个人，孤零零地瘫坐在地上。少壮不努力，人皇幡里做兄弟。顾长歌把起人皇幡轻轻摇晃，幡内隐约传来苏家老祖和苏家族人们凄厉的哀嚎声，似乎正在遭受某种难以想象的折磨。你看，他们现在多紧密！顾长歌走到苏瑶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不要！苏瑶终于知道了什么叫绝望，他跪在地上，疯狂磕头，额头磕得鲜血淋漓。顾师兄，我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别杀我，我可以给你当奴婢，当狗都行，我还是处子之身，可以伺候你。他不想死，更不想进那个鬼幡里，和那些恨不得吃了他的族人待在一起。顾长歌一脸嫌弃的后退半步，你在说些什么？叽里咕噜的，进去跟你的族人团聚吧。人皇幡一卷啊！苏瑶尖叫着被吸入幡中，世界终于清静了。顾长歌收起人皇幡，目光扫向不远处的一块巨石后，那里躲着一个瑟瑟发抖的身影，一袭白衣，气质高冷，此刻却面无人色，正是风月宗大师姐白若冰。之前逼顾长歌自爆的时候，他叫得最欢，感受到顾长歌的目光，白若冰浑身僵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白师妹，顾长歌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别躲了，你也进去吧，你们师姐妹感情这么好，黄泉路上总得有个照应。不，白若冰刚想求饶，黑雾便已卷至。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在他脑海中清脆响起，叮！恭喜宿主团灭长生苏家，获得特殊称号阖家团圆大使。称号效果：佩戴此称号时，宿主进行灭门、屠宗等活动时，气运掠夺速度提升50%，且有概率爆出敌对势力的隐藏宝库钥匙。阖家团圆大使，哈哈！顾长歌看着系统面板，差点笑出声。这系统挺人性化。啪嗒！这时，那面古朴的青铜镜失去了灵力支撑，从半空坠落。嗡！镜面震颤，乌光一闪，一条迷你黑龙从中窜出，迎风暴涨，瞬间化作千丈龙躯。草！老杂毛，敢阴本皇！黑皇刚一脱困，便张开血盆大口，龙爪撕裂虚空，一副要找人拼命的架势。来啊，单挑啊！本皇当年追随天帝征战八荒的时候，你爷爷还在穿开裆裤呢，
他怒吼连连，龙威盖世。然而回应他的只有空气。黑皇愣住，眨巴着巨大的龙眼，环顾四周。原本遮天蔽日的苏家战船，那个要把他炼化的苏家老祖都不见了踪影。人呢？黑皇缩小身躯，化作一条3尺长的小黑蛇，飞到顾长歌肩头。主人，那老杂毛跑了。他有些不爽，刚准备大展身手，结果对手没了。跑！顾长歌把玩着手中的人皇幡，指尖轻轻弹了一下幡面。都在这儿呢。幡内隐约传来苏家老祖凄厉的哀嚎，以及苏瑶那悔恨的哭喊。黑皇浑身鳞片一炸，凑近人皇幡闻了闻。好家伙，几千道生魂的气息密密麻麻挤在里面，这哪是人皇幡，简直就是个移动的乱葬岗。全收了。黑皇咽了口唾沫，自己才被困住多久？顶多1炷香吧。这狠人就把苏家连锅端了。一家人嘛，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顾长歌随手将地上的咒光镜射入掌心，极品圣器，虽然比不上极道地兵，但也算是个不错的玩具，用来砸核桃应该挺顺手。等等，黑皇突然死死盯着顾长歌，像是见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主人，你的气息渡劫气，你突破了。黑皇声音都变了调，他记得很清楚，进镜子前顾长歌还是化神期，怎么直接渡劫了？坐火箭都没这么快吧？刚才收拾苏家的时候顺便渡了个劫。顾长歌语气平淡，仿佛是在说刚才喝了杯水。顺便，黑皇感觉自己的龙冠碎了一地。他活了这么久，见过无数天骄妖孽，但也没见过这种把渡劫当喝水的变态。那是天堑啊，多少人卡死在这一步，化作枯骨。这小子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叮！人皇幡吸收3000修士生魂，寒渡劫期神魂一道，煞气大增，解锁第2形态森罗鬼域。森罗鬼域可释放幡内万鬼，形成一方独立鬼域。鬼域之内，百鬼夜行，生人勿近。宿主在鬼域中战力提升30%，敌人全属性削弱30%。作为奖励，反哺幡内气灵，提升其修为。顾长歌心念一动，人皇幡猛地展开，黑雾翻涌，2道身影从中走出，跪伏在他脚下，一男一女。男的老态龙钟，却精神矍铄，正是之前的丹奴；女的身姿曼妙，媚骨天成，正是被炼化后的柳姬。柳姬拜见主人。他的修为竟直接从化神初期飙升到了化神巅峰。老奴谢主人再造之恩。此刻他拥有了实体，气息更是恐怖，直接恢复到了渡劫初期。跟着萧君临那个废物混了这么久，只剩残魂苟延残喘，跟了顾长歌不到1天，直接重塑肉身，重回巅峰。这就是差距。黑皇看着这一幕，默默往后缩了缩。这队伍越来越壮大了，他这个头号打手的地位岌岌可危啊！不错，顾长歌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人皇幡果然是个好东西，以战养战，越杀越强。照这个速度下去，等他把东玄域的宗门兜了一遍，这番里怕是能养出一支渡劫期大军。圣子神威，圣子无敌！远处巨阳真人终于回过神来，他带着一群长老连滚带爬地冲过来，扑通一声跪在顾长歌面前。圣子真乃神人，那苏家老祖在您面前简直就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我风月宗有圣子在，何愁不兴，何愁不旺？马屁如潮。巨阳真人那张老脸上写满了谄媚。之前他还担心顾长歌招惹大敌，连累宗门，现在连渡劫期的老怪物都被顾长歌一脚踩死，连长生世家都被灭了满门，这是真大腿，必须死死抱紧。好了，顾长歌淡淡开口，苏家战船上应该有不少资源，别浪费了。是。巨阳真人刚要转身去指挥弟子捡宝，轰隆！东方的天际突然裂开，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被染成了赤红之色，一股比苏家老祖还要恐怖无数倍的灼热气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云层被烧穿，空气被点燃，整个风月宗的温度瞬间飙升了上百度，仿佛置身于火炉之中。那是巨阳真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惊恐地看向东方，只见翻滚的火云之中，一头浑身燃烧着赤色烈焰的麒麟神兽脚踏虚空奔腾而来。麒麟背上坐着一名身穿银色战甲的青年，他面容俊美的近乎妖异，眉心处生着一只闭合的树眼，满头红发随风狂舞，手中握着一杆赤金长枪，枪尖吞吐着长达100丈的火焰锋芒，那种高高在上俯瞰众生的姿态，宛如一尊巡视人间的天界战神。强，太强了！比起刚才那个暮气沉沉的苏家老祖，这青年身上的气血之力简直如同汪洋大海般旺盛，压迫感强了不止一个档次。这是火麒麟，纯血神兽。黑皇瞳孔骤缩，身上的鳞片瞬间紧绷。作为太古遗种，他对血脉气息最为敏感。那头麒麟血脉纯度极高，绝对是中州那些顶级霸主势力才能豢养的镇族神兽。吾乃中州古地萧家，序列第10，萧无极。青年勒住缰绳，眉心竖眼微微转动，扫过满目疮痍的战场，语气冷漠傲然，却蕴含着滔天杀意。谁杀了萧君临？滚出来受死！字字如雷，神威如玉。风月宗上下数千名弟子和长老皆是瑟瑟发抖。如果说之前的苏家老祖是一座压在头顶的大山，那眼前这位骑着火麒麟的萧家天骄就是悬在头顶的一轮烈日，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存在，只可仰望，不可直视。这就是中州古地世家的底蕴吗？我们这种边陲宗门
在他们眼里，连蝼蚁都算不上，顶多是一粒尘埃。一名长老牙齿打颤，双膝一软，直接瘫倒在地。太强了，光是那头坐骑散发出的威压，就足以让化神期修士灵力溃散，无法站立。这位萧公子，巨阳真人强撑着身子，身上的道袍已经被汗水浸透。他弯着腰，姿态卑微到了极点。贫道乃风月宗宗主巨阳真人，关于萧君灵的死，那只是一个意外。话未说完，轰！一股赤红色的气浪毫无征兆撞击在他胸口。噗！巨阳真人如同断线的风筝，整个人倒飞而出，接连撞碎了3座大殿的墙壁，最后狠狠砸进乱石堆中。咳，他大口咳血，胸骨尽碎，5脏6腑都移了位。萧无极连手指头都没动一下，仅仅是一道气息外放。化神后期的宗主重伤，全场死寂。老头儿，你是杀死萧君灵的凶手？萧无极微微侧头，眉心那只闭合的树眼似乎颤动了一下，透出一丝不耐烦。不是贫道。巨阳真人挣扎着从废墟中抬起头，满脸是血，却还是拼命摇头。哼！萧无极冷笑一声，手中赤金长枪猛地一震。既不是你，那你废话什么？聒噪！萧无极手臂轻挥，赤金长枪脱手而出，化作一道流星，裹挟着焚天逐海的恐怖高温，直刺巨阳真人的眉心。这一枪没留活口，是要直接定死风月宗的宗主，以此立威。无命休矣！巨阳真人绝望地闭上了眼，面对这足以秒杀渡劫气的一枪，连躲避的念头都升不起来。那是来自阶级的绝对碾压，这就是所谓的中州地族。顾长歌冷淡的声音突兀地响起，当一声金铁交鸣的巨响，震得所有人耳膜刺痛。预想中的死亡并没有降临。巨阳真人颤巍巍地睁开眼，只见顾长歌手持龙纹黑金剑挡在他身前，剑身震战，发出阵阵龙吟。那杆势不可挡的赤金长枪被崩飞出数百丈远，在空中转了几圈，才重新飞回萧无极手中。哼！顾长歌持剑而立，神色傲然，望向空中的萧无极。打狗还得看主人，这是本圣子的地盘，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撒野？狂！简直狂没边了。风月宗众弟子虽然感动于圣子出手救人，但听到打狗2个字，表情还是有些古怪。巨阳真人却是热泪盈眶，心中感动得一塌糊涂。狗怎么了？能给顾圣子当狗，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哦，有点意思。萧无极上下打量着顾长歌，原本淡漠的脸上多了一分玩味。没想到在这蛮夷之地，竟然还有人能接住我，随手一击，你也算个人物。他枪尖指顾长歌，语气依旧傲慢。本少手下不斩无名之辈，报上名来。呵呵，顾长歌笑了，是被气笑的。这年头装逼犯真是一个比一个多，前脚刚才死一个苏家老祖，后脚又来个萧家序列，这是葫芦娃救爷爷，一个接一个送。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顾长歌淡淡开口，完全没把萧无极放在眼中。好，很好。萧无极愣了一下，随即气急反笑，很久没人敢这么跟本少说话了。萧君灵是你杀的？没错。顾长歌点头，大大方方地承认。想为他报仇，我的命就在这儿，有本事你来拿。顾长歌张开双臂，做了一个极其嚣张的邀请姿势。轰！这句话彻底点燃了萧无极的怒火。作为古地萧家的天骄，他走到哪里不是众星捧月？何时受过这种挑衅？好胆！萧无极怒极反笑，周身银甲爆发出刺目的光芒，身后隐隐浮现出一尊火焰神之的虚影。无知蠢货，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萧君灵那个废物死不足惜，但他是我族弟女萧燕儿的亲人。提到帝女2字，萧无极脸上露出一抹狂热的崇拜，那是真正的9天神凤，未来注定要登临帝位的存在。他正在闭关冲击圣境，无暇分身，否则只需他一道意念降临，整个风月宗都要化作飞灰。萧无极顿了顿，声音陡然拔高：本少乃萧家序列第10，奉命前来捉拿凶手。小子，若是识相，就自废修为，跪下磕头，跟我回中州领罪。或许帝女心情好，还能留你个全尸，赏你个痛快。一番话说得铿锵有力，霸气侧漏，仿佛能被萧家处死，是一种莫大的荣耀。风月宗众人听得头皮发麻，帝女、圣境这些词汇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存在。光是序列第10的萧无极就有如此威势，那排在第1的帝女该是何等恐怖！哈哈哈！顾长歌却突然仰天大笑：“你笑什么？”萧无极皱眉。顾长歌反问：“你刚才说你是萧家序列第10？”不错。萧无极一脸骄傲，下意识挺起胸膛：“本少天赋卓绝，年仅80岁便跻身序列，位列第10。那你们萧家序列总共有多少人？”顾长歌又问。自然是10位。萧无极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问这个，但还是冷哼道：“每一位序列都是从10万族人中杀出来的绝世妖孽，未来注定要乘胜做祖。”噗嗤！哈哈哈！顾长歌没忍住笑出了声，笑声回荡在天地间，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嘲讽。萧家序列总共10个人，而你排第10，那不就是倒数第1吗？空气突然安静，风月宗的弟子们愣住了，巨阳真人愣住了，就连萧无极坐下的火麒麟都打了个响鼻，似乎有些尴尬。倒数第1，好像逻辑上没毛病啊。啧啧，顾长歌摇着头，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我要是你，
排个倒数第一，早就找块豆腐撞死了，哪还有脸骑个红毛畜生出来到处乱逛，还天赋卓绝，还绝世妖孽，我看你是绝世废柴还差不多。怎么，你们谷地萧家是没人了吗？派个吊车尾的出来送死！一连串的暴击，字字诛心。萧无极的脸瞬间从铁青变成了猪肝色，又从猪肝色长成了紫茄子色。他在中州年轻一代中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虽然确实是序列末尾，但那可是谷地世家的序列，含金量能一样吗？平日里谁见到他不是毕恭毕敬，称一声无极公子？今天在这个蛮荒之地的破落宗门里，竟然被人指着鼻子骂倒数第一，吊车尾，废柴，破防了！家人们，彻底破防了！啊呀呀！牙尖嘴利的小混账！萧无极仰天怒吼，满头黑发根根竖起，状若疯魔，井底之蛙，安知天河之大？我萧家底蕴，岂是你这种乡巴佬能想象的？哪怕是序列末尾，也是尊者境，放在外界也足以开宗立派，横扫一方。你这种只配在泥潭里打滚的蝼蚁，怎知天高地厚？轰隆隆！随着他的暴怒，周围的空间开始大面积崩塌，无数道火柱冲天而起，将天空烧得通红。那是属于尊者境的盖世威压。蝼蚁，你也配评价我？萧无极双目赤红，死死盯着顾长歌，咬牙切齿，杀你，甚至不需要本少亲自动手。他猛地一拍坐下的火麒麟，誓言给我撕了他，让他知道是什么叫天威不可犯。吼！火麒麟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他早就按捺不住了。作为拥有纯正神兽血脉的凶兽，他的实力堪比人族渡劫期巅峰强者，甚至犹有过之。平日里吞食的都是天才地宝，性情暴虐无比。得到主人的命令，火麒麟四蹄踏空，身形瞬间暴涨至100丈，浑身鳞片张开，喷吐着足以融化极品灵气的三昧真火，朝着顾长歌猛扑而去。热浪滔天，那张血盆大口仿佛能吞噬天地。完了！风月宗弟子们面如死灰，闭目等死。这种级别的凶兽，一口就能吞掉半个山头。然而面对这扑面而来的灭世凶兽，顾长歌非但没有后退，反而双手抱胸，一脸淡定，甚至还打了个哈欠。比宠物？行，既然你要玩，那我就陪你玩玩。顾长歌肩膀微微一抖，小黑上，别给我丢人。话音刚落，得嘞！原本只有3尺长的小黑蛇瞬间支棱起来了，它从顾长歌肩头弹射而出，迎着那头庞大无比的火麒麟冲去。哈哈哈，找死！萧无极见状忍不住狂笑，一条小黑蛇也敢挡我的赤炎麒麟，给我吞了它！然而下一秒，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嗷呜！一声苍茫、古老、霸道至极的龙吟声在天地间炸响。那不是普通的兽吼，那是来自血脉源头，来自太古洪荒的皇者之音。只见那条不起眼的小黑蛇迎风暴涨，眨眼间化作一条遮天蔽日的黑色巨龙，龙躯蜿蜒万里，漆黑的鳞片上流转着岁月的沧桑气息，龙眼中透着一股视万物为刍狗的漠然。太古黑龙曾经追随天地征战八荒的准地级凶兽，虽然如今修为跌落，但那种刻在骨子里的位格，那种来自灵魂层面的血脉压制，根本不是一头火麒麟能比的。原本气势汹汹，准备大开杀戒的火麒麟，就像是见到了天敌，冲锋的势头戛然而止。他那庞大的身躯在空中猛地一个急刹车，4条腿像是面条一样发软，扑通，直接跪下了，瑟瑟发抖，屎尿齐流，那是刻在基因里的恐惧。真龙一出，万兽臣服。这是什么怪物？萧无极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太古真龙，这种传说中的生物怎么会出现在这种鬼地方？而且还被人当宠物养。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黑黄那巨大的龙头已经凑到了火麒麟面前。他抽动着鼻子，在火麒麟身上闻了闻，原本凶厉的龙眼中突然爆发出2团光芒，甚至流出了哈喇子。吸溜，黑黄咽了一口唾沫，声音大得像打雷。极品啊，这身段，这屁股，这毛色，很有料吗？居然还是个母的！黑黄激动的浑身鳞片都在颤抖。本皇被关了几万年，早就憋坏了，没想到刚出来就有人送了这么一份大礼。嘿嘿，主人，这小妞归我了。顾长歌扶额，无法直视，随你。好嘞！嗷呜！黑黄欢呼一声，下一秒，在全场几千双眼睛的注视下，这条太古黑龙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三观尽碎的动作。它并没有攻击，而是直接扑了上去，2条前爪死死抱住火麒麟的腰，骑到了火麒麟的背上。嘿嘿，小美妞，别怕，本皇很温柔的，虽然跨了物种，但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嘛。龙性本淫，这一刻展现的淋漓尽致。混账，你干什么？萧无极气得浑身发抖，那是他的坐骑，那是象征着萧家威严的神兽，现在竟然被一条流氓龙当众那个滚下去，快给我滚下去！萧无极挥动长枪，想要驱赶黑黄，滚一边去，别打扰本皇办正事。黑黄头都没回，不耐烦的一尾巴甩过去，啪！萧无极连人带枪被拍飞出去，直接没入云层。黑黄按住拼命挣扎的火麒麟，一脸坏笑，来，给本皇笑一个，害羞什么？大家都是妖兽，坦诚相见嘛，乖乖从了本皇，以后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吼！呜！火麒麟发出一声悲愤欲绝的呜咽，流下了屈辱的泪水，却无法反抗。血脉压制，恐怖如斯。地面上，风月宗众人一个个张大了嘴巴，
下巴脱臼了一地。这画面太辣眼睛了，太少儿不宜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龙骑士，不是贝龙骑。原本以为会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神兽对决，结果变成了跨物种的求偶现场。圣子的坐骑虽然很强，但这画风是不是有点太奔放了？一名弟子咽了口唾沫，神色古怪。你懂什么？旁边一位长老立刻呵斥，一脸崇拜。这就叫龙性本色，只有这种放荡不羁、随心所欲的神兽，才配得上咱们圣子的绝世风采。没错，你看那头火麒麟，之前多嚣张，现在还不是乖乖趴着？这就是征服。圣子牛逼！议论声此起彼伏，虽然方向有点偏，但并不妨碍他们对顾长歌的盲目崇拜。而在云层深处，刚刚从眩晕中恢复过来的萧无极，正好看到这一幕。那是他的宝贝，是他花费了无数天才地宝，从小喂养到大的纯血赤炎麒麟，平日里连他都舍不得骑太久，生怕累着他。现在竟然被一条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流氓龙，当着几千人的面按在身下摩擦。混账！混账啊！萧无极气得浑身发抖，胸腔都要炸开了。奇耻大辱！这不仅仅是在侮辱他，更是在把谷地萧家的脸面扔在地上狠狠践踏。顾长歌，你欺人太甚！萧无极怒吼一声，整个人化作一道赤色流光，从高空俯冲而下。轰！他周身灵力狂暴到了极点，身后那片被染红的天空骤然亮起10团刺目的光芒。10轮烈日横空出世，每一轮烈日中都隐约可见一只3足金乌在振翅啼鸣。上古异象，金乌巡天！恐怖的高温瞬间席卷天地，风月宗护山大阵的光幕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哑声，仿佛下一秒就会被烤化。那是萧家的传承异象。巨阳真人脸色惨白，惊呼出声：金乌巡天！传说这异象修炼到极致，可以演化10日同出，焚尽八荒。顾长歌能死在本少的异象之下，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荣幸。萧无极悬浮在10轮烈日中央，宛如太阳神子降临。他手中那杆赤金长枪猛地一震，枪身之上无数繁复的古老符文亮起。嗡！一股足以洞穿苍穹的锋锐气息瞬间锁定顾长歌。极品圣器焚天枪！萧无极满脸狰狞，杀意沸腾，加上我的尊者境修为以及金乌异象的双倍增幅，这一击名为大日焚天刺！给我死！轰隆隆！10轮烈日齐齐震动，无穷无尽的火焰之力汇聚在枪尖一点。萧无极人枪合一，化作一道长达1000丈的火焰风暴，携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朝着顾长歌轰然碾压。空间寸寸崩碎。这一击的威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尊者境初期的范畴，甚至足以威胁到尊者境中期。风月宗众人只感觉呼吸停滞，灵魂都在颤栗。太强了！这种级别的攻击，真的是人力可以抵挡的吗？然而，身处风暴中心的顾长歌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甚至收起了手中的龙纹黑金剑。就这，顾长歌轻嗤一声，语气里满是不屑。他缓缓抬起右手，五指张开，然后猛地一握，咔咔咔，指节爆鸣，宛如雷霆炸响。刚刚度过混沌雷劫，成就混沌神魔体，他正愁找不到人练手。极品圣器正好用来测试一下肉身的硬度。既然你喜欢玩火，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玩火自焚。顾长歌一步踏出，轰！一股苍茫、古老、至高无上的气息从他体内轰然爆发。原本赤红色的天空瞬间被一股混沌迷雾所笼罩，在这迷雾之中，一尊顶天立地的白色虚影缓缓浮现。那身影高坐9重天阙，俯瞰万古岁月，周身环绕着日月星辰，仿佛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神。异象，仙王临9天。嗡！在这尊仙王虚影出现的瞬间，萧无极身后的那10轮烈日像是见到了祖宗一般，光芒骤然暗淡。原本不可一世的3足金乌，此刻竟然发出一声哀鸣，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威格压制，仙王之下皆为蝼蚁，就算是神兽金乌，在仙王面前也只能乖乖盘着。什么？正在冲锋的萧无极心头巨震，感觉自己体内的灵力运转瞬间滞涩，原本狂暴的气势竟然被硬生生压制了一半。这是什么异象？怎么可能压制我的金乌巡天？他心中咆哮，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金乌巡天乃是上古顶级异象，放眼整个中州也是排得上号的存在，怎么可能在这个边陲之地被一个无名小卒压制？幻觉，一定是幻觉！给我破！萧无极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强行催动焚天枪，速度不减反增，是要将顾长歌一枪钉死。近了，100丈、10丈、1丈，那足以融化金铁的枪尖已经刺到了顾长歌眉心3寸之处。就在这时，顾长歌动了，没有花哨的神通，没有绚烂的法术，仅仅是朴实无华的一拳，直直轰出。滚！咚！拳头与枪尖碰撞，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紧接着，一道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声化作实质般的声浪，横扫四方。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捂住耳朵，面露痛苦之色。咔嚓！在萧无极惊恐的目光中，那敢陪伴他征战多年的极品圣器焚天枪，竟然出现了几道裂痕。徒手碎神兵！嘶！全场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这特么还是人吗？身体是铁打的，还是仙金铸造的？怎么可能？萧无极瞳孔剧烈收缩，感觉自己像是撞上了一座太古神山，一股无法形容的反震之力顺着枪身传来，虎口炸裂，鲜血淋漓。
焚天枪脱手飞出，在空中哀鸣着旋转，最后扑哧一声插在远处的山壁上，光芒尽失。而顾长歌的拳头甚至连皮都没破一点，这就是极品圣器。顾长歌看了看自己的拳头，摇了摇头，质量堪忧啊，连给我刮痧都不够格。顾长歌觉醒的混沌神魔体，肉身成圣，万法不侵，区区一件极品圣器也想破防？痴人说梦！你是怪物吗？萧无极彻底慌了，这根本不是人族修士该有的肉身，就算是专修肉身的妖族大能，也不敢徒手硬接极品圣器啊！臭小子，萧无极刚要说话，啪！一只有力的大手毫无征兆地扣住了萧无极的脖子，将他整个人像提小鸡仔一样提了起来。刚才不是叫得很欢吗？顾长歌凑近萧无极，脸上带着一抹戏谑的笑意，什么天威不可犯，什么让我跪下领罪，你放开我！萧无极拼命挣扎，双腿乱蹬，脸长成了猪肝色，但他惊恐地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被那只大手死死封锁，连一丝一毫都调动不了。在仙王岭9天的领域内，顾长歌就是绝对的主宰，我古帝萧家绝不会放过！啪！一记响亮的耳光直接打断了他的狠话。顾长歌反手就是一巴掌，抽得萧无极半边脸颊高高肿起，牙齿浑着血水飞出。古帝萧家！啪！反手又是一巴掌，序列第10！啪！尊者境！啪！盖世天骄！啪！啪！啪！顾长歌左右开弓，大耳瓜子不要钱似的往萧无极脸上招呼，每一巴掌落下都会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爆响。短短几个呼吸，原本俊美妖异的萧家天骄已经变成了一个满脸血污、肿成猪头的怪物，连他亲妈来了都认不出来。砰！顾长歌最后补了一脚，直接踹在萧无极的小腹上。噗！萧无极狂喷鲜血，整个人如同一枚炮弹，重重砸在广场中央，大地震颤，烟尘四起。静！整个风月宗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大脑一片空白。那是萧家天骄啊，那是尊者境大能啊，竟然被圣子像打沙包一样，毫无还手之力的吊打，这视觉冲击力简直比刚才秒杀苏家老祖还要炸裂100倍。咕噜！不知道是谁先咽了一口唾沫，紧接着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响起。圣子，这也太猛了吧！肉身硬汉圣器，徒手暴打尊者，这还是人吗？就在众人还在震惊中无法自拔时，一道黑雾突然从顾长歌腰间的人黄帆中飘出。主人威武，主人霸气！柳姬那曼妙的身影显化而出，一脸狂热的跪伏在地，这等英姿简直令奴家神魂颠倒。那萧无极给主人提鞋都不配。紧接着丹奴也急忙钻了出来，不甘示弱的大喊：主人神功盖世，千秋万代！这拳法刚猛无助，这身法鬼魅难测，老奴活了数千年，从未见过如此精彩绝艳之人。两人一唱一和，马屁拍得震天响。作为人黄帆的器灵，他们与顾长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顾长歌越强，他们越兴奋。看到这一幕，刚从废墟里爬出来的巨阳真人急了：卧槽，哪来的妖艳贱货和死老头，竟然敢抢本座的饭碗！论舔狗，本座才是专业的。圣子啊！巨阳真人顾不得身上的伤势，连滚带爬的冲到顾长歌脚边，一把抱住他的大腿，嚎啕大哭：您真是风月宗的救世主啊！刚才那一拳打出了风月宗的风采，打出了东玄玉的威严。贫道对您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您就是天上的皓月，这萧家杂碎就是地上的萤火，萤火之光岂敢与皓月争会？巨阳真人一边哭一边吹，词汇量之丰富，让柳姬和丹奴都听愣了。这就是专业舔狗的实力吗？顾长歌低头看着腿上的挂件，嘴角微微抽搐。行了，别嚎了。他嫌弃的把腿抽出来，目光投向不远处那个还在抽搐的猪头。喂，你还没死吧？可可！萧无极从那深不见底的大坑里爬了出来，他满脸是血，原本那身骚包至极的银色战甲，此刻已经碎成了破铜烂铁。呸！萧无极吐出一口浑着碎牙的血沫，退出了几百丈远，脱离了那尊仙王虚影的压制范围，这才敢停下来大口喘气。太痛了，那种骨头被打断，脸皮被抽烂的剧痛，让他这个从小养尊处优的世家天骄差点当场哭出声来。该死，该死啊！萧无极颤抖着从储物戒里掏出一枚闪烁着9道丹纹的灵丹，直接塞进嘴里嚼碎吞下。极品回春丹，药力化作暖流，迅速修复着他残破的身躯。肿胀的猪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肿，断裂的骨骼也在咔咔作响中复位。几个呼吸后，萧无极重新站直了身子，虽然看起来依旧狼狈，但那股不可一世的傲气又回到了他脸上。顾长歌！萧无极死死盯着远处的白衣身影，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啖其肉。刚才是我大意了，没有闪。你这魔道邪修，竟敢用这种诡异手段，偷袭本少！他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指着远处还在被黑黄按着的火麒麟：杀我萧家子弟，凌辱我族神兽做起！风月宗果然是藏污纳垢之地，居然奉你这种魔头为圣子。今日本少便代表古地萧家踏平这片土地，还东玄于一个朗朗乾坤。这番话说的大义凛然，若是不知情的人听了，恐怕还真以为他是正义的化身。噗！顾长歌没忍住笑出了声，这就是古地世家的嘴脸吗？打不过就开始扣帽子，
又是偷袭，又是魔道，又是替天行道，你们萧家的脸皮是不是都是拿城墙拐弯处练出来的？顾长歌摇了摇头，一脸失望。本来以为是个王者，结果是个嘴强王者。无趣，既然你这么想死，那我就成全你。顾长歌脸上的笑容骤然收敛，一股森寒的杀意瞬间锁定了萧无极。玩够了，该让垃圾回到垃圾该去的地方。大胆！萧无极怒极反笑，身形猛地拔高，冲向万丈高空。他周身的气血开始疯狂燃烧，身后的10轮烈日异象竟开始融合。逼我动用这一招，你可以死而无憾了。萧无极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每一个音节都引发天地共鸣，整个人腾空而起，悬浮在9天之上。一股比之前恐怖10倍不止的气息从他眉心处爆发而出，那只一直紧闭的树眼，此刻缓缓裂开了一道缝隙。天眼开！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萧无极抽干了所有的精气神，仿佛苍老了许多。咔嚓，眉心树眼彻底睁开。那是一只怎样的眼睛啊？没有眼白，没有瞳孔，只有一片翻滚的金色火海，仿佛连通着传说中的火焰炼狱。金色的火焰光束从中喷薄而出，所过之处，虚空直接被烧成了虚无，连空间乱流都被瞬间蒸发。这是什么鬼东西？正在下方快活的黑皇猛地，那个号称人屠的秦烈，巨阳真人吓得腿一软，差点又跪了。这可是个狠人啊！尊者境9重天巅峰，曾率领大炎铁骑一夜之间屠灭北海3000妖王，这种杀神怎么会跑到这种偏僻地方来？秦将军，萧家在此办事，还请给个面子。萧无极脸色微变，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秦烈斜睨了他一眼，手中长戟猛地往虚空一顿，轰！萧无极额头那只树眼竟被这一震强行闭合。萧家，秦烈语气冷漠，不带任何情感。在大炎的土地上，萧家的面子不值钱。他没再理会脸色铁青的萧无极，而是从怀中取出一块圆形的罗盘。罗盘通体漆黑，中心镶嵌着一颗金色的珠子。寻龙盘，这是大炎皇室感应嫡系血脉的至宝。此时，寻龙盘剧烈震动起来，发出一阵阵清脆的龙吟声。寻龙盘动了，秦烈那张冷硬如铁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抹难以抑制的激动。苦寻20年，终于找到了。嗡！寻龙盘上一道璀璨的金龙虚影冲出，他无视了周围的一切防御，无视了萧无极的焚天金瞳，径直冲向了下方的圣子峰。刷刷刷！最后，在无数道震惊的目光中，那条金龙虚影欢快地盘旋在顾长歌身边，亲昵地蹭着他的衣角，发出阵阵欢愉的低吟。黄道龙气认主，血脉共鸣。秦烈盯着被金龙虚影环绕的顾长歌，那眉眼，那轮廓，那股刻在骨子里的霸气，简直和年轻时的大炎皇帝有7分神似。像，太像了，这就是陛下失散多年的9皇子，绝对错不了。这怎么可能？顾长歌看着身边转圈圈的金龙，也有点懵。什么情况？我是孤儿啊，这系统也没说给我安排了个皇子身份啊。轰隆隆，秦烈驾驭着黄金战车轰然降落在圣子峰上，他收起战戟，整理甲胄，然后在几千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的注视下，这位威震东玄域、杀人如麻的大炎第一战将推金山到玉柱。咚！秦烈对着顾长歌单膝跪地，眼眶通红，声音颤抖，却带着无尽的狂喜与恭敬。末将秦烈拜见9皇子殿下。一时间，空气仿佛凝固，风月宗上下几千号人像是被施了定身法，僵在原地。萧无极更是如遭雷击，整个人傻在那里，连呼吸都忘了。9皇子，这个把古帝世家序列按在地上摩擦的狠人，竟然是大炎皇朝失踪多年的9皇子，这也太离谱了！主人竟然是皇子！黑雾翻滚，柳姬那妩媚的身影猛地一颤，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狂喜。她跪倒在地，激动得浑身发抖。奴家就知道，主人绝非池中之物，这等尊贵的血脉，这等盖世的天资，除了皇室正统，谁能拥有？恭喜主人，贺喜主人！一旁的丹奴也不甘示弱，老脸笑成了一朵菊花，对着顾长歌疯狂磕头。老奴有眼无珠，竟不知真龙当面。殿下千秋万代，一统八荒，能追随殿下，是老奴8辈子修来的福分啊！两人一唱一和，马屁拍得震天响。巨阳真人原本还趴在地上装死，听到这话，垂死并中惊坐起。他顾不得满身尘土，连滚带爬地冲过来，抱住顾长歌另一条大腿。殿下呀！这一嗓子凄厉中带着3分惊喜，7分谄媚。贫道早就看出来了，您头角峥嵘，紫气东来，定是天皇贵胄下凡。果然，贫道的眼光从不出错。风月宗能出一位皇子，那是祖坟冒青烟，不是祖坟喷火了呀！顾长歌没理会脚边这群戏精，他看着面前单膝跪地的铁甲战将，心中也是一阵惊涛骇浪。大炎皇朝9皇子，这剧本走向怎么越来越不对劲了？系统，这什么情况？顾长歌在心中疯狂呼叫，这秦烈什么修为？我现在打得过吗？定，检测到目标人物秦烈，身份大炎皇朝第一战将，镇国侯，修为尊者境9重天巅峰，半步圣人，战力评估极度危险，宿主当前胜率0%。注：尊者境每一重天都是一道天堑，9重天与1重天的差距，比人与狗的差距还大。顾长歌眼皮一跳，打不过，绝对打不过！这家伙身上的煞气
比那个萧无极强了不好几档次。那这个九皇子的身份呢？是你给我安排的？定，此乃宿主原本的身世，本系统只是顺水推舟，激活了寻龙盘的感应。原来如此，真皇子留开局。顾长歌挑了挑眉，既然是真货，那还客气什么？送上门的大腿，不抱白不抱。有了大炎皇朝这层虎皮，以后在东玄域岂不是可以横着走？念及此处，顾长歌深吸一口气，瞬间调整了状态。原本那股凌厉的杀气消散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雍容华贵、高高在上的皇者气度。身后的仙王意象虽然淡去，但那股若有若无的龙威却越发浓郁。他上前一步，双手虚扶：“秦将军，请起。”秦烈顺势起身，9尺高的身躯宛如一座铁塔，哪怕只是站在那里，散发出的血煞之气都让周围的温度降了好几度。殿下受苦了。秦烈虎目含泪，声音哽咽：“莫将救驾来迟，让殿下流落民间20载，受尽委屈，莫将万死。20年了，陛下无时无刻都在思念殿下啊。”顾长歌适时地露出一丝迷茫，恰到好处地问道：“秦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秦烈抹了一把脸，平复了一下情绪。他转身面向全场，真气鼓荡，浑厚的话语传遍方圆百里。20年前，天降祥瑞，九皇子诞生。岂料当夜，一伙神秘势力夜袭皇宫，趁乱盗走了襁褓中的殿下。陛下震怒，伏尸百万，流血飘橹。大炎铁骑踏平了周边无数宗门，搜遍了东玄域每一寸土地，却始终杳无音讯。直到今日，秦烈高举手中的寻龙盘，那条金龙虚影依旧盘旋在顾长歌头顶，发出阵阵龙吟。皇天不负有心人，血脉共鸣，真龙护体。顾长歌便是我大炎皇朝失散多年的九皇子。轰！实锤了，全场哗然。风月宗弟子们一个个挺直了腰杆，脸上写满了骄傲。看见没，咱们的大师兄，那是大炎皇朝的皇子。以后出去吹牛逼，谁还敢说风月宗是三流势力？该死！萧无极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原本以为只是个有点奇遇的乡巴佬，随手就能捏死，结果摇身一变成了大炎皇子，这下麻烦大了。强龙不压地头蛇，大炎皇朝在东玄域的统治里，那是毋庸置疑的。就算是古帝萧家，也不愿轻易招惹这个庞然大物。殿下，秦烈转过身，恭敬地问道：“方才末将感应到此处有大战波动，不知殿下与这萧家小儿因何起了冲突？”呵呵，顾长歌瞥了一眼远处的萧无极，轻笑一声：“也没什么，不过是这位萧大少爷要抓我回去处死，顺便还要踏平我风月宗。”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如同一颗火星扔进了火药桶。放肆！秦烈勃然大怒，轰！手中方天画几重重砸在地上，整座圣子峰都晃了3晃。萧家好大的威风，敢辱没皇室威严，罪该万死！秦烈一步跨出，一股恐怖绝伦的威压如同排山倒海，朝着萧无极碾压而去。不是这样的！萧无极脸色惨白，急忙辩解：“秦将军，这是误会，是他先动手打伤我萧家子弟，还抢了我的。”啪！秦烈根本不听解释，反手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可比顾长歌刚才那几下狠多了。萧无极整个人在空中转了7、8圈，才重重摔在地上，半边牙齿都被打飞了。误会！秦烈居高临下，冷冷地看着他：“殿下说你要杀他，那就是你要杀他；殿下说你辱没皇室，那就是你辱没皇室。在大炎的疆土上，殿下的话就是天理。霸道，蛮不讲理，这就是大炎第一战将的行事风格，护犊子护到了极致。”萧无极捂着肿胀的脸颊，心中屈辱到了极点。他是古帝世家的序列啊，平日里走到哪里不是众星捧月，今天竟然在这个破地方被人接二连三的打脸。秦将军，你不要欺人太甚，我乃古帝萧家序列第10，我族弟女萧燕儿乃是未来大帝，我萧家老祖更是一代圣主，你敢动我，就是与整个古帝萧家开战，你大炎皇朝承受得起吗？搬后台，这是世家子弟最后的倔强。然而秦烈听完只是冷冷一笑：“开战？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代表萧家宣战？”秦烈上前一步，手中大戟直指萧无极咽喉：“这里是东玄域，是大炎的疆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绿土之滨莫非王臣。别说是你一个区序列第10，就是你们萧家族长亲至，敢动我家殿下一根汗毛，我大炎也必将其碾碎。”轰！铁血煞气冲天而起，身后仿佛浮现出尸山血海的幻象，那是秦烈屠戮百万生灵凝聚而成的杀神领域。你萧无极被对得哑口无言，一张脸长成了猪肝色，打又打不过，拼背景又拼不赢，今天这脸算是丢尽了。好得很！萧无极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今日之事，我萧无极记下了，看在大炎皇朝的面子上，我不与你们计较。说完，他伸手一招，赤炎走。那头正被黑黄按在地上摩擦的火麒麟，听到主人的召唤，如蒙大赦，他拼命挣脱了黑黄的魔爪，夹着尾巴哀嚎着冲向萧无极。太可怕了，这地方太可怕了，不仅有人打他主人，还有龙要上他，他要回家找妈妈。萧无极翻身上了麒麟背，一刻也不敢停留，化作一道赤色流光就要冲天而起。虽然丢了面子，虽然受了重伤，但只要能活着离开，早晚能报仇。等回了中州，搬来救兵，定要将这股长歌碎尸万段。然而
就在他刚刚腾空而起的那一瞬间，一道冷淡的声音突兀的响起：“慢着！”顾长歌漫不经心地抬起头：“谁允许你走了？”萧无极身形僵在半空，胯下的火麒麟更是吓得四蹄乱颤，差点把他甩下去。顾长歌，你还要怎样？萧无极猛地转过身，脖子梗得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秦将军在此，本少已经给足了面子，你别欺人太甚。他是真的怕了秦烈那杆方天画戟，但对顾长歌依旧是100个不服。顾长歌负手而立，衣摆在风中猎猎作响，指了指脚下被砸得坑坑洼洼的圣子峰广场，又指了指远处断裂的山峰。来我的地盘撒野，打坏了我的花花草草，拍拍屁股就想走。还有你那张脸，脏了我的手，这2样债，你打算怎么还？好，好，好！萧无极气急反笑，胸膛剧烈起伏。本少赔你就是。说吧，要多少零食？1000万、2000万，还是5000万？谷地萧家财大气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顾长歌摇了摇头，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晃了晃。庸俗，我缺那点零食吗？我要的赔偿很简单，拿你的命来抵。此言一出，空气瞬间凝固。萧无极瞳孔骤缩，随即爆发出一阵刺耳的狂笑。哈哈哈！拿我的命！顾长歌，你少在这里狐假虎威！他猛地看向一旁的秦烈，脸上满是讥讽与挑衅。要是没有秦将军给你撑腰，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躲在别人身后的皇室巨婴罢了。若是单打独斗，本少一只手就能捏死你，你敢吗？激将法虽然拙劣，但很有效。他再赌这个刚认祖归宗的皇子年轻气盛，受不得击。只要秦烈不出手，他有把握在10招之内把这个家伙撕成碎片。轰！一股恐怖的杀意冲天而起，放肆！秦烈手中的方天画戟发出一声爆鸣，周围的空间寸寸崩裂。辱没殿下，找死！秦烈一步踏出，就要挥戟将这只聒噪的蝼蚁拍成肉泥。秦将军，且慢！顾长歌神色平淡，拦住了暴怒的秦烈。殿下！秦烈不解地看向顾长歌，您千金之躯，没必要跟这种狂徒拼命。顾长歌神色淡漠，淡淡开口：杀鸡焉用牛刀。秦将军乃是国之重器，对付这种货色，还无需劳烦将军动手，免得传出去说我大燕皇朝欺负残障人士。听到这话，秦烈眉头紧锁，心中焦急。殿下，这太托大了呀！那萧无极虽然人品低劣，但一身尊者境修为却是实打实的。殿下才刚刚渡劫，境界尚未稳固，大境界的鸿沟不是那么容易跨越的。万一有个闪失，他怎么跟陛下交代？殿下，此子诡计多端，还是让末将。无妨。顾长歌摆了摆手，语气不容置疑，遥遥望向萧无极。萧无极，你最引以为傲的便是眉心那只树眼，号称瞬杀100万，焚天逐海。既然如此，你可敢看我一眼？此言一出，全场哗然。风月宗众人面面相觑，以为自己听错了。那可是焚天金瞳啊，连空间都能烧穿的恐怖神通。圣子这是疯了吗？竟然主动要求对方用最强杀招攻击自己。远处，萧无极先是一愣，随即心中狂喜。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这可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旁人。只要秦烈不出手，他有绝对的信心，一眼就把这个狂妄的家伙瞪成灰烬。好，你有种！萧无极生怕顾长歌反悔，立刻大吼一声：既然你想见识本少的天赋神通，那我就成全你。秦将军，你也听到了，这是你家殿下主动要求的，生死有命，你若插手，便是坏了大燕皇朝的名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萧无极不再犹豫，体内残存的本源之力疯狂燃烧，哪怕拼着再折损100年寿元，也要把这个心腹大患彻底抹杀。轰隆隆，天地变色，萧无极眉心那道刚刚闭合的裂缝再次缓缓撑开。这一次，其中的金色火焰比之前更加狂暴，更加纯粹，仿佛连通了太古火域，要将这世间万物都焚烧殆尽。燃我寿元，祭我神魂，给我死！随着萧无极一声歇斯底里的咆哮，眉心树眼彻底张开，没有眼白，没有瞳孔，只有一片翻滚沸腾的金色岩浆。滋啦！一道直径数丈的金色光柱，带着毁灭万物的气息，从天而降，直射顾长歌面门。圣子快躲开！巨阳真人吓得肝胆俱裂，柳姬和丹奴也屏住了呼吸，神魂之体在微微颤抖。唯独顾长歌依旧站在原地，他甚至连防御姿势都没有摆出来，任由那毁天灭地的金光笼罩全身。殿下！秦烈正要出手拦截，却在下一刻硬生生止住了动作。只见顾长歌缓缓抬起头，双眸微闭，然后猛然睁开。轰！一股苍凉、古老、凌驾于众生之上的恐怖气息瞬间笼罩了整座圣子峰。原本明亮的天空刹那间昏暗下来，仿佛有一尊沉睡了亿万年的太古神魔在此刻苏醒。众瞳，上古圣人异象，左眼生机，右眼毁灭，乌光流转，大道法则在其中交织演化。在这双眼睛面前，世间万物都显得如此渺小脆弱。滋滋滋，那道足以焚天逐海的金色光柱，在接触到顾长歌目光的一瞬间，就像是冰雪遇到了骄阳，没有爆炸，没有轰鸣，只有无声的消融，荡然无存。这是什么？萧无极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他感觉到自己的金瞳在颤抖，
那是源自血脉深处的恐惧，仿佛一只野狗在面对真龙的俯瞰。乌光灭世，顾长歌轻声呢喃，众瞳之中漆黑如墨的光束瞬间迸发。不，哎呀！萧无极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惨叫声响彻云霄，漆黑光束精准地轰击在他眉心的树眼之上。砰！一声清脆的炸裂声，那是眼球炸裂的声音。那只号称能瞬杀百万的焚天金瞳，此刻被彻底贯穿，化作一个血淋淋的窟窿。萧无极整个人从火麒麟碑上倒飞出去，像断了线的风筝，重重摔落在地。他捂着额头，在泥泞中疯狂翻滚，发出凄厉到极点的哀嚎。我的眼睛，我的本源，不可能！我是萧家序列，我是盖世天骄，顾长歌，你毁了我的道基！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大脑一片空白。秒杀，这彻底的秒杀！顾长歌甚至连手都没动一下，仅仅是一个眼神就废掉了萧家的序列之子。这是秦烈瞳孔剧烈收缩，握着战戟的手都在微微颤抖。竟然是传说中的重瞳，那是古之圣贤无敌大帝的标配啊！只有拥有大帝之姿的绝世妖孽，才有可能觉醒这种逆天体质。天佑大言，天佑大言啊！秦烈内心在疯狂咆哮，激动得热泪盈眶。殿下流落民间20年，在资源如此匮乏的情况下，竟然还觉醒了重瞳，这是何等逆天的气运，这是何等恐怖的天资！若是从小在皇宫里用极品资源堆砌，现在的殿下恐怕早已横推中州年轻一代，镇压万古了吧？这就是真龙，是大炎皇朝未来的希望，是能镇压一个时代的妖孽。你居然有重瞳，你到底是谁？萧无极声音颤抖，内心已经被恐惧填满。在中州，重瞳者3个字代表着绝对的无敌，即便是在古帝萧家，也只有那位被誉为未来女帝的萧一儿才拥有一种特殊的瞳术，但跟顾长歌这重瞳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咚！顾长歌没有回答，一步踏出，踩在萧无极的胸口。他居高临下俯视着这个萧家天骄。你不修炼瞳术，见我如井中蛙观天上月；你若修炼瞳术，见我如一粒浮游见青天。萧无极，还有什么遗言吗？顾长歌冷冷问道。你想杀我？萧无极一脸的难以置信。顾长歌，我是古帝萧家的人，我的魂灯在家族祠堂供奉，我若死在这里，死前的画面会瞬间传回家族，到时候大炎皇朝也保不住你。他笃定顾长歌不敢动手，杀一个古帝世家的序列天骄，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这不仅仅是2个人的恩怨，更是2个庞大势力的碰撞，保不住。顾长歌侧头看向身边的铁塔壮汉秦将军，若我今日宰了他，大炎皇朝兜得住吗？秦烈一愣，随即那张冷硬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嗜血的狞笑。殿下放心，大炎立国万载，靠的不是忍气吞声，而是手中的刀枪。别说杀个序列帝时，就算宰了萧家圣子，只要陛下在，天就塌不下来。杀！秦烈大手一挥，身后那12匹天马齐声嘶鸣，一股肃杀之气直冲云霄。得到肯定的答复，顾长歌转过头，看着目瞪口呆的萧无极，摊了摊手：抱歉，有背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况且我这人最喜欢斩草除根，春风吹又生这种蠢事在我这里不存在。顾长歌没有再理会萧无极那瞬间煞白的脸，而是转头看向身后的秦烈，语气平静的可怕：秦将军，有什么办法能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甚至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却又不会让那所谓的魂灯破碎？此言一出，全场死寂。风月宗的弟子们，包括巨阳真人在内，都感觉一股寒气从脚底板至冲天灵盖。魔鬼，这简直是魔鬼的低语，杀人不过头点地。圣子，不，九皇子殿下这手段也太狠了。秦烈猛地抬起头，那张历经沙场早已心如止水的脸上，此刻竟浮现出一抹难以掩饰的狂热。他盯着顾长歌，仿佛透过这位年轻皇子的身影，看到了当年那位提着滴血战刀，踩着尸山血海登上皇位的大炎地主。不，这位九皇子比陛下更狠更绝。帝王之路本就是用白骨铺就的台阶，若是心慈手软，只会成为别人脚下的垫脚石。殿下虽然流落民间20载，但这股刻在骨子里的帝王心术，简直就是天生的储君。若不心狠手辣，如何称孤道寡？唯有雷霆手段，方能震慑八荒。启禀殿下，末将有3策：其一，将其4肢斩断，削成人棍，割去舌头，刺龙双耳，养在特制的养尸瓮中，每日以极品灵药吊着一口气，让他想死都死不了，魂灯自然长明不灭。嘶！周围响起一片整齐的倒吸凉气声。风月宗那些平日里自诩狠辣的长老，此刻一个个吓得腿肚子转筋。这就是大炎皇朝的手段吗？太凶残了！但这还没完。秦烈伸出第2根手指，继续说道：其二，抽离其3魂7魄中的主魂，只留1魂1魄维持肉身生机，再将其炼制成行尸走肉般的魂奴。如此一来，他既保留了生前的意识，能感知痛苦，却无法控制身体，只能任由殿下驱使摆布。其三，直接以霸道真气摧毁其识海，震碎神智，让他变成一个只会吃喝拉撒的白痴。这种方法最简单，也最省事。秦烈说完，恭敬地垂手而立，等待顾长歌的裁决。萧无极彻底崩溃了。人棍、魂奴、白痴，无论哪一种，都比杀了他还要恐怖1万倍。不要，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萧无极拼命挣扎，鼻涕眼泪混着鲜血流了一地，把顾长歌的靴子都弄脏了。我是谷地萧家的人，我是天骄。他想求饶，想磕头，想让这群疯子放过自己，但顾长歌那只脚就像生了根一样，死死踩在他的胸口，断绝了他所有的退路。顾长歌摸了摸下巴，似乎在认真思考秦烈的建议，片刻后微微一笑，露出2排洁白的牙齿。变成白痴太便宜他了，还要浪费粮食养着，人棍又太恶心，摆在家里影响食欲。秦将军就用第2种吧，抽魂炼魄。顾长歌拍了板，语气轻快，话音刚落，人皇幡无风自动，一缕黑烟飘出，化作柳姬那曼妙妖娆的身影。他一脸媚笑，对着顾长歌盈盈一拜，那双勾人的眸子里满是幸灾乐祸。主人英明，这细皮嫩肉的小子若是练成魂奴，正好可以满足丹奴的特殊癖好，把他当个玩具。旁边刚钻出来的丹奴一听这话，老脸一红，却也不敢反驳，只能对着萧无极投去垂涎的目光。小子，认命吧，进了这人皇幡，那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萧无极发出了绝望的哀嚎，猛地想起了什么。帝女萧燕儿在他临行前曾赐予他一枚保命玉符，那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啊呀呀！萧无极爆发出最后的力气，猛地从储物戒中摸出一枚雕刻着繁复花纹的古朴玉符，用尽全力一把捏碎，咔嚓，玉符应声而碎。轰！刹那间风云变色，天地失声，一道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七彩霞光撕裂了万丈穹顶，贯穿天地，轰然落下，整片天空都被渲染成了琉璃之色。无穷无尽的大道符文在霞光中沉浮，仙音阵阵，异香扑鼻。轰！一股至高无上、冷漠孤傲，仿佛凌驾于万道之上的恐怖威压席卷了整个风月宗。霞光之中，一道绝美的倩影缓缓凝聚。她身着9天霓裳，身姿婀娜，容颜绝世，却冷若冰霜，仿佛不沾染一丝人间烟火。周身环绕着玄奥的大道符文，一步踏出，脚下便有金莲绽放。9天玄女下凡，亦不过如此。帝女降临。就在这时，沉寂许久的系统提示音突然在顾长歌脑海中炸响。叮！检测到气运之子出现，正在扫描目标信息。扫描完成。紧接着，一个淡蓝色的半透明面板浮现在顾长歌的视网膜上。姓名：萧燕儿，身份：谷地萧家序列第1重生女帝，年龄17岁，修为尊者境9重天，体质凤凰神体，已觉醒，太古10大神体之一，身怀仙骨。金手指本是陨落的太古女帝，重生在萧家，知晓诸多秘境，修炼速度是常人的1000倍。气运等级紫色传说，此女乃是天道宠儿，若是能将其镇压、收服或击杀，宿主将获得难以想象的巨额奖励。当前气运值100万点，100万气运值。顾长歌看着那串长长的铃，呼吸都漏了半拍。之前从那个萧君灵身上费了9牛2虎之力，又是设计陷害，又是当众打脸，好不容易才炸出10万点气运值。眼前这位岂不就是100万？这分明是一座行走的金山银山，是天道亲手送到嘴边的肥肉。而且重生女帝，这意味着她脑子里装着无数机缘秘境、功法神通、天才地宝。若是能将其收服，顾长歌舔了舔嘴唇，那就不只是一个打手那么简单了，简直就是一个拥有全知全能视角的人形寻宝鼠。叮！系统温馨提示检测到目标萧燕儿，乃是先天双修圣体，此体质万年难遇，乃是诸天万界排名第3的极品顶炉。若宿主能将其收服，纳入后宫，与之双修，不仅能掠夺其全部气运，还能获得难以想象的巨额奖励，甚至直接突破圣境。极品顶炉，这也太刺激了。顾长歌眉梢一挑，目光再次落在萧燕儿身上。之前只觉得此女气质清冷，如高岭之花，不可攀折，如今再看那层层叠叠的霓裳羽衣之下，似乎藏着某种动人心魄的魔力。这种高高在上、视众生如蝼蚁的女帝，若是将其拉下神坛，让她在自己面前露出另一副面孔，反差，极致的反差，想想都让人热血沸腾。顾长歌的目光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从那张清冷绝尘的脸蛋划过修长的天鹅颈，再到那虽被衣物遮掩却难掩傲人弧度的胸口，最后停留在盈盈一握的腰肢上。放肆！萧燕儿敏锐地察觉到了这道目光。身为谷地世家序列第1，又是重生女帝，她早已习惯了世人敬畏、崇拜，甚至是恐惧的注视，何曾有人敢用这种赤裸裸、充满了占有欲和亵渎意味的眼神看她？再敢乱看，挖了你的狗眼！萧燕儿声音冰寒，周身大道符文震荡，周围的温度瞬间降至冰点，连空气中的水分都被冻结成冰晶。帝女，您终于来了！就在这时，那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萧无极仿佛看到了救星，他顾不得满身泥泞和伤痛，手脚并用地爬向萧燕儿，指着顾长歌哭诉：“就是他，这个顾长歌，他不仅杀了君临族弟，还当众羞辱我萧家，甚至还要把我也练成魂奴。他还说，就算是帝女亲至，也要跪在他脚下唱征服。帝女，此僚狂妄至极，根本没把我们谷地萧家放在眼里，请您出手，将其镇压，扬我族威。”萧无极添油加醋，恨不得把顾长歌描述成十恶不赦的魔头。闭嘴！萧燕儿看都没看他一眼，只是冷冷地吐出2个字：身为序列第10，连一个寻常修士都处理不了，
反而被人像死狗一样踩在脚下，丢人现眼的东西，滚一边去！萧无极浑身一僵，满脸羞愤，却连个屁都不敢放，只能唯唯诺诺地退到一旁。训斥完废物，萧燕儿重新将注意力转移到顾长歌身上，那双美眸中没有丝毫情感波动，唯有高高在上的漠视。大炎皇朝，即便你是皇子，伤我萧家序列，杀我萧家子弟，也需给个交代。这不是商量，而是命令。在他眼中，东玄玉所谓的皇权，不过是凡俗间的郭家家，除了那位深不可测的大炎皇帝，其他人皆不足为虑。上一世他登临帝位，万族来朝，区区一个皇子，连给他提鞋都不配。交代！秦烈上前一步，手中方天画戟重重遁地，挡住了萧燕儿那咄咄逼人的气势。你要什么交代？你萧家的人在大炎疆土行凶，欲杀当朝皇子，还要灭人满门。我不找你们萧家要交代，已经是给足了面子，你还敢倒打一耙？秦烈浑身煞气爆发，身后尸山血海的异象再次浮现，与萧燕儿周身的大道符文分庭抗礼。空气中火花四溅。笑话！这里是大炎，是龙得给我盘着，是虎得给我握着。秦烈虎目圆睁，寸步不让。若是萧家族长亲至，他或许还会忌惮3分，但眼前这个小女娃，哪怕是序列第一，哪怕天赋异禀，终究只是个后辈。更何况秦烈敏锐地察觉到，眼前这道身影虽然气息恐怖，但终究有些虚浮，不过是一道神念分身，也敢在此大放厥词。就算你真身来了，本侯也能让你有来无回。被戳穿了底细，萧燕儿脸上却不见丝毫慌乱。分身又如何？镇压你们足够了。他缓缓抬起玉手，掌心之中一枚晶莹剔透的冰蓝印记缓缓浮现，天地间的灵气疯狂暴动，方圆百里的天空瞬间飘起了鹅毛大雪。眼看大战一触即发，慢着！顾长歌突然伸手按住了秦烈的肩膀，走了出来。他一脸无辜看着萧燕儿：“萧小姐，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什么误会。”误会？萧燕儿冷笑：“杀人偿命，何来误会？杀人确实要偿命，但杀畜生不用啊。”顾长歌叹了口气，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你是不知道，那个萧君临简直就是修真界的败类，人渣中的极品。他仗着自己长得有几分姿色，潜入我师尊碧池峰，偷到师尊的贴身肚兜，还拿去黑市拍卖。这也就罢了，他还勾搭上了3000岁高龄的碧池老祖，为了骗取丹药，不惜出卖色相，跪舔老妖婆的脚趾头。更过分的是，他始乱终弃，搞大了我风月宗后山那头母猪的肚子，生下了一窝半人半猪的怪物，至今无人认领。这种丧尽天良、人神共愤的畜生，我顾长歌身为正道之光，替天行道，宰了他那是为民除害，何罪之有？全场死寂。风月宗的弟子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下巴都要掉在地上了。大师兄，这也太能编了吧！母猪那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胡说！旁边的萧无极听不下去了，跳起来反驳：君临族弟虽然风流，但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你这是污蔑，赤裸裸的污蔑！住口！顾长歌反手就是一巴掌，隔空将萧无极抽飞。大人说话，小孩插什么嘴？说着，他看向萧燕儿，一脸正气：帝女若是不信，大可去查。我顾长歌行得正坐得端，从不撒谎。一派胡言！萧燕儿气得胸口剧烈起伏，哪怕他两世为人，心境早已古井无波，也被这番言论给气到了。萧家子弟虽然良莠不齐，但怎么可能去搞母猪？这分明就是在羞辱萧家的血脉，满口污言秽语，死不足惜。萧燕儿不再废话，含怒出手，轰隆！他玉手轻抬，那只悬浮在半空的冰蓝印记骤然放大，化作一只遮天蔽日的冰晶巨掌。寒冰神掌镇压！巨掌之上纹理清晰，每一道掌纹都蕴含着极寒法则，仿佛能冻结时间与空间。这就动手了。顾长歌嘴角微微上扬，你看他急了，急了就好办。众瞳开！顾长歌心中默念，双眸之中混沌气弥漫，两个瞳孔瞬间重叠，世界在他眼中变了模样。原本急速落下的冰晶巨掌，在他眼中变得缓慢无比，如同蜗牛爬行，构成巨掌的灵力流动轨迹，法则节点全部清晰可见。只要他想，随手一击就能点碎这看似恐怖的攻势。但顾长歌并没有这么做，目光穿透了巨掌，落在了后方的萧燕儿身上。众瞳之下，万物本源皆现，幻术、战法、伪装，统统无效，甚至连……卧槽！顾长歌愣住了，在他那双足以洞穿虚妄的众瞳注视下，萧燕儿身上那件流光溢彩、防御力惊人的9天霓裳，竟然变得透明了。层层叠叠的衣物如同虚设，大片大片雪白的肌肤毫无保留地映入眼帘，那精致的锁骨，那平坦紧致的小腹，还有好白好大，不愧是极品鼎炉，这资本简直雄厚的让人发指。且慢！他突然撤去了所有的防御，对着半空中的萧燕儿大喊一声：“萧小姐，咱们有话好说。我看你左胸口那颗红痣长得挺别致啊，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半空中的冰晶巨掌猛地一顿，硬生生停在了顾长歌头顶处。萧燕儿那张万年冰山般的脸上瞬间涌上一抹错愕，随即化作无尽的羞愤与震惊。红痣那个位置极其私密，除了他自己，根本没人知道。这登徒子是怎么看见的？萧燕儿那张万年不化的冰山脸瞬间长得通红，不知是羞还是怒。定！
检测到气运之女萧一二情绪剧烈波动，产生羞愤、震惊情绪。恭喜宿主成功掠夺气运值5万点，当前反派值6万点。我勒个豆，这么多！顾长歌眼睛瞬间亮了。之前费劲巴拉的打死萧君临，才搞到10万点，现在只是随口调戏一句，就进账5万。这重生女帝的心理防线似乎也没那么坚不可摧嘛。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当人了。顾长歌干咳一声，目光下移，继续开启嘴炮模式。啧，没看出来啊，仙子外表如此高冷，里面竟然穿着绣着小白兔的肚兜，这反差，爱了。还有这腰，竟然还有马甲线，平时没少锻炼吧？说着，他的视线开始肆无忌惮地向小腹之下游走。让我再看看下面。啊呀！闭嘴！你给我闭嘴！萧燕儿彻底破防了，那种被人扒光了衣服扔在大庭广众之下的羞耻感，让他几欲抓狂。哪怕前世身为女帝，心境坚如磐石，此刻也扛不住这种降维打击。羞耻，前所未有的羞耻感瞬间淹没了他的理智。那个混蛋，他真的看见了，连肚兜上的图案都看得一清二楚。混蛋，我要杀了你！萧燕儿发出一声尖叫，原本清冷高贵的形象荡然无存。他身形暴退，双手死死护住胸口，仿佛那里有一双无形的手在肆虐。嗡！一道璀璨的金光从他体内冲出，一件铭刻着无数繁复阵纹的金色战甲瞬间覆盖全身，将他包裹得严严实实，直露出一双喷火的眼睛。极品圣器，这天甲可隔绝一切神识探查，哪怕是圣人也无法窥视分毫。登徒子，淫贼，我要把你碎尸万段！萧燕儿气得浑身发抖，百万年修来的心境彻底崩塌。叮！检测到气运之女萧燕儿，心态炸裂，产生极度羞愤情绪。恭喜宿主成功掠夺气运值5万点，当前反派值11万点。爽，太爽了！几句话的功夫，10万气运值到手，这就是反派的快乐吗？萧燕儿大口喘着粗气，那双原本冷漠的美眸中，此刻充满了杀意和一丝难以察觉的慌乱。顾长歌，今日我不杀你，誓不为人。殿下，这妖女太嚣张了，让末将来替你斩了她。秦烈看不下去了，提着戟就要往上冲，敢骂殿下是淫贼，找死！别！顾长歌一把拉住秦烈，一脸正气凛然。秦将军，对付女人，尤其是这种漂亮又暴躁的女人，打打杀杀太粗鲁了，还是让我亲自调教，可亲自镇压。开玩笑，这可是我的移动提款机，要是被你一戟戳死了，我找谁刷分去？殿下英明，这种烈马确实需要殿下亲自驯服。秦烈一愣，随即露出一抹我懂了的神色。顾长歌懒得解释，在心中疯狂呼叫系统，这娘们穿了乌龟壳，我看透不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制住她？最好是那种能让她羞耻度爆表，又不会弄死她的招式。叮！正在为宿主检索，针对先天双修圣体，本系统诚意推荐圣级双修功法阿威18式，售价1万反派值。介绍：此乃上古奇人阿威所创，专攻人体弱点，招式轻奇，令人防不胜防。虽无太大杀伤力，但侮辱性极强，乃是调教制敌的不二法门。对付女性修士，尤其是高冷型女修，有200%的暴击加成。阿威18式，顾长歌嘴角抽搐，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不正经？但看着天空中已经处于暴走边缘的萧燕，顾长歌一咬牙，买了。叮！扣除1万反派值，购买成功。轰！恭喜宿主习得阿威18式。刹那间，一股庞大的信息流涌入脑海。顾长歌快速浏览了一遍招式表。第一式亲笔金尖7天锁，第二式干柴烈火销魂锤，第三式金刚不坏大洋棍。顾长歌看着这些招式的名字和动作图解，只觉得三观尽碎。这特么是正经功法，简直就是流氓打架的集大成者呀！不过真相，顾长歌收死！此时萧燕儿已经调整好状态，再次杀来。这一次他不再留手，身后浮现出一只巨大的冰凤虚影，带着毁天灭地的寒气俯冲而下。来得好！顾长歌不退反进，混沌神魔体运转，金光护体，他身形如电，瞬间欺身而上，直接撞入了那只冰凤虚影之中。什么？萧燕儿大惊，这人疯了吗？竟敢肉身硬抗他的本命神通！然而下一刻，他就看到顾长歌穿过层层冰霜，那张带着坏笑的脸庞在他瞳孔中急速放大。阿威18式第一式，请比金尖7天锁。顾长歌大喝一声，身体以一种极其羞耻却又莫名充满压迫感的姿势，瞬间缠上了萧燕儿。什么鬼东西？萧燕儿看着顾长歌那怪异的起手式，心中警铃大作。前世身为女帝，她见过无数精彩绝艳的神通秘术，但这什么7天锁，闻所未闻，难道是什么失传已久的太古禁术？他不敢大意，立刻催动体内凤凰神血，周身燃起熊熊涅槃之火，试图逼退这个不知死活的登徒子。然而下一秒，顾长歌双腿如蟒蛇般盘住萧燕儿的腰肢，双手死死扣住她的双臂，像个八爪鱼一样死死缠在了她的身上。双腿盘腰，双臂锁喉，整个人如同铁钳一般，将萧燕儿那玲珑有致的娇躯牢牢锁在怀里，姿势暧昧到了极点。你干什么？萧燕儿彻底懵了，她想挣扎，却发现体内灵力仿佛被某种奇异的力量封印，运转晦涩。更让她崩溃的是，顾长歌那灼热的呼吸
正肆无忌惮地喷洒在他的耳畔。两人的身体紧密贴合，没有任何缝隙。放开我！萧燕儿俏脸通红，拼命扭动身体。嘿嘿，别乱动。顾长歌凑在他耳边，发出一声反派标志性的低笑。这可是情比金坚7天锁，一旦锁上，7天7夜都解不开。咱们这就叫贴身肉搏。下方，风月宗几千名弟子，一个个张大了嘴巴，下巴掉了一地。大师兄威武，大师兄牛逼，这种招式都能想出来，简直是我辈楷模。就连一向严肃的秦烈，此刻也是眼角狂抽，握着战戟的手微微颤抖。殿下这路子是不是有点太野了？难道这就是皇室秘传的玉女？不，御敌之术，无耻下流！萧燕儿气得浑身发抖，眼眶都红了。她堂堂女帝重生，竟然被一个无赖在大庭广众之下用这种羞耻的姿势强暴，奇耻大辱！顾长歌非但没有松手，反而贴得更紧了。他微微低头，鼻尖几乎要碰到萧燕儿那挺翘的琼鼻，眼中的戏谑毫不掩饰。帝女，这就冤枉我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武学切磋，怎么只许你用冰凤动我，不许我用肉身锁你？这难道就是古帝世家的双标？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萧燕儿疯狂催动凤凰神火，想要把身上这个无赖烧成灰烬。轰！恐怖的高温瞬间爆发。圣子！下方的巨阳真人发出一声惊呼，那可是凤凰神火啊，号称无物不焚。圣子这样贴身硬扛，怕不是要变成烤熟了？然而火焰之中，顾长歌却像是泡在温泉里一样舒坦。混沌神魔体，万法不侵，元素免疫90%，这点温度对他来说，顶多算是蒸桑拿。哎呦，帝女好热情啊！顾长歌不仅没松手，反而抱得更紧了，一脸享受的表情。这火暖洋洋的，挺舒服，再大点，劲儿不够啊！怪物，你是个怪物！萧燕儿彻底绝望了，打又打不过，烧又烧不死，甩又甩不掉。她堂堂重生女帝，竟然拿这个无赖，一点办法都没有。叮！检测到气运之女萧燕儿，心态濒临崩溃，产生极度无力感。恭喜宿主成功掠夺气运值5万点，当前反派值15万点，又是一波肥。顾长歌心里乐开了花，这阿威18式简直是神技啊！不仅能控制住对方，还能持续不断地刷分。这要是多锁几天，岂不是要把他薅秃了？够了！就在这时，萧燕儿突然停止了挣扎，她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内心的羞愤与慌乱，眼神重新变得冰冷刺骨。顾长歌，算你厉害，放开我！今日之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硬的不行，只能来软的。只要能脱身，日后有的是机会报仇。等他回到家族，取来帝兵，定要将这混蛋千刀万剐。既往不咎，顾长歌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萧燕儿，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现在是你落在我手里，生死都在我一念之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说着，顾长歌突然松开了一只手。萧燕儿心中一喜，以为他要放手，却见顾长歌那只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拍在了他的屁股上。啪！一声清脆响亮的巴掌声在寂静的高空中回荡。啊呀呀！萧燕儿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整个人如遭雷击，大脑一片空白。他打我那里，他怎么敢的？那火辣辣的触感顺着神经末梢直冲天灵盖，让他整个人都要炸开了。手感不错，弹性十足。顾长歌点评了一句，随即脸色一冷，语气森然：这一巴掌是替我风月宗那些被你吓坏的花花草草打的。啪！这一巴掌是替秦烈将军打的。啪！这一巴掌是教你怎么跟我说话。接连3巴掌打得萧燕儿娇躯乱颤，羞愤欲死。下方的风月宗众人已经彻底石化了，那可是萧家帝女，是未来要正道成帝的存在啊，竟然被圣子当众打屁股，这也太刺激了吧！服不服？顾长歌稍微松开了一点手臂，看着怀中满脸通红、发丝凌乱的家人，笑眯眯地问道：只要你主动求饶，叫一声好哥哥，我就考虑放你一马。做梦！萧燕儿咬着银牙，眼中满是倔强，有种你就杀了我，否则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哟呵，还挺硬气。顾长歌眉毛一挑，不愧是重生女帝，这脾气我喜欢。不过既然你不配合，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顾长歌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既然第一式你不服，那就试试第二式吧。阿威18式第二式，干柴烈火销魂唇。话音未落，顾长歌猛地低下头，不由分说，直接朝着萧燕儿那张娇艳欲滴的红唇狠狠印了下去。他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吸力，自己的阴唇不受控制被吸引过去。萧燕儿瞪大了眼睛，瞳孔剧烈收缩，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初吻，自己保留了2式的初吻，就这样没了。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天地间只剩下2人唇齿相依的身影，柔软香甜，带着一丝凤凰神火的余温。顾长歌原本只是想吓唬吓唬他，顺便刷点气运值，但这触感实在太好，让他一时间有些流连忘返，甚至还得寸进尺，想要撬开那紧闭的背齿，攻城略地。萧燕儿拼命挣扎，双手用力捶打着顾长歌的后背，但那点力气落在混沌神魔体上，跟挠痒痒没什么区别，反而在旁人看来更像是情侣间的打情骂俏。叮！检测到气运之女萧燕儿道心受损，产生极度羞耻、绝望，
甚至一丝异样的情绪。掠夺器运值5万点，当前反派值20万点。恭喜宿主成功触发暴击奖励，获得额外奖励1级神通炎帝焚诀，可净化，融合的异火越多，威力越强大。爽，太爽了！顾长歌一边享受着美人的滋味，一边听着系统美妙的提示音，简直人生巅峰。终于，在萧燕儿快要窒息的前1秒，顾长歌松开了嘴。不，一声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清晰，两人之间甚至还拉出了一道晶莹的丝线。拉丝了！萧燕儿瘫软在顾长歌怀里，大口喘息着，那张原本高冷如冰山的脸蛋，此刻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眼神迷离，羞愤欲死，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该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强吻，被轻薄，以后还怎么见人？女帝的威严，萧家的颜面，都在这一刻碎了一地。但为何除了愤怒，他似乎还感受到一股难以言喻的意犹未尽？不可能，一定是这个混蛋的手段，自己绝不可能对他。味道不错，很润。这时，顾长歌舔了舔嘴唇，给出了一个评价，就是技术差了点，有点生涩，以后得多练练。你萧嫣而只觉一股逆血直冲天灵盖，不仅被这混蛋当众强吻，还被嫌弃技术差。顾长歌，我要将你千刀万剐！他此时就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小母猫，虽然张牙舞爪，但在顾长歌那如同铁钳般的禁锢下，显得毫无威慑力。省省吧！顾长歌把头埋在他颈窝处，深深吸了一口那独有的处子幽香，一脸陶醉。与其有力气骂人，不如想想接下来这7天该怎么过。我都说了，这招叫情比金坚7天锁，接下来的7天7夜，咱们都要就这么贴着，吃饭贴着，睡觉贴着，就连上厕所也要贴着。到时候别说你胸口那颗红痣，就连你身上最隐秘的一根汗毛，可我都会研究得清清楚楚。轰！萧燕儿脑海中最后一根名为理智的弦彻底崩断。7天7夜还要研究每一处秘密，那种画面光是想想就让他感到窒息般的绝望。她是高高在上的女帝，是俯瞰众生的神明，绝不能沦为这种无赖手中的玩物。哪怕是死，哪怕舍弃这具耗费无数天才地宝凝聚的分身，也在所不惜。顾长歌，你休想！这是你逼我的！萧燕儿停止了挣扎，原本羞愤欲绝的面容突然变得平静下来，那种平静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决绝。她体内的凤凰神火不再向外喷涌，而是开始向着丹田处疯狂坍缩，一股毁天灭地的恐怖气息在她体内急速酝酿，那是燃烧本源玉石俱焚的征兆。这具分身虽然珍贵，蕴含了他3成的神魂之力，一旦毁去，本体也会遭受重创，甚至跌落境界。但为了清白，为了尊严，他顾不得了。今日之辱，来日必100倍奉还。3月之后，我真身出关，必踏入圣境，到时候上穷碧落下黄泉，哪怕你躲进大燕皇宫的龙椅底下，我也要亲手摘下你的脑袋。声音滚滚如雷，传遍方圆百里，那是女帝的誓言，带着不死不休的意志。3个月后，顾长歌笑了，笑得肆无忌惮。行啊，我等着，到时候记得洗干净点，别像今天这么粗糙。我这人挑剔，暖床丫鬟若是皮肤不好，可是要被退货的。你萧燕儿气结，这混蛋简直油盐不进，给我爆！他不再废话，心念一动，彻底引爆了体内的凤凰本源。轰隆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风月宗上空冉冉升起，方圆百里的云层瞬间被撕碎，恐怖的火浪瞬间吞噬了一切。那不是凡火，而是蕴含着一丝太古凤凰真意的涅槃神火，足以焚烧虚空，熔炼万物。整片天空都被染成了血红色，热浪滚滚，下方的护宗大阵剧烈颤抖，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圣子巨阳真人吓得面如土色，一屁股跌坐在地。完了，这么近的距离，硬抗尊者竟强者的自爆，就算是神仙也得脱层皮啊！然而，处于爆炸中心的顾长歌此刻却爽得飞起。定，检测到高浓度凤凰神火，炎帝焚诀自动运转，正在吞噬成功。漫天火海之中，顾长歌周身每一个毛孔都张开，贪婪地鲸吞着周围狂暴的火系能量。那些足以让寻常修士瞬间化为灰烬的神火，此刻却像是温顺的小绵羊，争先恐后地钻入他的体内。经脉被拓宽，骨骼被淬炼，就连丹田内的灵力海洋也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红色。爽！这就好比在大热天喝了一瓶冰镇阔落，透心凉，心飞扬。这哪里是自爆，分明是萧燕儿那个大善人不远万里送来的经验包啊！定，恭喜宿主成功吸收凤凰神火，修为提升制度节气2重天，肉身强度提升，混沌神魔体开发度正5%，获得新神通凤凰涅槃。被动受到致命伤害时，有几率触发浴火重生，恢复满状态。顾长歌缓缓睁开双眼，2团金色的火焰在瞳孔深处跳动。他打了个饱嗝，吐出一口浊气，味道不错，就是分量稍微少了点。要是真身来了，估计能让我直接突破到尊者境。他站起身，看着周围渐渐消散的火光，一脸意犹未尽。萧小姐，慢走不送，记得3个月后的约定哦。烟尘散去，顾长歌毫发无损的身影重新出现在众人视线中，白衣胜雪，纤尘不染，甚至连发型都没有乱一丝一毫。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像见了鬼一样瞪大了眼睛。那可是尊者的自爆啊，
就算是同级别的强者，不死也得重伤。结果顾长歌居然连衣服都没破，圣子神威盖世！巨阳真人第一个反应过来，连滚带爬的冲上去，那头便拜。圣子神威盖世，连古帝世家的帝女都被您逼得自爆，这战绩若是传出去，足以震动整个东玄域啊！这老货拍马屁的功夫倒是炉火纯青，主人威武！柳姬也不甘示弱，那张妖媚的脸蛋上满是崇拜。奴家就知道，区区一个黄毛丫头，怎么可能是主人的对手？刚才那一吻，简直惊天地泣鬼神，奴家看的都是都感动哭了。旁边丹奴虽然没说话，但也疯狂点头，那张老脸上写满了俺也一样。顾长歌摆了摆手，示意这群马屁精安静。唰，他的目光越过众人，落在了不远处那个瑟瑟发抖的身影上。萧无极，这位萧家序列第10，此刻正瘫软在泥坑里，面如死灰。完了，全完了，连帝女的分身都被逼得自爆。他这个所谓的序列第10，在顾长歌面前跟只蚂蚁有什么区别？跑，往哪跑？大言第一战将秦烈就在旁边虎视眈眈，而且见识了顾长歌那变态的实力后，他甚至怀疑，就算自己逃回萧家，也不一定安全。萧无极，顾长歌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如同惊雷般在萧无极耳边炸响。你家族那个什么帝女，好像抛下你跑了呀？你还有什么靠山或者救兵？要不再叫几个序列过来送送人头？正好我还没热身够。萧无极浑身一颤，猛地抬起头，看着顾长歌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至冲天灵盖。这人绝对是魔鬼，连帝女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至还被那样羞辱。自己若是再敢反抗，下场绝对比死还惨。想通了这一点，萧无极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举动。噔噔噔，他手脚并用，像条疯狗一样冲向顾长歌。秦烈手中大戟一横，正要将这厮斩杀，岂料扑通，萧无极在距离顾长歌还有3米远的地方，一个极其丝滑的滑跪，膝盖在地上拖出2道深深的沟壑，精准地停在了顾长歌脚边，动作标准，姿势优美，显然是经过千锤百炼。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静，死一般的寂静，风吹过废墟，卷起几片枯叶。秦烈举起的方天画戟将在半空，那张历经沙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脸上，此刻写满了错愕。巨阳真人更是把眼珠子都瞪出来了，这就跪了。刚才那个鼻孔朝天，一口一个蝼蚁，仿佛天王老子第一，他第2的萧家天骄呢？被夺舍了。义父，顾长歌也是愣了一下，随即哑然失笑。萧大少，这称呼我可担待不起。你不是古帝世家的人吗？不是魂灯供奉在祠堂吗？怎么这就不要脸了？萧无极抬起头，那张原本倨傲的脸上，此刻满是谄媚与真诚。脸面值几个钱？在义父，哦不，在主公的神威面前，面子就是个屁。萧无极虽然骄傲，但不是傻子。萧君临死了，萧一儿的分身炸了，但仔细一想，他和顾长歌有什么深仇大恨吗？没有，他不过是被萧一儿拉来当壮丁的。反观顾长歌，众瞳混沌神魔体，仙王09天，再加上那连帝女分身都能逼得自爆的恐怖手段，这哪里是什么凡俗皇子？这分明就是一尊还未成长起来的少年大帝啊！跟着萧家魂，顶多也就是个高级打手，还要被那些排名前几的变态压着打。但若是抱上这条大腿，从龙之宫啊，只要顾长歌不死，未来必将君临天下。到时候他萧无极就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公子，萧无极西行2步，抱住顾长歌的大腿，声泪俱下。其实我对萧家早就心怀不满了，那群老不死的偏心眼，好资源都给序列前3的天骄，根本不管我们死活。良禽择木而栖，良辰择主而事。无极眼拙，今日方知世间竟有公子这般惊才绝艳之人。只要公子肯收留，无极愿为马前卒，替公子扫平一切障碍。这一番话说的那叫一个慷慨激昂，那叫一个忠肝义胆，就连顾长歌都忍不住想给他鼓个掌。这求生欲绝了，有点意思。顾长歌低头看着这个毫无节操的家伙，眼中闪过一丝玩味。这变脸速度，不去唱戏可惜了。不过送上门的狗不要白不要，毕竟是个尊者境，好歹也是个高端战力，以后出门在外总不能事事亲力亲为吧？有些脏活累活，正好缺个跑腿的，想跟我混可以。顾长歌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衣袖，萧无极面露狂喜。但是顾长歌话锋一转，语气森然，我这人疑心重，从来不信什么口头承诺，既然要当狗，那就得戴上项圈。说着，他伸出右手，掌心之中一枚漆黑如墨，散发着诡异气息的符文缓缓浮现。至尊奴役，这是系统商城里的好东西，一旦种下，生死皆在主人一念之间，哪怕相隔万里，只要主人一个念头，就能让其神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放开心神，不要抵抗，否则死！萧无极看着那枚令人心悸的奴印，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他知道，一旦接受，自己这辈子就真的只能当狗了。但看着顾长歌那双漠然的重瞳，再看看旁边虎视眈眈的秦烈，这根本不是选择题。是公子。萧无极一咬牙，闭上眼睛，彻底放开了识海防御。萧黑色符文瞬间没入萧无极眉心，
钻入他的识海深处，深深扎根。一种灵魂被枷锁束缚的感觉油然而生。从此以后，顾长歌就是他的天，是他的神。顾长歌让他咬谁，他就得咬谁。很好，顾长歌满意地点了点头，收回手指。起来吧，以后你就是我的手下了。多谢公子。萧无极再次重磕了一个头，这才爬起来，恭敬地站在顾长歌身后，俨然一副忠犬模样。这一幕看得周围众人一阵唏嘘。堂堂尊者敬强者，古帝世家序列，就这样成了顾长歌的奴仆。这手段，这魄力，简直让人头皮发麻。秦将军，顾长歌转头看向秦烈，今日之事，多谢了，殿下言重了。秦烈连忙收起兵器，抱拳行礼，态度比之前更加恭敬。如果说之前秦烈是敬畏皇权，那么现在他是真的被顾长歌的实力和手段折服了。谈笑间，逼死女帝，分身收服尊者天骄，这等手段，就算是当今陛下年轻时，也未必能做到。此子必成大器，大燕皇朝由此储君，何愁不兴？各位，顾长歌环视四周，目光扫过风月宗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萧无极身上。他清了清嗓子，开启了画饼模式。我知道，你们有些人觉得我很残忍，很霸道。没错，我就是这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背叛我的人，下场你们也看到了，要么变成灰，要么变成魂奴。但是顾长歌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了如沐春风般的笑容。对于自己人，我从来不吝啬，跟着我顾长歌混，别的没有，吃香的喝辣的管够。功法我有的是，丹药当糖豆吃，就算是乘胜做祖，也不是什么难事。萧无极，你卡在尊者精义重天很久了吧？萧无极一愣，连忙点头回主人，属下卡在瓶颈已有3年。张嘴，顾长歌随手弹出一枚金灿灿的丹药，九转破镜丹，系统商城出品，必属精品。萧无极下意识地张嘴接住，丹药入口即化，轰！一股庞大的药力瞬间在他体内炸开，困扰他3年的瓶颈就像纸糊的一样，瞬间被冲破。尊者境2重，短短几个呼吸间，他的境界竟然直接突破，抵得过数10年苦修。这是萧无极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激动得语无伦次。扑通，他又跪下了，这一次是真心的。多谢公子赐药，无极愿为公子肝脑涂地。这一刻，他心中的最后一丝芥蒂也烟消云散。去特么的尊严，去特么的萧家，有奶便是娘。跟着顾长歌魂，真吉尔香。曾经的对手我都助他破境，更别说是风月宗一直支持我的人。听懂掌声，顾长歌大手一挥，啪啪啪啪啪，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所有人都用一种狂热的目光看着那个白衣身影，这就是他们的圣子，这就是他们的神。顾长歌看着眼前这群狂热的信徒，心中暗爽，这才是反派该有的牌面吗？打打杀杀多没意思，收小弟，画大饼，让别人替自己卖命，才是王道。好了，都散了吧，把这里收拾一下，该干嘛干嘛去。顾长歌挥了挥手，遣散了众人。秦烈手持方天画戟，立在顾长歌身侧。他看着眼前这个白衣胜雪的少年，心中早已掀起惊涛骇浪。谈笑间，逼死帝女分身，翻手阵压尊者天骄。这份心性，这份手段，哪里像是一个流落在外的皇子，分明就是一尊天生的帝王。秦烈身为大燕第一战将，镇守边疆数百年，见过无数天骄妖孽。皇室那8位皇子为了拉拢他，送神兵，送丹药，送美人，手段尽出，但他从未正眼看过一次。但眼前的顾长歌不一样，身上有一股要把这天捅个窟窿，还要把窟窿补成自己形状的狠劲儿。呼！秦烈吐出一口浊气，握着方天画戟的手紧了又松。赌一把，若是能辅佐这位九皇子，或许大燕能更上一层楼，甚至鲸吞中州。殿下，想到这里，秦烈不再犹豫，上前一步，对着顾长歌抱拳一礼，腰身压得极低。风月宗虽好，但这池塘太浅，养不出真龙。如今殿下重瞳已开，神体大成，正是乾隆出渊之时，莫将斗胆，请殿下随我回大燕皇都，那里才是您该去的舞台。回皇都？顾长歌闻言，眉毛微微一挑。他原本的计划是在风月宗苟一段时间，把周围的小地图刷完再说。但转念一想，风月宗这种新手村，油水确实不多了，除了一个萧君临，连个像样的气运之子都找不到。反观大燕皇都，那是整个东玄域的权力中心，天骄云集，那8个便宜皇兄，肯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再加上各大世家的传人，宗门的圣子圣女，简直就是一片待开发的金矿啊！不去收割一番，简直对不起自己这个大反派的身份。秦将军所言极是。顾长歌脸上露出一抹笑容，我也正有此意。这风月宗待久了，确实有点腻，是该换个地方祸害。可历练了。殿下英明。秦烈大喜过望，只要顾长歌肯回去，凭他的实力和手段，太子之位舍他其谁？圣子，您不能走啊！就在这时，巨阳真人连滚带爬的冲了过来，一把抱住顾长歌的大腿。您走了，咱们风月宗可怎么办啊？咱们宗门上下几千口人，可都指望着您呢。这老货哭的那叫一个情真意切，不知道的还以为顾长歌是他失散多年的亲爹。行了，别好了。顾长歌嫌弃的把腿抽了出来，就算我走了，你还是宗主，
风月宗还是那个风月宗，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区别大了去了。巨阳真人一脸严肃，圣子，老道有个不情之请，说老道想把风月宗改名为长歌宗。巨阳真人挺直了腰杆，声音洪亮，传遍全场。从今往后，咱们宗门就是圣子您的私产，您就是咱们永远的太上老祖。以后宗门里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女可，所有的弟子都任凭圣子调遣。此言一出，周围的风月宗弟子不仅没有反对，反而一个个两眼放光，疯狂点头。宗主英明，长歌宗，长歌宗誓死追随圣子。开玩笑，刚才顾长歌那毁天灭地的一战，早就把他们彻底征服了。能跟这种盖世天骄沾上边，那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改个名算什么？就算让他们把祖师爷的牌位换成顾长歌的画像，他们都不带犹豫的。长歌宗，顾长歌摸了摸下巴，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这老东西有点意思，不过这马屁拍得确实舒服。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有个属于自己的势力，总归是方便办事。以后要是缺个跑腿的，或者缺个暖床的，可也能有个去处。准了！顾长歌大手一挥，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那本圣子也不能小气。以后长歌宗就是我在外面的小弟，谁敢动你们，就是打我的脸。多谢圣子！巨阳真人激动得浑身颤抖。这波稳了，有了这句承诺，以后在这方圆万里，谁还敢惹他们长歌宗？这大腿算是抱得死死的了。旁边秦烈看着这一幕，也是暗暗点头。恩威并施，收买人心，这手段老练得不像个10几岁的少年。既然殿下发话了，秦烈上前一步，朗声道：传本将令，即日起，长歌宗纳入大研仙朝庇护范围，方圆1000里之内免除一切赋税。另外，调拨灵石100万，玄阶功法10部，助长歌宗重建山门。轰！全场沸腾。大研仙朝的庇护，100万灵石，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所有弟子看着顾长歌的目光，已经不仅仅是崇拜了，简直就是在看活财神。安排好这一切，顾长歌心情大好。秦将军，咱们什么时候出发？随时可以。秦烈说着，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从怀中掏出一枚泛着金光的玉简，玉简之上雕刻着9条栩栩如生的金龙，散发着一股古老而威严的气息。不过在出发之前，末将还有一事。哦，顾长歌目光落在玉简上，众瞳微微一缩。好东西！这玉简里蕴含的能量波动，竟然比那阿威18世还要强横数倍。这是陛下命我带来的。秦烈神色肃穆，双手捧着玉简递到顾长歌面前。大研皇室镇族绝学9天化龙诀，此乃大研开国太祖在一处上古仙宫中所得。大地级功法，大地级这3个字一出，旁边的萧无极呼吸瞬间急促起来。哪怕是在他们萧家，大地级功法也是核心传承，非顶尖序列不可修炼。没想到这大研皇室底蕴竟然如此深厚。萧无极眼巴巴地看着那枚玉简，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但他不敢动。刚才那枚奴印还在脑子里发热呢。顾长歌伸手接过玉简，入手温润，却重若千钧，隐约间仿佛能听到阵阵龙吟之声在耳边回荡。有点意思，这功法有什么讲究？顾长歌把玩着玉简，饶有兴致。殿下有所不知，秦烈解释道：这9天化龙诀霸道异常，非拥有真龙之气者不可修。它共分13重，修炼之法并非打坐练气，而是要引天的龙气强行冲开人体内的108个隐秘窍穴，每冲开一个窍穴，肉身之力便会暴涨1倍。若是能冲开36个，便可生化蛟龙，翻江倒海；若是冲开72个，便可横压一世，铜镜无敌。若是能将108个窍穴全部冲开，说到这里，秦烈顿了顿，眼中露出一抹敬畏，便可化身太古祖龙，肉身成圣，万法不破。哦，顾长歌来了兴致，肉身成圣，这倒是跟他的混沌神魔体挺配。不过秦烈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丝苦笑。这功法虽然霸道，但修炼难度也令人发指。寻常皇室子弟，光是感应第1个窍穴，就需要花费10年之功，哪怕是天赋异禀之辈，想要入门也得3年5载。当今陛下天纵奇才，修炼此法200年，如今也不过冲开了99个窍穴，卡在了第9重瓶颈，始终无法迈出那最后一步。至于那108窍穴全开的圆满之境，秦烈摇了摇头，自大研开国以来，从未有人达到过，哪怕是太祖当年，也只是止步于105个。这么难？顾长歌眉毛一挑，连那个便宜老爹练了200年都没练满。殿下天资绝世，或许能打破陛下的记录。秦烈看着顾长歌，眼中带着几分期许，但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劝解。不过修炼此法切忌急躁，冲穴之痛如万蚁噬心，稍有不慎便会经脉寸断。殿下可以先将口诀记下，等回了皇都，有了皇室龙脉加持，再慢慢尝试，不用那么麻烦。顾长歌直接打断了秦烈的话，慢慢尝试那是庸才干的事。身为挂逼，要是练各功法还要3年5载，那还要系统干什么？回家种红薯算了，不就是108个洞吗？捅开不就完事了？顾长歌轻笑一声，直接将玉简贴在了眉心。嗡！刹那间，一股庞大的信息流如同决堤的洪水般冲入他的脑海，无数金色的符文在他识海中飞舞，化作一条条张牙舞爪的金龙。定！
检测到大地级功法残卷9天化龙诀，无敌重瞳自动开启解析模式，混沌神魔体自动开启吞噬模式，正在推演，推演成功，正在优化，优化成功。恭喜宿主习得完美版9天化龙诀。顾长歌的双眼猛地睁开，左眼生机勃勃，右眼毁灭死寂。而在那重瞳深处，仿佛有无数条金龙在盘旋，在咆哮，吼吼吼！这一刻，天地间的法则线条在他眼中清晰可见，那些晦涩难懂的口诀瞬间变得通俗易懂，就像是看小学课本一样简单。人体108个隐秘窍穴的位置，在他眼中就像是夜空中的星星一样亮得刺眼。原来如此，顾长歌嘴角微微上扬，就这就是所谓的瓶颈，这就是所谓的难如登天。他心念一动，体内那汪洋般的混沌灵力瞬间化作一条条狂暴的怒龙，朝着那108个窍穴发起了冲锋。殿下，您这是？秦烈感受到顾长歌身上突然爆发出的恐怖气息，脸色一变，这架势是要当场修炼？殿下不可！秦烈急得大喊，此处并非龙脉之地，天地龙气稀薄，强行冲穴会有反噬之险啊！而且这冲穴过程痛苦万分，需要循序渐进。然而话还没说完，咔嚓，顾长歌体内便传来一声清脆的爆响，那是枷锁崩断的声音。紧接着，咔嚓咔嚓咔嚓，爆响声接二连三，如同鞭炮一般在顾长歌体内炸响，那声音密集而急促，根本没有任何停顿。秦烈张大了嘴巴，剩下的话直接卡在了喉咙里。这特么是什么鬼速度？别人冲穴那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冲开一个都要休养半个月。顾长歌倒好，这哪里是冲穴，这分明就是拿机关枪在扫射啊！爽！顾长歌仰天长啸，每一个窍穴被冲开，都有一股新生的力量涌遍全身，那种感觉就像是憋了很久的子弹终于打了出来，通透舒坦。周围的天地灵气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疯狂地朝着顾长歌涌来，甚至连地底深处那微弱的地脉龙气都被强行抽取出来，汇入他的体内。36窍、72窍、99窍，不过短短10几个呼吸的时间，顾长歌充血的数量就已经追平了大炎皇主200年的苦修。破了，这就破了！秦烈看着这一幕，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陛下苦修200年才达到的境界，顾长歌撒泡尿的功夫就搞定了。人与人的差距比人和狗还大。然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105、106、107，顾长歌身上的金光越来越盛，整个人如同一个小太阳般耀眼夺目。身后隐约浮现出一条巨大的混沌祖龙虚影，俯瞰苍生。最后一步，顾长歌眼中金芒爆闪，体内所有的力量汇聚成一股洪流，朝着那最后一个窍穴天灵盖上的百会穴狠狠撞去。给我开！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金色的光柱从顾长歌天灵盖冲天而起，直插云霄，风云变色，雷霆滚滚，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暗了下来。紧接着虚空震颤，一座古老沧桑散发着无尽地威的巨大石碑缓缓从虚空中浮现。那石碑高达万丈，通体漆黑，上面雕刻着9条五爪金龙，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破壁而出。9龙环绕，地威浩荡，方圆百里之内，所有生灵在这股威压之下都不由自主地跪伏在地，瑟瑟发抖。这是秦烈瞳孔剧烈收缩，身体止不住的颤抖。他死死盯着那面石碑，声音干涩，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恐与狂喜。传说中的9龙地碑，108窍穴全开，引动天地共鸣，降下9龙地碑。太祖显灵，天佑大炎啊！9龙地碑悬浮于天际，遮天蔽日。那9条金龙仿佛活了过来，在碑面上游走咆哮，每一次摆尾都震得虚空荡起层层涟漪。顾长歌沐浴在金光之中，周身108个窍穴如同星辰般闪耀，每一个窍穴之中都盘踞着一条迷你的真龙虚影，吞吐着天地精气。此时的他感觉自己仿佛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随意一拳就能打爆一座山头。这就是肉身成圣的感觉吗？顾长歌握了握拳，感受着指尖传来的爆炸性力量，心中一阵舒爽。定，恭喜宿主修成9天化龙诀圆满，肉身强度提升10倍，获得被动技能龙威，对拥有龙族血脉的生物产生血脉压制，对普通修士产生精神震慑。获得主动技能化龙，可短暂化身混沌真龙，全属性提升5倍，持续时间是灵力消耗而定。又是大丰收。顾长歌缓缓收敛气息，漫天金光散去，那座巨大的9龙地碑也随之引入虚空，但那种恐怖的压迫感却依然残留在每个人的心头。扑通！秦烈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单膝跪地，双手抱拳，声音因为极度亢奋而有些破音。恭喜殿下！唯有大炎仙朝发生影响气运的壮举，9龙地碑才会降世。上一次出现此碑，乃是千年之前大炎问鼎东玄域，殿下之资，冠绝古今，未来必将登临绝巅，俯瞰万界。这一刻，秦烈是彻底服了，五体投地的那种。如果说之前他还只是觉得顾长歌有潜力，那么现在在他眼中，顾长歌就是真命天子，就是大炎皇朝未来的希望。什么大皇子二皇子，在这位9殿下面前，那就是一群土鸡瓦狗，连给殿下提鞋都不配。旁边萧无极也立刻迎上来，
感叹道：“公子天资盖世，吾等就算努力追赶数十年，恐怕也赶不上啊。”呵呵。听到这话，顾长歌淡淡一笑，反问道：“如果努力有用，那还要我这种天才做什么？”如果别人这么说，只会被耻笑，但顾长歌说来，萧无极却觉得非常正确。和他相比，哪怕是古帝萧家的帝女萧燕儿，都显得相形见绌。殿下，秦烈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既然您神功已成，那事不宜迟，即刻启程回皇都。末将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那些老家伙们见到殿下时那副精彩的表情了。哈哈哈！好，顾长歌大笑一声，那就出发吧。很快，顾长歌、萧无极、秦烈三人登上了那辆黄金战车。嗖，战车化作一道金光，瞬间撕裂虚空，消失在天际。顾长歌坐在奢华的车舱内，手里端着一杯灵茶，轻轻抿了一口。系统打开属性面板，宿主顾长歌，身份大炎皇朝九皇子，风月宗、长歌宗圣子，体质混沌神魔体，开发度5%，无敌重瞳，修为渡劫期2重天，功法九天化龙诀圆满，阿威18式圆满，炎帝焚诀第1层，神通仙王领9天，凤凰涅槃化龙。当前反派值20万点。看着这一连串华丽的数据，顾长歌满意地点了点头。先杀萧君临，再从萧燕儿身上薅羊毛，这波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了，足以评价为夯爆了。不过这还不够，顾长歌的目标可是诸天万界最大的反派，是要把那些所谓的气运之子一个个踩在脚下。秦将军，顾长歌望向秦烈，开口道：“跟我说说大炎黄豆现在的局势吧，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吗？”是。秦烈精神一振，连忙上前2步，开始详细汇报。陛下乃是圣主境巅峰强者，100年前便感应到地境契机，闭关修炼，鲜少过问朝政。如今朝中大事，皆由内阁与几位皇子共同商议。说到这里，秦烈顿了顿，语气变得凝重。大炎立国万载，皇室子弟众多，但真正有资格角逐大位的，只有您的8位兄长。但陛下迟迟未立太子，这才有了如今的九龙夺嫡之势。大皇子顾玄机，母族乃是中州世家，底蕴深不可测。他身负紫薇帝气，天生王者，手握御林军兵权，是太子之位的最有力竞争者。二皇子顾天策，母族掌控着大炎7成的商会，富可敌国。他信奉金钱万能，用灵石砸出了一片天，门下食客3000，不乏奇人异士。三皇子顾文如，乃是设计学宫的圣子，有小儒圣之称，深受天下文人拥戴。四皇子顾武吉，一介武痴，天生霸体，镇守北疆妖族战场，手中染血无数，麾下皆是百战精锐的虎狼之师。五皇子顾金蝉，天生佛骨，自幼被送往西漠佛国修行，近日才刚刚归来，据说已证得罗汉果位。六皇子顾方寒，剑道奇才，3岁练剑，10岁悟剑意，如今已是剑道宗师，号称一剑光寒19州。七皇子、八皇子，秦烈一口气将8位皇子的信息一一道来，个个都是人中之龙，手握重权，背后势力盘根错杂，任何一个拎出来都足以镇压一方，成为一代枭雄。介绍完，秦烈面带忧色，抱拳道：“殿下，您流落在外多年，在皇都毫无根基，此番回去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会遭到他们的疯狂针对。”秦烈并非危言耸听，夺嫡之争向来是血雨腥风，亲兄弟明算账，杀得人头滚滚也是常有的事。顾长歌虽然强，但在秦烈看来，毕竟势单力薄，一群土鸡瓦狗罢了。萧无极终于找到了插话的机会，满脸不屑：“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在我家公子面前，他们算个屁！我家公子乃是少年大帝之资，重瞳一开，混沌神体一出，什么紫薇帝气，什么天生霸体，统统都要跪下唱征服。这马屁拍得连秦烈都忍不住侧目，好歹是个萧家序列，怎么跟个舔狗似的？针对我？呵呵。”顾长歌突然笑了，没有丝毫畏惧，反而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兴奋光芒。“秦将军，你搞错了一件事。”顾长歌端起茶盏，轻轻吹去浮沫，语气轻描淡写：“不是我怕他们针对，而是他们应该祈祷，千万别惹到我。这哪里是什么龙潭虎穴，这分明就是一片长势喜人、绿油油的极品韭菜地。紫薇帝气，天生霸体，天生佛骨，剑道奇才。听听这一个个名头响亮的下人，换算成气运值，那得是多少个零？不去收割一番，简直天理难容。定检测到大炎黄兜内汇聚海量气运值，触发主线任务九龙夺嫡，玄武门对韬。任务描述：身为万界大反派，岂能容忍别人在你面前装逼？请宿主以雷霆手段镇压8位皇子，夺取太子之位。手段不限，越残暴越好，越嚣张越好。任务奖励：每踩死打压一个皇子，额外奖励神秘大礼包1份。玄武门对韬。顾长歌差点一口茶喷出来，这系统果然不正经。不过我喜欢这任务，我接了。顾长歌体内的血液开始不受控制的沸腾起来。大炎皇都，我来了！中州古帝萧家悬空神岛，一座恢宏的大殿深处，恐怖的气息正在剧烈波动。顾长歌一声娇斥，震碎了殿内的紫金琉璃盏。萧燕儿盘膝坐于玉床之上，原本圣洁高冷的面容，此刻布满红霞，衣裳都被香汗湿透。她猛地睁开双眼，
杀意几乎凝成实质。失败了，又一次入定失败。只要一闭眼，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个白衣少年的身影，那张嘴角带笑的帅脸，那只肆无忌惮的大手，还有那个充满侵略性的吻。尤其是他最后喊出的招式金刚步坏大洋棍，若是分身自爆慢了一步，后果不堪设想。无耻淫贼！萧燕儿银牙紧咬，手中一块万年温玉被捏成粉末，那是他的初吻。哪怕只是分身，但神魂相连，那种触电般的酥麻感，那种被强行撬开牙关的屈辱，全都原封不动地反馈到了本体。该死！如果不杀了他，这辈子都别想踏入圣境。这已经成了他的心魔。燕儿姐姐，谁惹你发这么大火啊？店门被推开，一阵香风袭来，一名身穿紫色雨衣的少女蹦蹦跳跳地走了进来。少女约莫16、17岁，肌肤胜雪，容貌绝美，尤其是那一双灵动的大眼睛，透着一股古灵精怪的劲儿。古地姬家大小姐姬如雪，同样是中州最顶尖的天之娇女，觉醒了上古异象海上生明月，平日里最爱缠着萧燕儿。如雪，你怎么来了？萧燕儿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体内躁动的灵力，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衫。人家想你了吗？姬如雪也不客气，直接跳上玉床，抱住萧燕儿的胳膊蹭了蹭。好姐姐，你刚才在骂谁呢？什么淫贼？什么棍？姬如雪眨巴着大眼睛，满脸好奇。这可是个大新闻，号称冰山神女的萧燕儿居然会骂人淫贼。没什么。萧燕儿身子一僵，脸上刚退下去的红晕又涌了上来。骗人！姬如雪凑到萧燕儿面前，盯着她的脸看了半天，脸这么红，心跳这么快，还说没事。快说快说，到底是哪家公子居然能把燕儿姐姐气成这样？姬如雪心中的八卦之火熊熊燃烧。萧燕儿被缠得没办法，只能叹了口气。是大炎皇朝的一个皇子，名叫顾长歌。顾长歌？姬如雪歪着脑袋想了想，没听说过这号人物啊。他把你咋了？他杀了我族兄萧君临。萧燕儿语气森寒，解释起来，我派了一道分身前去问罪，结果……说到这里，他停住了，贝齿咬着红唇，似乎难以启齿。结果怎么了？姬如雪急得抓耳挠腮，快说啊！急死个人了。结果，萧燕儿闭上眼，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解释道：我的分身被他镇压，还被他那个无耻之徒轻薄了。空气突然安静，3秒后，哇哦！姬如雪惊呼一声，两眼放光，兴奋的差点从榻上跳起来。轻薄？怎么个轻薄法？是摸了这里？姬如雪伸出手，在萧燕儿胸前抓了一把，还是摸了这里？玉手下移，落在挺翘的臀儿上。如雪，你干什么？萧燕儿惊叫一声，连忙拍掉他的手，羞愤欲死。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了。哎呀，人家这不是帮你分析案情吗？姬如雪嘻嘻一笑，没有半点悔改之意。快说说细节，那个顾长歌帅不帅？有没有把你给那个了？嘿嘿，其实也不能怪那个顾长歌。燕儿姐姐，你身材这么好，我要是个男人，恐怕也把持不住。别闹了！萧燕儿终于爆发，体内灵力一阵，将姬如雪给推开。她整理好衣襟，咬牙说道：他夺走了我的初吻。什么？姬如雪倒吸一口凉气，连古地世家的帝女都敢强吻，这哥们是个狼人，比狠人多一点。看着萧燕儿那杀人的目光，姬如雪连忙收起嬉皮笑脸，连忙举手投降。好啦好啦，不逗你了。所以这成了你的心魔？萧燕儿点了点头，面若寒霜。此人不死，我心难安。但我现在处于突破的关键期，本体无法离开神岛，老祖正在闭关的关键时刻，需要我用地穴护法，至少还要3个月才能出关。姬如雪转了转眼珠子，突然拍手笑道：啊，正好，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你去。萧燕儿皱眉，你才刚突破尊者境，那顾长歌手段诡异，连我的分身都不是对手，你还是个孩子，就算去了有什么用？切，少看不起人。姬如雪挺了挺初具规模的胸脯，本小姐可是觉醒了异象的天才。再说了，我也不是一个人去啊，这次出门我可以把9长老带上。姬家9长老？萧燕儿愣了一下，姬家9长老，那可是实打实的圣境强者，对付一个大炎皇朝的皇子，居然出动圣境，这简直是用牛刀杀鸡。怎么样，够意思吧？姬如雪得意洋洋，只要本小姐出马，那个顾长歌还不是手到擒来？到时候我把他抓回来，给你当奴隶，让你天天拿鞭子抽他出气。萧燕儿想了想，点头道：好，那就麻烦你了。不过你要小心，此人身上有古怪，不可轻敌。放心。姬如雪摆了摆手，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燕儿姐姐，等我的好消息吧。说完，她转身就跑，生怕萧燕儿反悔。出了大殿，姬如雪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顾长歌有点意思，能把燕儿姐姐气成这样，肯定是个大坏蛋。本小姐最喜欢调教大坏蛋了。与此同时，中州极西之地天魔宗，一座完全由黑曜石打造的宫殿内，终年不见阳光，阴森诡异。大殿中央，一张铺着雪白狐裘的软榻上，侧卧着一道曼妙的身影，黑纱遮体，若隐若现，一双修长笔直的大长腿随意交叠，白的晃眼。天魔宗圣女安妙玉，中州公认的妖女，与萧燕儿并称绝代双骄。秦烈站起身，看了一眼下方的御林军防线，脸上露出一丝迟疑。殿下，再往前就是皇都的净空领域了。他指了指城墙上那些闪烁着寒光的阵法纹路。3年前，大皇子掌管御林军后，便立下规矩，皇都10里之内，除陛下御驾亲征外，
任何人不得御空飞行，哪怕是王公贵族，也得在城外降落，步行入城，已是对皇权的敬畏。说到这里，秦烈看了一眼顾长歌，小心翼翼地建议道：“咱们是不是先降落？”秦烈虽然是大言第一战将，但在这种规矩面前也不敢造次，更何况顾长歌现在还没正式认祖归宗，根基未稳，低调，一定要低调，先把脚跟站稳，再徐徐图之。降落？为什么要降落？顾长歌挑了挑眉，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秦烈愣住了，这是大皇子立下的规矩啊，他的规矩关我屁事。顾长歌冷哼一声，直接打断了秦烈的话，我又不是他爹，凭什么听他的？秦烈愣住了，这逻辑好像也没毛病，但问题是人家手里有兵啊。可是殿下若是强闯，御林军必然会出手阻拦，到时候闹大了，恐怕闹大。顾长歌打断了秦烈的话，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唯我独尊的霸气。我顾长歌既然回来了，那就没打算低调，不闹大怎么好玩？顾长歌走到车头，看着那近在咫尺的巍峨城门，众瞳之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低调隐忍，那是龟龟才干的事。身为大反派，就要嚣张，就要跋扈，就要把所有敌人的脸都踩在脚下摩擦。要是连进各门都要看别人脸色，那还争个屁！干脆回山里种红薯去吧。秦将军听令。顾长歌声音骤然变冷，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末将在。秦烈浑身一震，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全速前进。顾长歌伸手指着那高耸入云的城门楼，一字一顿地说道：“给我撞过去，让这满城的人都知道我顾长歌回来了！”疯了，简直是疯了！秦烈看着顾长歌那张完美的侧脸，心脏剧烈跳动，血液瞬间沸腾。理智告诉他，这绝对是冒险的行为，但身体却诚实的可怕。那种久违的热血，那种想要打破一切桎梏的冲动，在秦烈体内疯狂燃烧。这才是他想追随的主公，这才是能带领大燕走向巅峰的帝王。去他娘的规矩，去他娘的低调，干就完了！遵命！秦烈怒吼一声，浑身灵力轰然爆发，如决堤江水般灌入脚下的战车阵盘。公子威武霸气，撞死这群没眼力见的！萧无极在一旁看热闹，不嫌事大，吼得比谁都大声。吼吼吼！拉车的12匹天马似乎也感受到了主人的疯狂意志，他们仰天长啸，吼声震碎云霄。原本平稳行驶的黄金战车瞬间爆发出比恒星还要耀眼的金光，速度暴增10倍，空气被撕裂，发出刺耳的音爆声。黄金战车化作一颗金色的流星，携裹着毁天灭地的气势，朝着黄兜那不可侵犯的净空结界狠狠撞去。黄兜城头，负责守卫的御林军统领正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轰！突然，他感觉头顶一暗，一股恐怖的压迫感从天而降。下意识抬头，只见一颗巨大的金色火球正以一种极其蛮横、极其不讲理的姿态朝着他们砸了下来。那是什么？敌袭！敌袭！凄厉的警报声瞬间响彻云霄。黄金战车裹挟着万军雷霆，狠狠砸落在朱雀大门的城楼之上。轰！坚硬无比的黑金城砖瞬间崩裂，蛛网般的裂纹疯狂蔓延，碎石飞溅，烟尘漫天。原本整齐列队的禁卫军被这股恐怖的气浪掀翻在地，一个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可，什么人竟敢强闯黄兜禁地？不要命了吗？烟尘散去，那辆奢华至极的黄金战车显露真容，流光溢彩，龙纹盘绕，12匹拥有上古血脉的天马打着响鼻，蹄下踏着烈焰，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群蝼蚁。车门打开，一道魁梧的身影率先跃出。咚！秦烈身披重甲，手持一杆黑龙长枪，重重落在地面。尊者境的恐怖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如同一座大山，狠狠压在所有禁卫军的心头。九殿下回京，闲杂人等退避。声浪滚滚，震得众人耳膜生疼。九殿下，那个传说中失踪多年的九皇子。周围的禁卫军面面相觑，握着兵器的手都在颤抖。这股气势太强了，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什么九殿下？本少在黄兜那么多年，从没听说过。就在这时，一道尖锐刺耳的嘲讽声突兀地响起。哒哒哒，马蹄声清脆，一名手持长枪、骑着白马的青年缓缓而来。他身后跟着一队精锐甲士，个个气息彪悍，显然不是普通的看门大头兵。吾乃北山侯之子，白马银枪小霸王杨伟，奉太子之命，把守这朱雀大门。杨伟手中银枪一指，枪尖寒芒闪烁，直指黄金战车。太子有令，无论王公贵族，皆需步行入城，接受盘查，违令者杀无赦。杨伟脸上挂着戏谑的笑，他早就收到了大皇子的密信，若是那个所谓的九皇子回来，务必给一个下马威，最好能激怒对方动手，这样就能名正言顺地将其拿下，治个大不敬之罪。区区一个毫无根基的野生九皇子，拿什么跟手握重权的大皇子斗？杀无赦！呵呵。车厢内传出一声轻笑，这笑声不大，却清晰地钻入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顾长歌缓缓走出车厢，白衣胜雪，纤尘不染。他双手负后，俯瞰着不远处的杨伟，就像是在看一只不知死活的蚂蚱。杨伟是吧？顾长歌漫不经心地开口，听你的名字就知道你这辈子硬不起来。噗嗤！旁边的萧无极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周围那些原本紧绷的禁卫军也有不少人憋红了脸，肩膀耸动。这名字确实是黄兜的一大笑柄，只是平日里
没人敢当面提。杨伟脸色长成了猪肝色，羞愤欲绝，竟敢羞辱本少爷！知道我爹是谁吗？堂堂北山侯，大皇子的左膀右臂。北山侯没听说过。不过顾长歌话锋一转，别说是你，就算你爹见了我，也得老老实实跪下行礼。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让本殿下不行？跪下！最后2个字，顾长歌并没有动用灵力，但那股源自灵魂深处的上位者威压，却让杨伟的白马发出一声惊恐的嘶鸣，前腿一软，跪倒在地。扑通！杨伟狼狈地摔了个狗吃屎，脸色愈发难看。羞辱，赤裸裸的羞辱，在大庭广众之下从马上摔下来，这让他这个白马银枪小霸王的面子往哪搁？混账！杨伟恼羞成怒，手中银枪指着顾长歌，破口大骂：少在这里装腔作势！你说你是皇子，谁能证明？陛下的妃子有记载的只有8位，根本没有第9位。我看你分明就是个来路不明的野。他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轰！顾长歌直接抬起手，对着前方随意一挥，就像是在驱赶一只凡人的苍蝇，没有任何灵力波动，仅仅是纯粹的肉身力量。啪！下一刻，杨伟那张嚣张跋扈的脸瞬间变形、扭曲、崩塌，紧接着是他的头颅、脖颈、身躯，身体就像是一个被戳破的气球，没有残肢断臂，没有血肉横飞，整个人直接化作了一团猩红的血雾，随风飘散，连同他身上的极品灵气战甲，他手中的银枪统统化为齑粉，连一块完整的骨头渣子都没剩下。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那一团正在消散的血雾，大脑一片空白。死了！那个背景深厚、实力达到渡劫期的白马银枪小霸王，就这么被一巴掌拍没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他们甚至没看清顾长歌是怎么出手的。殿下，秦烈也被这一幕吓了一跳。他知道顾长歌强，但没想到这么强，更没想到这么狠。这可是彻底把北山侯给得罪死了，甚至等于直接向大皇子宣战了。哎呀！顾长歌收回手，从怀里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指尖并不存在的灰尘。这黄豆的卫生状况真是越来越差了。他眉头微皱，似乎有些嫌弃，扫视了一圈周围早就吓傻了的禁卫军，脸上露出一抹无辜的笑容。抱歉啊，各位，刚才这人脸上有只苍蝇，嗡嗡嗡的，吵得本殿下头疼。本想帮他拍死那只苍蝇，谁知道没控制好力道，稍微用力了一点点。下次一定注意。顾长歌耸了耸肩，一脸无奈。既然这个杨伟不认识我，那就去地府问阎王吧。而周围众人则吓得浑身颤抖。神他妈拍苍蝇，神他妈劲儿使大了！所有人都在心里疯狂咆哮。你家拍苍蝇，能把人拍成血雾？这理由找的也太敷衍了吧！叮，恭喜宿主击杀大皇子阵营杨伟，麻漏级，获得气运值50点。叮，检测到宿主当众行凶，极度嚣张，符合反派行为规范，额外奖励反派值1000点。叮，宿主行为已对周围路人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获得称号黄豆恶霸，初级。靠，这杨伟还真够废物的，竟然才50点气运值。不过蚊子腿再小也是肉，这种主动送上门来求打脸的蠢货，不杀留着过年吗？公子牛逼！就在这肃杀恐怖的氛围中，一道极不合时宜的叫好声响起。萧无极从战车后面探出头来，一脸崇拜，两眼放光。这一巴掌简直是浑然天成，大道至简，既拍死了苍蝇，又净化了空气，还顺便帮这家伙投了个胎，简直是一举三得。公子仁慈，这分明是在做善事啊！萧无极这番颠倒黑白的马屁，听得秦烈都忍不住嘴角抽搐。神特的做善事，不过真爽！秦烈看着那一滩血迹，心中积攒多年的郁气一扫而空。这就对了，这才是王者该有的霸气。管你什么侯爷世子，管你背后站着谁，杀无赦！杨伟带来的几十名亲卫终于从呆滞中回过神来。跑！这个念头在所有人脑海中同时炸响，连渡劫期的小侯爷都被一巴掌干碎了。他们这些小喽啰留在这里，除了送死还能干什么？哗啦啦，盔甲碰撞声响成一片。这群平日里作威作福的亲卫，此刻恨不得爹妈多生了3条腿，转身就朝着城门洞里狂奔。站住！本殿下允许你们走了吗？顾长歌淡淡开口。恐怖的气息席卷全场，扑通扑通扑通，接二连三的跪地声响起。那几十名亲卫面如土色，瑟瑟发抖，朝着黄金战车拼命磕头。殿下饶命！殿下饶命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是大皇子，不是杨伟那个死鬼逼我们这么做的。小的上有800岁老母，下有300岁嗷嗷待哺的孩儿，求殿下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绝对没有下次了。求饶声此起彼伏，凄惨无比。没有下次。顾长歌歪了歪头，似乎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片刻后，他笑了，呵呵，既然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没有下次，那就下辈子吧。无极，动手！顾长歌转过身，看都没看这群蝼蚁一眼，径直走回车厢。好嘞！早就按捺不住的萧无极兴奋地搓了搓手，从战车上一跃而下，如同脱缰的野狗。都闪开！终于轮到本少装逼啊！不，出手了！刚才看着顾长歌人前险胜，萧无极早就按捺不住。他在谷地萧家虽然只是序列第10，平日里被萧一二压着打，在顾长歌面前更是唯唯诺诺。
但这并不代表他弱，恰恰相反，对于这些普通修士而言，他这个尊者境前者就是触不可及的天花板。嘿嘿，一群杂鱼也惹我家公子。萧无极狞笑一声，体内灵力轰然爆发，凝聚出一方大印。我乃萧家天骄，打不过公子，还收拾不了你们。轰隆！惨叫声刚刚响起，便戛然而止，尘土飞扬。在那巨大的掌印之下，几十名有着元婴化神修为的亲卫，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瞬间化作了一具具尸体。公子，清理干净了。萧无极屁颠地跑回战车旁，换上一副讨好的笑脸。顾长歌点了点头，目光又望向剩下的禁卫军。本殿下今天要坐车入城，谁赞成，谁反对？目光所及之处，无人敢与之对视。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禁卫军，此刻全都低下了头，恨不得把脑袋埋进裤裆里。反对？开什么玩笑？谁嫌命长，敢在这个时候触眉头？开城门！一名御林军统领咽了口唾沫，声音颤抖地变了调。他猛地转身，对着手下声嘶力竭的咆哮都愣着干什么？快开门！恭迎九殿下回宫！哐当！沉重的黑金城门在几十名士兵手忙脚乱的推动下缓缓开启，紧接着数百名御林军齐刷刷的跪倒在地，兵器丢了一地，脑袋死死贴着地面，根本不敢抬头。恭迎九殿下回宫！九殿下英明神武，千秋万代，殿下威武霸气，乃是我大言之幸。一时间马屁如潮，原本严苛无比的禁空令、禁车令，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就像是一张废纸。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只要你拳头够硬，规矩就是个屁。走吧，顾长歌放下车帘，驾！秦烈一抖缰绳，12匹天马打着响鼻，拉着黄金战车，大摇大摆地驶入了这座象征着大炎最高权力的皇都。车轮滚滚，碾过地上的血迹，留下一道道猩红的车辙印。皇都之内繁华异常，宽阔的街道足以容纳10架马车并行，两旁楼阁林立，商铺遍地。黄金战车入城的动静实在太大，瞬间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那是谁的车架？竟然敢在皇都御空飞行？嘘，小声点，没看见车轮上的血吗？那是九皇子，刚才在城门口一巴掌把北山侯的儿子给拍得灰飞烟灭，连渣都没剩下。这么狠！百姓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或是惊恐，或是好奇，或是崇拜。顾长歌坐在车内，透过车窗看着这人生百态，内心毫无波澜。无论是在风月宗还是在这里，强者注定是用来被仰望的。突然异变突生，停下！一声娇喝突兀的在前方响起，紧接着一道红色的身影站在街道中央，挡住了战车的去路。什么人竟敢惊扰殿下车驾？秦烈怒喝一声，手中战枪一指，杀意凛然。挡路的是一名红衣少女，约莫18、19岁，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只是那下巴抬得极高，鼻孔朝天，一副傲气凌人的模样。面对秦烈的杀意，他不仅不惧，反而双手叉腰，一脸理所当然。喊什么喊？吓到本小姐，你赔得起吗？少女翻了个白眼，目光越过秦烈，直接看向那辆奢华的黄金战车。九皇子顾长歌，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唐小仙，是4皇子顾武吉的追随者。唐小仙？顾长歌眉头微跳，定检测到气运之女，异阶，姓名唐小仙，身份没落唐家传人，4皇子顾武吉的追随者，体质先天小仙女圣体，气运值5万点。介绍先天小仙女圣体，一种极其特殊的体质，拥有者极度双标，迷之自信，常伴有抛开世事不谈，我若我有理，你虽然没错，但你态度有问题等天赋神通，能无视一切逻辑攻击，并在精神层面对异性造成降智打击。噗！顾长歌差点一口茶喷出来。先天小仙女圣体，这特么是什么鬼体质？系统，你确定不是在搞怪？不过5万点气运值虽然不多，但也算是一块肥肉了。好女孩别辜负，坏女孩别浪费。顾长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既然他送上门来了，那就陪他玩玩。有事。顾长歌走出车厢，居高临下看着那个红衣少女。唐小仙打量了顾长歌一番，眼中闪过一丝惊艳，但很快就被那股迷之自信所掩盖。长得倒是有几分俊俏，他一副评头论足的架势。刚才在城门口，本小姐看见你动手了，虽然手段残暴了点，但实力还算凑合。所以呢？顾长歌反问。所以本小姐决定给你一个机会。唐小仙挺了挺胸，一脸骄傲地说道，我现在是4皇子顾武吉殿下的首席追随者，那可是未来太子的有力竞争者，天生霸体，镇守北疆妖族战场，手中染血无数，麾下皆是百战精锐的虎狼之师，最喜欢招揽人才。我看你刚回皇都，人生地不熟的，也没个靠山，挺可怜的。这样吧，你加入4皇子的阵营，以后跟着本小姐混，怎么样？是不是很感动？唐小仙说完，扬起下巴，脸上写满了快来谢恩的表情。在他看来，自己这可是雪中送炭，一个刚回来的野生皇子，能攀上4皇子的高枝，还经过他这个首席追随者的引荐，简直就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一时间，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秦烈握着长枪的手青筋暴起，若不是顾长歌没下令，他早就一枪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捅个对穿了。萧无极更是瞪大了眼睛，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唐小仙，这女的脑子里装的是江湖吗？让一个拥有重瞳、至尊骨、刚刚一巴掌拍死北山侯之子的狠人
给他当小弟，几个菜啊，喝成这样了。此刻，唐小仙站在街道中央，下巴翘得极高，鼻孔几乎要翻到天上去。他正等着顾长歌那头便拜，在这黄都之内，能成为四皇子的追随者，那是无数天骄梦寐以求的护身符，更何况还是由他这位红人亲自引荐。哈哈哈！顾长歌突然放声大笑，唐小仙双手叉腰，满意地点了点头。看来你还不算太蠢，知道这份机缘有多重。行了，别光顾着笑，赶紧下来，随本小姐去见四皇子。回头本小姐替你美言几句，说不定殿下一高兴，赏你一件极品灵器。若是运气好，得到殿下的一两句指点，能让你少走几10年弯路。顾长歌站在战车边缘，俯视着这个自说自话的女人。这所谓的先天小仙女圣体，确实名不虚传。逻辑这种东西，在她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闭嘴！你在母狗叫什么？顾长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冷的漠然。你说什么？唐小仙愣住了，抠了抠耳朵，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母狗叫？他妈自己是母狗？我说，你明明那么普通，为什么能这么自信？顾长歌一步踏出，悬浮在半空，眸中透着玩味。让我当你的小弟？哼，就你这种货色，算给我当个洗脚婢，本殿下都嫌你脏了我的脚。轰！周围那些围观的修士只觉得脑子里炸开了一道惊雷，这可是唐小仙啊！虽然唐家没落了，但他是四皇子的心腹，在这黄兜里谁不给几分面子？这九皇子刚回来就这么直接开喷，这嘴巴简直妈了命！定检测到气运之女唐小仙当众丢脸，气急败坏，掠夺气运值5000点，这就破防了。顾长歌嘴角上扬，微微一笑，放肆！你敢羞辱我？唐小仙气得浑身发抖。你知道本小姐是谁吗？我唐小仙，1岁走路，2岁说话，3岁识字，4岁得了大红花，5岁来了大姨妈，18岁便突破化神期。放眼整个皇都，谁不夸我一句大聪明？追求我的世子勋贵，能从这朱雀大门排到皇宫门口。他越说越激动，脸上的傲气几乎要溢出来。噗嗤！萧无极实在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哪来的脑残女？别逗我家公子笑了。他上下打量着唐小仙，撇了撇嘴。化神期很厉害吗？我家公子乃是大言正统9皇子，身份尊贵，实力强横，不是你能碰瓷的。切！唐小仙冷哼一声，双手抱胸。是皇子又怎么样？出生这种事又不能自己选择，不过是运气好投了个好胎罢了。本小姐虽然不是皇室成员，但凭借自己的努力，拥有如今的地位和实力，这才是真正的厉害。那种靠着血脉作威作福的人，最让我恶心。这番话逻辑极其炸裂，听得周围路人一愣一愣的，甚至不少原本觉得顾长歌霸气的人，此刻竟然觉得唐小仙说的话好像有几分勾巴道理。这就是先天小仙女圣体的被动技能，降智打击。看来公子说的对，你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普信女。萧无极直接被气乐了，你又是个什么东西？唐小仙眼中寒光一闪，咬牙怒斥，一个赶车的奴才也敢在这里插嘴？我萧无极不仅没生气，反而挺起胸膛，满脸自豪。记住了，我是公子座下的头号仆人，能为公子效力，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耀。这天下想给公子当狗的人多了去了，他们配吗？听到这话，唐小仙满脸鄙夷，一个奴才也敢顶撞本小姐，找打！今天就替你主子撕烂你这张臭嘴！话音未落，他纤细的手掌猛地挥出，轰！一道红色的灵力在掌心汇聚，化作一道凌厉的掌风，直奔萧无极的脸颊。化神期的修为在这一刻爆发开来，四周的空气都变得灼热了几分。小小蝼蚁，可笑可笑！萧无极冷笑一声，站在原地动都没动。突然，他体内深处一股如大海般深不可测的气息彻底爆发。那不是化神期的灵力波动，也不是渡劫气，而是凌驾于众生之上的尊者之位。在萧无极身后，一尊巨大的虚影骤然浮现，虽看不清面容，但那股仿佛能撑开天地的恐怖气息，让在场所有人的灵魂都在颤栗。尊者法相，滚！萧无极一巴掌扇了出去，巴掌去势不减，携裹着排山倒海的巨力，狠狠印在了唐小仙的脸上。啪！清脆响亮悦耳，唐小仙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整个人就像是被抽中的陀螺，在空中旋转了10几圈，凄惨倒地。可，唐小仙艰难地爬起来，嘴角渗血，惊恐地看着萧无极身后的巨大虚影。尊者法相，你是尊者境？一个赶车的下人竟然是尊者境的大能，这怎么可能？放眼整个大炎仙朝，尊者境也是一方霸主级别的存在，哪个不是身居高位，受万人敬仰？哪怕是在强者如云的大炎皇都，尊者境都算是顶尖存在，是各大皇子争夺的高端战力。而一个年轻的尊者更是潜力无穷，怎会甘心居于人下？那一巴掌，人群中有识货的老登修士突然惊呼出声：金地焚天掌，那是古地萧家的不传之秘，一旦激起千层浪，怎么可能？既然是萧家的天骄，为什么会给九皇子当随从？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古地萧家那可是中州最顶级的荒古世家之一，底蕴深厚的下人完全不亚于大炎仙朝。没错，萧无极昂首挺胸，环视四周。听好了，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古地萧家序列第10，萧无极。
不过那是以前。他顿了顿，突然转身对着顾长歌的方向单膝跪地，神色狂热。现在的我只有一个身份，大言九皇子顾长歌殿下坐下，最忠诚的仆人，愿世世代代为殿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谁敢对殿下不敬，我就灭谁九族。这一幕极具冲击力。古帝萧家那是什么概念？中州顶尖的庞然大物，这样的家族，其中的序列天骄，哪一个不是眼高于顶，是天下英豪如草芥？可现在萧无极居然跪在顾长歌面前，自称仆从，太不可思议了。这九皇子在外面多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人群中不少势力的密探们手里的传音符都快捏碎了。这消息太劲爆了，必须立刻上报。而此刻萧无极的头埋得很低，心中却在疯狂盘算，跟着顾长歌不仅有丹药吃，有神功练，关键是这位主子那是真护短，也是真牛逼。众同家至尊骨，未来注定要横推诸天。现在不赶紧表忠心，等以后顾长歌登顶大帝，自己怕是连提鞋的资格都没了。当狗怎么了？给未来的大帝当狗，那叫从龙之功，那叫家族荣耀。有编制的警犬，想咬谁就咬谁。啧，这小子倒是真会来事，路走宽了呀。顾长歌站在车头，俯视着单膝跪地的萧无极，嘴角上扬，简直比 AK 还难压。不愧是种下了奴鹰的手下，这悟性，这马屁拍的角度，简直就是先天9000岁圣体，舔得舒坦，好活当赏。不过顾长歌瞥了一眼系统面板，唐小仙虽然被一巴掌扇飞了，脸都肿成了猪头，但气运值竟然纹丝未动，没破防。顾长歌有些诧异，都被打成这样了，心里还没点数。看来这种先天小仙女圣体自带精神防御护盾，物理攻击虽然有效，但无法击穿她那层比城墙还厚的迷之自信。想要收割这种韭菜，就得把她的骄傲扔在地上狠狠碾碎。啊！突然唐小仙发出一道刺耳尖叫，她半边脸肿得老高，发髻散乱，原本精致的红衣沾满了灰尘，看起来狼狈不堪。但她那双眼睛里没有恐惧，只有愤怒，还有一种仿佛看穿了一切的睿智。顾长歌，你这个卑鄙小人！卑鄙！顾长歌挑眉，这次用的倒是新鲜，难道不是吗？唐小仙冷笑一声，虽然脸肿得像发面馒头，但依然努力扬起下巴，维持着他那可笑的高傲。我就说嘛，你一个流落在外的皇子，怎么可能这么威风？搞了半天，你是狐假虎威。他指着跪在地上的萧无极，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你肯定是花了什么大价钱，或者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才请动了这位萧家序列吧？让他假扮成你的车夫，在人前演这么一出戏，就是为了给自己造势，对不对？实际上你就是个外强中干的废物。说到这里，唐小仙越发觉得自己猜对了真相，逻辑闭环了。堂堂萧家序列，怎么可能真的给人当狗？绝对是剧本。这顾长歌就是个想靠炒作上位的绣花枕头。萧无极跪在地上，听得冷汗直流。倒反天罡，不是啊，你这贱女人叽里咕噜说什么呢？你找死，可千万别害我，万一公子怪罪到我头上呢？殿下，这疯婆娘胡言乱语，我这就去撕烂她的嘴。萧无极正要动手，等等，顾长歌抬了抬手，如果萧无极直接拍死他，自己还怎么掠夺气运值？他看着下方那个自以为看穿一切的女人，突然觉得很有趣。这种脑补能力，不去写女频小说真是屈才了。既然他觉得我是靠外援，那就亲手打碎他的幻想。毕竟只有让他引以为傲的骄傲彻底崩塌，才能榨干他身上的最后一滴气运值。你不服气？顾长歌一步踏出。当然。唐小仙见顾长歌下来了，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金光，他从怀里掏出一枚丹药吞下，脸上的红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顾长歌，有本事就别躲在别人身后，本小姐给你一个机会。唐小仙手腕一翻，摆出一个起手势，傲然道：来，我们单挑，不准那个萧家序列插手，只要你能接住本小姐一招，刚才的事我就既往不咎，甚至可以不向四皇子告状，原谅你的无礼。周围的人群中传来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既往不咎，原谅？大姐，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现在明明是你挡了人家的路，被人家打了，结果你还要原谅人家，这脸皮厚度简直堪比黄豆的城墙拐角。顾长歌却笑了，有意思，很久没见过这么清新的脑残了。单挑行，给你这个机会，这可是你说的，不准让那个姓萧的帮忙。唐小仙见状，脸上露出一抹奸计得逞的狂喜，他心中冷笑，这顾长歌果然是个自大狂。虽然他天赋不错，但毕竟流落在外多年，根基肯定不稳，而自己手里可是有着压箱底的宝贝。他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一股阴冷而锋利的气息从他体内散发出来。出来吧，我的本命神兵白虎笔。话音刚落，一道白光从他小腹丹田处迸射而出，那是一把通体雪白的匕首，造型奇特，柄部雕刻着一颗狰狞的白虎头。匕首出现的瞬间，四周的空气似乎都被冻结了，周围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呼。圣器，竟然是中品圣器！这唐家虽然没落了，但底蕴还在，竟然连这种级别的宝物都传给了他。唐小仙握住匕首，整个人变得自信心爆棚。顾长歌，别怪本小姐没提醒你，这把白虎笔乃是我唐家老祖在极北之地斩杀了一头万年白虎，
举其脊骨炼制而成。此宝只传女性，从我外婆传给我母亲，又传到我手里。它吸干了无数强者的精华，一旦祭出，早已通灵，见血方回。这一招乃是我唐家秘传杀招。白虎坐地袭，唐小仙娇喝一声，身形化作一道红色的残影，削！手中的白虎笔划破长空，带着一股吸扯灵魂的诡异力量，直刺顾长歌的胸膛。这一招的姿势极其古怪，唐小仙整个人腾空而起，双腿张开，呈坐姿下压，匕首则从下往上，刁钻无比。萧无极在旁边看得直揉眼，神特么白虎笔，这招式名字，这动作，这女人怕不是在合欢宗进修过吧？就这，顾长歌看着那飞速逼近的白色寒芒，神色平静的可怕。混账！别小看本小姐，我的白虎笔也未尝不利。去死吧！唐小仙身形暴涨，威势又强了几分。米粒蜘蛛也敢放光？顾长歌连灵力都没动用，如今他修成了混沌神魔体，肉身强度早已经超越了寻常圣器的极限，再加上9天化龙诀的淬炼，每一寸肌肤都蕴含着真龙之力。万众瞩目之下，顾长歌缓缓伸出右手，他没有握拳，也没有出掌，而是伸出了一根修长的手指，指甲盖晶莹剔透，闪烁着淡淡的金色光泽。他就那么随便地用指甲对着那把号称吸干无数强者精华的中品圣器轻轻一弹，叮一声清脆的撞击声响起，紧接着在场所有人听到了某种东西崩碎的声音，咔嚓一声脆响突兀的响起，紧接着在所有人惊恐的注视下，那把散发着恐怖气息的白虎笔从中间裂开了，密密麻麻的裂纹如同蜘蛛网般迅速蔓延。嘣一声爆响，白色的骨片四散飞溅，噗！唐小仙如遭雷击，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整个人再次倒飞出去，像个破布娃娃一样摔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不，他捧着那些碎片，双手颤抖，眼泪决堤，发出凄厉的惨叫。哎呀呀！白虎笔裂开了，我祖传的白虎笔裂开了，吵死了！顾长歌掏了掏耳朵，一脸不耐烦。裂开了就裂开了，你吼那么大声干嘛？我看你不光是笔裂开了，你是皮痒痒了，想找人给你捅咕。叮！检测到气运之女唐小仙心态炸裂，自尊心被践踏，当众破防。恭喜宿主成功掠夺气运值1万点。系统的提示音适时响起，顾长歌心中暗爽，果然对付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小仙女，单纯的肉体打压虽然解气，但收益太低，直接在精神上碾压，比杀了他还能爆金币。你竟然还敢凶我！唐小仙从地上爬起来，她发髻散乱，红衣沾满尘土，哪还有半点刚才的高傲无恙，手里捧着那一堆碎裂的骨片，整个人都在颤抖。顾长歌，你毁了我唐家之宝，这可是无价之宝，这是我外婆传给我妈，我妈又传给我的，她陪了我整整18年，她是有灵魂的，你必须赔偿。唐小仙越说越觉得自己站立，腰杆子不由得挺直了几分。还有，打狗还得看主人，如果四皇子知道我的白虎笔裂开了，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他最疼惜人才，我作为他的首席追随者，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四皇子一定会带兵踏平你的寝宫。周围的百姓和修士听得目瞪口呆，这逻辑简直无赖，明明是他先动手杀人，既不如人兵气碎了，反倒成了受害者，还要让人家赔偿。哦，她是小仙女啊，那没事了，赔。顾长歌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他抬起右手对着阳光照了照食指，指甲盖光洁如新，连个白印子都没留下。刚才为了弹碎你的白虎笔，我的指甲盖可能磨损了1/1000微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把你这条件命赔给我，恐怕都不够那个磨损费的。你！唐小仙气结，胸口剧烈起伏，强词夺理，你这就是在耍流氓。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就没有一点错吗？我都主动给你机会追随四皇子，你非但不领情，还会有宝物，如果你不反抗，我的白虎笔怎么会碎？周围的百姓听得目瞪口呆，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合着九皇子就该站着让他捅？闭嘴！顾长歌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这女人的废话实在太多，听得恼人疼。若非为了掠夺其运值，他早就一巴掌拍死了。不过有一点，他倒是挺好奇，既然你是四皇子的，那今日拦我去路，究竟是顾五级的意思，还是你自作主张？顾长歌冷冷问道。哼！唐小仙扬起下巴，一脸傲娇，这种小事还需要殿下亲自吩咐吗？是本小姐看你可怜，想给你个机会，给你个为四皇子效力的机会，没想到你如此不识抬举，真是个勾扒下头男。全场寂静，就连秦烈这种久经沙场的铁血硬汉，此刻也忍不住眼皮狂跳。好家伙，原来是自作主张，拿着鸡毛当令箭，还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这四皇子要是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大聪明手下，估计能气得当场倒立劈叉。哼！顾长歌冷笑一声，声音瞬间冷了下来，如同九幽寒风刮过长街。既然你承认是四皇子的人，那正好，打狗是要看主人，但狗犯了错，这笔账自然要算在他头上。你回去带句话，让四皇子亲自登门给本殿下赔罪，否则这事儿没完。轰！此言一出，整条朱雀大街彻底炸锅。所有人倒吸凉气的声音汇聚在一起，仿佛要把这条街的空气都抽干。狂！
太狂了，让四皇子滚过来赔罪，那可是顾武吉啊，天生霸体，镇守北疆多年的狠人，是大炎皇室年轻一代中最好战、最霸道的存在。据说他脾气火爆，性格刚烈，这辈子除了大炎皇帝就没向谁低过头。顾长歌居然敢公然挑衅，疯了！九皇子这是疯了吗？那可是手握重兵的四皇子啊！完了完了，神仙打架，咱们这些凡人还是躲远点吧。唐小仙也愣住了，他没想到顾长歌在知道了四皇子的威名后，非但不害怕，反而还敢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让殿下给你赔罪，怎么敢的呀？殿下乃是天上的真龙，你不过是滚！顾长歌懒得再听他废话，大袖一挥，一股磅礴的劲气横扫而出。啊呀呀！唐小仙再次惨叫一声，整个人像个皮球一样滚了出去，一直滚到了街道尽头。他狼狈地爬起来，发髻彻底散开，像个疯婆子，但他眼中的怨毒却更加浓烈。好，顾长歌，你有种！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我现在就去四皇子告状，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承受殿下的怒火吧。唐小仙放完狠话，也不敢再逗留，捂着肿胀的脸颊，一瘸一拐地朝着远处狂奔而去。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秦烈手中的战枪微微颤动。殿下！秦烈上前一步，沉声道：“此女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如今放她离去，引得四皇子带兵前来，恐怕会有不小的麻烦。为何不直接杀了她，永绝后患？”在秦烈看来，杀伐果断才是王道。这种跳梁小丑留着只会恶心人，而且以他对顾长歌的了解，可不是什么心慈手软的善男信女。在城门口拍死杨伟的时候，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怎么到了这唐小仙身上，反而手下留情了？呵呵。顾长歌转过身，看着唐小仙消失的方向，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纵虎归山，不，他可不是那种人。当初对付那个便宜师弟萧君临，他可是有着十足的耐心，杀了一次又一次，最后甚至让黑皇把那小子的骨灰都给扬了，用龙息烧了上百次，直接分解成原子状态，连做鬼的机会都没给他留。对于敌人，他从来不会心慈手软。之所以放走唐小仙，秦将军，你不懂。顾长歌淡淡开口，这女人虽然蠢，但她身上的价值还没榨干，5万点气运值才刚刚刮了1万点下来，剩下的4万点还在她身上存着呢。公子，我知道了。突然，萧无极像是想到了什么，疯狂脑补。公子不仅实力通天，这智谋更是无敌。那唐小仙不过是个跳梁小丑，杀他只会脏了公子的手。但借他把四皇子引过来，到时候公子再当着全皇都的面镇压四皇子，啧。萧无极越想越兴奋，两眼放光，那一幕绝对震撼。到时候整个大炎都要在公子的脚下颤抖。公子，这不仅是仁慈，更是大智慧、大格局啊！秦烈听得嘴角直抽抽，这萧家续脸拍马屁的功夫见长啊，都快赶上宫里的老太监了。不过殿下，秦烈还是有些担忧，又道：您今日刚回皇都，根基未稳，先是杀了北山侯世子，现在又公然挑衅四皇子，这动静是不是太大了点？枪打出头鸟，如今夺嫡之争愈演愈烈，各大皇子都在暗中盯着。您如此高调，恐怕会成为众矢之的，被几方势力联手针对。黄豆的水太深了，稍微行差踏错一步，就是万劫不复。枪打出头鸟，顾长歌轻笑一声，狂风呼啸，吹得他衣袍猎猎作响。秦将军，你记住，枪打出头鸟，那是因为鸟飞得还不够高。顾长歌抬头望向那苍茫天穹，声音平静，却透着一股吞吐日月的狂傲。而我并非凡鸟，我本天上大鹏鸟，只恨云低不肯飞。这小小的黄兜困不住我，这大炎的皇位也不是我的终点，我要的是这诸天万界唯我独尊。轰！这番话如同一道惊雷，狠狠劈在秦烈的耳畔。他双目圆睁，看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我本天上大鹏鸟，只恨云低不肯飞。这是何等的狂妄，又是何等的豪迈！原来殿下的格局从来就不在这一城一池的得失，也不在那张龙椅。他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是那传说中的仙路尽头。怪不得殿下敢如此肆无忌惮。原来在他眼里，这些所谓的皇子、权贵都不配做他的对手，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末将受教。秦烈深吸一口气，只觉得胸中热血沸腾，是自己格局小了。扑通！秦烈猛地单膝跪地，手中的战枪重重顿在地上，激起一片尘土。殿下之志，吞吐天地。秦烈愿追随殿下，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助殿下扶遥直上9万里。这一刻，秦烈心中最后的一丝顾虑彻底烟消云散。什么大皇子，什么四皇子，在殿下这只即将展翅的大鹏面前，都不过是些叽叽喳喳的麻雀罢了。跟着这样的主子，才不枉此生。起来吧！顾长歌抬手扶起秦烈，接着秦烈继续驾车，黄金战车腾空而起，却并未朝着皇宫的方向飞去，而是调转车头，向着皇都东侧一座巍峨入云的黑色大殿疾驰。秦将军不去皇宫？顾长歌好奇问道。回禀殿下。秦烈一边驾车一边解释，按照大炎祖制，所有皇子认祖归宗，第一件事并非觐见陛下，而是要先去武庙。武庙？顾长歌挑了挑眉。正是。秦烈声音洪亮，透着一股肃穆。大炎先朝
以武立国。这5庙之中，供奉着大炎立国万年以来历代战力最强、功勋最卓著的9尊武圣英灵。每一位皇子成年礼或归宗时，都要前去祭拜，并接受一次5庙考核。只有通过了考核，才算真正得到了列祖列宗的认可，才有资格入宗谱，争夺大统。有点意思。顾长歌挑了挑眉，本来还以为要先去见那个素未谋面的便宜老爹，演绎出父慈子孝的戏码，没想到还要先考试。这考核考什么？顾长歌来了兴致。打架。秦烈回答的干脆利落。大炎传承至今，如今了9个朝代，每个朝代都会选出一位当时的最强者，死后阴魂不灭，受香火供奉，镇守5庙。皇子进入5庙，需引动英灵显化，与其对战。若是能打赢，不仅能得到该位武圣的认可，更有机会获得其生前的无上传承。说到这里，秦烈语气中多了几分艳羡。就好比4皇子顾武吉殿下18岁那年行冠礼，在5庙中引动了第3代武圣搬山大圣的英灵，两人大战300回合，最终4皇子侥幸获胜，成功得到了搬山大圣的成名绝学神象镇狱镜。那一战轰动了整个皇都，也奠定了4皇子如今在军中的无上威望。神象镇狱镜那是号称炼制大成，可生化8亿4千万神象颗粒，镇压地狱的无上炼体功法。我弟龟龟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萧无极在旁边听得直啧舌。等等，顾长歌却抓住了盲点。秦将军，那些武圣生前至少也是大圣，甚至圣主级别吧？皇子才多大，怎么可能打得过？秦烈笑了笑，解释起来。殿下有所不知，5庙的英灵会根据挑战者的骨龄，将自身修为压制在同一年龄。如今殿下20岁，那显化的武圣英灵便也是他们20岁时的状态，大概都在渡劫期或者尊者境。不过秦烈话锋一转，神色凝重，能入选5庙的，哪一个不是镇压一个时代的绝世妖孽？即便同年龄一战，想要胜过他们也是难如登天。大部分皇子能在英灵手下撑过100招不败，就算通过考核了。真正能战而胜之的，得到传承的，千百年来凤毛麟角。原来如此，同年龄一战吗？顾长歌眸中闪过一抹金芒。要是比修为，他现在才渡劫期2重，确实不算多厉害。但要是同龄一战，拥有众瞳、至尊骨、混沌神魔体的他，若称第2，谁敢称第1？秦将军，顾长歌突然开口，这5圣英灵一次只能挑战一个吗？什么？秦烈手一抖，战车差点偏离航线。他回过头，一脸错愕地看着顾长歌。殿下，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把那9个老鬼9位先贤武圣一起叫出来打一顿？顾长歌语气平淡，就像是在问晚饭能不能多加个菜。秦烈和萧无极同时倒吸一口凉气，一起叫出来还要打一顿，这也太狂了吧！殿下慎言。秦烈苦笑连连，贪多嚼不烂，光是对付一位武圣就已经是9死1生。历代皇子中有不少人因为强行挑战，被英灵打得道心崩碎，从此一蹶不振。从未听说过有人敢同时挑战多位的。不过秦烈顿了顿，似是想起了什么往事，眼中露出一抹敬畏。当今陛下年轻时精彩绝艳，他曾在1日之内连续挑战3位武圣，并且全部战而胜之，因此陛下被誉为大炎万年以来的3关王，也是公认的东玄域第1强者。3关王？顾长歌摸了摸下巴，那个便宜老爹居然这么猛，连赢3个，这战绩确实够吹一辈子了。但既然要玩，那就玩把大的。顾长歌站起身，望向远处那座越来越近的黑色大殿，体内血液开始微微沸腾。3关王吗？既然老头子能打3个，那我就先定个小目标。他伸出一只手，5指张开，然后在秦烈惊恐的注视下缓缓握成拳头。我要打10个。哦，不对，一共才9个，那就把这5庙给通关了吧。秦烈、萧无极疯了，这绝对是疯了。通关5庙，把9大武圣全部挑翻，这要是传出去，怕是整个黄都的人都要笑掉大牙。但不知为何，看着顾长歌那挺拔如松的背影，秦烈心中竟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期待。这天上大鹏鸟或许真的能创造奇迹。黄都北隅4皇子府，这座府邸占地1000亩，通体由玄武岩砌成，风格粗犷霸气，宛如一头蛰伏的巨兽。此刻府邸深处一股恐怖的气息冲天而起，轰隆隆，天穹之上风云变色，一尊巨大的金色神像虚影在云层中若隐若现，长鼻卷动星辰，4足踏碎虚空，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哦！方圆100里的灵气疯狂朝着府邸汇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这是神像异象，殿下出关了。府邸内无数身披重甲的亲卫面露狂热，纷纷朝着后山方向跪拜。这就是他们追随的主君，大炎年轻一代的霸主，天生霸体，4皇子顾武吉。砰！后山石门轰然炸碎，噔噔噔，一道魁梧的身影大步走出。那是一个身穿黑金战甲的青年，身高9尺，虎背熊腰，满头黑发狂舞，每一根发丝都仿佛蕴含着爆炸般的力量。他周身缭绕着暗金色的气流，每一步落下，地面都要震颤3分。尊者境3重天，这般年纪，这般修为，放眼整个中州，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恭迎殿下出关，殿下神威盖世，千秋万代。放眼年轻一代，谁人能敌？哪怕是太子之位，也非殿下莫属。
数百名亲卫齐声高呼，声浪震天。顾武吉环视四周，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次闭关收获颇丰，不仅修为突破，更是领悟了神象镇狱境的一丝真谛，肉身力量暴涨10倍不止。以气引神，以神成象，举手投足，拥有8亿4千万威力巨象之力。不错，这次闭关收获颇丰，神象镇狱境终于练到了第3层，就算是面对尊者境后期的老怪物，也有一战之力。顾武吉握紧双拳，空气在他掌心被捏爆，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他随手抓过一件黑金蟒袍披在身上，龙行虎步，气吞万里如虎。就在这时，嘤嘤嘤，一道凄厉的哭喊声打破了这喜庆的气氛。四皇子殿下，你要为我做主啊！只见一个衣衫褴褛、披头散发的红衣女子跌跌撞撞地冲进了演武场，她半边脸肿得像猪头，嘴角还挂着血迹，看起来惨不忍睹。正是唐小仙。小仙，顾武吉眉头一皱，身上那股霸道的气势瞬间收敛了几分。这唐小仙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毕竟是唐家后人，又是最早投靠他的追随者之一，平时带出也能充个门面，怎么被打成这父母狗样？谁干的？顾武吉声音低沉，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压迫感。嘤嘤嘤，唐小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得梨花带雨。虽然现在的脸看起来更像是暴雨后的烂泥地。殿下，是那个刚回来的顾长哥，我好心好意代表您去招揽他，想让他加入您的阵营，可他非但不领情，还打得我白虎笔都裂开了。唐小仙一边抹眼泪，一边添油加醋。他还说让您滚过去，亲自登门赔罪，否则他就踏平这四皇子府。听到这话，周围的亲卫们个个义愤填膺，这也太狂了吧！让四皇子登门赔罪，这顾长哥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唐小仙心中暗喜，愤怒吧，生气吧。依照四皇子那火爆的脾气，听到这种话，绝对会立刻点齐兵马，杀过去把顾长哥碎尸万段。到时候自己不仅能报仇，还能立下一大功。岂料下一刻，啪！四皇子狠狠一巴掌朝着唐小仙抽过去，同时吼出一道雷霆，咆哮：“贱人，你他妈的自己找死，别连累本殿下一起！”唐小仙被一巴掌抽飞，顿时皮开肉地。殿下，你打我！唐小仙彻底懵了，他趴在冰冷的地面上，只觉得天旋地转，耳朵里全是轰鸣，但比脸上更疼的是他的心碎了，和那把白虎笔一样，碎得稀里哗啦。为什么？四皇子他明明对自己青眼有加，每次宴会都会多看自己几眼，他甚至不止一次的幻想过，如果不是自己家世差了点，早就成了他的皇子妃。等到他登基为帝，自己便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到时候把整个大燕先朝都踩在脚下。而今天自己不惜去招揽顾长哥，不就是为了他吗？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可四皇子竟然为了那个外人打了自己，一股巨大的委屈感瞬间冲垮了唐小仙的理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您啊！唐小仙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泪水混合着血水从肿胀的脸颊滑落。那个顾长哥如此嚣张，我只是想帮您敲打他，让他知道谁才是大炎黄都未来的主人，让他心甘情愿地追随您。我有什么错？闭嘴！顾武吉发出一声雷霆咆哮，震得整个府邸都在嗡嗡作响。他魁梧的身躯投下巨大的阴影，将唐小仙完全笼罩。为了本殿下，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替本殿下做事？顾武吉怒火中烧，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他是个纯粹的武痴，武痴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只有强大与弱小。顾长哥再怎么说也是大炎的皇子，是我的皇帝，你一个外姓的追随者，有什么资格打着本殿下的旗号去拦他的路，去对他指手画脚？谁给你的胆子？这叫以下犯上，这叫不知死活！蠢货，你搞不清楚自己的地位，分不清大小王吗？顾武吉越说越气，他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自作聪明，拿着鸡毛当令箭的蠢女人。与顾长哥对决，他当然想，但那必须是堂堂正正在演武台上用拳头分出胜负，而不是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简直丢尽了他天生霸体的脸。唐小仙被骂得哑口无言，整个人都傻了。他那套小仙女逻辑，在顾武吉这种纯粹的武道强者面前根本不堪一击，道理讲不通，他只能使出最后的绝招。哇！唐小仙嚎啕大哭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捶着地面，撒泼打滚。顾武吉，你这个负心汉，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凶我，我讨厌你，我恨你！说着，他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出一把备用的短笔。这把匕首虽然不如白虎笔珍贵，但也寒光闪闪。他把匕首横在自己白皙的脖颈上，锋利的刃口压出一道血痕。顾武吉，你如果不立刻带兵去杀了顾长哥给我出气，我就再也不理你了。我非但不理你，我还死给你看！他一边哭喊，一边用肿成缝的眼睛偷偷观察着顾武吉的反应。快来拦我呀！快说你错了，说你最在乎的是我，只要你一句话，我马上就原谅你。下一刻，叮！顾武吉屈指一弹，一道劲风激射而出，那把匕首瞬间被弹飞，插在远处的石柱上，嗡嗡作响。唐小仙心中一喜，看吧，四皇子果然还是在乎我的，他舍不得我死。刚才那些肯定都是气话，殿下，我就知道你。他立刻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也不管脸上还肿着，就要顺势扑进顾武吉的怀里。啪！
一只大手无情地扣住了他的天灵盖，硬生生止住了他前扑的势头。顾武急无止发力，像抓小鸡仔一样把他提了起来，双脚离地。想死可没那么容易。顾武急看着手中挣扎的女人，脸上露出一抹冷笑。本殿下的府邸也是你能弄脏的，这烂摊子是你惹出来的，你死了谁去给九弟赔罪？就算你要死，也得死在九弟面前，给他把这口气消了。什么？唐小仙脸上的惊喜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恐。不是心疼，不是挽留，是要把自己当成礼物送去给顾长歌赔罪。不要！唐小仙拼命挣扎，双手抓挠着顾武急如同铁柱般的手臂，指甲都断了几根，却无法撼动分毫。殿下，我是你的首席追随者呀，你不能这么对我。那顾长歌就是个疯子，把他惹急了，他真的会杀了我的。放开我，我要回家，我要找我三个。聒噪！顾武急眉头一拧，另一只手在唐小仙后颈轻轻一捏，嘎巴一声脆响，唐小仙两眼一翻，身体瞬间软了下来，像条死狗一样被提在手里。世界终于清静了。来人！顾武急随手把昏迷的唐小仙扔给旁边的亲卫统领。九弟现在在何处？顾武急冷声问道。那名亲卫统领愣了一下，赶紧回答：回禀殿下，秦烈将军正陪着九殿下去了武庙。好！顾武急点了点头，对着手下发号施令：备车，去武庙。与此同时，殿下到了。秦烈一拉缰绳，巨大的黄金战车缓缓降落在黑色广场之上，面前是一座巍峨古朴的大殿，通体由黑曜石砌成，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只有岁月留下的斑驳刀痕见孔。一股苍凉肃杀的气息扑面而来，好浓郁的气韵。刚一下车，萧无极便忍不住惊呼。在他看来，这武庙上空盘踞的气韵金龙吞吐着天地灵气，每一次呼吸都引得周遭空间微微震荡，几乎快要凝成实质，比他们古地萧家的祖祠还要恐怖数倍。那气韵金龙似乎感应到了生人的气息，巨大的龙首垂下，两盏灯笼般的龙目扫视三人，带起一阵令人窒息的威压。这是自然。秦烈昂首挺胸，语气中满是自豪，指着前方那座巍峨如山的黑色大殿。武庙乃是大炎立国之本，供奉着九大武圣，受万年香火熏陶，这股武运足以镇压一切魑魅魍魉。这不仅仅是一座庙，更是我大炎先朝的脊梁。顾长歌负手而立，衣袍在风中猎猎作响。叮！检测到磅礴的气运之力，混沌神魔体正在自动吞噬。系统的提示音响起，顾长歌只觉得浑身毛孔舒张，一丝丝精纯的能量钻入体内，滋养着四肢百骸。好地方，以后没事的多来逛逛，这就跟泡温泉似的。殿下，请看那边。秦烈指向武庙大门右侧，那里立着一块高达10丈的青色石碑，石碑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名字。这是乾隆榜。秦烈介绍道，凡是大炎皇室子弟挑战武庙英灵成功者，皆可留名于此。顾长歌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排在最上面的几个名字金光璀璨。顾擎苍挑战3位武圣成功，用11个时辰，那是当今陛下。秦烈一脸崇敬，解释道，陛下年轻时便是绝代天骄，1日之内连挑3关，被誉为3关王，至今无人能破此记录。往下看，顾武吉挑战搬山大圣成功，耗时3个时辰，四皇子殿下也不差。秦烈指着那个名字，搬山大胜力大无穷，四皇子能在3个时辰内获胜，已是难得的战绩。再往下便是一些陌生的名字，大多是历代亲王或者早已作古的皇室强者，总共也不过100来人。要知道，大炎立国万年，皇室子弟何止千万，能留名者万中无一。殿下，秦烈收回思绪，正色道，关于此次考核，末将有个建议。什么？9大武圣中实力也有高低之分，末将建议殿下选择搬山大圣作为对手。秦烈分析的头头是道，一来搬山大圣虽力大，但速度稍慢，且招式大开大合，比较容易寻找破绽；二来四皇子曾挑战成功，留下了不少攻略心得，殿下可以借鉴。这确实是老成持重之言，毕竟顾长歌刚回皇都，急需一场胜利来稳固地位，求稳才是上策。搬山大圣，顾长歌轻笑一声，摇了摇头，捡别人吃剩下的，没意思。秦烈一噎，大殿下的意思是我打的就是精锐，自然要选最强的。顾长歌抬起头，看向那幽深的武庙大门，声音平淡的像是在菜市场挑白菜。这9大武圣之中，谁最能打？秦烈一愣，面露难色。殿下，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怎么没有？顾长歌只有一个字，有是有。秦烈吞了口唾沫，指着武庙最深处的一座偏殿，声音都有些发颤。那是第1代武圣，也是大炎的开国大元帅火灵飞。此人身负上古麒麟血脉，肉身无双，更掌握着麒麟宝术，那是真正的杀伐大术。据说他年轻时曾以尊者境逆伐圣人，同阶之中从未有过败绩。这1000年来，共有37位皇子试图挑战他，结果……秦烈顿了顿，脸色难看，结果无一例外，全部惨败，甚至有3位皇子被打破了道心，当场疯癫。火灵飞，顾长歌念叨着这个名字，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麒麟血脉，逆伐圣人，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不过，在我这个大反派面前，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哪怕是麒麟，也得给我趴下当坐骑。就他了。顾长歌二话不说，抬脚就朝那座偏殿走去。殿下，
三思啊！秦烈大惊失色，想要阻拦，却根本跟不上顾长歌的步伐。秦将军，淡定。萧无极一脸看好戏的表情，从怀里掏出一把瓜子，磕得咔嚓作响。公子的实力，你根本一无所知。别说是那个什么火灵妃，就算是真正的麒麟神兽来了，也得被公子抓来当坐骑。轰隆！沉重的青铜大门缓缓开启，又重重关上，将殿外的喧嚣彻底隔绝。大殿内空荡荡的，只有中央立着一尊金身塑像。那塑像雕刻的是一名身穿赤红战甲的青年，手持战戟，脚踏火云，透着一股睥睨天下的狂傲之气。大炎皇子顾长歌，前来踢馆。顾长歌站在塑像前，随意的拱了拱手。嗡！话音刚落，金身塑像猛地颤动起来，一道赤红色的光芒从塑像中射出，在半空中凝聚成一道半透明的身影。那是一个看起来只有20岁左右的红发青年，面容俊美妖异，眉心处有一道火焰印记，周身缭绕着炽热的烈焰，仿佛火神降世，正是年轻时的火灵妃。踢馆！火灵妃的英灵缓缓睁开双眼，两道火光如同利剑般射向顾长歌。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发出一声轻笑，呵呵，好狂妄的小娃娃。哪怕是如今的大炎皇主顾擎苍，见到本圣也是恭恭敬敬称一声老祖宗。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连基本的礼数都不懂了吗？小崽子，看你细皮嫩肉的，赶紧出去吧，别逼老子把你打哭！狂！这火灵妃不愧是万年前的狠人，哪怕只剩一道英灵，依旧狂得没边。轰！一股属于尊者境5重天的恐怖威压，如同火山爆发般，瞬间充斥了整个大殿。这便是武庙的规则。根据挑战者的骨龄，英灵会将修为压制在同一时期。顾长歌如今20岁，对应的正是火灵妃20岁时的状态。尊者境5重天，比顾长歌现在的渡劫期2重，足足高了一个大境界还多。打哭我！哈哈！顾长歌笑了，他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袖口，语气平淡的像是在闲聊。老邓，时代变了，我赶时间要去其他8座大殿，快开始吧！你最好把所有的本事都使出来。听到这话，火灵妃愣住了，这剧本不对啊！以往那些皇子进来，哪个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小子怎么跟逛窑子似的，一下子就要干9个？好，很好！火灵妃怒极反笑，满头红发无风自动，周身火焰暴涨。既然你急着找虐，那本圣就成全你！轰！大殿之内温度骤升，火灵妃一步踏出，脚下坚硬的黑曜石地面瞬间融化，化作滚滚岩浆。麒麟踏天步，咚！第一步落下，大殿震颤。火灵妃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出现时已至半空，携带着万钧之势，一脚踏下。这一脚不仅蕴含着恐怖的肉身之力，更裹挟着天地大势，仿佛一座太古火山当头压下。尊者境5重天的威压毫无保留的释放，初代武圣的实力就这。顾长歌衣袍猎猎作响，不闪不避。轰！双眸之中2个瞳孔骤然重叠，无敌重瞳开！原本快如闪电的火灵妃，在顾长歌的视野中，动作瞬间慢了下来，就像是慢放了100倍的电影画面，每一丝灵力的流动，每一块肌肉的发力都清晰可见。太慢了！顾长歌摇了摇头，今日我将以最强形态出击。话音刚落，胸口触亮起一团璀璨的金光，至尊骨，一股苍茫古老的气息从他体内复苏，仿佛有一尊太古神王在他体内觉醒。混沌神魔体！轰隆隆！9天化龙诀打开的108个窍穴同时亮起，犹如108颗星辰疯狂吞噬着周围的天地灵气。他的身后浮现出一片混沌迷雾，迷雾之中，一尊顶天立地的仙王虚影缓缓睁开了双眼，俯瞰众生。异象，仙王领9天。在这异象领域之内，顾长歌的气息瞬间暴涨3倍。什么？半空中的火灵妃瞳孔猛地收缩，他感觉自己这一脚仿佛踢在了一块坚不可摧的神山上，不是被一股更加恐怖的力量反震了回来。给我下来！顾长歌猛地伸出右手，五指成爪，无视了那漫天火光，直接抓向火灵妃的脚踝。那只手掌之上缭绕着混沌气流，万法不侵。啪！一声脆响，火灵妃那足以踏碎山岳的一脚，竟然被顾长歌单手抓住了，就像是捏住了一只小鸡仔的腿。这不可能！火灵妃大惊失色，就算年龄回到20岁，她也是尊者境5重天，而且拥有麒麟血脉，肉身之力同阶无敌。这个渡劫期的小家伙怎么可能凭肉身硬解？我的字典里没什么不可能的。走你！顾长歌面无表情，抡起手臂，像是在抡动一根破麻袋，狠狠地将火灵妃砸向地面。咚！火灵妃的英灵之躯重重砸在黑曜石地面上，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烟尘四起。可可！火灵妃有些狼狈地从坑里爬出来，身上的赤红战甲都出现了一丝裂纹。他彻底懵了，这剧本不对啊！难道不应该是自己一招制敌，然后这小子跪地求饶，哭着喊着要拜师吗？再来！火灵妃不信邪，他双手结印，眉心处的火焰印记光芒大盛。麒麟宝术，火云诀！呼呼呼！大殿之内凭空生出无数朵赤红色的火云，每一朵都蕴含着毁灭性的高温，朝着顾长歌笼罩而去。这是他的成名绝技，当年他曾凭此术活生生烧死了一位圣人。什么花里胡哨的？顾长歌只是淡淡瞥了一眼，他站在原地，任由那些火云加深。滋滋滋！恐怖的烈焰
在接触到顾长歌皮肤的瞬间，竟然像水流遇到了海绵，被瞬间吸收殆尽。混沌神魔体免疫90%元素攻击，剩下的那点伤害，对于顾长歌来说，连挠痒痒都算不上。这就是你的绝招。顾长歌拍了拍肩膀上不存在的灰尘，一步步走向火灵飞。每走一步，他身上的气势就暴涨1分，直到最后，那股气势甚至反过来压制住了火灵飞。既然你没招了，那就换我了。顾长歌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齿。先到杀招，五指全星剑。他猛地挥拳，剑气纵横，向着火灵飞席卷而去。轰隆隆，整个大殿都在剧烈摇晃，仿佛随时都会崩塌。烟尘散去，只见那个不可一世的武圣英灵，此刻狼狈无比，身形虚幻，忽明忽暗，仿佛随时都会消散。我是谁？我在哪？我不是尊者劲舞重天吗？这小子才渡劫期吧？怎么感觉我才是那个被越级挑战的弱鸡？火灵飞抬起头，看着那个沐浴在金光之中，宛如少年天地般的身影，心中有10000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你小子作弊！众瞳、至尊骨，还有那个什么神魔体，你他妈是把整个修仙界的天赋树都点满了吗？这还打个屁啊！老子10000岁了，还要不要面子啊？火灵飞骂骂咧咧，心态彻底崩了。这也太赖皮了吧！这就像是2个小孩打架，大家说好了只用拳头，结果你反手掏出了一把加特林，还穿了一身钢铁侠战衣，不讲武德，欺负我这个10000岁的老人家。火灵飞心里骂骂咧咧，委屈的想哭，但他毕竟是初代武圣，是大言武道的图腾，必须要保持逼格。咳，火灵飞强行咽下并不存在的鲜血，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发型，缓缓站直了身体。不错，很不错，小家伙，你很像年轻时候的我，一样的强大，一样的有冲劲。字里行间带着几分赞赏，还有几分强行挽尊。那么还要打吗？顾长歌停下脚步，似笑非笑问道。火灵飞眼皮一跳，打个屁！再打下去，老子的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个小变态手里了。这只是一道阴灵分身，能量有限，经不起这么折腾，不必再打了。火灵飞摇了摇头，给出了男人的最高评价。今日算你厉害，既通过了考核，那奖励呢？顾长歌直接问道。火灵飞嘴角抽搐了一下，这小子还真是现实啊。不过愿赌服输，而且看到大言后继有人，甚至出了这么一个万古无一的妖孽，他心里其实是高兴的。好，火灵飞叹了口气，神色变得肃穆起来。顾长歌，你之天资万古罕见，这大言太小，困不住你这条真龙。本圣希望有朝一日，你能带着大言的旗帜，插遍中州，甚至打上9天仙域。说着，火灵飞抬起右手，轰！大殿中央的那尊金身塑像轰然炸裂，一团赤红色的精血缓缓飞出，那是真正的麒麟精血，这是本圣当年斩杀一头纯血麒麟所得，今日便赠于你，能融合多少，就看你的造化了。火灵飞屈指一弹，那团精血化作一道红光，瞬间冲入顾长歌的左臂。顾长歌只觉得左臂一阵灼热，仿佛被岩浆灌注，皮肤表面浮现出一层细密的赤红鳞片，一股狂暴无匹的力量在经脉中奔涌，足以撕裂苍穹。定！恭喜宿主获得武圣传承麒麟臂。麒麟臂力大无穷，水火不侵，蕴含麒麟宝术，一拳可碎星辰。小家伙，火灵飞的身影开始变得虚幻，拿着这份力量去中州，去把那些所谓的圣地天骄统统给老子踩在脚下，告诉他们我大言不可辱。说完，火灵飞化作漫天光雨，消散在空气中。顾长歌握了握左拳，空气在掌心爆裂，这力量确实不错。放心，顾长歌转身朝着大门走去。不用你说，我也会把他们踩在脚下。武庙之外，秦烈来回踱步，眉头紧锁，怎么还没动静？这才进去不到一盏茶的时间，不会是出事了吧？那火灵飞前辈下手没轻没重的。萧无极还在嗑瓜子，地上一堆瓜子皮。秦将军，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我家公子那是去进货的，又不是去送命的。话音未落，轰隆，那扇紧闭的朱红大门轰然洞开。秦烈和萧无极同时一愣，这么快？这才过去多久？半盏茶的时间都不到吧？难道殿下这就失败了？秦烈心中一沉，完了，肯定是殿下太过嚣张，被武圣一巴掌拍出来了，这下丢人丢大了。然而下一刻，噔，一道修长的身影背负着双手，从大殿内的阴影中缓步走出。顾长歌衣衫整洁，连一丝褶皱都没有，神情淡然，仿佛只是进去逛了一圈后花园。唯独他的左臂被一层赤红色的光芒包裹，隐约可见细密的鳞片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恐怖波动。殿下，您没事？秦烈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置信。我能有什么事？顾长歌耸了耸肩，语气平淡，我随便热了热身，那武圣就把东西给我了。热身？秦烈和萧无极面面相觑，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骇。就在这时，一声嘹亮的龙吟响彻整个皇都。武庙上空，那条气运金龙突然仰天长啸，身躯暴涨100丈，金光洒落全城。紧接着，那块屹立在武庙门口的乾隆榜突然爆发出万丈光芒，一个新的名字带着无尽的霸气一跃而上。顾长歌挑战武圣火灵飞成功，耗时20息。秦烈死死盯着石碑上
那个金光熠熠的名字，眼珠子都要瞪出眶外。20息，他只觉得喉咙发干，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当今陛下顾擎苍，当年被誉为三关王，挑战也足足用了1个时辰，而且那是相对较弱的武圣。四皇子顾武吉天生霸体，用了3个时辰，而九殿下仅仅20息，这哪里是去挑战武圣，这分明是进去喝了口水，顺便把武圣给揍了一顿。秦将军，淡定。萧无极见怪不怪，都跟你说了，公子的实力你一无所知，别拿凡人的标准来衡量真神。在他看来，别说是20息，就算是2息，那也是合理的。毕竟这可是把萧家弟女都给 XXOO 的狠人，我只是略微出手，便已经是这个分段的极限。顾长歌随意的摆了摆手，左臂上的赤红鳞片缓缓隐没于皮肤之下。他抬头看了一眼剩下8座紧闭的大殿，神色平静。才打穿1个，离通关还早，趁着手热，把剩下8个也一并通关了。这种刷经验拿奖励的好事，自然要与陆军沾。既然来了，那就贯彻到底，要做就做这万古第一。就在这时，四殿下驾到，一声高亢的通报声打破了广场上的宁静。噔噔噔，紧接着沉重的脚步声响起，每一步落下，地面都跟着微微震颤。顾长歌脚步一顿，缓缓转过身，看向广场入口。这么快就来了？看来那个叫唐小仙的女人，在四皇子心里的分量不轻啊，有点意思。顾长歌双眼微眯，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也好，既然送上门来，那就顺手一起收拾了，省得以后像苍蝇一样在他耳边嗡嗡乱叫。只见一群披肩执锐的黑甲卫士簇拥着一道魁梧的身影大步走来，为首之人身高9尺，虎背熊腰，穿着一身暗金色的蟒袍，肌肉虬结，将衣袍撑得鼓鼓囊囊，龙形虎步，周身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正是大炎四皇子顾武吉。而在他手里还拖着一个披头散发不知死活的女人唐小仙，这就是那个武痴老四。顾长歌上下打量着四皇子，定检测到气运之子武阶，系统的提示音如约而至，姓名顾武吉，身份大炎四皇子，体质苍天霸体，小成，修为尊者境3重天，金手指霸体传承，愈战愈强，体内拥有1颗上古霸血心脏，当前气运值30万点。好家伙，30万气运值！顾长歌眉毛一挑，这哪里是皇兄，这分明是一只会行走的超级肥羊啊！这可比那个只会撒泼打滚的唐小仙肥多了。苍天霸体这种体质专为战斗而生，号称近战无敌。啧，我就喜欢这种又肥又壮的韭菜。顾长歌看着四皇子的眼神瞬间变了，那是猎人看到猎物，农夫看到丰收的眼神。爱你老哥，玄武门见！唰，四皇子停下脚步，与顾长歌遥遥对视，两股无形的气势在空中碰撞。四皇子殿下！秦烈下意识踏前一步，挡在顾长歌身前。四皇子的暴脾气，整个黄都谁人不知？一言不合就动手，那是常有的事。今日这局面，怕是不能善了。而顾长歌也丝毫不慌，正好刚得到了麒麟臂，还没找人试过威力，皮糙肉厚的霸体简直是完美的沙包，把他弄醒。四皇子随手一甩，将昏迷的唐小仙扔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一名亲卫立刻上前，用冷水泼在唐小仙的身上。啊！唐小仙惊叫一声，一睁眼就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顾长歌，以及站在自己身边的四皇子，记忆瞬间回笼。这是武庙，四皇子真的带自己来找顾长歌了。我就知道他舍不得我受委屈，之前的打骂肯定是做给外人看的，现在到了武庙没人管着，他肯定要替我报仇。四皇子殿下，就是他，就是这个废物羞辱我，还打伤了我的脸，您一定要杀了他，替我做主啊！有了靠山，唐小仙的气焰瞬间嚣张到了极点，他恶毒地盯着顾长歌，恨不得现在就扑上去咬下一块肉来。顾长歌依旧站在原地，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跪下！四皇子的声音响起，低沉而沙哑，听到没有？顾长歌，殿下让你跪下。唐小仙狐假虎威，我是说让你这贱人跪下。四皇子转过头看着身边的唐小仙，语气平静的可怕。啊！唐小仙愣住了，殿下，您说什么？我让你跪下，给九弟道歉。四皇子重复了一遍，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全场死寂，连秦烈都傻眼了，握着刀柄的手松了又紧，紧了又松，这剧本不对啊！四皇子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吗？怎么反过来让唐小仙下跪？顾长歌也有些意外，这个武痴四皇子似乎比想象中要聪明那么一点点。凭什么？唐小仙尖叫起来，满脸的不敢置信。我是为了维护您的威严才去教训他的，我有什么错？您可是大炎最强的皇子，是未来的储君，为什么要怕他一个刚回来的废物？您一定是搞错了，对不对？他甚至伸出手想要去抓四皇子的手臂，啪！四皇子反手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没有丝毫留情，直接将唐小仙抽的原地转了3圈，半边脸瞬间肿得像个发面馒头。蠢货！四皇子看都不看他一眼，抬手指了指武庙门口那块巨大的石碑，睁大你的狗眼看看，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唐小仙捂着脸，泪眼朦胧地顺着手指看去，乾隆榜，那个金光璀璨的名字刺得他眼睛生疼。顾长歌挑战武圣火灵飞成功，耗时20息。这唐小仙浑身一抖，如遭雷击，
火灵妃，那个传说中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初代武圣20息，这怎么可能？肯定是作弊！殿下，这一定是假的，是秦烈帮他作弊。唐小仙还在垂死挣扎，试图用他那可怜的智商来扭转局面。他才多大，怎么可能打败武圣？您别被骗了呀！您神像镇狱境大成，尊者境3重天，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他。如果您今天认怂了，以后还怎么统领大燕？大家都会笑话您的。激将法，这是他最后的底牌。男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被说不行，尤其是四皇子这种心高气傲的武痴。然而四皇子只是冷冷地看着他，那目光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你以为本殿下和你一样蠢？武庙的规则没人比他更清楚，那是绝对的公平。他当年挑战搬山大圣，拼尽全力，底牌尽出，才勉强惨胜，耗时3个时辰。而顾长歌挑战最强的火灵妃，只用了20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同阶之中，顾长歌杀他如土狗。四皇子是狂，但他不傻，怎么会为了一个脑残女人去招惹一个能在20息内打爆初代武圣的怪物？看来你是听不懂人话了。四皇子懒得再废话，飞起一脚踹在唐小仙的膝盖弯处，咔嚓，骨裂声清晰可闻。啊呀呀！唐小仙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双腿一软，重重地跪在地上，膝盖骨粉碎。9弟，四皇子看都没看地上哀嚎的女人，对着顾长歌抱拳一礼：“是我管教无方，让这母狗扰了你的清静。”说着，他手掌一翻，掌心出现一个古朴的玉盒。这是我在北海秘境所得的9窍玲珑丹，虽比不上什么绝世神药，但也算是个稀罕物，就当是给你赔罪，还请笑纳。静，死一般的寂静。唐小仙张大了嘴巴，连哭都忘了。他那引以为傲的小仙女逻辑，在这一刻彻底崩塌。四皇子竟然道歉了，还送礼赔罪，这还是那个霸道无双、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武痴吗？哦，顾长歌看着眼前的四皇子，眼中的玩味更浓了。能屈能伸，识时务，看来这个四哥比想象中要聪明得多呀。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顾长歌伸手接过玉盒，脸上露出一抹笑容。系统提示音顿时响起，叮，检测到气运之子四皇子对宿主产生敬畏之心，成功掠夺气运值2万点。卧槽，这也行？顾长歌有些意外，无形装逼最为致命，没想到自己打赢了火灵妃，反而折服了四皇子，还能掠夺气运值。不过顾长歌话锋一转，视线落在了唐小仙身上。礼物我收了，但这笔账还没算完。刚才这女人可是口口声声说要让你杀了我，替她做主。四哥，你说这事儿怎么办？空气瞬间凝固，秦烈握紧了腰间的刀柄，手背青筋暴起。萧无极则是嘿嘿一笑，抓了一把瓜子，随时准备看戏。四皇子猛地回头，唰，那双铜铃般的大眼中没有丝毫对美人的怜惜，只有被猪队友坑害的暴躁。若是换作平时，唐小仙仗着那张脸和所谓的小仙女气质做一点也就罢了，但今天他差点害了自己。招惹谁不好，去招惹一个能打败初代武圣的怪物，这不是嫌命长是什么？既然惹了9弟不开心，那是他的罪过。四皇子转过身，像拎小鸡一样，一把抓起唐小仙的后领，将他提溜到顾长歌面前。这女人虽然脑子不好使，但皮囊也算凑合，还是个雏儿。既然9弟还没消气，那我就把她送给你了。是杀是剐，还是留着暖床，全凭9弟处置。说完，四皇子手一松，扑通，唐小仙重摔在顾长歌脚边，膝盖处的剧痛让他倒吸一口凉气。什么？送给顾长歌？唐小仙顾不得疼痛，猛地抬起头，满脸错愕。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曾经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四皇子，竟然会把自己当成货物一样送人。屈辱、愤怒、不甘，种种情绪在心头交织，让他那张原本肿胀的脸变得更加扭曲。但下一秒，他的目光触及到了那块高耸入云的石碑。顾长歌挑战武圣火灵妃成功，耗时20息。金色的字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刺得他有些睁不开眼。20息，连那个不可一世的四皇子都对此人俯首称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顾长歌才是真正的大腿，而且是比四皇子还要粗无数倍的超级大腿。唐小仙的脑回路在这一刻发生了奇迹般的转折，之前的恐惧和怨恨竟然在权衡利弊之后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兴奋和算计。四皇子虽然强，但终究只是个莽夫，而顾长歌长得帅，天赋妖孽，现在又展现出了无敌的实力。如果跟了他，以后整个大言谁还敢给自己脸色看？甚至只要自己手段高明一点，略施小计，未必不能把这个男人迷得神魂颠倒，让他对自己言听计从。到时候自己就是大言仙朝未来的女主人，母仪天下。想到这里，唐小仙心中的委屈瞬间烟消云散。他强忍着膝盖的剧痛，努力挤出一个自认为凄美动人的笑容。他抬手理了理凌乱的发丝，将那半边没肿的脸露出来，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既然殿下都这么说了，唐小仙声音柔媚，带着几分羞涩和委屈，那小仙愿意嫁给九皇子。说着，他还抛了个媚眼，虽然因为脸肿而显得有些滑稽，不过我有个条件，以后殿下得听我的，不能再像今天这样凶我，要宠我，爱护我，把最好的资源都给我。普信女的本能让她下意识地开始提要求，在她看来，
自己肯嫁给顾长歌，已经是给了天大的面子，顾长歌肯定会欣喜若狂，然后把自己捧在手心里，毕竟自己可是小仙女啊。然而回应他的是一片冷笑。哼！顾长歌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看智障的关爱。嫁给九弟，你他妈的在想屁吃！他还没开口，一旁的四皇子先炸了，一脚踹翻唐小仙。你也配？老子是把你送给九弟当个吹箫侍女的，能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啊？这一脚不仅踹翻了唐小仙，也踹碎了他刚刚构建起来的美梦。吹箫侍女那是什么？那是连通房丫头都不如的贱婢。不，我不信！唐小仙趴在地上，披头散发，拼命摇头，状若疯癫。我是唐家的大小姐，怎么能做那种下贱的事？顾长歌，你说话啊！你肯定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你刚才打我，只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对不对？直到此刻，他依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噗嗤，一声嗤笑打破了尴尬的气氛。萧无极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走上前，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的女人。大姐，你出门前是不是没照镜子？就你这尊容，还想嫁给我家公子？别逗大家笑了，也不撒泡尿，照自己是个什么德行？萧无极吐掉嘴里的瓜子皮，一脸鄙夷。还吹箫侍女？我告诉你，想给我家公子当吹箫侍女的圣女仙子，能从东玄玉能排到西昆仑，你后面排队去吧，能不能轮到你，还要看公子心情。字字诛心。唐小仙的脸色惨白如纸，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自尊，在这一刻被踩得粉碎。他求助似的看向四皇子，却发现对方一脸冷漠。他又看向顾长歌，那个男人正用一种嫌弃到极点的目光看着他，就像是在看一坨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四哥，这就是你的诚意？顾长歌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擦了擦刚才指过唐小仙的那根手指，仿佛那里沾染了什么脏东西。这种货色也往我这儿塞？而且这女人嘴太臭，若是让她伺候，我怕脏。嫌弃，毫不掩饰的嫌弃。唐小仙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被抽空了，整个人瘫软在地，如同一滩烂泥。这四皇子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他本以为顾长歌年轻气盛，送个女人能消消火，没想到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既然九弟不喜欢，那就是没用的废物了。四皇子眼中闪过一抹狠厉，身为皇室子弟，他最清楚废物该如何处理，没价值的东西留着也是浪费粮食。来人！四皇子大手一挥，身后2名黑甲卫士立刻上前，手中长刀出鞘，寒光凛冽，拖下去，剁碎了喂狗，杀气腾腾。这一次四皇子是动了真格的，既然顾长歌不要，那就只能杀了，以此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决心。不要！感受到那实质般的杀意，唐小仙终于从崩溃中清醒过来，死亡的恐惧瞬间淹没了他的理智。什么尊严，什么面子，在活命面前，统统都是狗屁。他顾不得身上的伤痛，手脚并用地爬到顾长歌脚边，想要抱住他的大腿，却被一道无形的气墙挡住。殿下，饶命啊！我错了，真的知道错了，别杀我，我愿意当吹箫侍女，我什么都愿意做。唐小仙疯狂的磕头，额头撞击着坚硬的黑曜石地面，鲜血直流。原本高高在上的小仙女，此刻卑微的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只要能让我活下来，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有特殊的体质，可以帮殿下修炼，求求您收下我吧！哭喊声凄厉刺耳。四皇子皱了皱眉，正要让人动手，慢着！萧无极突然开口，脸上露出一抹坏笑。公子，既然这女人这么想活，不如给她个机会。哦，顾长歌挑了挑眉，我看这女人虽然长得丑，但胜在耐打。萧无极从怀里掏出一根粉色的圈子，上面刻满了诡异的魔符。正好我这里有个兽奴圈，不如让她签下血契，做公子的契约兽，如何？契约兽这3个字一出，在场众人脸色皆是一变。在修仙界，奴隶也是分3、6、9等的，像萧无极这种被种下奴役的，虽然生死受人掌控，但好歹还不……果然，只要搬出3个，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他心中狂喜，肿胀的脸上挤出一丝得意的神情，正要开口提条件。既然你是唐家大小姐，这种兽奴圈确实配不上你的身份。顾长歌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温和的有些诡异。我这人最讲道理，从不强人所难，你不想带，那就不带。唐小仙一愣，随即大喜过望。顾长歌真的怕了，他肯定是想借此机会向3哥示好，算你识相。唐小仙挣扎着想要站起来，膝盖虽然碎了，但心里的傲气又回来了。只要你现在给我道歉，等我3哥来了，我可以考虑让他。萧无极，顾长歌直接打断了他的幻想，转头看向一旁嗑瓜子的狗腿子。公子，我在。萧无极立刻吐掉瓜子皮，屁颠屁颠的跑过来。既然唐小姐不愿意当契约兽，那就送她去个好地方。顾长歌摸了摸下巴，脸上露出一抹微笑。听说北疆那边有个婊子营，专供前线将士消遣，那边几10万大汉常年见不到女人，据说连看到老母猪都会觉得眉清目秀。唐小姐虽然长得磕碜了点，但胜在身娇体柔，把她送过去，每天必须接客1000人，少一个都不给饭吃，让她在那边好好等着她那个无敌的3哥来救她，如何？这番话一出，周围的空气瞬间降至冰点，连一向很辣的秦烈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婊子营每天1000人，就算是铁打的身子，
不出3天也得被磨成废铁，这简直比凌迟处死还要残忍1万倍。妙啊！萧无极一拍大腿，竖起大拇指，公子这招真是绝了，那种地方正好能治治唐小姐这身公主病。说着，他一把抓起唐小仙的头发，拖着就要往外走。走吧，唐大小姐，咱们这就上路，几十万兄弟可都等着你呢。不啊呀呀！唐小仙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整个人彻底崩溃了，恐惧像无数只蚂蚁疯狂啃噬着他的神经。他脑海中已经浮现出自己被扔进男人堆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惨状，那是地狱，绝对的地狱。我带。唐小仙疯了一样挣脱萧无极的手，手脚并用爬回那粉色的项圈旁。这一刻，原本代表着耻辱的兽奴圈，在他眼中竟然变成了救命的稻草。只要不用去那个鬼地方，让他做什么都行。咔嗒，没有任何犹豫，唐小仙颤抖着双手，将那个刻满魔符的项圈死死扣在了自己脖子上。嗡，一道粉色的光芒闪过，项圈迅速收紧，最后完美贴合在他的颈部，引入皮肉之中。一股无形的契约之力瞬间连接了他的灵魂。从此以后，他的生死皆在顾长歌一念之间。这就对了吗？顾长歌满意地点了点头，像是看一条听话的狗。以后乖乖听话，等把你那个哥哥过来，我就送你们兄妹团聚。至于是在地狱团聚，还是在人皇藩里团聚，那就看心情了。唐小仙趴在地上，浑身颤抖，指甲深深抠进石缝里。屈辱，无尽的屈辱！顾长歌，你等着，我现在忍辱负重，就是为了留着这条命。等三哥来了，定要将你千刀万剐，把你家猪在我身上的痛苦100万倍的还给你。旁边四皇子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唐小仙，眼皮跳了跳，狠，太狠了，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这个看似温文尔雅的九弟，没想到手段竟然如此毒辣。不过这种行事风格真他妈带劲，大丈夫行事就该如此果决。四皇子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的震动，将话题拉回正轨。九弟，你现在是什么修为境界？境界？顾长歌随手弹了弹衣袖，语气平淡，也没多高，渡劫72重天而已。什么？四皇子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你他妈在逗我？九弟，别开玩笑了。四皇子瞪大了眼睛，一脸你当我是傻子的表情。渡劫期能20息击败5圣火灵飞，当初我挑战搬山大圣的时候，都已经是半步尊者了，还是侥幸获胜，这都已经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你现在告诉我，你才渡劫期，这让那些所谓的绝世天骄脸往哪个？这也太离谱了。越阶挑战他见过，但越这么多阶，简直闻所未闻。四哥，你要明白一件事。顾长歌背负双手，仰头看着天空，留给众人一个孤傲的侧脸。这世上有一种人叫做天才，还有一种人叫做妖孽。这世间庸才太多，总是用自己那狭隘的认知去衡量真正的天才和妖孽。而我，他缓缓转过头，脸上带着一抹戏谑的笑意。是你们无法理解的神话，你或者别人不行，不代表我不行。狂到没边了。这话不仅仅是在说四皇子不行，简直是把大言仙朝其他8位皇子都当成了渣渣。潜台词很明显，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好一个神话！四皇子怒极反笑，身上那股好战的血液瞬间沸腾起来。他虽然欣赏顾长歌，但也绝不允许有人如此轻视自己。身为苍天霸体，他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既然九弟如此自信，那做哥哥的倒要领教领教。咱们切磋一下，点到即止，如何？四皇子摆开架势，浑身骨骼噼啪作响，一股恐怖的气血之力冲天而起。他是真的想打一架，看看这个所谓的神话到底有多硬。切磋？顾长歌看了看天色，有些不耐烦地摇了摇头。四哥，我还赶时间，要把剩下那8个老家伙也一起通关了。什么？四皇子动作一僵，怀疑自己听错了，还要挑战，而且是打8个。九弟，你疯了！四皇子忍不住吼道。挑战5圣级，其消耗心神和灵力。你刚打完火灵飞，不需要休息吗？而且剩下那8位，每一个都有独门绝技，就算是父皇当年，也是休息了好久才挑战了3位。你现在要去1串9，这已经不是狂了，这是在找死。很难吗？顾长歌一脸无辜。不过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四皇子，突然咧嘴一笑，既然四哥这么有兴致，那我就陪你玩玩，就当是热身了。热身？四皇子额头上青筋暴起，欺人太甚！老子堂堂大言四皇子，尊者进3重天，苍天霸体拥有者，竟然被当成热身的沙包。好！顾武极怒极反笑，浑身肌肉猛地膨胀，将那深暗金色的蟒袍撑得裂开。轰！只见他周身亮起一道璀璨的金光，皮肤表面浮现出古老的符文，那是霸体纹路。与此同时，他体内传来一阵震龙吟之声。9天化龙诀！四皇子大喝一声，身后隐约浮现出一条金色的巨龙虚影。这是大炎皇室的镇族功法，只有最核心的皇子才能修炼。修炼此法需打通体内龙窍，每打通一个，力量便会暴涨1分。九弟，我苦修50载，如今已打通72个龙窍，放眼当今皇室，能达到这个成就的屈指可数。四皇子傲然挺立，展示着自己引以为傲的资本。72个光点在他体内闪烁，连成一片，宛如星河。恐怖的威压席卷全场，连地面都在微微颤抖。九弟，你刚回皇宫，
这9天化龙诀应该还没怎么练吧？让哥哥来教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四皇子自信满满，在这一点上他有着绝对的优势。然而顾长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装逼，甚至还打了个哈欠。抱歉，我也修炼了9天化龙诀，打通窍穴，是这个数。顾长歌伸出左手比了个10，又伸出右手比了个8。四皇子一愣，随即哈哈大笑：18个，不错不错，刚修炼就能打通18个窍穴，看来你的天赋确实还可以。假以时日，未必不能追上我。谁跟你说18个了？顾长歌翻了个白眼，像是在看一个智障。我说的是轰隆隆。话音未落，顾长歌体内突然爆发出一阵惊雷般的轰鸣，紧接着1颗、2颗、3颗，无数璀璨的星辰在他体内亮起，密密麻麻，耀眼夺目。那光芒之盛直接盖过了四皇子身上的金光，将整个广场照得如同白昼。108个，大圆满。顾长歌缓缓吐出几个字。什么？四皇子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那张原本自信满满的脸，此刻正在一点点裂开。108个，全部打通了，这他妈怎么可能？大圆满，传说中的无漏之身。四皇子死死盯着顾长歌，眼睛都红了。别人不知道，但他作为皇室核心，修炼了50年的9天化龙诀，最清楚其中的艰难。他苦修50载，不惜耗费无数天才地宝，忍受非人痛苦，才勉强贯通72个龙窍。这已经让他成为年轻一代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即便是父皇那位雄才大略的大炎皇帝，当年也不过是打通了99个窍穴，距离大圆满始终差了一步。顾长歌才回来几天，就直接大圆满了，这他妈是什么怪物？上古大帝转世重修也没这么离谱吧？顾长歌看着呆若木鸡的四皇子，有些意兴阑珊的勾了勾手指。四哥，别愣着了，赶紧动手，我还要赶下一场。来，使出你全部的实力，千万别手下留情。这轻描淡写的语气似乎完全没把对手放在眼中。四皇子回过神，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门，竟然被小瞧了。就算你天赋妖孽，但我好歹也是尊者境3重天，是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武道天才。好，很好。四皇子怒吼一声，浑身气势节节攀升，暗金色的血气在身后凝聚成一头远古巨象。既然九弟想看，那就接好了。神象震欲尽，神象列穷基。轰！虚空震颤，那头远古巨象仰天长啸，长鼻一甩，仿佛能将苍穹都撕裂开来。恐怖的威压瞬间席卷全场，地面的青石板寸寸皲裂，碎石悬浮而起。这是四皇子的成名绝技圣阶神通，曾以此招一击轰杀过同阶的妖族尊者。杀了他，快杀了他！远处的唐小仙心中狂吼，面容扭曲而亢奋。这一击如此恐怖，顾长歌那个自大的蠢货竟然不躲。只要顾长歌死了，自己脖子上的兽奴圈说不定就能解开，他就能重获自由。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顾长歌只是微微皱了皱眉，似乎在嫌弃这一招太慢了。花里胡哨，顾长歌没有拔剑，没有祭出任何法宝，甚至连至尊骨都没有动用，只是简简单单地抬起了左臂。麒麟臂发动，混沌神魔体开。108个龙窍齐齐震动，磅礴的力量瞬间灌注整条手臂，一拳轰出，爆发出璀璨夺目的赤金色光芒，没有任何技巧，纯粹的力量，极致的暴力。砰！拳锋与那巨大的象鼻狠狠撞在一起，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咔嚓！紧接着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起，那威势滔天的远古巨象虚影竟在这一拳之下如同脆弱的玻璃寸寸崩碎。狂暴的气浪倒卷而回，轰隆！四皇子只觉得一股排山倒海的巨力袭来，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向后滑行数10米，双脚在地面离出2道深深的沟壑，烟尘散去。噗！四皇子如遭雷击，整个人倒飞出去，胸口气血翻腾，一口鲜血喷洒长空，体内的气机被这一拳震得紊乱不堪，72个龙窍的光芒都暗淡了不少。而顾长歌依旧站在原地，连衣角都没有乱半分。他看了看自己的拳头，又看了看狼狈的四皇子，脸上露出一抹疑惑。四哥，顾长歌真诚地发问，你这是在给我挠痒痒吗？我都说了让你用全力，别因为我适度节气就手下留情，你我兄弟切磋，何必如此藏拙？你这样让我很难办啊。顾长歌一脸真诚，仿佛真的在为对方考虑。四皇子他表面笑嘻嘻，内心妈卖批，藏拙？我藏你奶奶个腿儿！老子刚才那一击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你他妈管这叫放水？巨大的实力差距和那句诛心之言让四皇子的骄傲被彻底碾碎，但他不能认，他可是苍天霸体，是大炎最强的皇子，不能接受如此耻辱的失败。好，好，好！四皇子从地上爬起来，擦掉嘴角的血迹，双目赤红，状若疯魔。既然九弟想看我真正的实力，那就别怪做哥哥的心狠了。轰隆隆，天色骤变，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一股令人窒息的压抑感笼罩在整个武庙上空。四皇子双手结印，全身的灵力疯狂燃烧，甚至连精血都开始沸腾。禁术，这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拼命招数。万象堕天，随着一声暴喝，天空中无数巨大的陨石虚影浮现，每一颗都化作一头奔腾的巨象，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朝着顾长歌轰然坠落。
这一招若是放在外界，足以夷平一座小城池。秦烈脸色大变，下意识就要冲上去救人。殿下不可，这可是真正的杀招，若是打实了，顾长歌不死也得脱层皮。然而顾长歌却笑了，笑得肆意张扬，哈哈，这才有点意思嘛。他抬头看着那漫天坠落的巨象陨石，体内热血微微沸腾。刚才那一拳太轻松，根本没测出麒麟臂的上限，现在这个勉强够看，刚好试试那个武圣传授的绝学。顾长歌一步踏出，脚下虚空生莲，赤红色的火焰凭空而起。麒麟宝术，麒麟踏天步，一步登天，咚！虚空发出一声闷响，仿佛被巨锤敲击。顾长歌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出现在半空之中。他脚下仿佛踩着无形的阶梯，每踏出一步，气势便暴涨1倍。第一步震碎了冲在最前面的3头巨象虚影，第二步漫天乌云被狂暴的气浪冲散，第三步顾长歌已经来到了四皇子的头顶上方，居高临下，宛如神明俯瞰蝼蚁。下去沉淀吧。顾长歌右腿高高抬起，麒麟虚影在身后浮现，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一脚踏下，简单粗暴，没有任何花哨的变化，就是纯粹的速度与力量的结合。轰！那漫天的巨象陨石在这一脚之下瞬间化为齑粉。四皇子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头顶传来一股不可抗拒的巨力，仿佛整片苍穹都塌了下来。不，他只来得及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整个人就被这恐怖的一脚硬生生从半空中踹了下去。砰！大地剧烈震颤，尘土飞扬，碎石击射，一个直径数10米的巨大陨石坑出现在武庙广场中央。坑底，四皇子呈太字形躺在那里，身上的极品灵宝铠甲已经彻底碎裂，胸口塌陷，嘴角挂着血迹，一脚镇压，全场死寂。秦烈张大了嘴巴，下巴差点掉在地上。那可是四皇子啊，尊者近3重天的超级强者，开启了神象镇狱境和霸体的状态下，竟然被一脚击败了。这就是20息通关武圣的含金量吗？太残暴了，太凶残了。咕咚，萧无极咽了口唾沫，默默把手里的瓜子收了起来。以后跟公子说话的小声点，万一哪天他心情不好给自己来一脚，怕是几本医保卡都不够用。至于唐小仙，已经彻底吓傻了，原本心中的那点小算盘在这一刻碎得稀烂。连四皇子这种猛人都被打成死狗，他那个还在遗迹里挖坟的三哥真的能行吗？绝望，深深的绝望。咳咳，坑底传来一阵微弱的咳嗽声。四皇子挣扎着动了动手指，全身骨头像是散架了一样，剧痛钻心。他艰难地睁开眼，视线模糊中看到顾长歌正蹲在坑边，一脸关切地看着自己。四哥，你没事吧？顾长歌伸出手想要拉他一把，四皇子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身子，满脸惊恐。别过来，你不要过来啊！四哥，真是不好意思。顾长歌收回手，露出一抹真诚的歉意。刚才看你气势那么足，还开了禁术，以为你要放什么大招呢。我想着怎么也得给你点面子，稍微认真一点。谁知道你不是谦虚，而是真的那么菜啊！下次再和你切磋，我一定收着劲。刚缓过一口气的四皇子听到这话，差点直接喷血。杀人诛心，这绝对是杀人诛心！他堂堂大言四皇子，尊者近3重天，刚才牛皮吹得震天响，结果被人一脚像踩蚂蚁一样踩进了土里。最关键的是，顾长歌还一脸无辜地问他是不是在放水。放水？放个屁的水！那一脚要是再中半分，他现在就可以直接去皇陵报道了。咳，四皇子猛地咳嗽2声，看着上方那个俯视自己的年轻身影，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念头：拼命，别斗了，禁术都被人一脚踩爆，拿头去拼，翻脸更纯。顾长歌这种妖孽，只要不夭折，未来必成大帝。现在翻脸，等于给自己的棺材板上钉钉子。识时务者为俊杰，就地教训得势。四皇子挣扎着坐起身，冲着顾长歌竖起大拇指，语气诚恳的令人发指：是我坐井观天了，刚才那一脚简直是神来之笔，妙，实在是妙啊！能败在9弟手中，是我的荣幸。这话一出，周围几个黑甲卫士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这还是那个一言不合就杀人全家的四皇子，舔的也太丝滑了吧！口含明珠，进退自如。四皇子却毫不在意旁人的目光，面子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面子就是个屁。刚才那一脚，顾长歌明显收了力，否则他现在就不是躺在坑里，而是去投胎了。此子断不可为敌，甚至必须抱紧这条大腿。叮，检测到气运之子四皇子对宿主产生崇拜折服，成功掠夺气运值5万点。卧槽，这便宜四哥又爆金币了。顾长歌心中一喜，四哥能这么想，我很欣慰。你在这儿歇着吧。顾长歌转过身，目光投向广场后方那巍峨耸立的8座英灵殿。我继续去闯关了。说完，他负手而行，步履从容，仿佛不是去挑战令无数天骄闻风丧胆的武圣，而是去自家后花园散步。四皇子看着那道背影，咽了口唾沫，挣扎着从坑里爬出来。殿下，您伤势过重，还是先回府。一名亲卫上前想要搀扶。滚开！四皇子一把推开亲卫，踉踉跄跄地站稳，双目死死盯着顾长歌的背影。回什么府？我要在这儿看着。他要亲眼见证这个妖孽
到底能走到哪一步？父皇当年连挑3位武圣已是极限，顾长歌扬言要通关，若是真的做到了，那大炎的天恐怕真的要变了。第2座大殿，刀圣殿。顾长歌前脚刚踏进去，外面的人群还没来得及讨论刚才的战斗，嗡！广场中央的石碑猛地爆发出璀璨金光。顾长歌挑战刀圣孽风云成功，耗时10息，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石碑上那行字。10息，刚才打火林飞还要20息，打刀圣却更快了。刀圣孽风云，那是号称一刀断山河的狠人，攻击力在9大武圣中足以排进前3。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嗡！石碑再次震动。顾长歌挑战剑圣独孤，求败成功，耗时8息。哗！众人彻底炸锅了。8息？我没看错吧？我撒泡尿的时间都不止8息啊，这也太快了，那可是剑圣啊！据说当年父皇都在剑圣手下撑不过100招，所有人的世界观都在崩塌。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的画面成了在场所有人这辈子都无法抹去的震撼。嗡！挑战枪圣成功，耗时6息。嗡！挑战拳圣成功，耗时5息。嗡！挑战腿圣成功，耗时4息。那块象征着大炎武道最高荣誉的天骄榜石碑，此刻就像是一个坏掉的霓虹灯，疯狂闪烁。每一次闪烁都代表着一位曾经无敌于世的武圣被无情镇压。那个耗时数字更是以一种令人绝望的趋势不断缩减。顾长歌就像是一个无情的通关机器，进门打卡，出门行云流水，没有丝毫停顿。四皇子整个人已经麻了，呆滞地看着石碑，嘴里机械地念叨着：这不可能，这还是人吗？他引以为傲的天赋在顾长歌面前简直就像是个笑话。一旁的秦烈，这位久经沙场的第一战将，此刻也是浑身颤抖，激动得满脸通红。天佑大炎，天佑大炎啊！如此天骄，何愁我大炎不兴？他仿佛看到了大炎先朝在这个年轻人的带领下横扫八荒，君临天下的盛景。公子威武，公子牛逼！萧无极挥舞着双手，像个狂热的信徒，嗓子都喊哑了。他现在只想冲回去，抱着帝女萧燕的大腿痛哭一场，感谢帝女把我送来给公子当狗，这波血赚。而在角落里，唐小仙跪在地上，脖子上的粉色项圈散发着微弱的光芒。他看着石碑上那个光芒万丈的名字，指甲深深嵌入掌心，鲜血淋漓。为什么连武圣都挡不住他？又被他装到了，该死，该死啊！他心中怨毒无比。顾长歌越是耀眼，他就越是痛苦，因为这意味着他翻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那个男人就像是一座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将他死死压在山脚下，永世不得翻身。装什么装？唐小仙咬牙切齿，心中诅咒最后一关是搬山大圣，那是防御力最强的武圣，你这种只会进攻的莽夫肯定破不了他的防。他在赌顾长歌会在最后一关折戟沉沙。终于顾长歌站在了最后一座大殿前，搬山殿。镇守此殿的乃是上古搬山大圣，以肉身成圣，号称防御无双，不动如山，哪怕是同阶的尊者打在他身上也如同挠痒痒。最后一关了，四皇子屏住呼吸，手心全是汗水。这一关最耗时间，顾长歌连续挑战8人，灵力肯定消耗巨大，还能行吗？顾长歌抬头看了看匾额，扭了扭脖子，发出一阵噼啪声，然后抬脚迈入，1步2步3步，还没等大殿的门完全关上，轰隆一声巨响从殿内传出，整座大殿剧烈摇晃，仿佛发生了12级大地震。紧接着顾长歌的身影从漫天尘土中走了出来，他拍了拍衣袖，神色淡然，就像是刚刚拍死了一只苍蝇。全场死寂，所有人僵硬地转过头看向石碑。嗡！一道前所未有的金光直冲云霄，将整个黄豆的夜空照得亮如白昼。顾长歌挑战搬山大圣成功，耗时3秒，通关9圣，前无古人，封号9关王。3秒，也就是眨3次眼的时间。那个号称防御无双的搬山大圣连3秒钟都没撑住，扑通！四皇子双腿一软，直接给跪了。这他妈是打架，分明是去进货的。他突然觉得自己刚才那一脚挨得一点都不冤，跟这种怪物动手，能活着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什么武圣，在我家公子面前就是插标卖首。萧无极第一个反应过来，跳起来疯狂鼓掌。公子这一波简直是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天了。听着萧无极那粗鄙不堪的马屁，唐小仙只觉得一阵恶心，但当他看向那个白衣胜雪的男人时，心底那股怨恨和诅咒竟然莫名其妙地消散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敬畏，甚至还有一丝扭曲的崇拜。这就好比一只蚂蚁原本还在怨恨大象踩了他一脚，但当他发现这只大象能轻易踩碎整个世界时，怨恨就变成了恐惧和臣服。慕强，这是刻在生物骨子里的本能，哪怕是小仙女也不例外。要是刚才我不那么做，唐小仙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如果自己没有得罪顾长歌，现在站在他身边享受这份荣耀和崇拜的人，会不会就是自己？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脖子上冰冷的项圈时刻提醒着他现在的身份，一只契约兽，仅此而已。武庙广场，死一般的寂静中，只有风吹过旌旗的猎猎声响。
顾长歌站在大殿门前，耳边响起了系统那悦耳的提示音：叮，恭喜宿主通关武庙9大关卡，正在 MVP 结算奖励，恭喜获得麒麟臂已融合，恭喜获得金龙戟，融合后脊椎如龙，力量暴增，可免疫大部分精神威压，恭喜获得白虎爪，双手无坚不摧，可撕裂虚空，恭喜获得玄武背，背部防御力提升10倍，可硬抗圣器一击，恭喜获得朱雀心，心脏造血能力提升100倍，恢复力堪比不死鸟，恭喜获得化蛇尾，恭喜获得凤凰翅，恭喜获得神象骨。一连串的奖励信息，顾长歌只觉得体内暖流涌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强的感觉简直比嗑药还要爽上100倍。直到最后一条提示弹出，叮，恭喜获得特殊奖励海狗肾至尊版，介绍采自上古神兽深海魔狗，至阳至刚，功效精力无限，金枪不到，拥有它，你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打桩机中的战斗机，哪怕夜遇3000，第二天依旧生龙活虎，腰不酸腿不疼，一口气上5楼不费劲。备注：这不仅是男人的加油站，更是征服世界的发动机。宿主，你懂的。顾长歌，这系统怎么很不正经的样子？不过这玩意儿好像还挺实用的，毕竟身为反派，以后少不了要收复各种圣女魔女，没个好腰子怎么行？顾长歌默默给系统点了个赞，从今往后他也是有特长的人了。随着奖励发放，顾长歌感觉体内涌起一股暖流，特别是腰腹位置，仿佛有一团火焰在燃烧，源源不断的力量涌遍全身，那种感觉就像是刚充满电的马达，随时准备高速运转。就在这时，轰隆隆，广场中央那块屹立了数千年的天骄榜石碑突然剧烈震颤起来，原本刻在上面的名字此刻全部暗淡无光，唯有最顶端那3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正在发生蜕变：武庙榜首9关王顾长歌。这名字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悬浮在石碑的最顶端，宛若一轮大日悬于天穹。其他所有天骄的名字都沦为陪衬，就像是星星拱卫在一旁。大言万古第一天骄，一时间天地变色啊！一声嘹亮的龙吟响彻整个大言皇都。只见皇宫深处，那条象征着大言国运的气运金龙竟然自行飞出，它长达万丈，浑身鳞片金光熠熠，在云层中翻腾咆哮，散发着令人窒息的黄道威压。随后，那条金龙竟直接朝着武庙方向俯冲而来。这是秦烈浑身颤抖，激动的热泪盈眶，直接跪伏在地。天道赐福，气运洗礼。传说中得到9位武圣共同认可，便能引动国运金龙进行洗礼，但这一直只是传闻，从未发生过，连陛下当年都未曾获得这般殊荣。没想到今日有幸一见，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何等的牌面。四皇子看着那漫天金光，心中最后的一丝嫉妒也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敬畏。如果说之前只是实力上的差距，那么现在就是命格上的碾压。9关王，这不仅是一个称号，更是一种天命所归的象征。眼前的顾长歌太帅了，简直比他刚洗完澡还帅100倍。与此同时，皇宫深处养心殿正在修炼的大炎皇帝顾擎苍，又被称为苍帝，猛地抬起头，他感应到了国运的波动，那种欢呼雀跃，仿佛见到了真正主人的波动。那是武庙方向。苍帝豁然起身，一步跨出大殿，目光穿透层层宫墙，看到了那条盘旋在武庙上空的金龙。即使隔着老远，他也能感受到那股令人心悸的气息。9关王，苍帝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抹极为复杂的神色，既有欣慰，又有震惊，甚至还有一丝忌惮。九郎，你到底还要给朕多少惊喜？而在皇陵禁地，几具躺在棺材里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古董，此刻也纷纷诈尸，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好强的气运波动，是我大炎的麒麟儿。有此子在，大炎当兴万年。这一届的百朝大战，我大炎有望夺冠。苍老而狂喜的声音回荡开来。武庙广场，顾长歌沐浴在漫天金光之中，那条巨大的气运金龙化作精纯无比的能量，疯狂灌入他的体内，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每一寸骨骼都在重塑。叮，检测到庞大气运注入，混沌神魔体开发度提升，当前进度10%。恭喜解锁体质神通武道金身。武道金身开启后，肉身防御提升100倍，万法不侵，诸邪退避，持续时间内免疫一切控制效果。爽！顾长歌缓缓睁开双眼，皮肤表面开始浮现出一层淡淡的金光，咔嚓咔嚓，体内传来一阵阵骨骼爆响，原本洁白的骨骼此刻竟然变成了暗金色，上面铭刻着密密麻麻的大道符文，血液流动的声音如同江河奔腾，发出轰鸣之声。此时的他浑身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金灰之中，宛如一尊行走在人间的真王，那种掌控一切无敌于世的感觉让他忍不住想要仰天长啸。这就是无敌的感觉吗？他环视四周，四皇子、秦烈、萧无极、唐小仙，所有人在他这股威压下都低下了头颅，不敢直视。最后他抬起头看向那苍茫的天空，一股豪情壮志油然而生。顾长歌大袖一挥，声音如洪钟大吕，响彻云霄。大言武运共一旦，我顾长歌独占8斗。轰！话音落下，
天地轰鸣，仿佛连大道都在回应他的狂言。剩下的2斗，那是赏给天下人的，狂到没边。但在这一刻，没有人觉得他在吹牛。20西通关5胜，3西镇压，搬山大胜，引动国运，金龙洗礼，这一桩一件，哪一个不是震古烁今的壮举？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里，实力就是最大的道理。九关王，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句，紧接着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响彻整个武庙，无数武庙守卫的卫兵都匍匐在地，对他顶礼膜拜。唐小仙趴在地上，看着顾长歌，脑海中一片空白。那个男人身上的光芒太耀眼，刺得他眼睛生疼，却又忍不住想要去窥探。强大、霸道、不可一世，这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完美道侣吗？可惜，唐小仙摸了摸脖子上的项圈，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绝望。他把路走窄了，不是把路走死了。现在别说道侣，能当个洗脚婢都是奢望。武庙广场上的欢呼声还未停歇，一道尖锐的破空声便撕裂长空。一名身穿紫红官袍的老太监，手持明黄卷轴，在一队禁卫军的护送下，火急火燎地降落在广场中央。圣上有旨！老太监扯着嗓子，声音因激动而有些变调。宣九皇子顾长歌，即刻觐见。顾长歌负手而立，神色淡然。闹出这么大动静，那位便宜父皇要是还能坐得住，那才是见鬼了。知道了，带路。顾长歌随口应了一句，便迈步朝着广场外走去。那传旨太监愣在原地，捧着圣旨，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这就完了，连领旨谢恩都不说一句。一行人浩浩荡荡直奔皇宫。到了那巍峨的宫门前，萧无极和唐小仙被禁卫军拦下。这种级别的面圣，他们还没资格。大炎皇宫气势恢宏，仙雾缭绕，一座座宫殿悬浮于云端，宛若天宫。顾长歌下了战车，踏上了那条通往金銮殿的白玉阶梯，99级台阶，步步登高。秦烈走在他身侧，压低了嗓子，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殿下，待会儿见了陛下，务必行跪拜大礼。陛下虽然看重天赋，但更重规矩。您刚回宫，切不可在礼数上落人口实。他心中忐忑，这位九皇子的性子实在太难琢磨了，连武圣都说打就打，天知道他会不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举动。四皇子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痛，凑过来小声附和：“是啊，九弟，父皇威严极重，最重规矩，你可千万别犯糊涂。”顾长歌脚步不停，甚至连头都没回。跪！他嗤笑一声，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这大言的规矩是谁定的？秦烈一愣，下意识回答：“自然是历代先祖以及陛下，万年以来一直如此。”顾长歌淡淡的瞥了2人一眼，抛出了一个问题：“一直如此，便对吗？”什么？秦烈和四皇子同时僵住，脑子嗡的一声，他们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规矩就是规矩，哪有什么对错？君要臣跪，臣不得不跪；父要子跪，天经地义。殿下，这……秦烈还想再劝，但顾长歌已经加快了脚步，将他们甩在身后，独自一人走向了那座象征着皇权之巅的宏伟大殿。让我下跪，那我不是白得到系统，白混了吗？不如回蓝星躺平，开跑车，住别墅，天天玩嫩模吧。金銮殿内空旷寂寥，除了矗立在殿宇两侧身披赤金龙鳞甲、气息渊庭月至的颜龙卫，再无其他大臣。高高的龙椅之上端坐着一名身穿黑金龙袍的中年男子，他面容威严，不怒自威，周身缭绕着淡淡的紫气，仿佛与整个天地都融为一体。大炎皇帝顾擎苍，被尊称为苍帝的一代雄主，圣境分为圣人、大圣、圣主。苍帝早已是圣主巅峰，只差一步便能勘破玄机，问鼎准帝之境。到那时，整个大炎先朝的国运都将随之升腾，甚至有资格去那更为广阔的中州大地争一争万古气运。顾长歌踏入大殿的瞬间，所有炎龙卫的视线都集中在了他身上。刷刷刷，那是一种审视，带着铁血杀伐之气。但顾长歌视若无睹，他没有低头，没有跪拜，而是径直走到了大殿中央，抬头直视着龙椅上的那个人。呲啦，四目相对，火星四溅，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没有父子重逢的温情，只有强者之间的审视与博弈。苍帝有些意外，多年来，哪怕是朝中那些圣境的老臣，见了他也不敢直视龙颜。这个流落在外多年的老九，胆子倒是大得很。轰！一股无形的帝王威压从苍帝身上散发出来，朝着顾长歌碾压而去。然而，那股足以让尊者境强者都心神崩溃的威压，落在顾长歌身上，却泥牛入海，没有掀起半点波澜。顾长歌则是在心里疯狂呼叫系统：“童子，干活了，帮我扫一下这老灯，看看是不是气运之子。要是能爆金币，我今晚就造反，到时候玄武门见。那龙椅让我来做。”定，正在扫描目标人物，扫描完毕。目标：顾擎苍，苍帝。评价：该目标年轻时曾是气运之子，横推一代，一路火花带闪电，但岁月不饶人，如今潜力兑现，已自动归类为过气老灯。提示：宿主不愧是天选大反派，这想法太笑了，但很遗憾，这老灯身上没油水可榨，建议换个目标薅羊毛。顾长歌脸上的期待瞬间垮掉。过气老灯，看来系统的评定是按照天骄的潜力。苍帝虽然是圣主境巅峰，实力很强，但很难更进一步。
身上的气运早就转化为实力，就无法再掠夺了，一滴都榨不出了。可惜，还以为这便宜老爹能报个金币，哪怕给个什么人皇印或者轩辕剑的仿制品也行。结果空欢喜一起，白瞎了这一身吓人的龙袍。顾长歌撇撇嘴，原本那点想要父慈子孝的冲动，瞬间烟消云散。既然没好处，那还造个屁的反，不如留着这老登，给自己当个挡风遮雨的工具人。大殿内一片死寂，只有那一排排身披重甲的炎龙卫，宛如雕塑般矗立，肃杀之气弥漫。苍帝高坐龙椅，周身紫气升腾，那股属于上位者的恐怖压迫感依旧在大殿内回荡。就在这时，噔噔噔，沉稳有力的脚步声从殿外传来，一名身穿蟒袍、头戴紫金冠的青年大步流星地走入殿内。此人面容刚毅，身姿挺拔如松，行走间龙行虎步，颇具帝王威仪。只是那张脸上总是挂着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仿佛谁欠了他800万灵石没还。定检测到野生大肥羊，哦不，气运之子6阶。顾长歌眉毛一挑，这就来了。姓名顾玄机，身份大炎大皇子，母族乃中州不朽世家，背景深厚，修为尊者境9重天巅峰，体质百败圣体，特殊变异版。介绍一种极为奇葩且变态的体质，拥有者需经历100次惨败而不死，每次失败都能汲取对手的一丝气运与力量，叠加自身，待到第100次失败后将极尽升华，触底反弹，局势无敌。当前进度78100，天赋神通，先天一口窝囊气。介绍忍者神龟都没他能忍，无论遭受多大的屈辱与打脸，都能强行咽下这口气，化悲愤为力量。主打就是一个苟自觉，只要苟得住，就能把对手熬死。金手指紫薇地气，喂，气运值50万点。顾长歌见状憋不住了，差点没忍住笑出声。百败圣体，这不就是传说中专业的人肉沙包吗？越挨揍越强。还有那个先天一口窝囊气，简直是为这种受虐体质量身定做的神技。这哪里是大皇子，分明是一只行走的受气包，天生的绿毛龟圣体啊！既然是忍者神龟，那就好办了，必须得帮他把这口气给顺了，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忍无可忍，还得再忍。而且50万气运值，这只肥羊甚至比4皇子还要肥上一圈。而陈大皇子叩见父皇。大皇子走到大殿中央，甚至都没有看顾长歌一眼，直接双膝跪地，行了一个标准的五体投地大礼，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愿父皇圣寿无疆，仙福永享。声音洪亮，充满了对皇权的敬畏与顺从。苍帝微微颔首，吐出2个字：免礼。大皇子谢恩起身，这才转过身看向一旁负手而立的顾长歌，这位便是九弟吧？听闻九弟在外流落多年，今日归来，实乃我大言之幸。顾玄机话锋一转，语气突然严厉起来，透着一股居高临下的说教意味。不过九弟既然回了家，便要守家里的规矩。朝圣者自山海内都而来，尚需一步一叩首，而父皇乃是大言的天，是你的生身之父，祭见父皇，为何不跪？这一声质问夹杂着尊者境9重天的威压，在大殿内回荡，义正言辞，掷地有声。站在殿门口的秦烈和4皇子吓得浑身一哆嗦，冷汗瞬间就下来了。完了，大皇子这是直接开大呀！这顶不忠不孝的大帽子扣下来，不死也得脱层皮。按照大言律法，面圣不跪，轻则废除修为，重则推午门斩首。大皇子心中暗爽，他刚才就得到了消息，顾长歌一回来就在武庙搞出这么大动静，抢了他所有的风头。什么九官王，什么天骄榜首，不懂规矩，就是个野生皇子，如何和他相媲美？他这一番话不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更是给父皇递了一把刀。规矩！顾长歌嗤笑一声，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每一个角落。那是给弱者制定的枷锁。朝圣者叩首，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佛，而自己是凡人。但我不同。顾长歌一步踏出，周身气势轰然爆发。轰！那刚刚融入体内的武庙气运，此刻仿佛受到了感召，在他身后凝聚成一条若隐若现的金色巨龙。龙首高昂，俯瞰众生。我修的是无敌道，不跪天，不跪地，不敬鬼神。顾长歌直视着龙椅上的苍帝，字字如雷。这世间无人受得起我这一跪，哪怕是父皇也不行。轰！全场哗然。秦烈两眼一黑，差点当场晕过去。疯了，这绝对是疯了！当着苍帝的面说这种话，那就是大逆不道。4皇子也大惊失色，内心狂震。九弟，你就算不想活了，也别带上我呀！大皇子心中狂喜，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嘻嘻，蠢货，简直是自寻死路！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也敢说，这下谁也救不了你了。大皇子嘴角上扬，比 AK 还难压，但还是装出一副惊怒交加的模样，指着顾长歌怒斥：放肆！简直是无法无天！父皇，九弟目无尊长，蔑视皇权，儿臣恳请父皇降旨，严加处罚，以正视听。大皇子再次跪下，头磕得砰砰响。咚咚咚！大殿内气氛凝固到了极点，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雷霆之怒降临。苍帝坐在高高的龙椅上，沉默不语，那双深邃如渊的眸子死死盯着下方的顾长歌。1秒、2秒、3秒，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仿佛过了一个世纪。突然，一阵豪迈的大笑声从龙椅上传来，苍帝猛地拍了一下扶手，
笑声震得大殿嗡嗡作响。好一个无敌道，好一个不跪天不跪地！苍帝从龙椅上站起身，看着顾长歌的眼神中，非但没有半点怒意，反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赞赏。不愧是我大炎皇室的种，这股狂劲儿，像朕，简直跟朕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大皇子僵住了，秦烈和四皇子也傻眼了。什么情况？这都不生气，反而还夸上了？陛下是不是修炼走火入魔，把脑子修坏了？苍帝负手而立，俯视着下方的众人，声音洪亮，传遍整座皇宫。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那些所谓的礼法，不过是用来约束庸人的枷锁。真正的强者，何须向他人低头？苍帝大袖一挥，一股霸绝天下的气势席卷而出。传朕旨意，九皇子顾长歌，天资绝世，有大帝之资。今日朕便破例，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赐顾长歌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暂拜不明，见地不拜。这道命令就像是一颗核弹，在大殿内轰然炸响。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暂拜不明，见地不拜，这是什么待遇？简直把顾长歌的地位直接抬到了与苍帝平起平坐的地步。哪怕是大炎皇室的几位王爷，也没有这般殊荣。大皇子心态崩了，彻底崩了。他出生至今已经有100年，也跪了100年。这些年来，为了讨父皇欢心，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膝盖都快跪出老茧了。结果呢？顾长歌这个刚回来的野生皇子，不仅抢了他的风头，还得到了这种连他做梦都不敢想的特权。凭什么他就要当孙子，顾长歌就能当大爷？这不公平！一股强烈的嫉妒和不甘冲垮了顾玄机的理智，那口先天窝囊气都差点就没憋住。父皇！顾玄机猛地跪行几步，声音凄厉，带着一丝哭腔。祖宗之礼不可废啊！九弟虽然天赋异禀，但毕竟年轻气盛，若是如此纵容，恐遭天下人非议，更会乱了我大炎的纲常伦理，还请父皇三思啊！大皇子把头磕在地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这是在逼宫，用祖宗礼法来压苍帝。苍帝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轰！一股恐怖的地威如泰山压顶般轰然落下，整个大殿的气温骤降至冰点。你再叫朕做事！苍帝的声音很轻，却如同重锤一般，狠狠砸在顾玄机的心口。在大炎，朕的话就是规矩，朕想让谁跪，谁就得跪；朕不想让谁跪，大帝来了也没用。苍帝居高临下，冷冷地俯视着趴在地上的大皇子，眼中满是失望和厌恶。你跪了100年，就把膝盖给跪软了。既然这么喜欢跪，那就给朕跪在这里，跪到想明白为止。滚一边去！轰！一股无形的气浪扫过，大皇子整个人如同破布袋一般被掀飞出去，重重地撞在盘龙柱上，然后滑落下来。扑通！大皇子趴在地上，浑身颤抖，但他不敢抬头，更不敢反驳，只能死死咬着牙，把那口快要喷出来的老血硬生生咽了回去。忍，我忍，只要我不死，终有出头之日。定！检测到气运之子大皇子发动天赋神通先天一口窝囊气，忍辱负重+1，忍者神龟进化度正1%，宿主打压大皇子，成功掠夺气运值1万点。顾长歌听着系统的提示音，看着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大皇子，差点笑出声。这就爆金币了，这大哥能出，有气他是真瘦啊！多谢父皇。顾长歌微微拱手，算是行礼，不卑不亢，从容淡定，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人和人的差别，有时候比人和哈基米还大。有的人遇到红线，人没了，比如这位大皇子；有的人遇到红线，红线没了，比如自己。而苍帝看着顾长歌，越看越满意，这才是他心目中完美的继承人，霸道、自信、无视规则，这才是大炎未来主宰该有的气魄。哈哈哈！苍帝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位大炎的霸主，此刻心情好的就像是刚娶了99房妃子。他看着顾长歌，眼神里那股子老父亲的慈爱都快溢出来了。九郎，你流落在外18年，受了不少苦吧？朕心中有愧。说吧，想要什么？神兵利器、绝世功法，亦或是天才地宝，只要朕拿得出来，绝不吝啬。话音刚落，苍帝大手一挥，嗡！大殿虚空震颤，几团璀璨夺目的宝光凭空浮现。左边是一柄缭绕着紫色雷霆的长枪，枪尖跳动的电弧连虚空都烧得扭曲。中间是一件流淌着星辉的战甲，仿佛将整片星空都穿在了身上。右边则是一个晶莹剔透的玉瓶，里面躺着一枚龙眼大小的丹药，散发出的药香，光是闻一口都觉得浑身毛孔舒张，全都是圣洁宝物，放在外界足以让那些一流宗门打破头，甚至引发一场血雨腥风。咕咚！大皇子在旁边看得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那柄紫电龙神枪，他求了父皇整整3年，连摸都不让摸一下，现在竟然像大白菜一样，随随便便拿出来让老九挑，这心都偏到胳肢窝去了吧？顾长歌淡淡的扫了一眼那几件宝物，系统那充满嫌弃的机械音在脑海中响起。定！检测到圣阶下品法宝紫电枪，评价烧火棍。定！检测到圣阶中品防御法宝星辰甲，评价纸糊的。定！检测到圣阶中品丹药九转还魂丹，评价糖豆。就这，顾长歌心里也直翻白眼，极道地兵呢？不死神药呢？哪怕给个大地阵图也行啊！
拿几件破铜烂铁来糊弄谁呢？真要把大炎皇室压箱底的宝贝掏出来，这老登肯定会找理由推脱，比如此物杀气太重，你把握不住，或者等你突破圣境再给你之类的废话。至于其他的东西，他也看不上，倒不如……顾长歌神色一怔，伸手将面前漂浮的宝物轻轻推开，脸上写满了大义凛然，简直正的发邪。父皇言重了，儿臣在外虽苦，但也是一种磨砺，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若无这20年的历练，又怎会成就如今的九官王？顾长歌上前一步，目光清澈，声音恳切的连自己都要信了。大炎国库的资源，应当留给边疆的将士，留给更有需要的子民。至于我自己，重铜本无敌路，何况还有至尊骨，所以这些身外之物，儿臣什么都不要。进大殿内，落针可闻，秦烈感动得热泪盈眶。看看，这就是格局，这才是大炎皇子该有的气度。大皇子跪在地上，心里骂开了花：装，接着装，盛气都不要，脑子被驴踢了吧？那可是盛气啊！有了他，战力至少能翻1倍。哪怕是苍帝都愣了一下，随即眼中的赞赏之色更浓了。不贪财，不恋物，一心为国，胸怀坦荡。死子，累我！好，好，好！苍帝连说3个好字。九郎，既然你不要，那朕偏要给，不能让天下人说朕亏待了麒麟。传朕旨意，将云顶天宫赐予九皇子，作为府邸。轰！大皇子猛地抬头，满脸惊骇，连膝盖的疼痛都忘了。云顶天宫，那是上古遗迹中挖出来的一座浮空仙岛，灵气浓郁程度是外界的100倍，还自带上古护山大阵，连圣人都攻不破。更重要的是，那是历代太子的专属行宫啊！父皇竟然把这个给了九弟，这哪里是赏赐府邸，这分明是赏了一座移动的战争堡垒。另外，苍帝沉吟片刻，似乎觉得还不够，继续说道：朕准你开府建衙，招募私兵，无论你看上谁，只要对方愿意，朕都准了。卧槽！听到这话，顾长歌内心狂喜，上扬的嘴角都快压不住了。童子，这就是你有眼无珠了，这哪里是什么过气老的，分明是我的老 daddy 啊！正所谓，东西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在这世上，单打独斗虽然爽，但有个强大的势力，办事更方便。自己可是大反派，没几个狗腿子怎么行？以后抓圣女、灭满门这种脏活累活，总不能都要自己亲自动手吧？多谢父皇。顾长歌微微躬身，又道：儿臣初来乍到，确实需要一些人手，但儿臣想组建一支特殊的卫队。苍帝来了兴趣，有何特殊？顾长歌微微一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此卫队部署6部，不归3司，只听命于我一人，上察必落下皇权。皇权特许，先斩后奏。儿臣为其取名锦衣卫司。听到这话，秦烈倒吸一口凉气，好大的杀性，好大的野心！这哪里是卫队，这分明就是悬在所有人头上的一把刀。大皇子更是如坐针毡，后背发凉。要是让顾长歌搞成这个，以后谁还敢跟他作对？随便扣个帽子就能抓人，这权力大的没边了。父皇，不可！大皇子顾不得其他，急忙开口反对。此举从未有过先例，若是权力过大，恐生祸端啊！而且先斩后奏，置国法于何地？苍帝却根本没理会大皇子的犬吠，他摸着下巴，细细品味着锦衣卫这3个字，越品越觉得有味道。现在的朝堂确实有些死气沉沉，世家大族盘根错节，也是时候需要一把快刀来清理一下那些腐肉了。而顾长歌这把刀够快够狠，准了！苍帝大袖一挥，直接拍板：九郎，朕给你这个特权。这大炎的天下安逸太久了，也是时候该清扫清扫那些蛀虫了。出了事，朕给你兜着。多谢父皇。顾长歌嘴角扬起，有了锦衣卫，以后看谁不爽，直接抓回来，狠狠大调查一下，看看他们避税多不多。行了，赏赐的事就这么定了。苍帝摆摆手，神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九郎啊，还有一件正事，3个月后便是百朝大战，这不仅关乎大炎的国运，更关乎能否进入地路争锋的资格。不仅是东玄域的盛世，更是整个3000道州的决斗场。届时，各大皇朝的天骄，还有中州那些不朽道统、长生世家的传人都会参加，甚至传说中的太古王族也会有年轻至尊出世。说到这里，苍帝眼中闪过一丝惊芒。这不仅是年轻一代的争锋，更是气运之争。谁能夺魁，谁背后的势力便能获得天道气运加持，昌盛万年。九郎，你既已是九官王，此次百朝大战便由你带队，如何？朕希望这一次我大爷能拔得头筹。百朝大战，顾长歌脑海中迅速搜索相关记忆，这剧情他熟啊，不就是大型天骄韭菜收割现场吗？中州道统、长生世家、太古王族，那么多气运之子聚在一起，简直就是自助餐。父皇，儿臣当仁不让。顾长歌答应得很干脆。且慢！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再度响起，哪怕大皇子是究极忍者神龟，此刻也有些忍不住了。他虽然跪着，但脖子梗得笔直，像一只不服输的斗鸡。父皇，此事万万不可！百朝大战凶险万分，不仅要看个人实力，更看重团队配合。九弟虽然个人战力强横，但他刚回皇都，毫无带队经验，更不懂战阵之道。若是让他带队，只怕难以服众，会害了其他人。
大皇子痛心疾首，一副全然为大局考虑的模样。而陈不才曾参加过上一届百朝大战，虽未夺冠，但也积累了不少经验。而陈愿为领队，九弟为副，兄弟齐心，方能其利断金。说白了，就是想抢班夺权。要是让顾长歌带队拿了第一，那太子的位置基本就没跑了，他必须把主导权抓在手里。苍帝眉头微皱，看向顾长歌问道：“九郎，你怎么看？”顾长歌瞥了大皇子一眼，就像在看一个智障。大哥，你有经验，是失败的经验吗？顾长歌一开口，杀人诛心。噗嗤，大皇子感觉胸口中了一箭，那是他一生的痛。上一届百朝大战，他带队狗在草丛里，结果被人家一波团灭，差点连裤衩子都竖没了。你，大皇子脸长成猪肝色，强行辩解，战场瞬息万变，个人勇武终究有限，你需要队友，需要配合。配合。顾长歌冷笑一声，大是弱者才需要的遮羞布，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他转过身望向苍帝，声音淡漠：“大哥说的对，我这人确实不太会带队，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顾长歌转过头看着大皇子，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齿：“我会把所有挡路的人全都打死，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大言不就是第一了吗？这很难吗？简单粗暴，逻辑满分。”大皇子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商标符号的是什么逆天逻辑？那可是百朝大战，不是屠宰场啊！你商标符号去参赛，是为了把所有人都杀光？咳，就连一向以心狠手辣著称的苍帝也尴尬的咳嗽两声，擦了擦额头的冷汗。九郎啊，那个虽然规则没说不能杀人，但毕竟上天有好生之德，有义第一，杀人第二，而且那是几万天骄，不是几万头牲口，杀起来也挺累的。苍帝突然觉得这个老九的杀性实在有点重，简直正的发泄，让你去拿第一，没让你去搞种族灭绝啊！九弟，你这简直是胡闹！大皇子终于抓住了把柄，立刻跳起来指责：百朝大战凶险万分，哪怕是中州的神子圣女，也不敢说能横推一切，团队合作才是取胜的关键。你这种独狼行径，只会害了你自己，也会害了大燕。想当年，我带领大燕战队，步步为营，合纵连横。然后呢？顾长歌瞥了他一眼，轻飘飘地问道：然后？大皇子脸色涨红，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顾长歌毫不留情地补刀，然后拿了个倒数第一回来，是吧？这就是你所谓的经验。大哥，你跪得太久了，连怎么站着都忘了吧？噗！大皇子只觉得一阵扎心，他引以为傲的狗道，在顾长歌嘴里竟然成了窝囊。你！大皇子指着顾长歌，手指颤抖，气得浑身发抖，但他不敢发作，因为父皇正盯着他。我忍，只要我不死，这笔账迟早要算。大皇子深吸一口气，硬生生把这口恶气咽了下去，脸上竟然挤出了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九弟教训的是愚兄格局小了。定，检测到气运之子大皇子顾玄机再次发动天赋神通先天一口窝囊气，忍辱负重加2，忍者神龟进化度正2%，宿主言语暴击造成真实伤害，成功掠夺气运值2万点。顾长歌看着系统面板上跳动的数字，心里乐开了花。这大哥真是个极品啊，这都能忍，不愧是百败圣体，抗压能力简直是王者级别。和沸羊羊、黑小虎、双面龟、汤姆猫坐一桌去吧，以后没气运值了就来找大哥聊聊天，这简直就是个人型提款机啊！行了，别吵了。苍帝摆了摆手，打断了这场单方面的碾压。他也看出来了，大皇子在顾长歌面前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再吵下去道心都要崩碎了。百朝大战还有3个月，此事不急，容后再议。苍帝看着顾长歌，脸上突然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那种笑容让顾长歌心里莫名有些发毛，总感觉这老登在憋什么坏水。九郎啊，眼下有一件更重要的大事需要你去做。苍帝开口。什么事？顾长歌一脸警惕，退至众人身后。苍帝坐回龙椅，一脸严肃：你虽然刚回来，但也已经成年了，朕已经下旨广招天下角色，3天后为你选妃。选妃？顾长歌愣了一下，随后整个人都麻了。他堂堂天命大反派，一心搞事业，掠夺气运，正道成帝，结果这老登让他去选妃，女人只会影响他拔枪的速度。父皇，这就不必了吧？顾长歌眼角抽搐，试图挣扎一下，儿臣如今年纪尚轻，应当以修炼为重。此言差也。苍帝直接打断了他的话，一脸严肃的摆摆手：修炼固然重要，但传宗接代更是国之大事。你天赋异禀，血脉之强，冠绝古今，若是能留下个一儿半女，那可是我大言的万世基业。再说了，武庙中有一位杨顶天大圣，能传承海狗肾。可，你那九官王的威名，不传宗接代岂不可惜？苍帝差点说漏嘴，干咳2声掩饰尴尬。再说了，朕又没让你现在就生，先把人选好，养在府里，平日里红袖添香，弹琴唱曲，岂不美哉？这可是朕特意为你精挑细选的，不仅有个大世家的嫡女，还有宗门的圣女，甚至还有异族的公主。苍帝凑近几分，压低声音，露出一个特殊的笑容。那狐族的公主天生媚骨，还有那合欢宗的圣女擅长蹲舞，那夺命18蹲可真是销魂。可，父皇，你是怎么知道的？
顾长歌立刻找到了盲点。那个苍帝老脸一红，都是秦烈将军告诉朕的。秦将军，你说对不对啊？秦烈突然被 Q， 一脸无辜，但只能硬着头皮承认下来。陛下说的对，那什么狐族公主、合欢圣女、吸金魅魔、木构契约兽，都是本将亲自用长枪镇压，一枪下去便叫他们怀胎10月。啊，不对，是灰飞烟灭。说到最后，秦烈像是回忆起了什么，忍不住老脸一红。我靠！顾长歌见状，忍不住心中吐槽：没想到啊，你个浓眉大眼的秦烈将军，私底下玩的还挺花。九郎，选妃之事，你意下如何？苍帝又问道。父皇，你是知道我的，我这个人一心修炼，不近女色。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父皇一片苦心，那尔臣为了大言的将来，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了。顾长歌叹了口气，一副吃了大亏的无奈表情。虽然他对女人没多大兴趣，但是如果能娶到都灵、若男、娜扎那种颜值的仙子圣女，就算让他天天做龙椅住仙宫，那他也愿意啊。好，既然大事已定，朕便回去参悟大道。话音未落，龙椅之上的身影一阵模糊，空间泛起涟漪，那位霸道无双的大炎主宰直接凭空消失，大殿内的压迫感顿时消散。顾长歌也没兴趣多待，转身便要离开这金銮殿。好处已经捞够了，不仅白嫖了一座云顶天宫，拿到了组建锦衣卫的特权，甚至还有一大波美女正在送货上门的路上。这波血赚，至于那个什么大皇子，在顾长歌眼里不过是个还没长熟的韭菜，甚至连当对手的资格都没有。只要这货不来沾边，自己也懒得弯腰去割，毕竟收割韭菜也是需要费精力的。然而有些人天生就是属欠抽的。站住！一道略显尖锐的厉喝声猛地从身后传来，大皇子不知何时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他几步冲到大殿门口，张开双臂死死挡住了顾长歌的去路。那张原本刚毅的脸庞此刻因为嫉妒和愤怒而有些扭曲，看上去格外狰狞。有事？顾长歌停下脚步，眼皮都没抬一下。九弟，有些东西你可以拿，但有些东西你还年轻，把握不住。大皇子死死盯着顾长歌，胸膛剧烈起伏。云顶天宫给你，我忍了；组建锦衣卫，我也忍了；甚至父皇偏心为你选妃，我还是忍了。但是大皇子话锋一转，声音陡然拔高8度：百朝大战的领队之职事关重大，绝非儿戏，你必须主动向父皇请辞，将领队之权交还于我，否则就算拼着被父皇责罚，我也要让你知道这大炎皇室的长幼尊卑。大皇子说的唾沫横飞，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实际上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只要拿到了领队权，到时候进了战场，怎么操作还不是他说了算。随便给顾长歌安排个断后的任务，借刀杀人，神不知鬼不觉，到时候既除掉了眼中钉，又能立下不世之功，太子的位置依然是他的。顾长歌停下脚步，看了一眼挡在面前的大皇子，那神情就像是在看路边一坨挡路的狗屎，既嫌弃又觉得好笑。你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东西？顾长歌掏了掏耳朵，一脸的不耐烦。好狗不挡道，闪开！轰！这句话就像是一颗火星子，直接掉进了火药桶里。大皇子彻底炸了。他虽然是忍者神龟，但那是面对父皇。作为堂堂大炎皇朝的大皇子，身份尊贵，地位显赫，平日里谁见了他不是毕恭毕敬？哪怕是那些圣地传人，也要给他3分薄面。可现在顾长歌竟然当着外人的面骂他是狗，你敢骂我是狗？大皇子指着自己的鼻子，气得浑身发抖，脸上的肌肉都在疯狂抽搐。骂你怎么了？难道还要我夸你狗叫的好听？顾长歌一脸无辜地摊了摊手，你要是不挡道，我也懒得骂，既然挡了道，那不就是狗吗？逻辑闭环，无懈可击。噗嗤！不远处，四皇子和秦烈都有些憋不住了，笑出了声。这一声笑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皇子彻底破防了。啊呀！欺人太甚！大皇子理智全无，双目赤红，体内尊者禁灵力轰然爆发。顾长歌，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也！啪！一声清脆到了极点的爆响在大殿内骤然炸开，清脆响亮，甚至带着几分悦耳的回音。大皇子的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像是被一巴掌抽的原地转了2圈半，像是个挨抽的陀螺。一柄重锤砸中，脑袋猛地向右一歪，那股刚刚升腾起来的气势瞬间被打散。他左侧脸颊上5道鲜红的指印迅速浮现，红肿发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成了发面馒头。这一巴掌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殿内死一般的寂静。大皇子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顾长歌，被打懵了。长这么大，除了父皇，还从来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手指头。你敢打我？大皇子颤抖着声音，满脸的不可思议。整个大炎敢扇我耳光的，你是第一个。叮！检测到气运之子大皇子顾玄机，道心破防，天赋神通先天一口窝囊气遭受暴击，忍辱负重+1，忍者神龟进化度正1%，宿主物理打脸，造成精神暴击，成功掠夺气运值1万点。顾长歌听着脑海中悦耳的系统提示音，心情大好。本来都打算走了，结果这便宜大哥非要把脸凑上来让他打，这种要求这辈子都没见过。既然送上门来了，
那不薅白不薅，毕竟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打你怎么了？顾长歌甩了甩手掌，漫不经心地说道：“俗话说的话，长兄如子。既然父皇不在，那我这个当弟弟的只好代父皇好好教育教育你。什么叫礼貌？你！”大皇子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神他妈长兄如子，你是弟弟，我才是大哥，这辈分都让你给整乱了。好得很。大皇子怒极反笑，眼中闪过一抹怨毒，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怒火。不能冲动，绝对不能冲动。这小子就是在激怒我，想让我先动手，好在父皇面前告状。我可是百败圣体，越是受辱，将来反弹的就越狠。忍，我再忍。九弟，你胆大包天！大皇子咬着牙，死死盯着顾长歌，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有种，你再打我一下试试。他再赌顾长歌不敢再动手，毕竟这里是皇宫大内，殴打皇兄可是重罪。然而他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威慑力，也低估了顾长歌的强硬。行啊，试试就试试。顾长歌眉毛一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话音未落，反手又是一巴掌，啪，比刚才还要响亮，还要清脆。这一次是右脸。大皇子的脑袋猛地一歪，再次原地转了2圈半，右边脸颊也迅速肿了起来，左右对称，完美！啊呀呀！大皇子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捂着两边肿得像猪头一样的脸，整个人都要疯了。不是，你特么真打啊！叮！检测到气运之子大皇子顾玄机再次破防，忍者神龟进化度正2%，宿主言出必行，满足对方要求，助人为乐，成功掠夺气运值2万点。爽！顾长歌心里那个舒坦，这哪里是打人，这分明是在刷分啊！每一巴掌下去都是白花花的气运值入账，这大哥简直就是个行走的刷分机器。我靠！一直站在旁边看戏的秦烈，此刻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感觉自己的脸都跟着隐隐作痛。这九皇子也太生猛了吧！那可是大皇子啊，未来的储君有力竞争者，居然像打孙子一样当众狂抽耳光，这简直就是把大皇子的尊严扔在地上狠狠摩擦，还要再踩上2脚。这就是九官王的霸气吗？秦烈心中暗暗啧舌，同时为大皇子感到默哀。你说你惹谁不好，非得惹这个煞星？这可是敢强吻古帝萧家帝女，又在武庙一路打通9胜的狠人，你跟他讲规矩，今天就是路边的狗来了，都得挨2个大逼斗。而另一边，四皇子顾武急则是看得热血沸腾，心里乐开了花，爽，太爽了！这些年来，他被大皇子那套虚伪说教恶心了无数次，早就不爽了。今天终于有人替他出了一口恶气，还好我机智，提前抱住了九弟的大腿。四皇子摸了摸自己的脸，一阵后怕，要是不把唐小仙那个蠢女人送出去当投名状，现在挨大嘴巴子的恐怕就是我了。大殿中央，大皇子捂着脸，整个人都在颤抖，那是气的，也是羞的。他堂堂大皇子，未来的大眼储君，竟然被当众打了2个耳光，这要是传出去，以后还怎么在朝堂上立足？顾长歌！大皇子从牙缝里挤出这3个字，声音如同厉鬼般凄厉。你想找死吗？知道上一个敢这么羞辱我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吗？大皇子眼中闪烁着怨毒的光芒，声音阴森可怖。去年有个不长眼的世家子弟，只是骂了我一句，我就让他家族破产，男的充军，女的为奴，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他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找回一点丢掉的面子，让顾长歌感到恐惧，知道自己不是好惹的。然而顾长歌只是淡淡的看着他，就像在看一个小丑表演。顾长歌，那咋了？关我什么事？你！大皇子一噎，刚想继续放狠话，啪！第3个巴掌毫无征兆的降临。这一次顾长歌认真起来，用了几分力气，嗖！大皇子整个人直接被抽得原地起飞，在空中转体3周半，然后重重地砸在地上。古有孙悟空3打白骨精，今有顾长歌3抽大皇子。顾长歌收回手，从怀里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手指，仿佛刚才碰到了什么脏东西。噔噔噔，他走到趴在地上的大皇子面前，那双重瞳之中没有任何情绪，只有无尽的冷漠。大哥，我教你个道理，以后能动手就千万别逼逼，因为反派通常都死于话多。你不讲武德！大皇子手脚并用，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捂着肿成猪头的脸，发型乱了，皇冠歪了，但嘴还是硬的。刚才是我大意了，没有闪。老九，你搞偷袭算什么本事？有种正面硬刚！轰！话音未落，一股磅礴的气势从大皇子体内爆发。这股气息并非寻常灵力，而是一股至高无上的黄道龙气，夹杂着浓郁的紫色霞光，在他身后凝聚成一条若隐若现的紫色苍龙。大炎皇室绝学9天化龙诀，而且这股紫气之中还透着一股古老苍茫的韵味，仿佛来自太古星空。紫薇地气，这是中州不朽世家的传承至宝所化，能融合一切黄道气运。不好！秦烈脸色骤变，下意识向前跨出一步。大皇子这是动真格了，他本身就是尊者劲武重天，如今祭出紫薇地气，战力飙升。四皇子顾武吉也是眉头紧锁。九弟虽然在武庙通关，但那是同龄争锋，现在九弟才度劫气2重天，和大哥差了整整1个多的大境界，再加上紫薇地气的压制，
这也太不公平了。在他们看来，顾长歌虽然是九官王，但毕竟太年轻，才20岁，而大皇子这100年的饭不是白吃的。这就好比是一个满级神装的氪金玩家在欺负一个刚出新手村的操作怪，根本不公平。此刻，大皇子气势如虹，整个人悬浮在半空，紫气缭绕，宛如一尊紫甲战神。他居高临下，俯视着顾长歌，终于找回了那一丝久违的自信。老九，现在跪下认错，大哥还能饶你一次，否则拳脚无眼，别怪大哥心狠手辣。然而，面对这滔天威压，顾长歌不仅没有半点慌张，反而歪着头，一脸古怪地打量着大皇子，那表情就像是在看一只品种稀奇的猴子。大哥，你这造型挺别致啊！顾长歌摸了摸下巴，实在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周身紫气缭绕，确实挺唬人的。但是顾长歌伸手指了指大皇子的头顶，你这头顶上怎么绿油油的？此话一出，全场死寂。秦烈和四皇子下意识抬头看去，只见在那璀璨的紫薇地气之中，大皇子的天灵盖位置竟然真的顶着一团浓郁的绿光，翠绿鲜亮，那绿光翠绿欲滴，生机勃勃，在一片紫气中显得格外刺眼，就像是戴了一顶量身定做的绿帽子。扑哧，四皇子顾武即赶紧捂住嘴，肩膀疯狂抖动，这也太搞了！紫气东来没练成，练成了绿光照顶。大皇子脸色一僵，下意识摸了摸头顶。为了强行融合那缕紫薇地气，修补受损的根基，他前些日子不得不服用了一枚稀世罕见的万年玄龟元。那玩意儿大补是大补，就是有点副作用，容易上头。混账！大皇子恼羞成怒，厉声呵斥：“你懂什么？此乃万年龟元的显化，拥有此气护体，我防御无双，寿元绵长，更拥有玄龟之忍耐力。只要这道绿光不灭，我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原来如此！顾长歌恍然大悟，连连点头：“懂了。头顶绿光，身怀龟元，大哥，你这哪是什么真龙天子？分明就是织成了精的绿毛龟啊！”轰！这句话杀伤力比刚才那3个巴掌还要大。绿毛龟，他堂堂大皇子，竟然被骂成是绿毛龟！叮！检测到宿主言语攻击，造成暴击伤害，大皇子顾玄机心态受损，忍者神龟进化度正3%，恭喜宿主获得3万点反派值。顾长歌，大皇子彻底破防了，我要撕烂你的嘴，给我死！轰隆隆，大皇子动了，他身形如电，裹挟着漫天紫气以及头顶那抹绿光从天而降，右拳紧握，紫薇地气疯狂压缩，化作一颗紫色的流星，朝着顾长歌狠狠砸下。九弟，别怪我无情，我这一拳100年的功力，不知道你顶不顶得住。空气被压缩到了极致，发出刺耳的爆鸣声，地板寸寸皲裂，狂风呼啸，吹得大殿内的帷幔猎猎作响。秦烈大惊失色，想要出手阻拦，却已经来不及了。快躲！四皇子大吼。躲！顾长歌站在原地，脚下生根，纹丝不动。他看着那颗砸落的紫色流星，嘴角缓缓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100年的功力很强吗？既然大哥这么有雅兴，那我就陪你玩玩。嗡！顾长歌体内血液瞬间沸腾，混沌神魔体开，一股苍茫、古老、霸道的气息从他每一个毛孔中喷薄而出。那不是灵力，那是纯粹的气血之力。在他身后，仿佛有一尊顶天立地的混沌神魔虚影，缓缓睁开了双眼。紧接着，顾长歌抬起左臂，衣服下的肌肉瞬间紧绷，一条条青筋暴起，宛如囚笼盘踞。麒麟臂发动！不仅如此，他胸口处一块晶莹剔透的骨头散发出万丈金光。至尊骨增幅3大底牌同时亮剑，没有花里胡哨的招式，顾长歌同样是一拳轰出，硬碰硬，谁怂谁是孙子。顾长歌，老子打的就是天骄！砰！两只拳头在半空中狠狠撞在了一起，紧接着一股肉眼可见的气浪以两人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疯狂席卷。啊！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长空，只见那团不可一世的紫气就像是被戳破的气球，瞬间炸散。大皇子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倒飞而出。咔嚓！清脆的骨裂声让人头皮发麻。他的右臂呈现出一个诡异的扭曲角度，森白的骨头茬子都刺破了皮肉，鲜血狂飙。砰！大皇子重重地砸在几十米开外的盘龙柱上，然后像一滩烂泥一样滑落下来。反观顾长歌，依旧保持着出拳的姿势，站在原地，白衣胜雪，纤尘不染，甚至连发型都没有乱，高下立判。就这，顾长歌收回拳头，轻轻吹了吹上面的灰尘。我还以为多狠呢，大哥，我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你这100年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吧？还是说你平日里去教坊撕去的太勤，被那些狐狸精把身子给掏空了？身子骨这么虚，要不要我送你2斤枸杞补补？杀人诛心！四皇子在旁边看得头皮发麻，太残暴了，太凶残了，这就是九官王的含金量吗？越级挑战跟喝水一样简单。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皇子彻底凉凉的时候，大皇子竟然笑了起来，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癫狂，显得格外瘆人。九弟啊，九弟，你果然厉害，可连紫薇地气都压不住你。但是你以为你赢了吗？顾长歌眉头微挑，看看你的左手，
大皇子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鲜血染红的牙齿。顾长歌低头看去，只见刚才和大皇子对轰的左拳之上，不知何时竟然沾染了一丝诡异的黑气。那黑气如同复古之居，正在顺着他的经脉疯狂向体内钻去。这是万毒式心境。大皇子狞笑着，这是从他那百败圣体中进化出来的天赋剧毒，除非有我的独门解药，否则半个时辰内你就会全身溃烂，化为一滩血水。大皇子挣扎着坐起来，靠在盘龙柱上，脸上满是报复后的快意。你还是太年轻了，这天下不是光靠实力就能赢的。刚才那一拳我根本就没想赢，就是为了把毒送进你的体内。大皇子伸出完好的左手，指了指地面，一脸嚣张。顾长歌，不想死的话就给我跪下磕头认错。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秦烈身上的甲胄咔咔作响，一步跨出，挡在顾长歌身前，怒视着大皇子。殿下，你这手段未免太下作了，同是操戈还要用毒，这若是传出去，大燕皇室的脸面何在？四皇子更是气得哇哇乱叫，指着大皇子破口大骂。顾玄机，你个老阴笔，打不过就下毒，你还要不要脸？面对两人的指责，大皇子非但没有半点羞愧，反而靠在盘龙柱上，笑得更加猖狂。兵不厌诈，成王败寇，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就算你们告到父皇那里又如何？只要我赢了，只要顾长歌死了或者废了，父皇只会看重活着的天骄。大皇子满脸血污，配上那个扭曲的笑容，活脱脱一个疯子。老九，时间可不多了，这毒素一旦攻心，大罗金仙也难救。你是想要这只手，还是想要这条命？顾长歌没理会这条疯狗的狂吠，他在心里默默呼唤系统：童子，这什么万毒式心境能解吗？系统沉默了2秒，似乎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无语。宿主，请不要用毒这个字来侮辱毒药剑，这种垃圾混合物成分极其低劣，杀伤力比大皇子那根绣花针还要弱小。宿主融合了海狗肾，肾功能强化100万倍，自带超级过滤系统，这种级别的毒素，建议宿主找个没人的地方撒泡尿就能排出来了。啊！顾长歌差点没绷住，还得是你呀，童子，比大皇子的绣花针还小，这形容简直绝了。原来这所谓的必杀技，只要走个肾就能解决。既然如此，顾长歌抬起头，看向大皇子的目光中多了一丝玩味。想要解药是吧？大皇子见顾长歌沉默，以为他怕了，顿时更加得意。没错，我也不是不念兄弟情谊的人。顾长歌，只要你自断一臂，从此退出百朝大战的领队之争，并且发誓永远效忠于我，我就把解药给你。说着，大皇子从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瓷瓶，在手里晃了晃。机会只有一次，老九，你可要想清楚了。秦烈和四皇子闻言，脸色骤变。自断一臂，对于修仙者来说，断臂虽能重生，但需要消耗大量的本源和时间。百朝大战在即，若是此时断臂，实力必然大损。九弟，不可！四皇子急忙劝阻，这老阴笔的话不能信，谁知道他那解药是不是真的？秦烈也沉声道：有殿下，末将这就带你去找宫里的御医，我就不信这毒没人能解。然而顾长歌却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安静，不用那么麻烦。既然大哥想要一条手臂，那我给他便是。话音落下，铿锵一声清越的剑鸣响彻大殿。顾长歌反手一握，一柄通体漆黑、剑身布满暗金色龙纹的长剑凭空出现在手中。龙纹黑金剑，剑身刚一出现，一股古老苍凉，仿佛能斩断万古的恐怖剑意瞬间充斥了整个空间。周围的温度骤降，连空气似乎都被这股锋芒割裂，发出细微的嘶鸣声。顶级圣器，极道地兵簇配。这四皇子瞳孔猛地一缩，只觉得头皮发麻。好凶的剑！九弟，你来真的？别冲动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皇子看到这把剑，眼中闪过一丝贪婪，随即便是狂喜。这傻老九还真被唬住了，要是能逼得他自废一臂，那自己今天的场子不仅找回来了，还能除掉一个大患。好，有魄力！大皇子大声叫好，生怕顾长歌反悔。快动手！只要剑落下，解药立马给你。顾长歌握着剑，剑尖斜指地面，一步步走向大皇子。大哥，你确定只要断一只手就行？废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大皇子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顾长歌的动作，期待着那鲜血飞溅的美妙画面。行，顾长歌点了点头，走到了大皇子面前。既然大哥有此要求，那我这个当弟弟的必须满足。话音未落，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唰，剑光一闪，顾长歌抬手挥剑下劈，动作行云流水，快若奔雷。扑哧，利刃切入血肉的声音清晰可闻。紧接着，一条手臂高高飞起，带着温热的血线在空中划出一道凄美的弧线。啪嗒，断臂落地。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大皇子脸上的笑容还僵在那里，甚至还没来得及转化为惊恐，直到一股剧烈的疼痛从左肩处如潮水般袭来，瞬间淹没了他的神经。啊呀呀！凄厉的惨叫声差点掀翻了大殿的屋顶。大皇子捂着空荡荡的左肩，鲜血如同喷泉般涌出，瞬间染红了他的半边身子。我的手，我的手啊！他惊恐地看着地上的断臂，整个人都崩溃了。那是他的手，不是顾长歌的。
怎么可能？大皇子难以置信地嘶吼着，脸色惨白如纸。我有紫薇地气护体，我有万年归元加持，肉身堪比神铁，就算是极品灵气，也休想伤我分毫。你怎么可能砍断我的手？顾长歌甩了甩剑身上的血珠，一脸淡漠。哦，忘了告诉你，这把剑叫龙纹黑金剑，也没多厉害，就是比一般的圣器稍微硬那么一点点，专破各种乌龟壳。旁边秦烈和四皇子彻底看傻了。卧槽，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啊！说好的自断一臂呢？怎么把大皇子的手给砍了？顾长歌，你怎么敢的？大皇子疼得满地打滚，一边惨叫一边指着顾长歌咆哮：我是让你砍你自己的手，你砍我的干什么？你这是残害手足，这是大逆不道！我要告诉父皇，让你不得好死！面对大皇子的控诉，顾长歌非但没有慌张，反而露出了一脸无辜的表情。大哥，这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啊！明明是你刚才自己要求的，你说只要自断一臂就把解药给我，但又没说是断谁的一臂。顾长歌摊了摊手，理直气壮。俗话说得好，兄弟如手足，所以我断你手足。我想着，大哥你既然这么想看断臂，肯定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为了满足大哥的心愿，我也只能帮你一把了。毕竟长兄如子嘛，你怎么还能倒打一耙呢？这特么是什么逻辑？大皇子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直接撅过去。你放屁！我是那个意思吗？顾长歌根本不给他辩解的机会，直接转头看向旁边的两个证人。秦将军、四哥，刚才大哥的话你们也都听见了吧？他是不是说只要自断一臂，但没说名字？秦烈愣了一下，他看着顾长歌那双深邃的重瞳，又看了看地上还在喷血的大皇子，脑海中闪过苍帝对九皇子的偏爱，以及这位小爷刚才展现出来的恐怖实力。秦烈瞬间做出了选择，立刻挺直腰板，一脸正气地点了点头。没错，末将听得清清楚楚，大皇子殿下确实是这么说的，原话就是只要断他一臂。末将当时还纳闷呢，大皇子怎么会有这种自残的要求，没想到是为了以此明志，佩服佩服。四皇子反应稍微慢了半拍，但看到秦烈都表态了，立马跟上。对，我也听见了，但我还要纠正一点，大哥刚才说的是只要断他双臂，他就把解药给九弟。九弟为了满足大哥的要求，亲自动手。大哥你怎么能冤枉好人呢？噗嗤，大皇子再也忍不住，一口老血喷出3米高。你们这世上还有王法吗？还有天理吗？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秦烈、老四，你们竟然敢睁着眼睛说瞎话！大皇子气得浑身发抖，眼泪都快飙出来了。秦烈把头扭到一边，看着天花板。大皇子，您是知道末将的，末将光明磊落，从不撒谎。你刚才说的就是让九殿下断你四肢。顾长歌差点忍不住给秦烈竖个大拇指。这老将……秦烈咽了口唾沫，老脸微红，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羡慕。怪不得九弟如此生猛。四皇子更是两眼放光，恨不得冲上去摸两把，沾沾喜气。有了这海狗肾，以后在那百花丛中，岂不是能杀个七进七出，片叶不沾身？羡慕啊，太他妈羡慕了！顾长歌，这俩货的关注点是不是歪了？对面大皇子听着周围的议论声，看着顾长歌那富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嘴脸，气得胸口发闷，喉咙里又涌上一股腥甜。不仅打不过，连男人的尊严都被碾压了。他引以为傲的本源奇毒，竟然被这混蛋一抛尿就给解决了，这让他如何能忍？顾长歌，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大皇子咬牙切齿，强撑着从地上站起来，仅剩的右手紧握成拳。你敢不敢压制境界，和我公平一战？刚才是我大意了，被你偷袭断臂，若是公平对决，我未必会输给你。别玩那些阴的，是个男人就和我堂堂正正打一场。大皇子也是气昏了头，他觉得顾长歌之所以能赢，完全是靠着那些层出不穷的底牌和诡异手段。若是同进一战，凭借自己百败圣体的战斗经验，绝对能把这小子屎都打出来。听到这话，顾长歌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忍不住嗤笑出声。压制境界，大哥，你脑子是不是刚才被那一巴掌给抽坏了？顾长歌上前一步，周身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轰！渡劫期2重天，虽然气势惊人，但境界摆在那里，做不得假。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才渡劫期，你可是尊者进5重天，咱们之间差了整整一个大境界，还带拐弯的。顾长歌指着大皇子的鼻子，一脸鄙夷。明明是你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现在被我反杀了，你还有脸跟我谈公平？你这一把年纪都活到旺财身上去了吗？你！大皇子被对得哑口无言，脸长成了猪肝色。草率了，刚才被打得太惨，完全忘了这茬。这九弟才20岁啊，自己堂堂尊者进5重天，被渡劫期的弟弟越级吊打，还要对方压制境界，这脸还要不要了？废话少说，顾长歌懒得跟他废话，手中龙纹黑金剑再次抬起，剑尖直指大皇子的眉心。刚才你让我下跪，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跪下道歉，然后说谢谢。什么？让他道歉还要说谢谢？大皇子眼睛瞬间充血，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欺人太甚，简直是欺人太甚！他堂堂大皇子，未来的储君，今天被人砍了胳膊，打了脸，还要给凶手道谢，这要是做了，他的道心就彻底崩了。休想！大皇子梗着脖子，
一副宁死不屈的模样。我顾玄机乃是大炎黄长子，从来只有别人跪我，没有我跪别人的道理。顾长歌，有种你就杀了我，我就算是死，从这里跳下去，也不会跟你说半个谢字。哎呦，骨头还挺硬。顾长歌眉毛一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既然大哥这么有骨气，那我就成全你。嗡！话音未落，顾长歌身后虚空震颤，异象瞬间爆发。仙王09天，恐怖至极的天地异象瞬间充斥了整座金銮殿，那股毁天灭地的压迫感，如同10万座太古神山同时压下，狠狠压在大皇子的肩头。他膝盖一软，全身骨骼都在这股威压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跪还是不跪？顾长歌一步踏出，宛如神王降世，声音如雷霆炸响，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大皇子那一瞬间真的感觉到了顾长歌的杀意，这疯子真的敢杀他？哪怕是在这金銮殿上，恐惧瞬间击穿了所谓的尊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忍，必须忍，只要活下去，总有一天能报仇雪恨。扑通，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刚才还叫嚣着宁死不屈、死都不道歉的大皇子直挺挺地跪了下去，膝盖砸在碎裂的地砖上，鲜血淋漓，但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低着头，声音沙哑且颤抖：“对不起，是我错了，谢九弟不杀之恩。”顾长歌却不满意，用手护在耳边，居高临下的望向大皇子喊道：“大点声，我听不见。”谢。大皇子用出了吃奶的力气，最后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瘫软在地。但他低垂的头颅下，那张脸上却写满了怨念。该死，被老九给装到了。300年河东，300年河西，末期少年阿布，末期中年穷。老九，这笔账我顾玄机记下了，终有一日，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把海狗生挖出来泡酒喝。万一实在没法报仇，那尝尝你那童子尿的滋味也行，说不定也能得到万毒不侵之体。定，检测到气运之子大皇子顾玄机，触发天赋神通先天一口窝囊气，忍辱负重加10，忍者神龟进化度正10%。恭喜宿主掠夺气运值10万点。另一边，顾长歌当然猜不到大皇子的逆天想法，竟然会觊觎自己的童子尿。他只是觉得这忍者神龟的属性还真是好用，只要不杀大皇子，这货就能源源不断的提供气运值，简直就是个可持续发展的极品韭菜。既然如此，那就先养着吧，等养肥了再宰，这就对了吗？顾长歌拍了拍大皇子的肩膀，就像在安抚一只听话的宠物。以后见到我，记得把尾巴加紧点。说完，他看都没看大皇子一眼，转身就往殿外走去。既然好处都捞够了，也该回去准备一下百朝大战的事宜了，毕竟那里还有更多的韭菜。哦不，天骄等着他去收割呢。九弟，等等我！四皇子顾武吉见状，连忙屁颠屁颠的追了上去，一脸崇拜的竖起了大拇指。他妈的，九弟，你今天真是太牛逼了，连太皇兄都被你治得服服帖帖。刚才那声谢谢，听得我浑身舒坦，比去教坊私听曲儿还爽。顾长歌笑了笑，没说话。四皇子却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突然停下脚步，一脸郑重地看着顾长歌。九弟，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老大。你说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说打狗，我绝不撵鸡。顾长歌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神色有些古怪。四哥，这不合适吧？你是兄，我是弟，哪有哥哥管弟弟叫老大的道理？哎，此言差也。四皇子把胸脯拍得震天响，一脸豪气。打者为师，强者为尊。再说了，咱们各论各的，你喊我四哥，我喊你老大。以后在这大炎皇朝，咱们兄弟联手，嘎嘎乱杀。顾长歌神他妈各论各的。看着四皇子那腹铁憨憨的模样，顾长歌也被逗乐了。这货是个武痴，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胜在直爽，没什么坏心眼。当个打手倒也不错，毕竟接下来他还要组建锦衣卫，不可能什么都亲力亲为。行吧，顾长歌点了点头，伸手拍了拍四皇子的肩膀。既然你非要认这个老大，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你这个小弟。从今往后，有福我享，有难你当。四皇子，等等，老大，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不对劲？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顾长歌已经大笑着走出了金銮殿，只留下一个潇洒至极的背影。四皇子愣在原地，看着那个背影，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这大腿必须报警了，哪怕是当个挂件，也能跟着起飞啊！老大，等等我啊！关于那个海狗肾的妙处，咱们深入探讨一下呗。老大，等等我啊！四皇子还在大喊，顾长歌却脚下生风，走得更快了，跟这铁憨憨探讨海狗肾，怕不是要被拉低智商。很快，顾长歌就大步跨出了宫门，两道身影立刻迎了上来，正是萧无极和被逮了的唐小仙。公子，您出来了。萧无极一脸恭敬，弯腰行礼。怎么样？那大炎皇帝没有为难您吧？顾长歌没说话，径直走向停在一旁的黄金战车。为难？秦烈一步跨出，昂首挺胸，脸上写满了与有容焉的傲气。萧公子，你也太小看九殿下了。哦，萧无极来了兴致。秦将军，快说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秦烈清了清嗓子，绘声绘色地开始描述。陛下特赐九殿下入主云顶天宫，开府建衙，组建清军、锦衣卫，皇权特许，先斩后奏。我勒个骚刚！萧无极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云顶天宫那可是大炎皇朝灵气最浓郁的宝地，历来只有储君才能居住，还有锦衣卫，先斩后奏，这权力简直大得没边了，牛逼！破音！萧无极竖起大拇指，由衷赞叹，这才哪到哪？秦烈嘿嘿一笑，压低了声音，却掩饰不住语气中的兴奋。刚才在大殿之上，大皇子不知死活，竟敢挑衅九殿下，结果……秦烈顿了顿，卖了个关子，结果咋样？萧无极急得抓耳挠腮，像个被吊的翘嘴。结果他被九殿下一剑砍了左臂，不仅如此，九殿下还逼得大皇子当众下跪，磕头说谢谢。你是没看见大皇子那张脸，绿得跟成了精的王八一样，太他妈解气了！哈哈，嘶！萧无极倒吸一口凉气，整个人都麻了。砍大皇子，逼下跪说谢谢，这特么是人干的事儿，太凶残了，太霸道了。跟着这种老大魂，何愁不能吃香喝辣？以后在这大炎皇城，他萧无极完全可以横着走，谁敢惹豹公子的名号，直接吓尿他们。公子真乃神人也！萧无极脸上满是狂热的崇拜，我对公子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跟着公子混，果然是我这辈子最英明的决定。行了，顾长歌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率先登上战车，少拍马屁，去云顶天宫。好了，萧无极麻溜地爬起来，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唯独站在一旁的唐小仙，整个人如遭雷击，僵在原地。他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顾长歌的背影，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不可能！他在心里疯狂摇头。大皇子那是何等人物，身怀紫薇地气，怎么可能输给顾长歌？还断臂，还下跪，简直是天方夜谭！一定是秦烈在吹牛。没错，肯定是这样。唐小仙偷偷瞥了一眼秦烈，心中冷笑。这秦烈平日里看着浓眉大眼，没想到也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了讨好顾长歌，竟然编造出如此离谱的谎言，真当他是3岁小孩吗？顾长歌要是真有这么厉害，那都不用动手指瞪他一眼，那他的本命白虎笔，他妈的本命蝴蝶笔，他姐的本命馒头笔，恐怕就直接都裂开了。等着吧，等我三哥回来，到时候看你怎么死。唐小仙咬着嘴唇，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但很快又掩饰了下去。现在的他是阶下囚，不能硬刚。人本仙女，能屈能伸。唐小仙虽然心里1万个不幸，但身体却很诚实，被萧无极像牵狗一样拽上了战车。轰隆隆，12匹天马拉动战车腾空而起，化作一道金光，直奔皇城深处而去。片刻后，一座悬浮在云端之上的宏伟宫殿映入眼帘，云雾缭绕，仙鹤齐飞。宫殿通体由白玉砌成，在阳光下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周围更有无数条灵气凝聚而成的瀑布从云端垂落，宛如9天银河倾泻而下。这里的灵气浓度几乎液化，至少是外界的100倍。深吸一口，都觉得毛孔舒张，修为隐隐精进。更有一层淡金色的光幕笼罩着整个仙岛，那是上古护山大阵，据说全力开启之下，连圣人强者都攻不破。这就是云顶天宫。萧无极看的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这地方就算是放在中州那些不朽世家，也是核心境地啊。公子，您这待遇简直没谁了。战车降落在白玉广场上，顾长歌走下车，环视四周，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便宜老爹还算大方，这地方用来当大本营，勉强够格。那个公子，萧无极眼珠子一转，目光在顾长歌和唐小仙身上来回打转，脸上露出一抹坏笑。这云顶天宫这么大，您刚搬进来，肯定需要好好熟悉一下环境，属下就不打扰您的雅兴了。说着，他一把将唐小仙推到了顾长歌面前。这只契约兽野性难驯，公子您慢慢调教，属下就不在这里碍眼了。说完，他也不等顾长歌回话，拉着秦烈就跑。秦将军，走走走，咱们去挑个偏殿住下，别打扰公子雅兴。秦烈也是个老江湖，心领神会，给了顾长歌一个男人都懂的眼神，跟着萧无极溜至大吉。偌大的宫殿内，只剩下顾长歌和唐小仙。风轻轻吹过，卷起唐小仙身上破碎的裙摆，之前被抽打留下的裂痕不仅没有显得狼狈，反而透着一种破碎的美感。不得不说，这女人虽然脑子有坑，但这皮囊确实极品，该瘦的地方瘦，该肥的地方肥，腚比肩膀宽，胸比脑袋大，绝对是妥妥的安产型圣体。顾长歌摸着下巴，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着她，那目光就像是在审视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或者是一头待宰的羔羊。唐小仙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下意识地抱住胸口，往后退了半步，但很快他又挺直了腰杆，心中的羞耻感就被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取代了。怕什么？本仙女天生丽质，被看2眼又不会少块肉，而且她看我的眼神怎么这么火热？呵呵，男人。唐小仙心中冷笑，之前装的那么清高，还动手抽我，把我的白虎笔都给打裂开了，原来都是欲擒故纵的把戏。现在没外人了，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吧？这种套路他在话本小说里看多了，霸道皇子强制爱，冷酷魔尊的替身情人，傲娇王爷的新奸宠女人，你在玩火？难道说他之前打我、羞辱我，甚至把我抓来当契约兽，都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没错，肯定是这样，这就是传说中的欲擒故纵。哼，愚蠢的男人，以为用这种手段
就能得到本仙女的心吗？太天真了，越是容易得到的，男人越不会珍惜，必须得吊着她，让她看得见，吃不着，急死她。唐小仙越想越觉得合理，脑海中已经自动补全了一部100万字的女频小说。想到这里，他抬起下巴，摆出一副贞洁烈女的姿态，冷冷地看着顾长歌。顾长歌，你看够了没有？我警告你，不准碰我！就算你得到了我的肉体，也永远得不到我的心。我是绝对不会屈服的。声音清脆，带着3分倔强，3分不屈，还有4分漫不经心的傲慢。顾长歌愣了一下，他看着眼前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女人，差点没笑出声来。特么什么脑回路？这就是先天小仙女圣体的威力吗？普信到这种程度，也是一种天赋啊！呵呵。顾长歌轻笑一声，迈步向他走去，1步2步，每一步落下都像是踩在唐小仙的心跳上，强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唐小仙心跳加速，脸颊泛红。来了来了，他要壁咚我了吗？我是该反抗一下，还是半推半就？要是他强吻我，那该怎么办？就在唐小仙内心戏丰富到快要溢出来的时候，顾长歌在他面前3尺处停下，脸上挂着一抹冰冷的戏谑笑容。得不到你的心。顾长歌歪了歪头，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讨论晚饭吃什么。哪有那么麻烦，直接挖出来不就行了？什么？唐小仙脸上的红晕瞬间凝固，整个人如坠冰窟。挖出来！他瞪大了眼睛看着顾长歌那双毫无波动的重瞳，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不是在开玩笑，而是认真的，那种是生命如草芥的淡漠，绝不是装出来的。所有的旖旎幻想在这一刻瞬间破碎，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恐惧。你这个疯子！唐小仙吓得花容失色，声音都在颤抖。身为大炎皇子，张口闭口就要挖人心肝，如此狠辣歹毒，难道你是魔道邪修，就不怕遭天谴吗？咦？顾长歌故作惊讶地挑了挑眉，非但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一抹赞赏的表情。该说不说，你看人真准，我都隐藏得这么好了，没想到还是被你一眼看穿了伪装。顾长歌叹了口气，一副我很无奈的表情。果然，这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谁都不能小觑啊。既然如此，那我还装什么？顾长歌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化为无尽的冰冷与森然。轰！虚空震颤，一面巴掌大小、通体漆黑如墨的小帆凭空出现在他掌心。小帆迎风暴涨，化作丈许高下，悬浮在半空。帆面之上，黑雾缭绕，隐约可见无数狰狞扭曲的面孔，发出凄厉至极的哀嚎，仿佛要从布帛中冲出来，择人而噬。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气和怨气瞬间充斥了整个广场。原本仙气飘飘的云顶天宫，刹那间变成了森罗鬼域、极道地冰、人皇幡，或者说万魂幡。此物乃是无上至宝，哪怕是在上古洪荒时期，也是威名赫赫。顾长歌之所以敢这般大摇大摆地祭出来，全仗着这云顶天宫自带的隔绝大阵。只要不出这宫门，别说万魂幡，就是在这儿烤人肉串，外面也闻不到半点孜然味。这是什么东西？唐小仙吓得花容失色，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上。刚才那股子傲娇劲儿，瞬间被这恐怖的煞气冲得烟消云散。他虽然没见过这等魔兵，但这上面散发出来的怨气和血腥味，只要不是瞎子都能感觉得到。这绝对不是什么正经法宝，什么霸道皇子爱上，什么欲擒故纵，全他妈是假的。这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结，这就是你心心念念想要看的大宝贝。顾长歌单手持幡，黑发狂舞，衣袍猎猎作响，一步步向他逼近。每走一步，身后的黑雾便浓郁一分，仿佛从尸山血海中走出的修罗魔神。怎么样，够不够惊喜？够不够意外？魔头，你别过来！唐小仙拼命向后挪动，手脚并用，狼狈不堪。顾长歌，你疯了！若是让人知道你修炼魔功，私藏这种邪物，整个大炎皇朝都容不下你，人人的而诛之。嘘！顾长歌竖起食指抵在唇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小点声，这里可是云顶天宫，我的地盘，只要把你收进去，炼成魂奴，谁又能知道呢？听到炼成魂奴4个字，唐小仙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他不想死，他可是先天小仙女圣体，是注定要成为女帝的存在，怎么能死在这种阴森恐怖的地方，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怨灵？不要，求求你不要杀我！唐小仙猛地翻身跪起，顾不上什么尊严，对着顾长歌疯狂磕头。咚咚咚，额头撞击白玉地砖，发出沉闷的声响，很快便渗出了鲜血。我错了，我不该顶撞你，我不该自以为是。主人，我可是你的契约兽啊，你看清楚，我是你的小猫咪啊！汪汪汪，喵喵喵，马卡巴卡。为了活命，唐小仙什么脸都不要了，学着小猫咪般吐出舌头，一阵哼哼唧唧，甚至还可以挺起胸脯，试图用美色来唤醒顾长歌的一丝怜悯。只要你不杀我，让我做什么都行，我可以侍寝，我可以陪你双修，我的体质很特殊的，一定能让你开心。那些我虽然没试过，但我可以学的。顾长歌停下脚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脸上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侍寝？他伸出手，用冰凉的幡杆挑起唐小仙的下巴。就凭你？顾长歌摇了摇头，一脸嫌弃。唐小仙，你是不是对自己的定位有什么误解？我对公交车没兴趣，
哪怕是镶了金边的公交车。唐小仙愣了一下，他虽然听不懂这个词的具体含义，但结合顾长歌那鄙夷的神态，直觉告诉他，这绝对是这世上最恶毒的羞辱。但这都不重要了，只要能活下去，别说公交车，就是让他当马桶，他也得捏着鼻子认了。不是的，唐小仙急切的辩解，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我是干净的，真的。虽然我有3个好哥哥，还有很多蓝颜知己，但我从来没让他们碰过一根手指头，最多让他们闻闻味儿。我还是处子，而且我有价值，我有大用处。见顾长歌依旧无动于衷，手中的万魂幡黑气翻涌，似乎随时准备动手。唐小仙心一横，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大声喊道：我认识很多天骄，真的，大炎皇城的世家公子，还有那些宗门的圣子，他们都喜欢我，都愿意为我赴汤蹈火。我可以把他们骗过来，骗到这云顶天宫里来。他们的修为都很高，天赋也很好，血气就更加旺盛了，一定比我的魂魄更有用。只要我发个传讯符，说我被人欺负了，或者说我想见他们，他们肯定会屁颠的跑过来送死。到时候把这杆饭填满，绝对是大补啊！这一刻，什么青梅竹马，什么蓝颜知己，在生死面前，统统都是可以牺牲的耗材。死道友，不死贫道。只要能保住自己，让那些平时围着他转的舔狗去死，又有什么关系？他们失去的只是生命，但自己失去的可是自由啊！反正他们说过愿意为自己付出一切，现在正是兑现承诺的时候。顾长歌闻言，眉头微挑，好家伙，这女人狠起来，连自己人都坑啊！这要是放在前世，妥妥的顶级绿茶加黑寡妇，能把那些纯情少男骗得裤衩子都不剩。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顾长歌摸了摸下巴，似乎有些异动。唐小仙见状，心中狂喜，连忙趁热打铁：对，就是这样，我有好多备胎，哦不，追求者，比如王家的八公子，那是元婴期巅峰，还有隔壁老王家的少主，那是化神期高手，我这就联系他们。主人，您只需要在旁边埋伏，一抓一个准。看着唐小仙那负极不可耐、卖有求荣的嘴脸，顾长歌眼底的嘲讽之色更浓了。这就是所谓的气运之女，这就是那个眼高于顶、自命不凡的唐家大小姐。扒开那层光鲜亮丽的皮囊，里面装的全是自私和恶毒。可惜啊，顾长歌叹了口气，脸上的笑容骤然收敛，化作一片冰寒。我这人有个毛病，我有洁癖。砰！他猛地抬腿，一脚踹在唐小仙的胸口，巨大的力道直接将他踹翻在地。还没等唐小仙惨叫出声，顾长歌已经一步跨出，单膝重重地跪压在他的小腹之上，整个人骑在他身上。噗！唐小仙只觉得五脏六腑都快移位了，张嘴喷出一口酸水，疼得整个人像大虾一样蜷缩起来。巨大的力量压得他动弹不得，简直不能呼吸。顾长歌俯下身，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强迫他抬起头。听着，蠢货，想当带路党，你也配？你以为我顾长歌是什么人？收破烂的吗？至于你说的那些天骄，顾长歌不屑地嗤笑一声，在我眼里不过是一群废物，我要杀他们如探囊取物，何须你来多此一举？唐小仙彻底绝望了，他所有的底牌，所有的依仗，在这个男人面前都成了笑话。而且顾长歌凑到他耳边，声音轻柔却字字诛心，就凭你也想给我当侍女？你配吗？也不撒泡尿照自己那副德行，脏了我的眼，羞辱，赤裸裸的羞辱。唐小仙脸长得通红，既是因为窒息，更是因为羞愤。她堂家大小姐，众星捧月的存在，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但偏偏她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像条死狗一样被顾长歌压在脚下。这种精神上的羞辱比肉体上的折磨更让她崩溃。定检测到气运之女唐小仙，道心彻底破碎，自尊心遭受毁灭性打击。恭喜宿主成功榨干唐小仙剩余所有气运值，共获得反派值5万点。鉴于宿主手段极其残忍，不仅杀人还要诛心，系统特此颁发隐藏称号仙女克星。仙女克星佩戴此称号时，对所有标榜独立清高的目标造成双倍精神暴击伤害，并有几率触发破防效果，使其当场发癫。提示：该气运之女已被榨干，一滴都不剩了，再无油水可捞。顾长歌心中一乐，系统还怪好的，这称号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若是放在前世那个网络环境，自己凭着本事高低的在小红薯的必杀榜上霸榜3年，成为全网集美们口诛笔伐的头号公敌。不过现在吗？顾长歌看着身下已经双目无神，如同一滩烂泥般的唐小仙，松开了抓着他头发的手。虽然这女人的5万点气运值已经被榨干了，一滴都不剩下，但正如他所说，他背后还有个唐家三公子唐昊天，那可是个实打实的大肥羊，暂且留着他，以后发挥余热。柳姬，出来吧。顾长歌站起身，淡淡开口，话音刚落，原本悬浮在半空的万魂幡突然剧烈颤抖起来，一股粉红色的雾气从幡面中涌出，瞬间压过了原本的阴森鬼气。紧接着，一道曼妙至极的身影从雾气中缓缓走出。那是怎样一个尤物？一袭火红色的轻纱长裙，薄如蝉翼，紧紧包裹着那具足以让圣人破戒的魔鬼娇躯。红裙开叉极高，露出2条修长笔直的大白腿，赤着一双晶莹剔透的玉足，脚踝上系着一串银铃，走动间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
每一步都仿佛踩在人的心尖上。那张脸更是媚骨天成，眉如远山寒带，眼若秋水横波，眼波流转间透着一股子蚀骨销魂的魅意，仿佛只要看上一眼，魂魄就会被他勾走。曾经的风月宗碧池峰峰主顾长歌的师尊柳如烟，如今的人黄帆气灵柳姬。随着万魂幡吞噬了长生苏家满门的生魂，他身为气灵，实力也是水涨船高。如今的气息赫然已经达到了渡劫期3重天，而且因为是灵体，手段也更加诡异莫测。奴家柳姬拜见主人。柳姬刚一现身，便若五骨蛇般缠了上来。他跪伏在顾长歌脚边，双手轻轻搭在他的小腿上，扬起那张祸国殃民的脸蛋，声音娇媚的能滴出水来。主人，您终于肯放奴家出来了，奴家在里面待得好闷呢，都快想死主人了。说着，他还伸出粉嫩的舌尖，轻轻舔了舔红唇，那模样简直是个勾人的妖精，眼神都快要拉丝。一旁唐小仙看得目瞪口呆，她虽然自诩美貌，但在眼前这个女人面前，却觉得自己像个还没长开的黄毛丫头。无论是身材、气质，还是那股子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魅意，都被全方位碾压。尤其是对方身上那股强大的气息，压得她连呼吸都困难。这是气灵？谁家气灵长这样啊？行了，别烧了。顾长歌瞥了他一眼，语气平淡。对于柳姬这套把戏，他早就免疫了。这女人以前当师尊的时候就不是省油的灯，现在变成了气灵，更是放飞自我，不仅外貌变得更加妖艳，连性格也变得极度阿母倾向。是主人。柳姬乖巧地应了一声，但手上的动作却没停，依旧在顾长歌腿上轻轻画着圈。主人唤奴家出来，可是有什么吩咐？难道是想让奴家侍寝？说到这里，他眼中闪过一丝期待的光芒。事情的事以后再说。顾长歌摇了摇头，指了指地上像死狗一样的唐小仙，交给你个任务，这女人以后就归你管了，给我好好调教一下。柳姬顺着顾长歌的手指看去，目光落在唐小仙身上，唰，原本妩媚动人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而挑剔，就像是正式在审视刚进门的通房丫鬟。哟，这就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片子。柳姬站起身，摇曳着腰肢走到唐小仙面前，居高临下的打量着她，长得倒是还凑合，就是这身子骨太单薄了点。而且柳姬皱了皱鼻子，一脸嫌弃的扇了扇风，一身的碧池味，隔着2里地都能闻到。主人，您从哪捡回来的垃圾？这种货色也配进咱们家？唐小仙气得浑身发抖，她居然被一个气灵给鄙视了，还说她碧池。明明这女人自己穿的跟青楼花魁似的，还好意思说别人？你居然敢骂我！唐小仙咬着牙，死死盯着柳姬。我是顾长歌的契约兽，虽然地位低，但好歹是个人，也轮不到你一个气灵来羞辱。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声响起，柳姬反手就是一巴掌，直接把唐小仙抽得在地上滚了2圈半。闭嘴！主人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柳姬眼中寒芒闪烁，周身杀气弥漫。刚才在藩里，奴家可是听得清清楚楚，你这贱婢竟敢对主人不敬，还敢拿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恶心主人，真当我这个气灵是摆设不成？唐小仙捂着肿胀的脸颊，被打懵了。他刚想反驳，却对上了柳姬那双充满杀意的眸子，那是真的杀过人、见过血的眼神，恐惧再次涌上心头。呜，不要！唐小仙捂着脸，瑟瑟发抖，本能的向后缩。你不要过来啊！柳姬却根本不理会他的求饶，转头看向顾长歌，脸上再次换上了那副讨好的媚笑。主人，您放心，调教这种事，奴家最在行了。以前在合欢宗风月宗的时候，奴家可是专门研究过怎么让人听话的。柳姬伸出纤纤玉指，轻轻勾起一缕发丝，在指尖缠绕。给奴家1天时间，保证让这个贱婢比这世上最忠诚的狗还要听话，让她往东不敢往西，让她吃食不敢喝稀。说到最后，柳姬眼中闪过一丝兴奋嗜血的光芒，显然她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在唐小仙身上试验一下那些压箱底的手段了。好，顾长歌满意地点了点头。恶女还需恶女魔，对付唐小仙这种普信女，那就得用柳姬这种段位更高的老绿茶来治。这招啊，叫以毒攻毒，别弄死就行，留着她还有用，剩下的随你折腾。顾长歌丢下一句话，转身向大殿深处走去。遵命，主人。柳姬娇滴滴地应了一声，目送顾长歌离开。直到顾长歌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屏风后，他才缓缓转过身，看向缩在墙角的唐小仙，脸上的媚笑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猫戏老鼠般的残忍。既然是少主的任务，那他绝对会倾尽全力去完成。小妹妹，柳姬舔了舔嘴唇，一步步逼近，手中的红纱无风自动，化作一条笤帚手在空中舞动。咱们开始玩游戏吧。放心，姐姐我很温柔的，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咯咯咯！昏暗的大殿内回荡着柳姬的笑声，以及唐小仙绝望的尖叫。啊！求求你，那不行！呜！伦家要裂开了！妈妈，我要回家找妈妈！凄厉的惨叫声被厚重的殿门隔绝在外，只剩下隐约的回响，像是某种助兴的乐章。顾长歌嘴角上扬，柳姬虽然是个老绿茶，但在折磨人这一块确实是老行家了。听这动静，唐小仙那个小仙女今晚怕是要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但这都不关她的事。现在
是清点战利品的时候了。系统打开属性面板，顾长歌心念一动，唰，一道只有他能看见的湛蓝色光幕瞬间在眼前展开。宿主顾长歌，身份大炎皇朝九皇子，风月宗、长歌宗圣子，体质混沌神魔体，开发度10%，无敌重瞳，至尊骨，修为渡劫期2重天，功法九天化龙诀，小成阿威18式，小成炎帝焚诀，第一层，神通仙王领9天，凤凰涅槃，化龙。当前反派值36万点。备注：天命之子拥有的是气运值，主角掠夺过来变成自己的反派值。看着那一串长长的零，顾长歌心情大好，这波简直是秦始皇摸电门赢妈了。不仅从唐小仙那个蠢货身上榨干了5万点气运值，还在大殿之上通过羞辱和打压大皇子顾玄机，硬生生从那个忍者神龟身上薅下来整整10多万点，再加上之前剩下的36万巨款，除了反派值，还有那些牛逼哄哄的器官。顾长歌内侍几身，麒麟臂、青龙脊、白虎爪、玄武背、朱雀心、画蛇尾、凤凰翅、神象骨，这一套神兽全家桶装在身上，让他感觉自己现在强得可怕。尤其是那个海狗肾，顾长歌意念扫过腰子部位，只觉得那里如同2座喷发的火山，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精纯的阳气，精力旺盛的有些过分。那可是实打实的精力源泉，号称金枪不到，夜战八方。好东西是好东西，就是名字太不正经了。顾长歌撇了撇嘴，要是以后跟人对战，人家爆出什么苍天霸体、荒古圣体，自己一开口带下海狗肾，那画面太美，不敢看。童子，我有这么多反派值，该怎么花？顾长歌觉得钱这东西，只有花出去了，那才叫钱，留在系统里，那就是一串没用的数字。定，检测到宿主当前拥有的反派值，已满足开启至尊性运大轮盘的条件。至尊性运大轮盘囊括诸天万界一切奇珍异宝、功法神通、血脉体质，单抽一次1万点反派值，10连抽10万点反派值，保底必出一件紫色以上品质奖励，大概率出现金色传说。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赌一赌，摩托变路虎。宿主，来一发吗？系统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子奸商诱导消费的猥琐劲儿。顾长歌眉毛一挑，1万点抽一次，怎么不去抢？但他转念一想，自己现在也是身怀巨款的大户人家了，而且系统虽然坑，但在奖励这一块向来是实打实的。之前的混沌神魔体、无敌重瞳，哪一个不是逆天改命的好东西？氪金抽奖，顾长歌摸了摸下巴，脸上露出一抹赌徒特有的狂热。狗都不干，干的就是氪金。顾长歌大手一挥，豪气干云，系统给我来个10连抽，给我狠狠的抽，大力出奇迹。系统好嘞，宿主大气，扣除10万点反派值，10连抽开始。轰隆隆，巨大的虚拟轮盘在顾长歌面前浮现，开始疯狂转动，五颜六色的光芒交织，看得人眼花缭乱。顾长歌死死盯着轮盘，呼吸都不自觉地屏住了。一定要出货呀，哪怕不出金色传说，给个极品圣器也行啊。叮，第一道光芒停下，是一个白色的光球。恭喜宿主获得，谢谢惠顾。顾长歌脑门上冒出3个问号。系统，你特么玩我？10万点一次的抽奖，你给我来个谢谢惠顾。宿主息怒，运气守恒定律吗？前面垫几手，后面才能出大货。顾长歌强忍着砸轮盘的冲动，继续看下去。叮，第2道光芒还是白色。恭喜宿主获得下品灵石 X100。顾长歌，好，这么玩是吧？1万点反派值换100块下品灵石，这汇率津巴布韦币都没你这么棒。叮，接下来的几次抽奖简直是挑战顾长歌的血压极限。恭喜宿主获得极品法器板砖1块，除了硬一无是处。恭喜宿主获得再来一次，仅限下次单抽打99折。恭喜宿主获得极品圣器原味天蚕黑丝9成新，某位瑶池女仙子穿过的，可加攻速加暴击。顾长歌捏着手里那团薄如蝉翼的布料，陷入了沉思。这玩意儿在这个世界能干吗？给柳姬穿好像也不是不行。叮，恭喜宿主获得，谢谢惠顾。叮，恭喜宿主获得，谢谢惠顾。连续9次换了一堆破烂。童子，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我就算是自爆也要拉着你一起死。他是真的破防了，这哪里是抽奖，分明是把他当小日子整啊！9万点反派值啊！就算是魏唐小仙，他还得撅屁股摇2下尾巴呢。宿主别急，最后一次了，这一发必出保底。金色传说正在路上。系统的声音也有些发虚，显然是怕顾长歌真的发飙。话音刚落，轮盘上的指针缓缓停在了最后一次格子上。轰！刹那间，一道耀眼至极的金色光柱从轮盘中冲天而起，金光万丈，锐气千条，整个云顶天宫的大殿都被染成了一片金黄，甚至还有隐隐约约的仙乐声响起，异象纷呈。顾长歌原本要杀人的表情瞬间凝固，继而转化为狂喜。出了，真的出了！这特效，这动静，绝对是顶级好货。叮，恭喜宿主欧皇附体，一发入魂，获得特殊体质奖励先天真彩阳补圣体。先天真阳圣体，听名字就很霸气。顾长歌心中一喜，连忙点开详情查看。体质先天真阳圣体，
又名真行字走炮，修仙界太日天，品级金色传说，可成长。功效一：采阴补阳。拥有此体质者，对于异性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任何女性修士，只要修为不超过宿主2个大境界，都会不由自主地对宿主产生好感，甚至产生想给他生猴子的冲动。功效二：双修无敌。与异性双修时，效率提升100倍，不仅能快速提升修为，还能掠夺对方的气运与本源，反哺自身。功效三：金枪不倒。字面意思，宿主你懂的。功效四：能该体质修炼至大成境界，可凝聚出一枚阴阳道种。道种乃是成就无上仙王巨头的关键钥匙。看完介绍，顾长哥整个人都麻了，这特么不就是男魅魔吗？还是加强版的那种？童子，你搞我是吧？顾长哥指着光幕上的介绍，忍不住吐槽：你是不是对正经2个字有什么误解？我特么是大反派，是大魔头，我要的是毁天灭地，一拳打爆星球的力量。你给我整成男魅魔了，还修仙界太日天？我是那种靠下半身思考的人吗？我心中的无敌路只有手中的剑和胯下的可可。总之，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系统宿主，此言差矣。格局要把格局打开。您是反派，反派的必修课是什么？除了杀人放火，那就是抢夺天命之子的女人啊！那些气运之女，个个眼高于顶，若是没有这等体质相助，您想一个个攻略得猴年马月去。有了这先天真阳圣体，您就是行走的荷尔蒙，是所有女秀的心魔大姐。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墙角挖不到。而且您之前强吻萧燕儿的时候，动作可是熟练得很，也没见您有什么心理负担啊。再说，这可是能凝聚阴阳道种的体质，那是通往仙王境的门票，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系统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导，听得顾长哥一愣一愣的，好像也特喵的有点道理。既然是要当最大的反派，那自然要无所不用其极。再说了，那个金枪不倒和双修无敌，听起来确实很像，配合上自己的海狗肾嘶，这是要日天的节奏啊！行吧，顾长哥叹了口气，一副我是为了大局才勉为其难接受的表情，但快要压不住的嘴角却透露出此刻的心情。我这人没别的优点，就是听劝。既然是通往强者的必经之路，那我顾长哥义不容辞。融合，轰！随着他一声令下，那团金色的光球瞬间没入他的体内，一股暖流瞬间游走全身，那种感觉就像是泡在冬日的温泉里，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原本就经过混沌神魔体改造过的肉身再次发生了蜕变，皮肤变得更加晶莹如玉，却又不失阳刚之气，五官的线条变得更加柔和深邃，仿佛造物主亲手雕刻的艺术品。尤其是那双眼睛重瞳流转间，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邪魅与深情。片刻后，光芒散去，顾长哥走到大殿一侧的落地铜镜前，镜子里的人长身玉立，白衣胜雪，剑眉星目，风神俊朗，那种帅已经超越了凡俗的认知，只要看一眼就能让人心跳加速，面红耳赤。啧，顾长哥摸了摸自己的脸，无奈地摇了摇头。啊，这该死的魅力！现在的我，怕是跟番茄小说屏幕前各位读者老爷一样帅了，这让别的男人还怎么活？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体内涌动着一股纯粹至极的纯阳之气，这股气息对于任何异性都有着致命的诱惑力。以后出门怕是得戴个面具了，不然容易引发交通堵塞。与此同时，距离大炎皇都数万里之外，一处荒凉死寂的上古遗迹之中，这里寸草不生，怪石嶙峋，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腐朽气息。轰！突然，遗迹深处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座尘封已久的古老石门被人从内部暴力轰碎，乱石穿空，烟尘四起。一道身影缓缓从烟尘中走出，那是一个身穿黑袍的青年，身材修长，面容英质。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眼睛竟然呈现出诡异的紫色，瞳孔深处仿佛有魔纹流转，散发着摄人心魄的邪光。青年仰天狂笑，声浪滚滚，震得周围的枯树纷纷折断。终于成功了！死寂魔童，小爷我终于成了！唐昊天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如同鬼爪般苍白的手掌，脸上满是癫狂。尊者境七重天，放眼整个大炎皇朝，年轻一辈，谁是我的对手？还有谁？他握紧双拳，感受着体内奔涌如海的力量，脸上露出一抹残忍而狂热的笑容。爹娘，还有二叔、三叔、大舅、姥姥、表哥、堂叔、二大爷，你们死得其所！若不是炼化了你们的精血神魂，我唐昊天又怎能突破瓶颈，修成这无上绝学？唐昊天，没落唐家的三公子，唐小仙的亲哥哥，为了变强，为了复兴家族，他不惜堕入魔道，亲人祭天，法力无边。如今的他虽然还是人身，但心早已成魔。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我足够强，就能重振唐家。到时候想要什么样的亲人没有？对了，小仙！唐昊天抬起头，那双紫色的魔瞳望向大炎皇城的方向，眼中闪过一丝病态的执着。我的好妹妹，你也拥有特殊的体质，只要吞了你的本源，我的紫极魔瞳就能大成，甚至突破圣境。你是哥哥的好妹妹，一定会帮哥哥的，对吧？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声音沙哑刺耳。然而就在刚才出关的一瞬间，感应到了唐小仙留下的求救魂印，虽然很微弱，但确实存在。是谁？
竟敢动我的药引子！唐昊天眼中杀机暴涨，周围的温度骤然下降，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不管你是谁，敢动我唐昊天的东西，都要死！轰！唐昊天化作一道紫黑色的流光，冲天而起，撕裂云层，带着滚滚魔气，直奔大炎皇城而去。所过之处，鸟兽绝迹，草木枯黄，宛如瘟神过境。等着吧，小妹，哥哥这就来救你，顺便送那个不知死活的家伙下地狱。云顶天宫深处，巨灵大阵轰鸣不止，浩瀚的天地灵气化作液态长河，倒灌入顾长歌体内。轰隆隆，混沌神魔体就像个无底洞，每一个细胞都在咆哮，贪婪地吞噬着这股庞大的能量。加上之前吞噬的大炎五蕴，此刻在他体内彻底爆发。足足一夜，殿内的灵气浓度竟诡异地稀薄了近乎90%，全都被顾长歌给榨干了。咔嚓，他体内似乎有什么枷锁被崩断。渡劫73重天、4重天、5重天，境界节节攀升。呼，一口浊气吐出，竟在空中化作一道气剑，将10丈外的盘龙柱子洞穿。渡劫7、5重天，顾长歌握了握拳，直接报名，宛如雷霆炸响。仅仅一夜，连破3个小境界，这要是传出去，怕是要当场吓死几个大炎皇室老古董。那些闭关100年才突破1重天的老怪物，估计得羞愧的当场作画。混沌神魔体果然霸道。顾长歌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他不仅吞噬了云顶天宫，积攒100年的大阵灵气，连原本盘踞在皇宫上空的金龙气运似乎瘦了一圈。但这都不重要，只要他够强，那便够了。也不知道柳姬那边怎么样了。顾长歌心念一动，迈步向偏殿走去。刚一踏入偏殿大门，一股甜腻至极的香风便扑面而来。主人，您醒了！一道红影闪过，柳姬如同这就好似那闻到了腥味的猫，瞬间贴了上来。只是这一次，她的反应比昨日更加夸张。刚一靠近顾长歌3尺之内，她整个人就像是触电了一般，娇躯剧烈颤抖，双腿一软，竟直接瘫软在顾长歌怀里。那张祸国殃民的脸上飞起2朵红云，眼波迷离，仿佛喝醉了酒一般。主人，您身上好香！柳姬贪婪地嗅着顾长歌身上的气息，娇躯扭来扭去，让人家都有些合不拢腿了呢。我骄傲，这便是先天真阳圣体的威力。顾长歌挑了挑眉，这效果比最顶级的合欢药还要猛烈100倍，连柳姬这种老妖精都顶不住，换做普通女修，怕是看一眼就要去换裙子了。行了，收收你的烧劲！顾长歌伸手捏住柳姬精致的下巴，将她从怀里推开一些。唐小仙呢？我要看成果。柳姬虽然有些意犹未尽，但听到正事，还是强行压下体内的躁动。她整理了一下凌乱的红裙，转身对着角落里那团阴影打了个响指：不，出来吧，给主人请安。话音刚落，角落里的阴影蠕动了一下，紧接着一个穿着女仆装，脖子上戴着契约圈的身影，手脚并用地爬了出来。没错，是爬。唐小仙身上那件原本华贵的长裙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身女仆装。她手脚并用，爬到顾长歌脚边，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屈辱，脑袋重重磕在地板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仙奴拜见主人，声音清脆，带着几分讨好，甚至还有一丝兴奋。顾长歌挑眉，好家伙，若不是那张脸，还能看出几分唐小仙的模样。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生物就是昨天那个不可一世的唐家大小姐。柳姬走到唐小仙身旁，玉足踩在他的肩膀上，居高临下的问道：告诉主人，谁是这世上最听话的契约兽？唐小仙猛地抬头，那张原本清高傲慢的脸上此刻满是狂热与顺从。他吐出舌头，学着小汪的样子哈气，脸上露出一抹讨好的笑容。是我是主人最听话的，只要主人开心，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柳姬满意地点了点头，从袖子里掏出一个铃铛，轻轻一晃，叮铃铃。唐小仙浑身一震，像是受到了某种条件反射般的刺激，他立刻翻过身，四肢蜷缩，喉咙里发出喵呜喵呜的怪叫声，甚至还主动抓着柳姬的脚往自己脸上蹭。真乖！柳姬像摸宠物一样拍了拍唐小仙的脸蛋，笑得花枝乱颤。等会儿主人要是高兴了，赏你一口生饭吃，好不好？谢谢主人，谢谢柳姬姐姐。唐小仙激动得浑身发抖，仿佛那是什么山珍海味。我勒个骚刚！顾长歌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只觉得头皮发麻。这就是柳姬的手段，仅仅一夜就把一个气运之女变成了这副德行，这简直是精神重塑。系统查探一下她的状态。顾长歌在心中默念：定，正在扫描目标。姓名唐小仙，代号奸奴，身份顾长歌的专属契约兽，柳姬的预备役洗脚臂，体质后天舔狗圣体，大成由先天小仙女圣体堕落化而来。特殊词条：舔狗之王对主人为命是从，主人的屁都是香的，主人的话就是圣旨，为了讨好主人，可以出卖尊严、灵魂乃至一切。特殊词条：降至光环，你曾经对他人的降制打击，如今全部反噬自身，智商已清零，只保留基本的本能和讨好技能。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物极必反。曾经那个不可一世，把全天下男人当垫脚石的小仙女，彻底变了。顾长歌看着地上的唐小仙，心中毫无波澜。这种女人不值得同情，若非自己实力够强，现在倒霉的恐怕就是自己了。
干得不错。顾长歌转头看向柳姬，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这种废物暂时不杀，当个乐子也不错。听到顾长歌的夸奖，柳姬眼睛一亮，邀功似的凑了上来。那主人有没有什么奖励啊？他眨巴着大眼睛，视线却不着痕迹地往顾长歌的腰带下瞄。自然有。顾长歌反手一翻，一团薄如蝉翼、散发着淡淡幽香的黑色之物出现在掌心，正是昨晚石莲抽出来的原味天蚕黑丝。这是……柳姬愣了一下，随即像是感应到了这件宝物的不凡，呼吸瞬间急促起来。作为风月宗的前任宗主，他自然识货。这料子非丝非麻，触手升温，隐隐有灵光流转，绝非凡品，极品圣器。天蚕丝袜。顾长歌随手将黑丝扔给柳姬，专上它，能提升你的身法速度，还能增加暴击几率。最重要的是，顾长歌上下打量了一眼柳姬那双虽然完美，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的大长腿。我喜欢，最后3个字才是重点。柳姬闻言，心中狂喜，极品圣器，主人竟然随手就赏赐了一件极品圣器，而且还是这种贴身之物。谢主人赏赐。柳姬媚眼如丝，当即也不避讳，直接当着顾长歌的面抬起一条玉腿，踩在旁边的椅子上，纤纤玉指勾起黑丝的边缘，沿着脚尖缓缓向上套去。黑色的丝袜紧紧包裹着雪肤，那种强烈的视觉反差格外刺激眼球。随着丝袜一点点向上拉伸，柳姬轻轻跺了跺脚，嗡，一道黑色的光晕在她腿上一闪而逝，好轻盈。柳姬惊讶地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运转速度竟然真的快了3成，这哪里是什么丝袜，简直是杀人越货的神器。多谢主人厚爱，奴家爱死这件礼物了。柳姬转了一圈，裙摆飞扬，黑丝包裹的长腿若隐若现，勾魂夺魄。旁边跪着的唐小仙看着柳姬腿上的黑丝，眼中流露出羡慕嫉妒的神色。他也想要，他也想穿给主子看。行了，别显摆了。顾长歌收回目光，柳姬，你看好家，若是有人敢擅闯云顶天宫，格杀勿论。顾长歌丢下一句话，身形一闪，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原地。柳姬恭敬地跪伏在地，恭送主人。直到顾长歌的气息彻底消失，他才缓缓站起身，脸上的媚态瞬间收敛，化作一片冰冷的杀机。他低头看了一眼还在流口水的唐小仙，一脚踹了过去。看什么看，主人也是你配看的，继续练，刚才的叫声不够烧，重来。顾长歌刚踏出偏殿，一道恭敬的声音便迎面传来。公子。萧无极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见顾长歌出来，他立刻快步上前，躬身行礼，态度谦卑到了极点。自从被种下奴印，又见识了顾长歌那碾压一切的恐怖实力后，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萧家地势序列，如今已彻底沦为了最忠诚的走狗。何事？顾长歌随手理了理袖口，语气慵懒，刚吞噬了海量的灵气，他此刻心情颇为不错。回禀公子，秦烈将军回府了。萧无极低着头，语速极快的汇报。另外，关于您即将举办选妃大典的消息，已经彻底引爆了整个东玄域。哦，顾长歌挑了挑眉，这消息传得倒挺快，看来那个便宜老爹苍帝办起事来还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外面什么情况？疯了，全都疯了。萧无极脸上带着夸张的兴奋，各大顶级势力、不朽圣地乃至那些隐世不出的古老家族，全都闻风而动。他们纷纷派出族中最优秀、最貌美的圣女、神女，正日夜兼程赶往大炎皇都。甚至就连隔壁的北冥域、南疆域也有不少势力蠢蠢欲动，想要把自家的天之娇女送过来，博那1/1000的机会。说到这里，萧无极顿了顿，语气中满是谄媚。毕竟公子您如今可是九官王，是即将镇压一个时代的无上妖孽，谁要是能攀上您这根高枝，那简直就是祖坟冒青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顾长歌听着这番马屁，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这些人哪里是来攀高枝的，分明就是一群行走的气运值，排着队送上门来。之前的唐小仙不过是个开胃小菜，这次选妃大典才是真正的满汉全席。都有哪些货色？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顾长歌问道。既然是选妃，质量这块必须把控好，普通的庸脂俗粉连给他当炉鼎的资格都没有。萧无极早有准备，连忙从怀中掏出一枚玉简呈上，同时开口介绍。公子，属下虽然不是东玄域本地人，但这几日也做了不少功课。如今大炎皇朝最出名的便是所谓的4大仙子。顾长歌神识扫过玉简，一行行信息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萧无极在一旁适时解说。这第一位名为白素，此女身份尊贵，乃是大炎兵马大元帅杀神白起的独生女。据说她出生时百鸟朝凤，天生一副白莲玉女香，容貌清丽脱俗，号称天仙下凡。她在大炎皇朝的人气极高，是无数年轻天骄的梦中情人。说到这里，萧无极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压低了声音。不过这女人有个特殊的身份，她是您的大嫂，也就是大皇子顾玄机的正妃。顾长歌眉头一挑，人妻？这大皇子顾玄机倒是好福气，白起手握重兵，在军中威望极高，娶了他女儿，等于掌握了大炎一半的兵权。难怪这货虽然窝囊，但在朝中的地位却稳如泰山。只是有一桩趣事，坊间传得沸沸扬扬。萧无极压低了声音，一脸八卦。据说那大皇子修炼了一门极为特殊的龟系功法，
此功法虽然防御无双，寿元绵长，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位至大成不得破身，否则就会前功尽弃，经脉寸断而亡。所以哪怕成婚3年，那位白素仙子至今仍是完璧之身。噗！顾长歌差点一口茶喷出来，好一个忍者神龟！这顾玄机果然是个人才，守着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居然能忍3年不动，这特么哪里是修炼，这分明是在练缩阳入腹神功。顾长歌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大皇子那张英质隐忍的脸，头顶上仿佛有一片青青草原正在迎风招展。这门亲事妙啊！顾长歌摸了摸下巴，脸上的笑容逐渐放肆。既然大哥不行，那他自然要代劳，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嘛。继续，顾长歌心情大好，示意萧无极接着说。是。萧无极精神一振，继续介绍第2位。这第2位名为叶寸心，乃是镇国公叶擎天之孙女，她是朱雀军的统领，大炎皇朝最年轻的女将军，人送外号枪仙。此女英姿飒爽，一身红甲，手持一杆霸王枪，曾在边境战场上一人一枪杀的妖族闻风丧胆。她麾下的10万朱雀铁骑更是大炎皇朝的精锐之师，只听她一人号令。女将军制服诱惑，顾长歌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身披红甲、英气逼人的御姐形象。这种女人征服起来才最有成就感，那种反差感绝对带劲。第3位乃是青云圣地的圣女陆雪琪，此女天生剑心通明，3岁练剑，5岁悟出剑意，10岁便得到青云圣地正宗神剑天涯的认可，号称女剑仙。而且萧无极小心翼翼看了一眼顾长歌的脸色，据说这位陆雪琪和6皇子顾方寒关系匪浅，2人是同门师姐弟，青梅竹马。顾方寒一直视她为痉挛，发誓非她不娶。顾长歌冷笑一声，看来又是一个标准的主角模板。青梅竹马的师姐，这剧本我熟啊，不就是专门等着被大反派抢走的吗？抢了，通通抢了。最后一位则是大炎文坛的领袖，有着诗仙之称的林清主。此女才情绝世，出口成章。她修炼的体系极为特殊，乃是早已失传的浩然儒道，以诗词歌赋入道，才气杀人，笔若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据说3皇子顾文如对这位才女痴迷到了极点，曾在大雪天在她门外站了3天3夜，只为求得一见。结果呢？顾长歌问道。结果人家连门都没开，只让人送出来一首诗，把3皇子骂得狗血淋头，掩面而逃。萧无极摊了摊手，一脸幸灾乐祸。顾长歌乐了，这大炎皇室的皇子们怎么一个个都跟秦种似的？老大是个忍者神龟，老6是个接盘侠，老3是个超级舔狗，合着就他一个正常人。除了这4位，可还有其他的绝世女仙？顾长歌意犹未尽，这4个虽然不错，但毕竟都在大炎境内，格局还是小了点。真正的气运之女还得看那些顶级势力。有，萧无极重点头。除了大炎本土，其他各域也有不少绝世仙子，比如我们古帝萧家的帝女萧烟儿，另外同样名声大噪，乃是古帝姬家的大小姐姬如雪。古帝姬家，这可是真正的庞然大物，传承数万年，底蕴深不可测。姬如雪，顾长歌念叨着这个名字。没错，萧无极解释道，此女乃是绝世天才，出生时便伴有上古10大异象海上升明月。她不仅身份尊贵，实力更是深不可测，可惜性子有些懒散，甚至有些憨憨的，好像不太聪明。哦，顾长歌有些好奇起来。最关键的是，萧无极顿了顿，脸上露出一抹幸灾乐祸的笑容。姬如雪是萧烟儿最好的闺蜜，情同手足。属下得到一个小道消息，萧烟儿的分身自爆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姬如雪，让她亲自出面来大炎找公子您算账。顾长歌愣了一下，随即放声大笑，哈哈哈，好一个姐妹情深。萧烟儿那个蠢女人，自己打不过我，就叫闺蜜来送人头，这哪里是报仇，这分明是给我送外卖来了。海上升明月这种顶级的上古异象，若是能吞了，对他的混沌神魔体绝对是大补，哪里是来算账的？这分明是葫芦娃救爷爷，一个一个送。既然是好闺蜜，那就该整整齐齐一起进她的人皇幡，或者进她的后宫团建。到时候2个好姐妹一起，那画面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刺激。公子，这姬如雪虽然脑子不聪明，但实力不容小觑。萧无极提醒道，她身上肯定带着姬家的重宝，甚至还有随行的护道者，若是真动起手来，恐怕有些麻烦。麻烦？顾长歌站起身，走到大殿门口，负手而立，望着远处翻滚的云海，他脸上露出一抹睥睨天下的霸气。在这大炎皇都，是龙得给我盘着，是虎得给我握着，管他是什么古帝世家的大小姐，还是什么天生异象的绝世天才，只要进了我的地盘，那就只有2个下场。顾长歌伸出手，对着虚空狠狠一握，要么臣服，要么被我吃干抹净，连骨头渣子都不剩。轰！一股恐怖的武运从他身上爆发而出，震得周围的空气都发出一阵爆鸣。萧无极吓得浑身一颤，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额头上冷汗直流。太强了，这才短短1天不见，公子的实力竟然又有了质的飞跃，那种压迫感简直比面对家族里的那些老祖宗还要恐怖。传令下去。顾长歌收敛气息，声音恢复了平淡。选妃大典照常举行，
把声势给我造得越大越好。我要让全天下的天之娇女都知道我顾长歌的名字。既然他们想来送，那我自然要照单全收。说到最后，顾长歌舔了舔嘴唇，眼中闪烁着贪婪而危险的光芒。韭菜们，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了。准备好迎接你们的主人了吗？大炎黄都800里外，云海翻涌，一艘刻着古老祭字的紫金战船隐匿于虚空断层之中。甲板上，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正苦口婆心地劝说着面前的少女：“小姐，老夫再说最后一遍，那顾长歌绝非善类，此人行事乖张，心狠手辣。您若是贸然前去，怕是要吃大亏。”老者名为姬长空，乃是中州古地姬家的9长老，一身修为早已臻至圣境，放眼整个东玄域，也是排得上号的顶尖强者。此刻，他却对着自家这位小祖宗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姬如雪坐在船舷上，2条小腿晃啊晃的，他手里抓着一把不知名的灵果，吃的腮帮子鼓鼓囊囊，像只囤粮的小仓鼠。九爷爷，您都说了800遍了。姬如雪吐出一片果皮，漫不经心地说道：“嫣儿可是我最好的姐妹，她被人欺负了，连初吻都被抢了，我能坐视不管吗？那必须得把场子找回来啊！”姬长空叹了气，胡子都愁掉了几根。找场子也得看对象啊。老夫刚收到消息，那顾长歌回宫第1天就去闯了武庙，您猜怎么着？姬长空伸出手指，比划了一个夸张的手势，通关！连条9尊武圣英灵，打破了大炎黄朝数万年的记录，封号9关王。就连那位眼高于顶的苍帝都亲口承认，此子有大帝之资。说到这里，姬长空脸上露出一抹凝重，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虽然比起咱们姬家的神子，此子或许还稍逊一筹，但在这东玄域年轻一辈中，绝对是断层级别的存在。您要是……话没说完，姬如雪突然歪着脑袋，一双大眼睛里满是好奇。九爷爷，您是说那个顾长歌才20岁？姬长空愣了一下，下意识点头，正是20岁就能通关武庙，连挑9胜。姬如雪掰着手指头算了起来，我哥20岁的时候在干嘛来着？哦，我想起来了，那时候他刚突破尊者境，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结果被隔壁叶家的大哥哥骗去赌石，输的只剩一条裤衩回来。噗！姬长空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这特么是能说的吗？神子的黑历史，那是姬家的最高机密啊！咳，姬长空连忙咳嗽2声，试图挽回自家神子的形象。小姐，神子那是大智若愚，是在磨练心性。拉倒吧！姬如雪撇了撇嘴，一脸嫌弃。输了就是输了，还磨练心性？这么一比，那个顾长歌好像比我哥厉害多了呀。姬长空这天没法聊了，哪有胳膊肘往外拐，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小姐，账不是这么算的。姬长空试图讲道理，神子如今早已今非昔比，身怀地血，觉醒了。九爷爷，姬如雪突然打断他，他从船舷上跳下来，凑到姬长空面前，那张精致绝伦的小脸上写满了好奇。那我问您一个问题，您20岁的时候是什么境界？姬长空挺起胸膛，傲然道：老夫当年也是一代天骄，20岁时已是化神期巅峰。那您20岁的时候打得过现在的顾长歌吗？姬如雪眨巴着大眼睛，一脸天真。姬长空，空气突然安静，姬长空脸上的表情僵住了。打得过吗？开什么玩笑，他20岁的时候虽然也不错，但在顾长歌面前怕是连提鞋都不配。但这实话能说吗？说了他这张老脸往哪搁？可这个嘛。姬长空老脸一红，支支吾吾道：时代不同，不可同日而语，老夫是大器晚成，那就是打不过哥。姬如雪一针见血，补了最后一刀，嘻嘻，九爷爷您真菜，暴击真是伤害。姬长空只觉得胸口中了一箭，整个人都苍老了10岁。这丫头嘴也太毒了。行了行了，我不跟您扯了。姬如雪摆了摆手，转身就要往船下跳。我要进城去看看那个顾长歌到底长得帅不帅，竟然能把嫣儿姐姐给强吻了，这简直是无辈楷模，不对，是无耻之徒。姬长空见状，连忙横身拦住去路。不行，大炎黄都如今鱼龙混杂，各方势力云集，您身份特殊，若是被人认出来，后果不堪设想。就算要去，也必须让老夫寸步不离的跟着，这是底线。姬如雪身上流淌着古地血脉，又是天生异象的绝世天骄，若是出了半点差错，家主非剥了他的皮不可。哎呀，九爷您好烦啊！姬如雪嘟起嘴，一脸不乐意。我出来历练，就是为了摆脱家里的束缚。您要是天天跟着我，那我跟在家里坐牢有什么区别？再说了，我也不是小孩子了，我有自保能力的。姬长空油盐不进，板着脸向尊门神。不行就是不行，除非您把老夫打趴下，否则休想离开半步。他是铁了心要当这个跟屁虫。圣境强者的威压隐隐散发出来，封锁了4周的空间。这可是您说的哦，只要打赢您，我就能自己去玩。姬如雪大眼睛滴溜溜一转，像只偷到了鸡的小狐狸。自然，老夫虽然老了，但镇压您这个小丫头还是……姬长空话音未落，九爷爷，您看这是什么？姬如雪突然从怀里掏出一面古朴的铜镜，镜面斑驳，看似平平无奇，但就在拿出来的一瞬间，一股令天地变色、令万物臣服的恐怖气息轰然爆发，虚空震颤，大道哀鸣。姬长空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虚空镜，我的小祖宗，你怎么把这件镇族地兵给偷出来了？
疯了，这丫头绝对是疯了！虚空镜，那可是古帝姬家的极道帝兵，蕴含着大地的一缕神威，可定乾坤，乱阴阳。平日里都被供奉在祖祠最深处，连家主想要动用，都得沐浴更衣、焚香祷告3天3夜。结果被这丫头随手揣在怀里，还拿来对付自己。嘻嘻，借来玩玩吗？老祖宗最疼我了，肯定不会怪我的。姬如雪皮的吐了吐舌头，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催动虚空镜，对着老头就是一照。定，嗡，一道迷蒙的仙光从镜中射出，瞬间笼罩姬长空全身，空间凝固，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姬长空保持着那个惊恐张嘴的姿势，整个人像个琥珀里的苍蝇，动弹不得，连体内的圣力都被彻底封锁。姬长空拼命眨眼，试图用眼神控诉这种不讲武德的行为。作弊，这是赤裸裸的作弊，拿地兵欺负老年人，还要不要脸了？九爷爷，您就先在这里歇会儿吧。姬如雪收起虚空镜，拍了拍姬长空的肩膀，一脸语重心长：我这也是为了您好，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大研黄豆那种年轻人玩的地方不适合您，放心，我就去玩几天，过几天就回来给您解开。说完，他也不管姬长空那块要冒火的眼神，自顾自地开始捣鼓起来。既然要微服私访，那就得低调一点。姬如雪一边嘀咕，一边从储物戒里往外掏东西，哗啦啦，一堆流光溢彩的宝物像不要钱一样堆在甲板上。这件9天玄女裙防御力太差，才极品圣器，不行不行，这双踏云靴虽然能日行万里，但颜色太素了，配不上本小姐的气质。这件混元金刚甲比较有安全感，还有这个替死傀儡，带10个不过分吧。姬如雪挑挑拣拣，最后她在里面穿了一件金丝软甲，准地气，外面套了一件水火不侵的流仙裙，极品圣器，脖子上挂了3个护身玉符，那是老祖宗亲手炼制的，能挡圣人全力一击。手腕上戴着2串定魂珠，专克神魂攻击，甚至连脚下的鞋垫都是用万年天蚕丝制成的。全副武装，武装到了牙齿，这一身行头加起来足以买下大部分的顶级宗门。姬长空看着这一幕，心都在滴血。败家啊，太败家了，这哪里是去历练，分明是移动的藏宝库。搞定！姬如雪满意的转了个圈，感觉自己现在强的可怕。出来吧，小黄！他素手一挥，啾！一声嘹亮的凤鸣响彻云霄，紧接着一只巴掌大小、浑身长满杂毛的鹦鹉凭空出现，落在他的肩膀上。这鹦鹉虽然长得花里胡哨，但那双豆豆眼里却透着一股子睥睨天下的傲气，头顶一撮黄色呆毛，眼神透着一股子睿智和猥琐。但若是仔细感应，就会发现他体内涌动着一股古老而尊贵的血脉气息。9天仙皇，太古师兄之一。草！鹦鹉刚一出来，张嘴就是一句标准的国粹，声音尖锐刺耳，透着一股子地痞流氓的味道。憋死鸟爷了！哪个不长眼的，把鸟爷关进小黑屋？信不信鸟爷我一口火喷死他全家？接着他又盯着姬长空，张嘴就是一顿输出。看什么看，老杂毛！再看把你眼珠子扣下来当泡菜！傻 X！ 略！姬长空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这只鹦鹉可是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当年跟随姬家大地征战，但后来不知道从哪儿学了一身臭毛病，满嘴脏话，素质极低。而姬如雪出生后，他就跟随姬如雪成了半生灵兽。闭嘴！姬如雪小脸一黑，抬手就在脏话鹦鹉脑袋上崩了个脑瓜崩。小黄，再敢说脏话，我就把你毛拔光，做成烤鸡！脏话鹦鹉吃痛，缩了缩脖子。错了，大姐头饶命！鸟爷我是读书人，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脏话呢？那叫真性情！姬长空在一旁看得直翻白眼。行了，别评了。姬如雪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倒出一枚黑乎乎的丹药，这是我从二叔那偷来的千幻易容丹，只要吃下去就能改头换面，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他毫不犹豫仰头吞下，咕噜，丹药入腹，一阵噼里啪啦的骨骼爆鸣声响起，姬如雪那张倾国倾城的脸蛋发生巨大变化。片刻后，一个身材圆润、白白胖胖的丫头出现在甲板上，看起来还有点憨，完美。姬如雪掏出一面小镜子，左照右照，对自己的新造型满意到了极点。嘻嘻，你们都说我憨，其实我机智的一笔，变成这副模样，谁还能认出我是姬家大小姐？那个顾长歌就算有3只眼，也绝对想不到本小姐就在他眼皮子底下。肩膀上的鹦鹉立刻附和，扑腾着翅膀大叫：机智的一笔，大姐头牛逼！顾长歌大傻 X， 一人一鸟相视一笑，颇有一种狼狈为奸的默契。姬长空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完了，彻底完了。这身打扮虽然普通，但这身装备，谁家普通人穿着极品圣器，挂着地级护身符出门啊？这特么不是更显眼了吗？就好比一个乞丐手里端着个金饭碗要饭，这叫机智。走了。姬如雪根本没意识到哪里不对，冲着被定在原地的姬长空挥了挥手，一脸兴奋。九爷爷，您就在这晒太阳吧。说完，他纵身一跃，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远处那座巍峨雄伟的皇城冲去。风中隐约传来少女充满斗志的呐喊：顾长哥，等着吧，正义的使者姬如雪女侠来制裁你了。还有那只贱鸟的附和声：制裁，干他！
姬长空望着那道远去的背影，两行清泪从眼角滑落。造孽啊！这哪里是去制裁顾长歌，这分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顾长歌，你若是敢动我家小姐一根毛，老夫跟你拼了！大言黄兜城门口人声鼎沸，摩肩接踵。因为选妃大典的消息，整个东玄域的修士都疯了，无数飞舟、坐骑遮天蔽日，各种奇装异服的修士排成了长龙，等着入城。麻烦让让！一个白白胖胖的少女挤在人群中，费力地往前钻，她肩膀上还站着一只杂毛鹦鹉，正对着周围的人指指点点。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啊！再看，把你们眼珠子抠出来当泡菜！周围的修士纷纷侧目，一脸看傻子的表情。这哪来的土包子？长得这么平平无奇，还美女，还带只嘴这么臭的鸟！切！一群凡夫俗子！姬如雪撇了撇嘴，根本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她抬起头，望着那座高达100丈、宛如巨兽盘踞的城墙，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就是大炎黄兜吗？果然气派。不过她摸了摸下巴，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很快，这里就要热闹起来了。顾长哥，本小姐来了，颤抖吧！就在这时，城墙之上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快看，是九皇子！顾长歌殿下出来了！轰！人群瞬间沸腾。姬如雪猛地抬头，顺着众人的目光望去。只见城楼最高处，一道白衣胜雪、黑发如墨的身影负手而立，狂风烈烈吹动他的衣袍。那人就那么随意地站在那里，身后是万丈红尘，脚下是芸芸众生，却仿佛夺尽了天地间所有的光彩。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啪嗒，姬如雪手里刚啃了一半的灵果，顺着指缝滑落，砸在脚面上。他却浑然不觉。原本气势汹汹，准备冲上去替天行道的小胖脸，此刻彻底僵住，嘴巴张成了标准的圆形，晶莹的液体很不争气地从嘴角滑落，拉出一道长长的丝线。吸溜！姬如雪猛地吸了一口气，眼睛此刻瞪得比铜铃还大，心脏扑通扑通狂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这就是大炎九皇子顾长歌，萧燕儿姐姐口中那个传闻中无恶不作、心狠手辣、欺男霸女的大坏蛋。这长得也太犯规了吧！哪怕是在帅哥如云的中州，哪怕是见惯了自家那些英俊潇洒的族兄，姬如雪也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男人简直长在了她的审美点上。那种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气质，简直就是少女杀手。完了完了！姬如雪只觉得双腿发软，体内的灵力开始不受控制的乱窜，小腹更是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燥热。糟糕，是心动的感觉，那是颜狗的本能反应。燕儿姐姐骗我！姬如雪在心里发出土拨鼠般的尖叫。这哪里是坏人？长成这样，怎么可能是坏人？肯定是有误会，绝对是燕儿姐姐那个坏女人，看人家长得帅，主动送上门去，结果人家没看上他，他就因爱生恨，编排这种谎话来骗我。没错，一定是这样。呜，顾公子太可怜了，明明是被强吻的受害者，还要背负这种骂名。短短一瞬间，姬如雪已经在脑海里脑补出了一场80集的大型狗血连续剧。剧本里，萧燕儿是个求爱不得、因爱生恨的恶毒女配，而顾长歌则是一个虽被误解，却依然独自扛下所有的高冷男神。至于他自己，当然是那个拨开云雾见青天，用爱感化男主，最后和男主过上没羞没躁生活的正义女主角。喂，醒醒！肩膀上的鹦鹉看不下去了，扑腾着翅膀，用那只没毛的爪子狠狠踩了踩姬如雪的脸。大姐头，哈喇子流到衣服上了，丢鸟，太丢鸟了！咱们是来制裁他的，不是来给他当舔狗的。姬如雪被踩得回过神来，胡乱用袖子擦了擦嘴，脸颊长得通红，却还是忍不住偷偷往城楼上看。小黄，你懂个屁！他压低声音，理直气壮地反驳：“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这是在观察敌情，寻找他的弱点。你看他长得这么帅，不是长得这么白，一看就是个小白脸，肯定很虚。”鹦鹉翻了个白眼，一脸鄙视：“虚不虚？鸟爷我不知道，但你现在看起来挺虚的，腿都并不拢了。”他扭过头，用翅膀梳理了一下头顶那撮呆毛，摆出一个自认为帅气的姿势。切，这个顾长歌也就一般般吧。想当年鸟爷我全盛时期，那也是10里8乡有名的俊后生，多少小骚蹄子排着队想给鸟爷生蛋，鸟爷都没正眼瞧过。姬如雪根本没空搭理这只自恋的傻鸟，她现在的注意力全都在城楼上那个男人身上，要是能离近一点看就好了。就在这时，城楼之上，顾长歌微微低头，唰，那双深邃如渊的眸子穿过层层叠叠的人群，准确无误地落在了这个方向。那一瞬，仿佛有一道电流隔空击中了姬如雪的天灵盖，她浑身一颤，整个人都酥了。啊呀呀！他在看我，他在看我！姬如雪抓着衣角，激动得差点原地起飞。他是不是发现我的内在美了？我就知道，只有他这种绝世天骄，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然而，他身边的几个路人女修反应比他还要激烈。九皇子看我了！一个姿色平平的女修捂着胸口，幸福地翻起了白眼，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胡说，明明是在看我！另一个女子激动地挥舞着手绢，殿下，奴家在这里，奴家这就回去休了那个死鬼，来给您当洗脚婢。滚开！一群庸脂俗粉。顾公子是在看本小姐，场面一度失控，尖叫声
撕扯生乱成一团。城楼之上，顾长歌面无表情地收回视线，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系统，他在心里默默呼唤：你确定没搞错？那个挤在人群里的白胖丫头，就是你说的宇宙无敌超级霹雳绝世美女，还是气运值高达99万的气运之女？就在刚才，系统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提示有大气运者靠近。顾长歌顺着指引看去，结果就看到了那个正在擦口水的小妞，那一身极品盛气，混搭风，简直辣眼睛。尤其是肩膀上那只杂毛鹦鹉，长得跟闹着玩似的，还在那搔首弄姿。叮，请宿主不要以貌取人。系统的声音依旧冰冷机械。此女服用了千幻易容丹，且身上有多件遮掩天机的宝物，哪怕是圣境也无法看穿她的伪装。但宿主拥有无敌重瞳，可勘破一切虚妄。顾长歌闻言，心念一动，双眸之中原本漆黑的瞳孔瞬间发生变化，两个瞳孔重叠在一起，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混沌与玄奥。嗡，一道无形的光芒从他眼中射出，眼前的世界瞬间变了模样。那些遮掩气息的迷雾，改变容貌的幻术，在重瞳之下如同冰雪消融，无所遁形。下一秒，顾长歌挑了挑眉，那个小胖妞消失了，一张令人窒息的绝美容颜缓缓浮现。那是一张为施粉黛的脸，却比顾长歌见过的任何女子都要精致，皮肤白皙如玉，透着淡淡的粉色，五官仿佛是上天最完美的杰作，尤其是那双大眼睛，清澈的像是一汪清泉，透着一股子天然的呆萌和纯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如果说萧燕儿是高高在上，冷艳不可方物的女帝，那眼前这个少女就是邻家那个贪吃又可爱的小妹妹，让人忍不住想要捏一捏她的脸蛋，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憨憨气质，更是让人忍不住想要欺负一下。童子确实不错，顾长歌在心里给出了肯定的评价，这颜值又纯又玉，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而且重瞳的威力似乎有点过猛了，视线穿透了外层的流仙裙，穿透了里面的金丝软甲，最后停留在最贴身的那一层。虽然因为那几件护身玉符的干扰，画面被打上了一层淡淡的圣光马赛克，看不真切，若隐若现，朦朦胧胧。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反而比直接看光更让人血脉喷张。尤其是看到那一抹粉色的肚兜边缘，以及上面绣着的一只小脑斧。噗嗤，顾长歌差点破功，这丫头里面居然穿这种东西，不仅憨，还充满了童趣。系统，查查她的底细。顾长歌收敛心神，关掉了透视功能。再看下去，他怕自己第二根至尊骨就要蠢蠢欲动了。正在扫描，姓名姬如雪，身份古地姬家大小姐，年龄17岁，修为尊者敬意重天，拥有上古异象海上生明月，特殊体质古天庭至高神灵极神转世，未完全觉醒，气运等级紫色神话，当前气运值99万点。看到那个数字，顾长歌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99万，这特么比唐小仙那个气运之女高出了整整20倍，完全不亚于萧燕儿那个重生女帝了。系统，这个极神转世是什么鬼？顾长歌问道，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叮，极神乃是上古天庭掌管气运与负责的至高神灵，拥有此体质者天生自带锦鲤属性，满级幸运光环，具体表现为走路能踢到万年灵药，摔跤能砸开上古遗迹，买彩票必中头奖，赌石必出神料，就算遇到必死的杀局，也会因为各种离谱的巧合化险为夷，甚至连他的敌人都会莫名其妙的倒霉。喝凉水赛牙，练功走火入魔。顾长歌听得一愣一愣的，这特么，这还需要修炼吗？这就好比大家都在苦哈哈的打怪升级，这货直接开了风铃月影模式，满级神装出门，难怪这丫头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顾长歌恍然大悟，运气这么好，根本不需要动脑子也能活得滋润无比。这一刻，顾长歌都有一丝丝酸了。童子哥，能不能把他干了，把这个极神的神格爆出来？要是能拥有这种逆天气运，他还当什么反派？直接躺平就能无敌。叮，严重警告！系统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极神气运护体若是强杀，会遭到反噬，甚至引来天道抹杀，而且神格一旦剥离，气运就会消散大半，得不偿失。建议宿主可尝试攻略此女，只要与她结为道侣，进行深层次的生命大和谐交流，宿主便能共享她的欧皇气运，届时宿主便是极神的道侣，同样享受天道庇护。顾长歌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共享气运，这倒是个不错的路子。而且这丫头长得这么极品，收进后宫也不亏，把她变成自己的人，让她以后每天给自己寻宝，岂不美哉？行，听你的。顾长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不过这丫头既然是来找麻烦的，肯定对我恨之入骨，想要攻略她，怕是没那么容易吧。叮，正在为宿主分析目标弱点。顾长歌精神一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分析完成。弱点1，顶级吃货，大馋丫头，对美食毫无抵抗力，只要有好吃的，连亲哥都能卖。弱点2，懒癌晚期，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修炼全靠随缘，最讨厌枯燥乏味的修行。弱点3，八卦之魂，对一切豪门恩怨、爱恨情仇充满了求知欲。弱点4，弱点100，究极颜狗，大黄丫头，不仅喜欢帅哥，
也喜欢美女，只要长得好看，三观跟着五官跑。看着这一排排弱点，顾长歌顿时乐了，这哪里是弱点，分明全是破绽，无从下手。顾长歌立于城楼之上，皱了皱眉，这姬家大小姐浑身上下全是破绽，反而让他一时不知该先攻哪一处。就在他思索之际，那个挤在人群中的姬如雪突然抽了抽鼻子，好香啊！一股浓郁霸道的肉香顺着风飘了过来。那是城门口一家名为王记烧鸡的老字号，刚出炉的秘制烧鸡，色泽金黄，油脂滋啦作响。姬如雪的眼睛瞬间直了，那是油脂滴落在炭火上激发的纯粹肉香，混合着孜然与辣椒面的辛辣，瞬间击穿了这位大小姐的心理防线。咕噜噜，她的肚子很不争气，发出了一声抗议。这一声响动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兀。姬如雪俏脸一红，下意识地捂住肚子。什么制裁顾长歌，什么替闺蜜报仇，这些烧鸡我全要了。顾长歌看都没看那个老板一眼，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老板看到那几枚上品零食，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那一枚上品零食足够买下他整个摊子10次了。是，公子爷您稍等，小的这就给您包起来。老板立马换了一副嘴脸，笑得像朵老菊花，手脚麻利的开始打包。好帅，出手就是上品零食，这是哪家的公子？等等，这好像是九皇子殿下。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顾长歌望向姬如雪，微微一笑，小妹妹，你饿了，我请你吃鸡吧。此时姬如雪整个人都懵了，她呆呆地看着那个近在咫尺的男人，这也太帅气了吧！近距离看，那种冲击力更是成倍增加，连毛孔都看不到，皮肤比他还好。可是姬如雪猛地回过神来，警惕地后退半步。他为什么要帮我？难道是发现了我的身份，还是说他是见色起意，被本小姐的魅力迷倒了？哼，果然是个色胚。姬如雪在心里暗骂，随后盯着顾长歌，你想干嘛？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本姑娘虽然现在落魄了，但也是有原则的。你别以为用大烧鸡就能收买我。这胖丫头谁啊？九皇子竟然替她解围，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长得平平无奇，殿下怎么可能看上她？普信女真下头，胖丫头平平无奇。姬如雪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现在还顶着千焕易容丹的效果呢，现在的她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憨包。完了！姬如雪只觉得脸上发烧，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这副丑样子被他看到了，这简直是黑历史啊！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只修长如玉的手递到了他面前，手里拿着一只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大鸡腿。为什么？姬如雪抬头结结巴巴地问道。顾长歌轻轻叹了口气，目光越过他，望向远方，仿佛陷入了某种久远的回忆。姑娘别误会，我并非对你有所图谋，只是看到你刚才盯着烧鸡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年少时的自己。他的声音低沉了几分，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忧伤。那时候我身处落魄谷中，也常常在这样的寒风中看着别人的食物发呆，肚子饿得咕咕叫，却身无分文，那种滋味我懂。顾长歌收回视线，重新看向姬如雪，脸上露出一抹温柔至极的笑容。所以这只鸡腿不是施舍，而是我想宴请那个年少的自己。姑娘若是愿意，便当是帮我圆了这个遗憾吧。轰！这番话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直接在姬如雪的脑海里炸开。她彻底傻了，原来她还有这样悲惨的过去。身为皇子，竟然也挨过了，肯定是那些恶毒的皇兄欺负他。太可怜了！而且他竟然没有嫌弃我现在这个丑样子，还这么温柔地对我说话，这简直就是美强惨啊！丫儿姐姐，那个大骗子！姬如雪在心里疯狂呐喊，这么温柔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怎么可能是坏蛋？绝对是误会！所有的防备在这一刻彻底瓦解。姬如雪吸了吸鼻子，接过那只鸡腿，狠狠咬了一大口，真香！谢谢大哥哥。他含糊不清地说道，腮帮子鼓鼓的，像只护食的小仓鼠。顾长歌看着这一幕，心中暗笑，这丫头果然是个憨包，这也太好骗了。不过几句现编的台词，一只10块零食的烧鸡就让他感动成这样，看来攻略这只吉神比想象中还要简单。慢点吃，没人和你抢。顾长歌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壶灵泉水，递了过去，将暖男形象贯彻到底。若是还没吃饱，我带你去醉仙楼，那里有全黄豆最好的厨子。姬如雪眼睛瞬间亮成了2个大灯泡。醉仙楼最好的厨子，大哥哥，你人还怪好的嘞。姬如雪用力点头，接过手帕擦了擦嘴上的油渍，看向顾长歌的眼神里已经充满了小星星。这哪里是坏人，这分明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大哥哥。肩膀上的小黄翻了个白眼，用翅膀捂住脸，没救了，这傻丫头彻底没救了。一只鸡腿就被收买了，以后要是这小白脸拿出一顿满汉全席，这丫头还不得把自己洗干净送上床。就在这时，城门口的人群突然一阵骚动，一股凛冽的寒意骤然降临，原本喧闹的街道瞬间安静下来，就连空气中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几分。都给本少让开！一道冷漠孤傲的声音响起，众人回头望去，唰，只见一名身背黑色重尺的少年正缓步走来。那少年约莫20岁左右，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麻衣，却难掩那一身锋芒毕露的气势。他每走一步，脚下的青石板
便会留下一道深深的脚印。而在他身后，竟然隐隐浮现出一头银色巨狼的虚影，仰天长啸，凶威滔天。那是北韩玉王家的图腾，背负重尺，身伴狼影。难道是那位传说中的王家弃子？听说他出生时天降异象，万狼朝拜，号称有大帝之资，可惜前些年犯了大错，被逐出家族。人群中传来阵阵惊呼。那少年对此充耳不闻，一双狭长的眸子死死盯着正在啃鸡腿的姬如雪，或者说是盯着姬如雪肩膀上的那只鹦鹉。啧啧，太古先皇血脉。王腾飞舔了舔嘴唇，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与狂热，那种眼神就像是饿狼看到了最鲜美的猎物。没想到刚到大炎皇都就能遇到这种机缘，这只鸟我要了。他抬起手指着小黄，语气不容置疑，仿佛在宣告某种既定的事实。霸道、狂妄、不可一世。顾长歌站在一旁微微挑眉，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适时响起。叮，检测到新的气运之子7阶出现，姓名王腾飞，年龄25岁，身份北韩玉古帝王家弃子，放逐中，修为尊者境3重天，体质上古狼神转世，已觉醒，金手指乱古大帝传承获得者，拥有一枚名为乱古符的神物，每死一次实力便会暴涨1倍，且获得一次复活机会，剩余复活次数9，气运值80万点。评价：这是一根极其坚韧且很难杀死的韭菜，建议宿主直接将其根部刨起，一次性杀9次，永绝后患。实力评价为夯。顾长歌看着那个鼻孔朝天的少年，差点笑出声。王腾飞，乱古大帝传承，被逐出家族，还能复活9次，这名字，这人设，妥妥的主角模板啊！而且一来就要抢姬如雪的鸟，这不是找死吗？姬如雪可是拥有99万气运值的极神转世，这王腾飞才80万气运，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看来不用我出手，这货就要倒霉了。顾长歌双手抱胸，退到一旁准备看戏。姬如雪正吃得开心，突然被人打断，心情很不爽。他抬头看着那个装逼犯，反问道：“你要我的鸟？有病吧？小黄这么丑，你也看得上？”小黄，王腾飞冷哼一声，根本不屑与这种凡夫俗子解释：“女人，把你肩膀上的鸟交出来，这是你的荣幸，否则……”他猛地一跺脚，轰！一股恐怖的气浪以他为中心爆发开来，将周围的摊位掀翻在地。死！王腾飞要用绝对的实力，让这个无知少女知道什么叫做敬畏。然而，就在他气势攀升到顶峰，准备动手抢夺的那一刻，异变突生。或许是因为他刚才那一跺脚用力过猛，咔嚓一声脆响，王腾飞脚下的青石板突然碎裂，紧接着地面塌陷，一个黑黝黝的大洞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他脚下。我勒个！这位有着大地之姿的天骄，连一句完整的脏话都没来得及骂完，整个人就这么直挺挺地掉了下去。扑通一声闷响，紧接着是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从洞口飘散出来，那是化粪池的味道。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看着那个黑洞洞的坑口，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人生之中。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地之姿，这就是不可一世的王家天骄，出场不到半分钟，直接掉进了茅坑。顾长歌嘴角抽搐，强忍着笑意，这极神的气运反噬果然霸道，连狼神转世的天骄都扛不住，喝凉水都塞牙，跺个脚都能掉茅坑。姬如雪眨了眨大眼睛，一脸无辜地看向顾长歌：“大哥哥，这人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使？好端端的路不走，非要往粪坑里跳。”顾长歌忍得肚子疼，却还要保持高冷男神的形象，一本正经地点头：“可能这就是天才独特的修炼方式吧。欲成大帝，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泡其粪坑。”一只沾满黄褐色污秽的手颤巍巍地扣住了坑洞边缘，紧接着一颗挂着烂菜叶的脑袋探了出来。哦，一股令人窒息的酸爽味道瞬间席卷全场，比那陈年老坛酸菜还要带劲100倍。原本围在前面看热闹的修士们脸色瞬间变得惨绿，甚至有人当场扶着墙角干呕起来。卧槽，这什么味儿？我的眼睛，这味道辣眼睛！人群像是被割倒的麦子，齐刷刷向后退开10几丈，生怕沾染上一星半点。唯独顾长歌神色自若，周身撑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将那股令人作呕的气息隔绝在外。王腾飞终于爬了出来，此时的他哪里还有半点刚才大地之姿的威风？衣服变成了屎黄色，那把原本霸气侧漏的黑色重尺，此刻也挂满了一些不可名状的粘稠物。咯，姬如雪没忍住，指着那个还在往下淌水的身影，转头看向顾长歌：“大哥哥，你看他好像一只刚吃饱的屎壳郎啊！”顾长歌肩膀抖动：“别过头去，这比喻绝了！”嘎嘎嘎！小黄站在姬如雪头顶，兴奋地扑腾着翅膀，那双豆豆眼里满是幸灾乐祸。屎壳郎，屎壳郎！推着粪球过大江，这哪是盖世天骄啊，这分明是掏粪男孩！你看他那享受的表情，是不是还没吃够？要不要鸟爷再给你拉一泡热乎的？王腾飞浑身僵硬，他缓缓抬起头，脸上挂着几根发黄的韭菜叶，双目赤红，死死盯着那只嘴贱的破鸟。奇耻大辱！他堂堂乱古大帝传人，未来注定要镇压一个时代的无敌天骄，竟然当众掉进了茅坑，还被一只杂毛鸟羞辱！闭嘴！
王腾飞怒吼一声，声音因为愤怒而劈叉：“都不许笑！谁敢笑，本少灭他满门！”他不喊还好，这一嗓子吼出来，配合那满身的污秽，滑稽感瞬间拉满。噗哈哈哈！人群中不知是谁带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哄笑声。笑死爷了！这就是王家天骄，我看是茅坑天骄吧？刚才那股狂劲儿呢？怎么掉茅坑里就没影了？还灭满门？先把身上的屎擦干净再说吧。这就是传说中的有味道的男人吗？是个狠人，是个狼面！哄笑声如潮水般涌来，王腾飞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定，检测到气运之子王腾飞道心受损，处于极度破防状态。恭喜宿主掠夺气运值5万点。顾长歌听着悦耳的系统提示音，心情大好，这韭菜真肥，还没动手呢，自己就把自己玩崩了。轰！王腾飞体内灵力暴涌，狂暴的气浪将身上的污秽瞬间震散。他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套崭新的黑袍换上，整个人杀气腾腾，宛如一尊从地狱爬出来的修罗。虽然身上干净了，但那股若有若无的心理阴影却怎么也挥之不去。是你！王腾飞猛地转头，手中玄重尺直指顾长歌，齿峰嗡鸣，割裂空气。刚才是你暗中偷袭本少，我就说怎么可能平地塌陷，分明是你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卑鄙小人，无耻至极！他绝不相信自己会无缘无故掉进茅坑，肯定是这个小白脸搞的鬼。面对这杀气腾腾的指控，顾长歌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后退半步，从袖中取出一块洁白的手帕，轻轻掩住口鼻，那动作优雅中透着几分嫌弃。这位兄台，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在场诸位都看着呢，我离你足有10丈远，连根手指头都没动过，倒是你走路不看路，非要往那坑里跳。说到这里，顾长歌轻叹一声，语气中充满了对智障人士的同情。我知道被家族抛弃对你的打击很大，爹爹不疼，妈妈不爱，但人总要向前看，不能自暴自弃啊。若是脑子出了问题，还是尽早去医治，莫要讳疾忌医，在这里胡乱咬人。这番话说的那是滴水不漏，情真意切，配合他那副悲天悯人的神态，瞬间博得了周围群众的一致好评。说的对啊，人家动毒没动，这人怎么乱泼脏水？我看他就是脑子有病，受刺激过度了。啧啧，真可怜，长得人母狗样的，原来是个疯子。舆论的风向瞬间一边倒，王腾飞气得浑身发抖，胸口剧烈起伏，一口老血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啊呀呀！混账！我要杀了你！理智彻底崩断，王腾飞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脚掌猛踏地面，咚咚。这一次他学乖了，特意避开了那些看起来松动的石板，整个人化作一道黑色闪电，手中玄重尺高高举起，裹挟着开山裂石之威，朝着顾长歌和姬如雪杀来。手中的玄重尺高高举起，其上浮现出无数古老的符文，沉重如山岳，仿佛能压塌虚空。乱骨吃法第一式，崩山！死吧！哇，杀人了！姬如雪吓得惊叫一声，下意识地把手里刚吃完的香蕉皮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要往顾长歌身后躲。就在这时，冲锋中的王腾飞眼看就要杀到近前，他的气势已经积蓄到了顶点，这一尺下去，就算是顶尖强者也要被砸成肉泥。然而他的脚下突然一滑，精准无误地踩在了那块香蕉皮上，扑通！王腾飞整个人瞬间失去平衡，身体在惯性的作用下猛地向后仰去，高举的玄重尺直接脱手飞出，呼呼呼！玄重尺在空中高速旋转，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破空声，转体翻腾3周半，最后在全场数千双眼睛的注视下，那把巨齿像是长了眼睛一样，精准无误地朝着倒在地上的王腾飞砸去，直接插进了他的天灵盖。不！王腾飞瞳孔骤缩，只能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砰！一声沉闷至极的巨响，像是一个熟透的西瓜被铁锤砸烂，鲜血飞溅，脑浆迸裂。那把伴随他征战多年的本命神兵，此刻成了终结他性命的凶器，深深地嵌入脑袋里。王腾飞四肢抽搐了2下，便彻底没了动静，全场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眼珠子差点瞪出眼眶。死了！那个号称有大帝之姿、身负狼神传承的天骄，就这么踩到香蕉皮摔死了，还被自己的武器爆了头，这是什么离谱的死法？说书先生都不敢这么编啊！姬如雪手里还拿着半只鸡腿，此时也忘了啃，呆呆地看着地上的尸体。大哥哥，他咽了口唾沫，小声问道：“他是不是死了？”我不是故意的，就是随手扔了个垃圾。此刻顾长歌也有点无语，这丫头身上的锦鲤光环也太逆天了。不过他的目光却始终锁定在那具尸体上，这就完了？当然不可能，要是这么容易就死了，还叫什么气运之子？果然，下一秒，嗡，那具已经凉透的尸体上突然爆发出一阵璀璨夺目的银色光芒，一股苍茫古老的气息从王腾飞体内复苏，一枚古朴的符文缓缓从他眉心浮现，燃烧起来。乱骨符！只见那银光笼罩之下，时光仿佛在倒流，嵌入脑袋的玄重尺自动飞出，破碎的头骨开始愈合，喷溅的鲜血倒流回体内。不过短短3个呼吸的时间，原本已经是个死人的王腾飞竟然直挺挺地站了起来，不仅伤势痊愈，就连身上的气息
都比刚才暴涨了一大截。尊者境，四重天，死而复生，破而后立，这就是乱蛊传承的霸道之处。诈尸了！周围的群众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往后退。呼！王腾飞站在原地，大口喘着粗气，冷汗浸透了后背。刚才那一瞬间，他是真的感觉到了死亡的降临，那种黑暗冰冷的感觉让他这惊心有余悸。他摸了摸完好无损的脑门，又看了看脚下那块该死的香蕉皮，最后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顾长歌。这一次，他的眼中没有了之前的狂妄和愤怒，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忌惮，甚至是恐惧。巧合？不，这世上哪有这么离谱的巧合？先是平地塌陷掉茅坑，接着是踩香蕉皮被爆头，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男人出现之后。此人深不可测，断不可留。王腾飞的大脑疯狂运转，自行脑补出了一场大戏。这家伙刚才虽然没有动手，但肯定在暗中施展了某种极其诡异的诅咒之术，或者是操控气运的禁忌秘法，否则根本无法解释自己这一连串的倒霉遭遇。他在扮猪吃虎，此人绝对是我成帝路上的大敌，他就是想激怒我，让我主动出手，然后借机将我镇杀。王腾飞越想越觉得可怕，背后的冷汗止不住的往下流。幸好自己有乱蛊符护体，否则刚才那一下真的就交代在这里了。不能冲动，绝对不能冲动。此人是个老阴笔，手段诡异莫测，在没有搞清楚他的底细之前，绝不能轻易出手。王腾飞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杀意，收起地上的悬虫尺，警惕地退后几步，与顾长歌拉开了一个自认为安全的距离。顾长歌看着王腾飞那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差点笑出声。这货果然是个脑补帝，明明是鸡如雪，把你磕得死死的，你非要把这口锅扣在我头上。不过这口锅背得舒服。定检测到气运之子王腾飞产生严重的自我敌化，对宿主产生极度畏惧心理。恭喜宿主掠夺气运值5万点。顾长歌负手而立，微微一笑，那笑容在王腾飞看来，只觉得头皮发麻。不动声色间便能操控因果，让人倒霉致死，这种手段闻所未闻。可，王腾飞干咳2声，强行挺直了腰杆，试图找回那丢掉的大帝之姿。他双手抱拳，对着顾长歌拱了拱手，语气中带着3分敬畏7分强撑的场面话。这位兄台，好手段，今日之事算我王某人眼拙，冲撞了高人，看在阁下的面子上，这只9天仙黄我暂时便不要了。说完，他警惕地盯着顾长歌，身体紧绷，生怕再出什么幺蛾子。顾长歌却没有搭理他。那个大哥哥，突然姬如雪看着手里光秃秃的鸡骨头，有些意犹未尽的咂巴嘴，一只鸡腿好像不太够塞牙缝，要不我们去你说的那个醉仙楼吧？好，走吧。两人一前一后朝着长街尽头走去，完全把这位王家天骄当成了空气。王腾飞站在原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走还是不走？若是就这么走了，他王腾飞以后还怎么混？不行，此人虽然手段诡异，但本少身负乱蛊传承，岂能轻易认输？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念及此处，王腾飞咬了咬牙，悄悄跟了上去。大研皇都繁华似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叫卖声此起彼伏。顾长歌走在前面，步履闲适，姬如雪跟在后面，东张西望，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突然，站在姬如雪头顶的小黄猛地转过头，对着身后大叫起来：嘎哒！变态，有变态！那掏粪男孩跟过来了。姬如雪吓了一跳，回头看去，只见人群中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正借着摊位掩护，一路尾随。虽然换了身衣服，但那股若有若无的味道还是很有辨识度。大哥哥，那个变态还在跟着我们。姬如雪有些紧张，拉了拉顾长歌的袖子。顾长歌脚步未停，甚至连头都没回。无妨，路边的野狗想跟着就随他去便是，只要不咬人，何必跟一只畜生计较？野狗，畜生，本少乃是狼神转世。王腾飞气得差点当场暴走，拳头捏得咔咔作响。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就在这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一家装修奢华、金碧辉煌的店铺前围满了修士，门匾上书5个烫金大字：天元赌十方。一股奇异的灵力波动从房内溢散而出，姬如雪的玉足瞬间挪不动了。她眨巴着大眼睛，好奇地往里面张望。那是什么地方？好多漂亮的石头啊！顾长歌停下脚步，扫了一眼，赌石房里面摆放的原石乃是太古时期遗留下的矿产，外皮能隔绝神识探查，运气好的能开出稀世珍宝，一夜暴富；运气差的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姬如雪一听一夜暴富，眼睛瞬间亮了。虽然她是姬家大小姐，不差钱，但这种充满了未知和刺激的游戏简直太对她的胃口了。毕竟从小到大，她连喝饮料都能连中1箱再来1瓶，买彩票闭着眼都能中头奖。大哥哥，我们也去玩玩好不好？我保证就玩一把。他竖起一根手指，可怜巴巴的撒娇。带吉神去赌石，这不是满级大号去新手村屠杀吗？顾长歌正欲开口，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突然响起。呵呵，赌石？王腾飞大不留心的走了过来，这可是考教眼力、气运与底蕴的高深学问。怎么，你们也有雅兴想来玩玩？此刻
王腾飞脸上重新挂起了自信的笑容。打架，他或许忌惮顾长歌的诡异手段，但赌石那可是他的强项。他所获得的狼神传承中，便有一门名为笑月天狼童的秘术，能看破虚妄，直视本源。再加上乱古大帝留下的剑石手札，在这赌石一道上，他王腾飞一生不弱于人，是当之无愧的王。机会来了，王腾飞心中狂喜，只要在赌石上狠狠碾压顾长歌，不仅能找回场子，还能打击对方的道心，甚至赢回那只9天仙皇。顾长歌瞥了他一眼，神色淡漠：“你也配？简简单单3个字，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王腾飞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周围围观的吃瓜群众也发出一阵低低的哄笑。你，王腾飞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怒火：“小子，你少在这里逞口舌之力，若是个男人，就跟我比一场，咱们各自挑选一块原石，当场切开，比比谁开出的宝物价值更高。若是你输了……”王腾飞眼中闪过一抹贪婪，指着小黄：“这只鸟归我。另外，你还要当众承认，你不如我。”顾长歌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他：“我为什么要跟你比？你是哪里来的自信？觉得一个刚从茅坑里爬出来的人有资格向我挑战？”王腾飞脸色涨红，被对得哑口无言，但他不甘心就这么放弃，这可是唯一能翻盘的机会。你不敢，怕了吧？王腾飞大声激将道：“原来所谓的天骄，也不过是个胆小如鼠之辈。若是你赢了，我王腾飞这条命卖给你，给你当牛做马10年。”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卖身为奴10年，这赌注可太大了。顾长歌却依旧摇了摇头，一脸嫌弃：“我要你的命有几把用？除了吃得多、拉得多，还会什么？”不过，顾长歌话锋一转，目光落在王腾飞腰间那枚古朴的玉符上：“若是你肯拿那枚玉符做赌注，我倒是可以勉为其难，陪你玩玩。”乱古符！王腾飞心头一跳，下意识地捂住腰间，这可是他最大的底牌，能起死回生的神物。这家伙的眼光怎么这么毒？但转念一想，自己怎么可能会输？他可是有挂的人。好，王腾飞咬牙答应，随即反问道：“那你的赌注呢？若是拿不出对等的宝物，本少可不答应。”顾长歌没有说话，只是伸手解下了腰间的黑色腰带，上面绣着金色的云纹，看起来平平无奇。然而，当顾长歌将其握在手中的瞬间，轰！一股恐怖到令人窒息的威压瞬间席卷全场。那条腰带迎风暴涨，化作一条长达丈许的黑色长鞭，鞭身之上龙鳞密布，隐隐有龙吟之声传出，虚空震颤，万道哀鸣，仿佛承受不住这股威压。这是极道地兵！天呐，随身的腰带竟然是一件地兵，这到底是什么家庭条件啊？人群彻底沸腾了，就连姬如雪都看呆了，小嘴微张：“哇，大哥哥的大鞭好厉害！”顾长歌随手抖了抖鞭子，虚空炸裂。这个当赌注够不够？王腾飞更是眼皮狂跳，呼吸急促。极道地兵，这可是连圣地都要当作镇宗之宝的存在，若是能赢过来，刹那间贪婪战胜了理智。赌了！王腾飞大喝一声，生怕顾长歌反悔，但他眼珠子一转，又生出一计：这顾长歌深不可测，万一也有什么同数怎么办？必须再加一道保险。慢着！王腾飞指着正在流口水的姬如雪，阴恻恻地笑道：“既然是比试，那就得公平。挑选原石的人不能是你，得让他来选。”在他看来，这个白胖丫头满脑子都是吃鸡，身上毫无灵力波动，简直就是个纯纯的废物。让他选，那绝对是必输无疑。无耻！太不要脸了！人家小姑娘懂什么赌石？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周围的群众看不下去了，纷纷出言指责。王腾飞却充耳不闻，只是挑衅地看着顾长歌：“怎么不敢？”顾长歌看着那个洋洋得意的大聪明，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让天道宠儿人形锦鲤去选石头，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好，我答应，就让他选。顾长歌点头答应，干脆利落。啊，我……姬如雪指着自己的鼻子，一脸懵逼：“大哥哥，我不行啊，我从来没玩过这个，我只会吃。要是输了，大哥哥的地兵可就没了。”没事。顾长歌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笑容温和如沐春风：“去吧，随便选，我相信你的眼光。就算输了也没关系，不过是一件身外之物罢了。”轰！姬如雪只觉得脑子里炸开了烟花，他竟然这么信任我，为了让我开心，连地兵都敢拿出来赌，这也太宠了吧！大哥哥你真好！姬如雪感动得稀里哗啦，暗暗发誓一定要选个最好的，绝不能让大哥哥输掉裤腰带，不然大哥哥裤子掉了怎么办？既然赌约已成，那本少就不客气了。王腾飞生怕夜长梦多，直接冲进了原石堆里。嗷呜一声狼嚎，他低吼一声，浑身骨骼噼啪作响，原本英俊的脸庞开始扭曲，嘴巴突出，耳朵变尖，身上更是长出了灰白色的长毛，整个人趴在地上，屁股后面甚至还冒出了一条毛茸茸的尾巴。狼神传承，返祖兽化，短短几息之间，他就变成了一只半人半狼的怪物。只是这狼的模样怎么看都有点眼熟，黑白相间的毛色，睿智的眼神，还有那微微吐出的舌头。噗！顾长歌没忍住笑出了声，这哪里是狼神，这分明就是哈士奇成精了。王腾飞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狼神传承中的返祖状态，能极大增强五感，
尤其是嗅觉。他四肢着地，撅着屁股，在一块块原石上嗅来嗅去，吸溜吸溜，一边嗅一边还摇晃着那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场面一度十分辣眼。这也是袁术，好别致的造型，怎么跟条哈巴狗似的？众人指指点点，王腾飞毫不在意，只要能赢帝兵，当狗又如何？突然，他在一块半人高的青色原石前停了下来，鼻子疯狂抽动，尾巴摇得飞起，就是这个味儿，灵气浓郁，甚至有一丝道韵流转。他兴奋地拍着石头，我就要这块，老板，切石师傅立马上前，手起刀落，咔嚓，石皮剥落，一道浓郁的绿光冲天而起，涨了，是极品木灵晶，这么大一块，起码价值10万上品灵石。人群惊呼。王腾飞恢复人形，手里捧着那块晶莹剔透的灵晶，得意洋洋地看向顾长歌，怎么样？极品木灵晶虽然比不上帝兵，但也算是稀世珍宝。小子，准备交出帝兵，给本少当狗吧。这块原石已经是这外围区域里价值最高的了，这局他赢定了。刷刷刷，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姬如雪身上。只见这丫头还在原石堆里转悠，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瞧瞧那个，这个太丑，这个太小，这个手感不好。最后她走累了，一屁股坐在旁边休息，脚后跟不小心踢到了一块垫在桌脚下的黑石头。那石头只有拳头大小，灰扑扑的，上面还沾满了灰尘和油污。哎呦！姬如雪揉了揉脚后跟，气呼呼地把那块石头捡起来，就你了，赶个本小姐的脚，把你切了。她把那块垫桌脚的废石往桌上一拍，老板，切这个！一时间全场死寂，随后爆发出哄堂大笑，哈哈哈，笑死我了！选个垫桌脚的石头，这丫头是来搞笑的吧？那是一块用来垫桌脚的废石，放在这里几10年了都没人看一眼。王腾飞更是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小子，这就是你选的人？这块石头要是能出货，本少当场把它给吃了。顾长歌神色平静，示意切石师傅动手。切石师傅摇了摇头，一脸无奈，这明明就是块普通的顽石嘛。他随手一刀切下，咔嚓，石皮裂开，没有绿光，没有灵气。就在众人准备嘲笑的时候，啊！一声嘹亮的龙吟骤然从那裂缝中传出，响彻云霄。紧接着，万道金光刺破苍穹，一道璀璨至极的金光从那块拳头大小的石头中爆发出来，瞬间刺瞎了在场所有人的狗眼。那光芒之中，一条迷你的金色真龙虚影正在盘旋飞舞，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生命气息。整个赌石房都在剧烈颤抖。那切开的石皮中心，静静地躺着一枚龙眼大小的种子，通体金黄，宛如黄金浇铸，表面有着天然的龙形纹路，散发着一股令人灵魂颤栗的不朽气息。这是天运房的老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浑身颤抖，老泪纵横。仙猿，这是传说中封印着太古神物的仙猿。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颤抖着跪倒在地，老泪纵横。这是真龙不死药的种子，封印在仙猿之中的神药种子啊！轰！全场炸锅，所有人都疯了。不死神药，那是大帝都要眼红的至宝，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能起死回生，甚至能让大帝活出第二世。价值，这玩意儿根本无法用灵石来衡量，哪怕只是一枚种子，其价值也是无可估量，足以买下半个大炎皇都。王腾飞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手中的极品木灵晶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他呆呆地看着那枚种子，又看了看一脸无辜的姬如雪，脑瓜子嗡嗡的。这特么垫桌脚的石头里开出不死神药，这特么合理吗？姬如雪眨了眨眼，捡起那种子，有些嫌弃地擦了擦上面的灰。什么吗？不是吃的呀，还不如烧鸡呢。噗！王腾飞一口老血喷出3丈远，两眼一翻，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这一次他是真的被气晕过去了。愿赌服输，拿来吧你！顾长歌走上前，从他腰间摘下那枚乱骨符，顺手又在他脸上踩了一脚，然后转身看向那个倒地不起的身影。还有，记得把那块石头吃了，千万别浪费了。吃，快吃啊！别浪费了这天地灵物。王少该不会是想赖账吧？刚才那股不可一世的劲儿哪去了？周围的看客们围成一圈，个个伸长了脖子，脸上挂着戏谑的笑。更有甚者，直接掏出了留影石，对着地上的王腾飞全方位无死角的拍摄，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精彩瞬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场面。王家天骄生吞废石，标题我都想好了。啧，这垫桌脚的石头又黑又硬，怕是得要拔好牙扣。喧闹声如苍蝇般往耳朵里钻。王腾飞悠悠转醒，只觉得脑瓜子嗡嗡作响。他猛地坐起身，视线还有些模糊，但周围那些嘲讽的嘴脸却异常清晰，记忆如潮水般涌回。赌石、废石、不死神药，还有那个该死的小白脸。王腾飞下意识地伸手摸向腰间，空空如也。那一瞬间，王腾飞浑身的血液都凉了半截。乱骨符，那可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逆天改命的最大依仗。还给我！王腾飞猛地从地上弹起，双目赤红，死死盯着顾长歌。此时那枚古朴的玉符正被顾长歌随意地把玩在指尖，温润的玉质在阳光下泛着微光。顾长歌轻笑一声，手指灵活地转动着玉符，语气漫不经心：还！王少莫不是摔坏了脑子？
这是我赢来的战利品，凭什么还你？你是宝贝是你的，那你喊他一声，看他答应吗？说着，顾长歌用脚尖踢了踢地上那块切开的废石皮，扬起下巴示意。况且你的账还没结清呢，这块石头你打算怎么吃？清蒸还是红烧？要不要我接个火给你？你！王腾飞气得胸膛剧烈起伏，一口气差点没上来。欺人太甚，这简直是把他的脸皮剥下来，扔在地上还要踩上两脚，嘎嘎嘎！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鸟叫声响起。小黄站在姬如雪的肩膀上，扑腾着翅膀，那双豆豆眼里满是人性化的鄙夷。他清了清嗓子，尖着嗓子唱了起来：赖皮狗，王腾飞只会吹牛不会飞，输了地兵输底裤，还要趴着吃石灰。你是土狗汪汪汪，不爱吃鸡爱吃屎！哈哈哈！全场瞬间爆笑，这只贱鸟实在太损了，每一句话都精准地扎在王腾飞的心窝子上。啊呀呀！闭嘴，死鸟闭嘴！王腾飞的理智彻底崩断，羞耻、愤怒、绝望，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化作滔天的杀意。混账，是你逼我的！这里是大炎黄，都又如何？既然道理讲不通，那就用拳头。这一刻，王腾飞动了杀心，只要杀光这些人，夺回乱骨符，再抢了那真龙不死药，哪怕亡命天涯也值了。富贵险中求！吼！一声非人的嘶吼从王腾飞喉咙深处爆发，他浑身肌肉瞬间膨胀，撑破了衣衫，灰白色的毛发疯狂生长，覆盖全身，指甲变长，化作锋利的狼爪，闪烁着森寒的幽光，一股凶厉残暴的气息席卷全场。狼神变！王腾飞仰天长啸，声浪滚滚，震得周围的店铺门窗哗哗作响。此刻，他彻底变成了一头半人半狼的怪物，身高达到了3丈，宛如一尊小巨人。这是本少的最强形态，燃烧精血，返祖归宗，战力暴涨10倍。现在，我的战力堪比尊者近8重天，年轻一代，谁人能敌？小子，快把乱骨符交出来！王腾飞居高临下，那双幽绿色的狼眼里满是贪婪与杀戮。他伸出猩红的舌头，舔了舔獠牙，目光扫过击如血手中的真龙不死药种子，又落在那只杂毛鹦鹉身上，还有那只鸟，那枚不死药种子，通通都是本少的。谁敢拦我？死！周围的吃瓜群众吓得脸色惨白，连滚带爬的往后退。疯了，这人疯了，竟然敢在黄豆动手抢劫，不要命了吗？顾长歌站在原地，衣袂飘飘，连头发丝都没乱一根。他看着面前这头陷入癫狂的狼灭，摇了摇头，语气中透着一丝怜悯。原本以为你只是脑子不好使，没想到连命都不想要了，在大炎黄都撒野，你是不是太不把皇室放在眼里了？皇室！哈哈哈！王腾飞狂笑，声音如雷霆炸响。只要得到了真龙不死药，我便是未来的大帝。区大炎皇室又能奈我何？受死吧！话音未落，王腾飞庞大的身躯猛地一跃，地面崩裂，他化作一道灰白色的残影，裹挟着腥风血雨，朝着顾长歌狠狠扑来。那锋利的狼爪撕裂空气，发出刺耳的尖笑，直取顾长歌的咽喉。大哥哥小心，让我来炸死他！姬如雪吓了一跳，连忙从储物戒里掏出一把金光闪闪的符箓，还有几件散发着恐怖波动的劲气。这丫头虽然修为不高，但身上的宝贝多得吓人。别怕，对付这种畜生，何须浪费宝物？顾长歌伸手按住他的小脑袋，将他轻轻推到身后。他上前一步，直面那扑面而来的恐怖狼威，神色淡然。王腾飞，既然事已至此，是非对错，我已无心分辨。吃我一剑！缓缓抬起右手，五指张开，随后猛地一握，口中轻吐出一句令人摸不着头脑，却又蕴含着无上道韵的真言：即便我不变，五指全心剑。轰！随着这句真言落下，天地间仿佛有什么东西被引动了。顾长歌的掌心之中，混沌气流转，仿佛有一个世界在生灭。这乃是系统赠送的仙道杀招，如今配合混沌神魔体施展，威力比当初何止翻了10倍。铮！一声清越的剑鸣响彻云霄，没有花哨的剑招，没有漫天的光影，只有一道纯粹到了极致的剑气从顾长歌的指缝间迸射而出。那剑气初时极细，如发丝般不起眼，但在离体的瞬间，迎风暴涨，化作一道长达100丈的混沌剑芒，横贯虚空。扑哧！王腾飞引以为傲的护体狼毛在这道剑气面前脆如薄纸，所有的防御，所有的神通，在这一瞬间统统土崩瓦解。不！王腾飞瞳孔骤缩，眼睁睁看着那道剑气刺破了自己的狼爪，搅碎了自己的护体罡气，直奔心脏而来。死亡的气息，前所未有的浓烈。这一次没有乱骨符，若是击中必死无疑。完了，无命休矣！王腾飞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闭上了眼睛，等待死亡的降临。千钧一发之际，虚空突然剧烈颤抖起来。叔子儿敢！一声暴喝，宛如天雷滚滚，震得在场众人耳膜生疼。紧接着，一道高大的身影凭空出现在王腾飞身前。